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御书房，宦官们搬来沙盘、小旗，按照女帝的吩咐摆好。红色小旗代表大奉军，蓝色小旗代表云州军。此外还有南疆、西域、巫神教，整个就一微缩型9州大陆。其中有10几个黑底金边的小旗，旗上写着洛、赵、许、寇、金、阿、孙等字。怀庆挥了挥大袖，殿内宦官次第退下。安静的御书房里，怀庆把洛旗推到北境，然后各自的盟友和敌人一起推过去，清除一切杂七杂八超凡，只和白帝、伽罗术死战，这是大奉方认为最好的局面。但也许敌人会有不同看法，于是怀庆把白帝和伽罗术的小旗推到雍州。如果云州军趁洛玉横渡劫，集中力量一举拿下雍州，那在怀庆看来，这是可以容忍的损失。别说攻下雍州，就算把京城拱手相让，怀庆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因为许屏风不可能在13日内炼化雍州和京城气运，攻下雍州也不过是短时间内占领，可换来的是洛玉横渡劫成功，晋升一品陆地神仙。到那时，大奉完全有能力反扑，这就是他的大局观。随后，怀庆又把洛旗推到南疆，如果把战斗的地点安排在南疆呢？这里可全是大奉的盟友。这个选择利弊都很明显，佛门还有2位1品，1位2品，而古族虽然超凡强者多，但3品不足以插手这个层次的战斗。唯一的2品天蛊婆婆还是个不擅长战斗的。关键是许七安无法在南疆调动众生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方超凡强者数量倍增，但高层次的战力反而下滑。怀庆摇了摇头，而且古族超凡未必肯帮忙，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随时都可能陨落的。此外，他还有一个顾虑，没人不知道阿兰陀里的那位还有没有余力施展出大日如来法相。如果神书参战，那位又还有余力，大日如来法相现世，好，满盘皆输。算来算去，让骆玉衡把渡劫地点选在北境是最稳妥的法子。于是怀庆又把棋子搬回北境，把伽罗术、白帝以及许、阿、金、赵4位超凡排在洛旗边上。许七安，怀庆闭了闭眼睛，喃喃道：你是真有把握，还是已经孤注一掷？许府，一列禁军步履匆匆地闯入府中。此时的内厅里，婶婶还在兴致勃勃地向木南枝讨教养花秘籍。徐府的外院和内院开满绚烂花朵，在寒冷的冬末里显得如同仙境。姐姐，你快教教我，这么神奇的法术怎么才能学会？婶婶现在可崇拜花神了，张口闭口就是姐姐。倒霉侄儿3天2头王府里带人，先是那个表现礼貌客气，背地里在那面小镜子里说他坏话的李妙珍，然后是整天就知道吃的饭桶丽娜，每天大鱼大肉吃许家的就算了，还伙同孽女许灵英偷他的养颜丹。前面2个他都不喜欢，就这个叫木南枝的他很喜欢，年纪也差不多，有共同话题。木姨和我大哥是什么关系？边上的许灵月一脸纯真无邪、温婉无害的模样。许灵月其实不认为大哥会看上这样平平无奇的妇人，年纪还和娘一样大，但这个女人一看就是有夫家的，为何偏要住到许府来？没什么关系，她天天缠着我而已。木南枝说道。婶婶一听就怒了，愧疚地拉着木南枝的手：你说这个倒霉小子真是不要脸，是我没教好他，是我的错。姐姐，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缠着你的？回头我让他去祖祠里跪3天3夜。正说着，管家领着禁军进来了。厅里的3个女子同时起身，茫然望向外头。禁军们在厅外停下，分列2侧，铿锵作响的甲胄声一些，带队的头领迈步入厅，抱拳躬身，奉陛下旨意，接许家女眷入宫。这天津城里，从禁军营统领到朝堂诸公，所有实权派人物的家眷都被接到宫中。国库和粮仓客满了传送阵法。朝廷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一旦洛玉横渡劫失败，大奉超凡强者陨落，京城的实权人物就会立刻转移。这一战对女帝、对诸公、对朝廷来说是赌上国运的一战，而对于底层百姓来说，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日子不算富裕，却安平喜乐，最多在茶余饭后谈论一下南方战事，抱怨怎么朝廷还没有传来许银罗一人一刀把云州区10万大军杀绝的消息。灵宝关，骆玉衡站在小池边，看着对面的年轻男子，探出手：回来。许七安头顶的神剑出鞘，回归到主人手里，带出一堆红的白的。我的脑浆。许七安连忙接住，吸收鲜血和脑浆里的生命力，然后蹲下身洗干净手。过程中他头顶的剑伤愈合，恢复如初。骆玉衡抖了抖手，把剑上的血水抖尽，冷哼一声：好歹是人宗到手，忒小心眼了。许七安心里吐槽完，下意识的左顾右盼，没看见援护法，顿时松口气。想想又觉得心酸，好歹是2品大佬了，竟然被一个猴子搞出心理阴影。骆玉衡眯了眯眼，
冷冰冰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我在夸国师美若天仙，能与国师成为道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许七安厚着脸皮笑。骆玉衡淡淡道：“那就取消与林安的婚事。”许七安哈哈一声，脸上笑容继而收敛，挠了挠头，叹息道：“我能给他的只有名分了。”骆玉衡深深看他一眼。许七安起身，一步跨过小池，凝视着精致无瑕的玉洁脸，低声道：“我能给你的是生死与共。此战我生，你生；你死，我死。”骆玉衡抿了抿嘴，忽地低下头，似乎不敢与他对视，望着被风吹起褶皱的池面，轻轻嗯了一声。两人化作长虹，消失在京城上空。渡劫尚未开始，雍州已经陷入烽火狼烟之中。云州大军绕过浔州，在浔州东南80里外的南关城外集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举攻城，半日内便拿下守备力量不是那么强的南关城。攻下南关城后，云州军并不占据，而是屠城，随后劫掠剩余人口、物资，大举退兵，留下化作废墟的城池。这是很经典的劫掠式打法，集中力量，打一发就走，劫掠物资以战养战的同时，还能让守军疲于应付，为修缮城墙耗费人力物力。外族常用这种战术，核心思想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屠城之后，大奉军的斥候潜入南关城查看情况，发现这座原本生活着数万人口的城池已经只剩残垣断壁，城中鸡犬不留，房屋坍塌烧毁，守军和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整整12座金棺，每一座金棺前都竖了一块木牌，以血字书写：屠城者卓浩然，筑金棺以示战功。雍州战场最高指挥官杨公连夜召集幕僚议事，保留坚壁清野对策的同时，分出3成兵力则负责驰援、骚扰、切断敌军补给线等任务。战争从坚守不出变成了半野战半守城。许新年率领4000骑兵、500火炮手游曳在荒凉的战场上。在青州的守城战中，许二郎展现出了极强的指挥能力，因此他和天地会的几位成员各自统帅一支骑兵，负责打游击战。除了自身能力外，许二郎被委以重任的原因还有2个。恒远大师在他率领的队伍里，而恒远能与天地会其他人联络，消息传递速度极快，更容易打配合，这在战场上简直是个不讲道理的优势。而更不讲道理的是，许新年手里有一面镜子，可以关照方圆千里的法宝浑天神镜。这是许七安离开时交由堂弟的外挂。浑天神镜关照千里，进可突袭敌军，杀对方措手不及，退可避其锋芒，自保逃命。这便是许七安当初为什么要强留浑天神镜的原因，在战场上他实在太重要了。阿弥陀佛。恒远大师收好的书碎片，满脸慈悲的合十念诵佛号。许二郎侧头问道：“大师？”恒远大师叹息道：“李妙真道友方才去了一趟南关城，通过地书描述了城中惨状，贫僧不忍再看。”许二郎心里一动，试探道：“给我看看。”恒远大师点头，掏出地书碎片递过去。许二郎伸手接过，定睛看向玉石镜面，一行行小字在镜面凸显：2. 云州军终于暴露本性了，他们连妇孺都不放过，把南关城杀了个干净，这般乱臣贼子，还有那个卓浩然，老娘要亲手杀了他。李妙真气得直发抖。4. 云州军来势汹汹啊，屠城壮军心，我有预感，雍州这场战打得会比青州时更惨烈。7. 要不我们去暗杀卓浩然。李林素刚才听完师妹的描述，心里头有些窝火，他终究还是没有太上忘情，仍会被情绪左右。4. 首先你得先确认他的位置，云州有朱雀军斥候巡逻，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能发现我们想锁定卓浩然非常困难。卓浩然，许二郎摸了摸胸口，想起了松山县沦陷那一天，姓卓的在松山县吃过大亏，当日破城后，卓浩然大肆屠戮守军和百姓，追杀他数十里，险些一刀把他杀了。李妙真骂咧咧了一阵，与天地会成员约定好，一旦有卓浩然行踪，便立刻率兵奔袭，斩杀这位屠城的狂夫。随后的书群平静下来，无人再传书。许二郎把地书还给恒远大师，问道：“大师为何不像他们那般组建军队？”恒远摇头：“贫僧一介武僧，不懂这些。”许新年点了点头，旋即感觉怀里一烫，连忙取出一件缺了半块的青铜镜子：“臭小子，你连龙气都没有，也配拥有本座？”浑天神镜的镜面凸显出一张嘴，呸了一口，骂咧咧道：“本座是你无法拥有的宝贝，你想使用我，得加钱，得用气机温养我。气机当然不能和龙气相比，但也是至纯至阳的能量。”恒远闻言道：“交由贫僧来吧。”许二郎是儒家弟子，没有气机这东西。许二郎皱了皱眉，说道：“大哥与我说过了，你和他达成交易，暂时留在我身边，现在跟我提这个，是想坑我，是又怎么样？”
浑天神境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姿态。徐二郎看了他一眼，我看你是讨骂，别骂了，别骂了，你这个人族牙尖嘴利。半刻钟后，浑天神境感觉自己变成了法宝中的败类，怒道：我懒得和你争辩，没事别叫我。等下。徐二郎摘下水囊，喝了一口。你先给我展示一下你的本事。浑天神境一想，觉得不算事儿，便道：看好了。青铜镜面当即玻璃化，荡漾起水波般的涟漪，涟漪缓缓抚平，显化出一幅画面。那是一座军帐，布置着沙盘、地图和盔甲兵器。床榻上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满脸狰狞地凌虐着身材纤瘦的少年。那少年脸色发白，额头沁出冷汗，似乎极为疼痛。你给我看这个作甚？徐二郎感觉被冒犯了，大怒道：达官显贵中以及军中有龙阳之好的不在少数，没什么好奇怪。但许二郎就是觉得这破镜子在内涵他。浑天神境心里闪过一个问号，有些不解和委屈。你不喜欢吗？你大哥就很喜欢看男人洗澡。许二郎脑子里也闪过一连串的问号，接着嘴角抽搐。大哥是大哥，我是我，我和他不一样。许二郎不太相信镜子说的话，但这不妨碍他将来回京，把大哥的癖好告诉爹娘，让他们审判大哥，让大哥也和他当初一样，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这时许二郎看见镜子里那个壮汉停止了所有动作，昂起头，一脸享受。壮汉五官粗犷，左眼是白瞳，不能视物，脸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卓浩然。雍州边境，寇扬州一脚踏入青州地盘，而后肆意的释放气机，下一秒半空中出现一袭白衣以及一个腰悬佩刀的俊朗年轻人，许屏风和姬玄。满头银发如霜的老匹夫冷笑一声：我过来了，打我呀。他接着往后退了一步：我又回来了，快来打我。寇扬州又一次踏入青州地界，嘲讽道：我又过来了，来打我。话音方落，许屏风的身影传送到他面前，白衣之下，手掌探出，朝寇扬州胸口硬去。还真敢与我近身！寇扬州并掌如刀，悍然劈出。一人站在雍州地界，一人站在青州地界，掌与刀强势碰撞，轰，宛如火炮爆炸，空气水波般荡漾，周围的地皮掀起，就像人脸上出现一块黑斑。寇扬州没有趁着近身的机会，一套连死体魄孱弱的二品术士，不是他不想，而是办不到。噔噔噔，寇扬州连退数步，每一脚都造成轻微地动。他在青州地界有众生之力加持，强行推平青州城的计策果然不行啊。寇扬州眯了眯眼，放弃了一路打到青州的念头。先前制定计划时，老匹夫拍着胸脯说，那许屏风就算再厉害，我也能单枪匹马把青州给搅得天翻地覆，表现出充足的二品武夫的自信。但现在他得承认，许七安没有糊弄他，炼化一州之地的二品巅峰术士，可以调动众生之力的术士，他确实打不过。虽然这众生之力比其许七安差远了。卓浩然，竟然看到了卓浩然。许新年握着浑天神镜，盯着卓浩然享受一切如注快感的脸，他的心狂跳了几下，继而涌起强烈的兴奋和激动。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深吸一口气，平复激动的情绪，冷静问道：此人身在何处？浑天神镜回答：西南方60里，除了他之外，我还找到好多雄性交配、雄性洗澡的场景。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逐一显示出来。他的语气很奇怪，透着一种你果然和你大哥一样，装什么装的嘲讽。你能锁定他吗？许二郎想起大哥传授的关于浑天神镜的使用说明，但凡被浑天神镜照到过的人，神镜便能标记他，然后在能力范围内随心所欲的锁定。当然可以。得到肯定答复，许新年松口气，当即说道：拔高视野，我要鸟瞰附近的情况。他变得非常冷静，就像一个成熟的指挥官。镜中视野瞬间拉升，出现军帐的顶部，然后是一座座坐落有序的军帐，以及或者站岗或巡逻的士卒。许二郎目光随意一扫，便凭借经验评估出这支军队的数量在3000到5000之间。继续，他说了一句。视野继续拔高，当这支军队的军营变成模糊的小方块时，镜面出现了新的敌军，一支数量庞大到惊人的敌军，军营的规模是卓浩然这支军队的数倍。两座军营之间距离大概有5里。这是云州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卓浩然率领的是先锋军。许新年心里有了判断，一般来说，主力大部队前头都会有1支或2支先锋军负责探路，在敌人大规模突袭时，为主力部队争取迎敌的缓冲时间。一支军队从散漫状态到迎敌状态是需要时间的，但军队的数量多达数万时，更需要集结的时间。许二郎当初在北境打仗，妖蛮和大凤联军曾经被晋国铁骑冲散，很大原因就是缺少集结军队的时间。几十人、上百人很好集结，几千人就难了，几万人难上加难。因此，能在点兵点将士、夸下海口说多多益善的人，
要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要么是用兵如神的强人。许二郎握着混天神镜，看向侧方并肩而行的恒远，道：“恒远大师，请替我联络天地会成员，就说我要狩猎卓浩然。”恒远愣了一下，温润的双眼猛地一亮，双手合十，笑道：“许施主稍等。”说完，他以极快的速度取出地书碎片，松开握马将的手，快速传书。6，许施主托贫僧告知诸位，他要狩猎卓浩然。雏凤第一个回应：“2，我也想狩猎卓浩然，但首先要先找到他。4，不急，迟早会对上他的。2，但这样谁都无法保证第二次屠城会不会发生。云州军已经铁了心要让雍州化作焦土。6，诸位放心，许施主已经捕捉到卓浩然的踪迹。”地书聊天群猛地一静，接着是楚元稹的传书：“你们遭遇卓浩然了，战况如何？可有危险？在什么位置？我立刻预见过来。”李妙珍和李灵素也纷纷传书，既有对卓浩然迫不及待的杀意，也有对许二郎安危的担忧。6，不用担心，我们并没有遭遇卓浩然，是许施主锁定了卓浩然的位置，利用那件可以关照千里的法宝。李妙珍和楚元稹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李灵素则立刻想到了混天神镜，毕竟这件法器他曾经持有过。7，嘿，许宁燕这个狗贼对堂弟还真是掏心掏肺啊！狗贼许宁燕是天地会成员对许七安心照不宣的混号，最开始是从杨千换口中流传，后来渐渐被李灵素引流到天地会。接下来，许新年通过恒远把卓浩然的位置以及其率领的先锋军和后方主力部队的位置告知楚元稹等人。6，行动定在黄昏时，斩首行动一定要快。先锋军中可能还有4品，而后方大部队里4品高手更多。5里路对4品强者来说也就10几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制定好详细的计划。黄昏，卓浩然提起裤子下床，看了眼奄奄一息、刚长寸断的清秀少年，这明显是活不下去了，消耗点珍贵药材和丹药，倒是还能救回来。只是为了一个贱民俘虏，不值得浪费药材和丹药。像这种姿色的少年，军营里还有很多。而且卓浩然虽然不忌口，但平时还是更喜欢睡女人，偶尔腻烦了才会换一换口味。清秀少年在他眼里本就是用玩一次就丢的玩物，废物，连个娘们都不如。卓浩然把佩刀挂在腰间，呸了一口，至少女人不会玩一次就废。望着床上纤瘦少年的身体，卓浩然没来由地想到了许七安的堂弟，那个让他吃了大亏、险些被军阀处置的俊美少年郎，唇红齿白，眉目有神，那比相比他见过的大多数女人都要出彩。嘿，有机会的话，倒是想尝尝他的滋味。啧，凌辱许七安的堂弟，这可比睡许七安女人还要带感。攻陷松山县后，卓浩然大仇得报，已经没那么痛恨许新年了，杀心消了，色心就来了。他认为俘虏许新年的好处远比杀了他更大，军中好男色的将领不少，想来很乐意临幸许七安的堂弟。卓浩然来到桌边，将酒壶里的烈酒一饮而尽，只觉得神清气爽。13日后，幸许的死无葬身之地，云州军在攻陷雍州，如此云州入主中原的大局就是板上钉钉了。哦，还有那个女帝，哪天大军攻入京城，她必定成为云州军蜂拥抢夺的对象。下一站图哪座城呢？卓浩然望着立架上的地图，陷入沉思。就在这时，军帐内青光一闪，6道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居中的是一个白衣背影，传送阵缓缓缩回他脚下。左侧是穿青甲披星红披风的妙龄女子，以及穿道袍俊美无愁的年轻男子。右边是额前一缕白发的青衫剑客，手持一面青铜镜的俊美年轻人，身材魁梧苦大仇深的中年和尚。杨千奂、楚元稹、李妙珍、李灵素、卓浩然瞳孔一缩，脑海里浮现几人相关的画像资料。除了许新年和不认识的光头和尚外，这些人全是4品。他们怎么做到如此精确的传送？没有任何犹豫，卓浩然双腿不需要蓄力，化作残影扑向军帐之外，同时高喊爹。声音猛地卡住，衣领死死缠住他的脖颈，腰间的佩刀自动出鞘，怒斩主人。军帐内的物品乒乒乓乓地砸向卓浩然。下一刻，这些杂物被4品武夫的气机统统震飞，眼见卓浩然就要冲破军帐，许二郎手腕一翻，将混天神镜照向卓浩然。青铜镜面中映照出卓浩然的身影，他身躯随之僵凝，无法再迈出一步。李妙珍和李灵素的阴神离体，师兄妹联袂掠向这位以嗜杀闻名的武夫，并同时伸出手掌抵在卓浩然胸膛，猛地发力，卓浩然的元神当即被震出肉身。紧接着，楚元稹背后的飞剑出鞘，咻的一声穿透卓浩然的元神。星剑，本就半虚幻的元神愈发暗淡。卓浩然元神扛过这一剑后，立刻下沉，试图回归肉身。但这时，一抹金光已掠到肉身前，
浑身染上金漆的恒远大师弓步拧腰，右臂后扬，一拳轰出，砰！卓浩然的脑袋当场炸成西瓜，骨块血肉飞溅，元神再无法回归肉身，只好快速上升，试图逃离军帐。可是李妙珍和李灵素的阴神却在此时抓住了卓浩然元神的双腿，阻止他逃离。对于专修元神的道门四品来说，没了肉身的武夫就是任由拿捏的蝼蚁。咻！楚元枕的飞剑折返回来，一剑刺穿卓浩然元神。这位四品武夫发出无声的凄厉的尖笑，随后烟消云散。天地会成员配合默契，再辅以法宝相助，整个过程没有超过5息。杨千唤淡淡道：“走了。”等等。李妙珍飞快扫了一眼床上不着片缕、奄奄一息的少年，道：“带他一起走。”杨千唤没有反对，抬脚一踏，传送阵笼罩众人，带着他们消失在军帐中。他们离开几秒后，2名穿甲胄的将领冲入军帐，一个拎着铜锤，一个持着重剑。他们目光一扫，纷纷看向卓浩然的外头尸体以及散落各处的杂物。死了。拎着铜锤的将领沉声道：“从我们察觉到动静到赶过来，只有3息。”卓浩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2人相视一眼，心里骇然，涌起惧意，扪心自问，刚才的袭击若是针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结局不会比卓浩然好到哪里。手持重剑的武夫沉吟一下，道：“不用慌，先通知大将军，今晚我们住一起，不要单独行动。”暗杀者看起来是针对卓浩然的，应该是他率军屠城，惹了众怒。拎铜锤的将领闻言，略微松了口气，他太残暴了，我就知道迟早惹来杀身之祸。黄昏余晖里，杨千唤带着5人返回许二郎率领的骑兵阵营。恒远大师接过李妙珍抛来的疗伤丹药和治疗外伤的软膏，走向半死不活的少年，耐心地替他擦拭伤口，喂下丹药。李灵素手刃恶徒，心情亢奋，提议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法炮制，猎杀主帅戚广博？”李妙珍同样满脸笑容，神清气爽，但不妨碍他一口否决师哥的建议，并吐槽道：“你想死尽管去，别拉着我陪葬。”许二郎道：“戚广博本身修为如何不重要，但身为云州军统帅，身边必定有高手护卫，且数量不少，凭我们几个很难杀死他。最好的结果是同归于尽，更大可能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哎呦，这兄弟是怎么了？苗有方小跑到少年身边，啧啧感叹：“这都能色鸡蛋了，可怜可怜啊！”然后莫桑也跑过来，和他一言一语的评头论足。残忍，那卓浩然死有余辜。是啊是啊，此等心态扭曲之人，在我们南疆是没有的。得了吧，你们南疆古族连兽类和尸体都不放过，但这跟我们立古部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立古部男人是喜欢姑娘的，你们中原人可真变态，好好的一个男儿被折腾成这副模样。对了，许银罗是有修行古术的，你说他会不会和你们古族一样变态？边上的许二郎一听，心里顿时沉了下来，忽然觉得浑天神境的话也许有几分可信度。李灵素心里则想着，哦，这个苗有方背地里腹诽狗贼许宁燕，我回头要悄悄告诉狗贼，让他教训这个不孝弟子。戚广博用晚膳时收到了卓浩然被暗杀的消息，他面不改色地吃着米饭。卓浩然破阵骁勇，是一把难得的尖刀，可惜了。边上伺候着的副将附和了一句，不无担忧地说道：“那伙暗杀者来去无踪，杀人在顷刻间，军中将领因为此事人人自危。”戚广博淡淡道：“传令下去，5品以上的高手，3人一组，片刻不得分离，扛过对方的瞬杀手段，死的就是他们。这不算什么大事，很容易就能应对。”戚广博接着道：“这场战打不了多久了，13日内见分晓。在伽罗树菩萨和白帝斩杀许七安前，我也要收下杨公的人头。”楚州荒无人烟的平原，羽翼翻飞的仙子拎着一口长剑，立于广袤的旷野上，抬眸望着暗沉沉的天空。墨云层层叠叠翻滚，时而亮起蓝白的光芒，恐怖的雷霆在云层中酝酿。云层翻滚之剧烈，宛如滔滔奔涌的河水。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生灵都感觉到了末日般的气息，或颤抖匍匐，或当场暴毙。幸而楚州地广人稀，周边的百姓也早就做过一次疏散，确保百里之内荒无人烟。墨云堆积的边缘处，探下一颗狰狞又威严的龙头，头顶的2根龙角尖，一颗内核漆黑、外层跳动电弧的水雷球缓缓凝聚。当龙头探下来之时，水雷球便已经凝聚完成。轰！音爆声里，水雷球化作流光划过半空，沿途留下密集的电弧。骆玉衡五官精致如刻，昂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天空中的劫云，对于恐怖的水雷球无动于衷。一道青衣身影凭空浮现于水雷球和骆玉衡之间，双臂缓缓展开，作何抱撞。过程中，一道道众生之力蜂拥而来，汇入他体内。嗡！
水雷球被许七安的双掌拢住，不断震颤，推得他朝后滑退。许七安眼里金光一闪，双臂膨胀数倍，撑破衣袖，砰的一声，他以暴力生生掐灭了雷球，两条手臂也被暴力震碎，两肩空空荡荡，骨骼迅速再生，血肉滋长。许七安甩了甩皮肤白皙的两条胳膊，咧嘴笑道：“劲儿够大，过瘾。”白帝声音宏大威严，缓缓道：“比起坚正，你差远了。”许七安笑道：“比起大荒，你也差远了。本体怎么不来？”白帝蔚蓝的树瞳里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沉声道：“你知道我的身份？”许七安伸了个懒腰，笑容淡然，一副信心十足、置诸在握的模样。“哦，忘了告诉你，我是道尊转世。”道尊转世。白帝的双眼里露出极度震惊之色。白帝蔚蓝的树瞳审视着许七安许久，缓缓摇头：“道尊早已陨落，就算他还活着，你也不可能是他。”果然，关于道尊的话题才能让这位神魔后裔重视，并有效拖延时间。许七安并没有被拆穿的尴尬，笑到过于自信了。白帝，一位超品的谋划不是你能想象的，相应的局在当年我把你们赶出九州大陆时便已经埋下。白帝沉默片刻，叹息道：“你连这个也知道，若非笃定你不是他，我还真可能被你欺骗。”突然，翻滚的墨云中，一道粗大如碗的雷电劈下，歪歪扭扭地砸向骆玉衡。金丹劫开始了。骆玉衡头顶冲出一枚灿灿金丹，辉光照耀四方。这枚不朽金丹主动迎上雷劫，承受淬炼和洗礼。西边天空亮起道道佛光，伽罗树菩萨的身影当空凝聚，遥遥望向白帝，道：“动手，不要被他拖延时间。”白帝犄角间雷光闪烁。许七安高声道：“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我还知道超品图谋守门人，你也图谋守门人，但你绝对不知道道尊做到了哪一步。”白帝犄角凝聚雷光的速度减缓，他知道许七安在拖延时间，为骆玉衡度过金丹劫创造机会。道门天劫分两个阶段，一个是金丹劫，一个是四象劫。两个阶段不是延续性的，金丹劫度完会有短暂的休整期，攻度劫者巩固万劫不磨之躯。但关于道尊的信息，对于白帝来说，委实有些诱人，很多谜团他至今没有解开，索性也不会耽搁太久，不妨听听。只要这小子有任何一句胡诌，我便立刻出手。心里想着，他又减缓了雷球的凝聚速度。他知道的远古秘辛很多，能轻易分辨许七安是胡编乱造，还是真的知道一些关于道尊的秘密。许七安用一种考笑的语气问道：“你听说过香火神道吗？”略知一二，那是在神魔时代结束后出现的修行体系。不过，在香火神道萌芽初期，神魔后裔便被道尊赶出九州。白帝说道：“许七安，香火神道是修行方式，是炼化山川精粹，化为神印，而后建立神庙，凝聚香火气运。如此一来，执掌相应神印的修行者便能在自身的地盘上做到无敌。怎么样，是不是很熟悉？”白帝蔚蓝的眼里有了亮光，脱口而出：“术士体系。”他旋即想起了当日与萨伦阿古的对话，那位大巫师对自己弟子开创术士体系一事感到深深的困惑和不解。真相大白了，术士体系和远古时期的香火神道有关，初代坚正得到了香火神道的传承，以此为根基开创术士体系。白帝眼神闪过恍然之色，解开了一桩疑惑，他变得主动了些，问道：“但这和道尊有什么关系？”说话间，又一道雷霆降下，凶猛地劈在金丹上。金丹劫有981道，能拖一道算一道，怎么都是赚的。许七安嘴角笑容扩大，回答了白帝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道尊灭了香火神道呢？如果我告诉你，道尊集齐了所有神印，以身为财，炼制了一件叫做地书的法宝？”那白帝露出震惊之色，他双眸凝固，一言不发的半晌，咀嚼着许七安给出的信息。良久，白帝似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说道：“香火神道与守门人有关，道尊看出了这个秘密，所以灭了香火神道，把神印据为己有。道尊没有猜错，他是对的，因为无数年后的如今，术士体系的一品，当代坚正确实是守门人。但道尊为什么失败了？如果道尊当年成功，便没有后来的这些事，术士体系也不会出现。另外，白帝从许七安这里再次解开一桩疑惑，那就是当代坚正为何会是守门人？术士体系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当代坚正成为守门人，这些都是可以追溯到根源的。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但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换？”许七安笑道：“我听你说话，便是给你最大的报酬。”白帝淡淡道：“这话听起来桀骜嚣张，像是强者在怜悯弱者，施舍时间。”许七安当即略过这个话题，再次用一种考笑的语气问道：“说完了地宗分身，现在说说天宗。你知道天宗分身为何离奇消失？”他和白帝说这些，除了为骆玉衡渡劫争取时间，再就是想从白帝这里薅一把羊毛。
这位从远古时代活到如今的神魔后裔，必然知晓许多秘辛，他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尤其是敌人。但如果这个敌人同样知晓极多的远古秘辛，知识储备是同一等级的呢？那么白帝就会以讨论的姿态诉说秘辛。许七安把香火神道和术士体系的关系、道尊分身炼制地书的行为坦然地说出来，就是为了给自己塑造这样一个人设。白帝眼神冷漠，语气没什么感情，道：无需你多说，此事我早已知晓。天宗的那具分身早已融入天道，天宗历代到首都会神秘消失，这是因为他们修的是天人合一，顾名思义，修行到巅峰之境，人和天的界限将无限模糊，人就是天，天就是人，而人又永远是人，不可能成为天，所以唯一的结局就是划入天道，成为规则的一部分。卧槽，原来如此！这条隐秘对许七安造成了极强的冲击，解开了一直以来的困惑。原来天宗的天人合一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的会天人合一，这就是历代天尊神秘消失的真相。那么道尊的那具天宗分身早已化作规则的一部分，相当于陨落了。我似乎明白为什么天人两宗会有一个天人之争，天尊如果不与人宗道手论道，就会神秘消失，据此反推，论道就不会消失。其核心就是在天尊心里留下一个执念，胜负心的执念，以此来抗拒自身被规则同化。因为天是没有感情的，而有了胜负心，有了执念，便有了感情。真是悲哀啊！一边追求着天人合一，一边又要向人靠拢，不然就会被天道同化。道门三宗的果然是个坑。许七安无声感慨。另外，如果只是胜负心的话，不一定非要人宗到手不可。胜负心可能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天地人三宗本为一体，存在莫名的联系，所以只有人宗到手能帮天尊稳固心态。轰！天地一片赤白，又一道粗如手臂的雷柱降临，劈在骆玉衡头顶的金丹上。雷劫再加强，这是第4道雷劫了。骆玉衡无风无险，白赚了4道雷劫。另一边，伽罗树菩萨没有再给许七安拖延时间的机会，头顶浮现不动明王法相和金刚法相。前者合十垂眸，神华内敛，布展神意；后者主攻，张扬着12双手臂，凝聚气机，试图隔空攻击骆玉衡。伽罗树没有鲁莽地闯入天劫范围，虽然早已是一品的他，并不惧怕天劫，可不怕不代表可以无视天劫。天劫就像一个强敌，没必要去招惹。这时3道人影显化于伽罗树身前，为首的通体漆黑，宛如一尊炭人，脑后燃烧着炽烈的火环。他身高并不比伽罗树矮，且同样是肌肉虬结的硬汉形象。左侧是一位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老道士，袖袍飘飘，仙风道骨；右侧是身穿如山、同样头发花白的读书人，头上如冠，手里握着一把古朴刻刀。金刚法相至刚至阳，象征着力量和杀戮，是大日如来法相之外佛门最强的攻杀手段。换成是平日，纵使是2品巅峰阿苏罗，面对这样一尊可怕的法相，多少也会受到压制。所以他提前开启了修罗族血脉。修罗族是好战的种族，敌人越强，战意越高，天生不会惧怕。阿苏罗左手往脑后一薅，将火环抓在掌心，右手接着往脑后一薅，竟璀璨光轮抓在掌心。于是左手腾起炽烈的火焰，右手亮起刺目的炫光。他沉沉低吼一声，双臂猛地一震，火焰和炫光沿着手臂冲涌，在胸膛处汇聚，以修罗族战体为基石，承载金刚神功和杀贼果位之力，是阿苏罗目前能爆发出的最强的力量。他像是孤胆的英雄，迎上了佛门战力最强的伽罗树。两人轰地碰撞在一起，4掌护底，腰背低伏，似在决力。碰撞出的气机化作飓风，席卷4面8方，不知天高地厚。伽罗树脸色严肃，淡淡开口。他双臂肌肉一胀，一点点地掰弯阿苏罗的手掌。背后金刚法相的12双手臂跟着缓缓合拢，像是捕蝇草张开的獠牙，要将阿苏罗吞噬。额角青筋一条条凸起，阿苏罗听见了自己指骨断裂的声音，余光瞥见了4面8方合拢的法相手臂。不管是力量还是气机，伽罗树都要比他强太多。但没事，他还有2位帮手。赵守屈指轻弹如冠，沉声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道青光激射而出，融入阿苏罗体内。刹那间，他的信心暴涨，战意高昂，坚信自己战无不胜，能一人独挡举世敌，这不是错觉。他的气机、体力、力量都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涨幅。被掰弯的手掌一点点挽回优势，身周缓缓合拢的12双法相手臂似乎卡壳了，难以合拢。伽罗树冷哼一声，脑后的火环轰地炸开，冲起熊熊火焰。金刚法相气势暴涨，噗！阿苏罗的双臂被硬生生撕了下来，12双手臂猛地合拢，12道力量眼见就要倾斜在阿苏罗身上。不远处，口中念念有词的金莲道长睁开了眼睛，双目映出伽罗树的身影，眼底七彩炫光一闪而逝。轰！
水雷球狠狠击撞在金刚法相上，撞出大片大片的电弧和溃散的金光。金刚法相猛地朝后一仰，连带着伽罗术不受控制的踉跄后退。水雷球是白帝释放的，但攻击的对象是许契安。许契安侧身避开了水雷球，而他的后方恰好是伽罗术，所以伽罗术遭受了无妄之灾。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巧合，这确实是巧合，但却是人为的。金莲道长削弱了伽罗术的幅员，让他陷入短暂的霉运中。趁着伽罗术被白帝蓄力的水雷球击退，阿苏罗张嘴吐出一张纸页，吃，纸页燃烧成灰烬。踉跄中的伽罗术胸口咚的巨响，有所凹陷，但没能撕裂金刚体魄。巫师咒杀术，阿苏罗把伤害部分返回给这位一品菩萨，可惜儒家记录下来的法术较之原版有所差距，且以返还伤害的方式施展的咒杀术，威力远不及以敌人血肉作为媒介。咒杀术的两种形式，以敌人贴身之物为媒介，以自身伤残为代价返还。后者与许契安的玉碎有些相似，但又有所不同。首先是威力不能相提并论，其次咒杀术的返还方式比较单一，针对心脏和元神攻击，而许契安的玉碎是以牙还牙。再次以咒杀术拖延时间后，阿苏罗的两条断臂自行飞来，接续在断口处，这比断肢重生要省体力。北境之战，他们是做好打持久战准备的。伽罗术低头看了一眼胸口的凹陷，不甚在意。相比起这个皮外伤都不算的小伤，水雷球爆炸造成的伤势反而更加严重，让他感到火辣辣的疼。白帝同样是一品强者，蓄力一击，虽然没有破开金刚法相的防御，但造成了强烈的疼痛。伽罗术身经百战，尽管以前没有和地宗道士交过手，也不曾领教过地宗功德心法的威力，却不妨碍他察觉到自身运气出了点问题。佛门没有儒家百邪不侵的浩然正气，也没有一颗金丹破万法的道门金丹，禅功的源头不动明王法相倒是能屏蔽霉运，但施展不动明王法相的话，他本体也无法动弹。短暂思索后，伽罗术的决定是不管了。霉运缠身固然麻烦，但也有个限度，以一品位格对二品的压制，霉运顶多是带来一些小麻烦，既然没有清除的手段，那就不管了。伽罗术双膝微沉，继而轰隆一声，脚下平原骤然坍塌，他化作一道金光射向阿苏罗。阿苏罗口中吐出一把暗金色的长刀，握在手心。太平刀。许契安把这件半部法宝借给了阿苏罗。以太平刀如今的锋芒，能斩二品五夫肉身，对上伽罗术的金刚神功，虽说做不到一刀破防御，但总比阿苏罗用拳头强。品级的差距无法弥补，但可以通过法宝、法术等外物尽可能的弥补。绚丽的光纹收敛，沿着手臂冲入刀锋，为太平刀添加了一层炫光特效。眼见金光迎面撞来，阿苏罗弓步侧身，手里的太平刀在对方身上拖出刺目火星。伽罗术眉头当即一皱，他感觉到了火辣辣的疼痛。这把刀尽管没能破他的金刚法相，但也让他感受到了冰刃加身的威胁。伽罗术化身的金光说停就停，右手扣住阿苏罗手腕，欲夺走太平刀。阿苏罗掌心一松，把刀递到左手，绚丽的刀锋划向伽罗术的双眼。伽罗术身躯后仰，避开刀锋，带动膝盖狠狠顶撞在阿苏罗小腹，气机透过阿苏罗后背，轰的一炸。这一下原本能把阿苏罗撞飞出去，但赵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加持还在，阿苏罗比往日里更加骁勇。伽罗术冷笑一声，腰身一弹，后仰的身躯猛地收回，头锤凶猛地砸在阿苏罗脸上。涟漪状的气机豁然一炸，阿苏罗失去了一瞬间的意识，沙包般倒飞出去。金莲道长用力吹出一口气，气流在阿苏罗身后凝成风向，裹挟着他一个折转漂移，避开伽罗术的后续追杀。双方四人各展神通，展开激战，由阿苏罗直面伽罗术，顶住压力，赵守和金莲道长辅助。伽罗术有金刚法相加持，气势汹汹，猛追猛打。阿苏罗三人则小心应对，不敢有丝毫错漏。前者可以尽情犯错，而后者的容错率几乎是零。伽罗术一记直拳轰飞阿苏罗，不需要蓄力，化作金光扑向另一侧的金莲道长。伽罗术目标明确，阿苏罗比寻常的二品巅峰五夫要强，体系原因，防御强生激旺，即使是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杀死这个二五仔。而赵守是儒家体系，儒家可以随意修改规则，最是难缠，且有亚圣儒冠和儒圣刻刀两件绝世法宝辅助，赵守的水平未必就比阿苏罗差，所以三人中又以地宗的老道士最好拿捏。金莲道长脚下的土地隆起，凝成一尊身高3丈、覆盖石甲的巨人，双臂交叉于胸，做防御姿态。地相，道门地风水火四大法相，地相以防御著称。金莲道长二品巅峰的位格施展出的地相，防御力要高于3品五夫，弱于2品。砰！地相在伽罗术的铁拳下炸开，金莲道长胸口如撞，鲜血狂喷，身躯宫缩如虾，倒飞出去。伽罗术乘胜追击，贴了上去。对于非五夫体系的高品来说，这就等于死亡宣告，
肉身。赵手大袖猛地一挥，沉声道：“退去200丈。”金莲道长突兀消失，出现在200丈外，显而又显地避开了肉身被打爆的下场。赵手没有选择让伽罗术退去200丈，而是把金莲道长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样操作的好处是，言出法随的反噬会很轻很轻，而达到的效果却是一样的。一个成熟的儒家弟子应该懂得如何秀出操作。送走金莲道长后，赵手取出弹动如冠，沉声道：“此刀必中。”他轻轻递出了手里的刻刀，过程中眉心亮起金漆，迅速覆盖全身，让他的体魄短暂达到3平5夫的程度。赵手手里的刀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将如圣刻刀刺向伽罗术胸膛。伽罗术深知这件法宝的可怕，双手快速结印，交手以来第一次施展不动明王法相。但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忽的墨云翻滚，一道水桶粗壮的雷柱劈下，正中伽罗术，劈得他身体麻痹，僵硬当场，手印没能结成。这不是一般的雷电，这是骆玉衡的天劫，但不知道为什么劈错了人。噗！不动明王法相的防御未能施展，如圣刻刀刺入伽罗术的胸膛，破开了金刚体魄，暗金色的鲜血狂涌。一招得手后，赵手立刻收刀，似乎不敢再伤害伽罗术。下一刻，他眉心裂开，血流如注，青光缭绕的如冠和刻刀都暗淡了几分。言出法随的反噬根据效果不同，反噬的强度也不同。别看赵手平时口嗨，动不动就退出几百丈或给队友狂加 buff， 但这些要么是间接影响，要么是制造麻烦难缠，却不会造成直接性的伤害，所以反噬很轻。但这次不同，这次他直接以言出法随的力量，用如圣刻刀刺伤了伽罗术。要不是有如冠和刻刀帮忙扛着，赵手这会儿受到的反噬还会更大。不远处，金莲道长吞下疗伤丹药，断裂的胸骨和破损的脏器缓慢愈合，笑道：“贫道是有大福缘之人，伤我是要遭天谴的。”伽罗术低头按住了刺穿心脏的伤口，他脸色变得异常严肃。这样的伤势虽然不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可如圣刻刀的力量短时间内无法拔出，伤口就不能愈合。这意味着他的金刚体魄将有一个致命的破绽，不再无懈可击。力量和防御是伽罗术傲视9州的资本，防御上出现了纰漏，将直接导致战力受损。在场大凤方的超凡强者会心一笑，刚才的雷劫不是劈错了，劈的就是伽罗术。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当日在雍州超凡混战，许七安、寇扬州和阿苏罗3位2品武者才能勉强对抗伽罗术。许七安事后分析，发现原因是3人都是同体系的或相近体系，而对手也是相同领域的。简单来说，就是许七安3人擅长的是契机、肉搏和防御，可他们再强，能有1品的伽罗术强，这就造成了同体系品级差距的压制。大凤超凡强者痛定思痛，重新排列组合，发现如果3人组的体系换一下，由1位2品巅峰的武者打头阵，另外2位其他体系的2品打辅助，效果远比3位同体系2品联手要强。因为体系之间是存在克制的，而且每个体系都有其优势，克敌手段会变多，打起来胜率更大。就像地宗靴福缘操作，伽罗术就没有任何办法，而佛门的戒律则被儒家的浩然正气和金丹克制，这是3位2品武夫根本做不到的。当然，阿苏罗、金莲道长和赵手依旧很难战胜伽罗术菩萨，但只要他们能缠住，能拖延，能打得有来有回，不被单方面吊打就够了。你们这套战术想成功，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扛住我的攻势。白帝扫了一眼远处厮杀的4人，又看了一眼雷劫中的骆玉衡，最后目光落在浑身血迹斑斑的许七安身上。目前为止，我只用了5成力，你就不行了。他觉得这几个超凡强者是有些小聪明的，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智慧这东西不值一提。正如他所说，这套战术想要成功，关键在于许七安有没有资格和1位1品神魔后羿争锋。白帝不是武夫体系，没有危机预感能力，没有化境能力，但神魔后羿先天肉身强大，速度和力量不输同品级武夫，且天赋神通，威力杀伤力巨大。他只需要3记水雷球，就能让眼前的年轻人肉身崩解。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遍布焦痕的伤口瞬息间痊愈，屈指轻弹正国剑，在清越的剑鸣中笑道：“现在可以用6成了，那我就如你所愿。”白帝犄角间凝成一个朝内坍塌的纯黑能量球，噼啪一声，电弧跳跃，包裹住外层。短暂蓄力后，水雷球激射而去，沿途电弧一闪而逝。他的目标却不是许七安，而是很不讲武德的偷袭骆玉衡。轰！许七安闪身挡在骆玉衡和水雷球之间，竖起剑锋斩在水雷球上。水雷球当即爆炸，让空气一瞬间遍布电荷，一道道电弧在半空闪烁熄灭。许七安的金刚体魄又一次被爆炸撕裂，但这一刻
尽管破开肉绽，却没有露出白骨。他变强了，如情报上显示的一样。白帝语气不变，沈笑道：“爆发潜能的手段，你的信心就是这个。”说话的同时，他没有闲着，四蹄如飞，腰背伸缩间像只敏捷的豹子扑杀猎物。神魔后裔是不怕近战的，甚至这本身就是他们杀敌的手段之一。趁着水雷球造成的麻痹效果，他准备以最短时间猎杀许七安，解决战斗。17道雷劫了，许七安身躯无声无息的坍塌，融入阴影，消散不见逃。白帝嗤笑一声，口中喷出2道黑色利剑，射向骆玉衡。相比起被死死缠住的伽罗术，他面对的敌人只有许七安，而许七安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缠住他的，所以他经常能腾出手对付骆玉衡。渡劫中的骆玉衡分出部分精力，右手竖起剑指，操纵飞剑斩向2道黑色利剑。轰轰，水灵之剑凝聚的利剑炸散，骆玉衡身子晃了晃，脸色苍白了几分。许七安从白帝身下的阴影里钻出，手持镇国剑，黄光如爆，捅向他的生殖器。白帝浑身覆盖鳞甲，坚不可摧，这种得天独厚的神魔血脉不容小觑。许七安没有信心包鳞片，但捅丁丁他还是很有把握的。首先是腹部没有鳞片，相对薄弱，而生殖器是生物最脆弱的部位，神魔想来也不能避免。许七安以移星换斗的法术屏蔽了自身的气息，而白帝不是武夫体系，没有危机预感。当白帝察觉到许七安在自己胯下时，镇国剑已经爆发出黄澄澄的剑光，以摧枯拉朽之势捅向白帝的生殖器。白帝巍然不动。这时捅出镇国剑的许七安看见白帝的腹部猛地一鼓，生殖器猛地一胀，武者的危机预感汹涌而来。许七安脑海里浮现一幅画面，白帝一泡尿滋穿了他的脑瓜。作为天生能遇水控雷的神魔后裔，白帝随时随地想尿就尿，不划算。许七安衡量了这一剑捅出去的结果后，果断放弃，一个侧身翻滚，从白帝胯下滚了出来。下一刻，一道拳头粗的水柱从白帝胯下激射而出，水柱像是切豆腐一样，深深穿透地底，深度无法预测。可想而知，这泡尿要是滋在脸上，许七安的脑袋会当场炸裂。白帝身躯突然僵凝，一阵风吹来，身躯寸寸消散，这是一道残影。他真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袭击到许七安身前，魁梧的身躯人立而起，双蹄狠狠拍击。好快的速度！许七安刚从翻滚中起身，劲风裂面如刀割，他横剑于胸，左手托住剑身，强行招架。叮！蹄子拍击在剑身上，大凤第一神剑的强度承受住了白帝肉身的力量，但许七安没能守住，气机轰的一炸，他像是一辆加装了推进器的列车，猛地朝后滑了出去。许灵月给他缝制的牛皮靴应声炸裂。不受控制的滑退过程中，许七安脑海里浮现一幅画面，白帝出现在他滑退的路径上，张开血盆大口，从身后咬掉了他的脑袋。许七安没有惊慌，松开镇国剑，双臂展开画了一个大圆，众生之力疯狂汇聚，加持于身，同时他的身躯膨胀成2丈的筋肉巨人，撑裂了青衣。浮屠宝塔从头顶浮出，镇狱之力一荡，镇压周遭一切敌人。砰！他旋身朝身后推出双掌，与扑咬而来的白帝撞个正着。一人一兽的撞击造成山崩般的可怕声势，方圆数百丈的地面陡然下沉，无数尘土扬起，却又在下一刻被肆虐的气机吹散。许七安双臂瞬间炸碎，没有感觉疼痛，因为早已失去知觉。他像狂潮海啸里的扁舟，被抛飞出去，化尽的力量完全无法卸去这股巨力。这种无法自控的震飞是很致命的，对手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贴身一套连招，把他打废打残。白帝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浮屠宝塔的镇狱之力只是让他出现轻微的凝滞，镇压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他法纪菩萨亲临，也不可能镇压他。他化作一道风奔向抛飞的许七安。这样局面下，如果许七安是普通的2品武夫，他会死得很惨，几乎没有翻盘的希望。在相近领域的体系里，1品和2品是无法逾越的鸿沟，但许七安不是普通的2品武夫，他掌控着另一个体系古术。许七安的身躯迅速阴影化，以阴影跳跃避开白帝的追杀。他保持着抛飞姿态，身影出现在地缝里，出现在巨石的阴影里，出现在树影里，在周边一个个事物的阴影里出现，继而又消失，连续不断地做着阴影跳跃，以此干扰规避白帝的追杀。27道雷劫，白帝扫了一眼骆玉衡，收回目光。蔚蓝的树丛里映出许七安忽闪忽现的身影，他深知古术的诡异，当即放弃追击，不做无用功。噼啪，白帝头顶的犄角跳跃起电弧，噼啪噼啪，越来越多的电弧在虚空中跳跃，布满整片空间，让此方天地化作雷电的领域。天劫让此处的雷电能量异常充盈，对于白帝来说可谓如虎添翼。当然，坏处就是伽罗术不敢再针对金莲道长。这位地宗的老道士数百年间积累了庞大的功德之力，
杀这样的人是要受天罚的，而此处劫云遍布，天罚的力度更大。伽罗树菩萨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滋滋滋，强力的电流遍布整片空间，化作电网，让阴影跳跃中的许七安出现凝滞僵硬。抓住机会，白帝口中喷出漆黑水柱，贯穿了许七安的胸膛。哒哒哒，他旋即狂奔起来，一口叼住许七安的脖颈，咔嚓咬断他的脖颈，大口啃咬起来，转瞬间就把这个年轻人的上半身嚼烂咽下。许七安，雷劫之下的骆玉衡突然发出凄厉的尖叫，轰！紧接着水缸粗壮的雷柱将他吞没，逼得他不得不全力对抗。成了！远处的伽罗树听见骆玉衡的尖叫，收了收攻势，侧头看向白帝。这一看，他瞳孔微缩，喝道：“小心！”在白帝身后是一个完好无损的许七安，他握住镇国剑，坍塌了所有气机，收敛了所有情绪，众生之力依附在黄铜剑上。他沉声开口：“第二愿，此剑势如破竹。”丹田位置，一抹淡淡的金光浮出，凝于镇国剑，为玉碎再添一份力。阿苏罗薅来的应供果位在他身上，借此交换太平刀。开战之前，大凤方的超凡有过一次聚首，对双方的战力做过细致的剖析，制定了许多套战术，细致到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法宝，什么时候施展什么法术，会对伽罗树和白帝造成怎样的伤害，会被他们如何防御。那是一场堪称头脑风暴的推演。在这场保卫战里，最凶险的是许七安，他需要独自面对一位一品强者，他缺的不是输出手段，而是制敌之术，花里胡哨手段。所以太平刀归阿苏罗，舍利子归许七安。刚才许七安是假的，应宫果位制造出的分身，以假乱真的分身。应宫果位能完美复制个体，只需要许七安在心里默念一句：第一愿，需要一个和我一样的帮手。除了真实战力差于本体，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刚才阴影跳跃中，许七安召唤出了这具假身，再以天古移星换斗的手段屏蔽自身气息，借助阴影跳跃出现在白帝后方。白帝啃食假身时，许七安蓄力完毕，玉碎，黄澄澄的剑光一闪而逝。白帝蔚蓝的树筒里映照出黄澄澄的剑光，他已经从伽罗树和许屏风那里得知许七安的详细情报，知道他的斩击无法躲避，无法靠法器格挡，只能凭借自身力量硬抗。白帝犄角开始凝聚水灵和雷电，左边的犄角染上漆黑之色，右边的犄角化作赤白。他前肢微微弯曲，身子随之低伏，短暂蓄力后，宛如羚羊冲撞，猛地朝前一顶。白帝化作一道白光，朝着许七安冲锋，他要破了对方的杀招，彻底灭绝对方的自信，让这个人族知道一品和二品到底存在怎样的差距。叮，两根犄角间爆起刺目的火星，爆起黄澄澄的剑光。剑光不是一斩而逝，而是狠狠顶在与犄角。白帝蔚蓝的双眼被剑光刺下，留下嫣红的鲜血，脊背的鳞片张合，龙头微微颤抖，竭力绝力。咔嚓，剑光削断了犄角，自身力量也随之耗尽。白帝发出痛苦的咆哮，但同时他也冲锋到了许七安面前，因为断裂而显得尖锐的断角狠狠刺入许七安的胸膛。砰！许七安头骨炸裂，玉碎伤害返还。同时白帝的犄角爆发出耀眼的雷电，将他吞没。这团电光是如此的耀眼，如此的盛大，似乎要一举将二品武夫的生机灭绝。雷电中，许七安发出了凄厉的咆哮。当时时疯狂输出中的白帝体表鳞片猛地炸开，一道道电流从体内流窜出来，在他雪白的身躯上炸出道道焦痕。玉碎，伤害的返还打断了白帝的输出，为许七安赢得一丝喘息之机。抓住机会，浮屠宝塔镇狱之力一荡，接续玉碎，维持控制。这还没完，塔顶浮现一尊身材肥胖、脸颊圆润、慈眉善目的金身法相，脑后璀璨光轮逆转。白帝智商因此降低，宛如野兽般浑浑噩噩。过程持续不到1秒，但配上玉碎和镇狱之力，成功为许七安争取来脱身的时间。他身躯化作阴影消融，在远处浮现。此时的许七安身躯90%以上都已经碳化，完全是一具焦黑的人形。他拄着剑，大口大口喘息，呼吸声宛如老旧的风箱。与一品神魔后羿交手，每一招都是致命伤，每一个失误都是在生死边缘徘徊。这是许七安此生打过的最凶险、容错率最低的一战。镇国剑、浮屠宝塔、应供舍利、蛊术、众生之力，再以他二品修为做根基，配合精细的操作，仍然不是白帝的对手。浮屠宝塔顶上，圆润的大智慧法相消散，药师法相浮出，洒下道道细碎金光，治疗伤势。绝望吗？白帝腹部微微鼓动，气息有些紊乱。他一边平复玉碎带来的伤势，一边说道：区区二品武夫，能把我伤到这个程度，你足以自傲，但又能怎样？金丹劫只过了一半，你便已伤成这样，更别说还有4项劫，整整13日。不需要等到4项劫，
我不会给你们喘息的机会。金丹节之后，人宗的女娃娃要么强行渡四象劫，要么助你迎敌，不管哪个选择，她都死路一条。金丹节结束，天劫会暂时消失，给渡劫者1旬的时间巩固修为，而后才是第2阶段的四象劫。但他们怎么可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骆玉衡根本不会有1旬的时间来巩固修为，他只能被迫加入战斗。如果撑过10天没死，那么四象劫如约而至。那时战斗中耗损了力量的他，如何渡四象劫？他们当然也可以选择逃走，不过没有超凡牵制的白帝和伽罗术以及许屏风，就能顺势踏平京城，拿下中原。呼！白帝突然张嘴，吐出一团漆黑水球，轰向骆玉衡。这逼得许七安不得不停止疗伤，以身为盾，挡在骆玉衡面前。砰！他胸口被水球射穿，溅散出红中带黑的内战。白帝嘴巴像是机关枪，不停地发射出漆黑水球，带着一阵阵尖锐的破空声。许七安或用阵国剑劈砍，或以身为盾，在猛烈的攻势下，一点点的千穿百孔，一点点的支离破碎。咻！飞剑掠过许七安的头顶，射向白帝，但被他用力磕开。臭娘们，你想死吗？许七安怒道。好好渡你的劫，前头的危险，老子替你抗着。许七安。骆玉衡咬牙切齿。许七安一剑斩灭射来的水球，咽下涌动喉咙的血水，嘿了一声，道：你不是不喜欢我吗？怎么这会儿担心了？这会儿你尽管狠心点，把双修当作交易，把我当作工具人，把渡劫当作首要目标，别因小失大，感情用事。对了，几道雷了？骆玉衡哽咽道：56了。这个时候白帝抚平了玉碎带来的伤，但犄角暂时没能自愈，因为镇国剑的特性在持续磨灭伤口的生机，阻止断脚重生。白帝的身躯出现凝滞，宛如静止的画。同一时刻，许七安的危机预感开始预警，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都在催促他赶紧逃命。白帝的身躯在风中消散，本体突破了音速，快得仿佛瞬移，出现在许七安面前。血盆大口凶狠咬下，这一瞬间让分出一部分心神关注这边的伽罗术、阿苏罗、赵守和金莲同时停了下来，表情各不相同的望来，让骆玉衡闪过一丝玉石俱焚的果决。生死边缘的许七安却突然平静了，所有的绝望诡异的沉淀化作新生的动力。沉眠在体内的花神灵韵部分被唤醒，春潮般涌入四肢百骸。咔嚓，碳化的皮肤裂开，露出嫩红的新生的肌肤。众生之力蜂拥而至，加持于身，力骨狂暴，肌肉膨胀间体格暴涨，化身3米高的巨人。脑后火环炸开，金刚神血在血管里咆哮。接着这些力量尽数沉寂，朝体内坍塌。许七安身躯后仰，右臂后扬，短暂蓄力后，在白帝咬来的刹那，狠狠打出拳头。手臂横扫，拳头轰击在白帝侧脸，爆炸的气浪中，白帝翻滚着飞了出去。他没有被拳劲打得丧失身体掌控力，在空中翻转，调整身形，落地后四蹄离地滑退一小段距离，稳住了颓势。噗！白帝吐出一颗带血的獠牙，此时他的眼球恰好愈合，低头看了一眼断崖，而后难以置信的抬头望着3米高的魁梧人族。这一拳给了他火辣辣的疼痛，造成轻微皮外伤。对于肉身强大的神魔后裔来说，这点小伤完全可以无视，但白帝眼里的震惊却如翻涌的海潮。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通常来说，潜能爆发只能带来一刹那的力量激增，能维持短暂的时间便已经很不容易。可在白帝的感知中，许七安的力量更上一层楼，并稳定了下来。这是什么意？简直离谱！修行者的力量是一步一脚印积累出来的，2品初期就是2品初期，没道理越打越强。凭空出现的力量是哪里来的？这完全违背了常理。白帝活了无尽岁月，从远古到现在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如果能这样搞，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这小子仍然没有触及1品战力，但比之刚才强盛了一大截。白帝开始担心，这样的增幅何时是个尽头？许七安张开5指，碎裂的指骨快速愈合，鲜血淋漓的拳头瞬息间自愈。见状，骆玉衡如释重负，浑身一软，有种紧绷过度、四肢乏力的感觉。我就说当日寻州一战时，他的状态不对劲，越打越强。阿苏罗心里一松，金莲道长和赵守旋即放松了紧绷的情绪，这样就还有得打。尤其金莲道长心情极为复杂，寻州一战，他急着炼化黑莲，没有参与，对许七安的战力了解不深。今日才知道，这小子的战力已经夸张到这个地步。伽罗数面沉似水，许七安2品时到底领悟了什么道？至今还是个谜，也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正如白帝所想，修行者的力量是一步步积累的，所谓的越战越强应该有个极限，多半不可能跨越1个品级。只要还是1品之下，那么问题就不大。
许七安目光难眺，那是雍州方向，深吸一口气，笑道：“我热身结束了，三位，你们还撑得住？”闻言，阿苏罗呸一口，吐出一口血沫，嗤笑道：“别说13日，打1个月我也没问题。”赵守笑道：“要不是监正耗费了如关和刻刀大部分的力量，老夫此刻已经让伽罗树滚回西域了。”金莲道长斜了他一眼，心说读书人天天吃大蒜，口气不小。道门法相与天地灵力皆薄，法术深厚似海，不怕持久战。作为9州巅峰层次的强者，体力和法力从来都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许七安能否撑住。眼下看来，这小子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持久。三人信心倍增，许七安再次难忘，他2次难忘了。院长赵守轻声道：“你是大凤的脊梁，是将士的信念，你不倒，大凤的信念就不倒。”许七安收回目光，一吐胸中豪气：“男儿到死心如铁，且看我！”他主动迎向白帝，像一个无畏的勇士。且看我只手补天裂。天宗云雾缭绕的仙山中，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一个驾仙鹤，一个御剑飞行，来到雅顶恢宏的天尊殿。白发苍苍的天尊盘坐在莲台，佝偻着身躯，低垂脑袋。见过天尊。2位道门阳神面无表情地行了道理。本座遇见了圣女死劫，你们去一趟雍州，顺便把2人带回来。天尊的声音回荡在殿内。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相视一眼，不掺杂感情的声音说道：“是，天尊。”天尊飘渺无情的嗓音再次回荡。大劫将至，待天人之争后，天宗封山，断绝与外界联系。在这之前，尔等不可参与凡俗之事，不可招惹因果，否则一律逐出天宗。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知道，天尊是在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任何人、任何事插手中原战事。上次在雍州寻找李灵素时，2人就中了许七安的计，被迫替他御敌，针对佛门金刚。弟子明白。2位阳神退出天尊殿。寻州知府大院，一位甲士手里握着情报书，快步迈入大厅，躬身道：“布政使大人，有紧急军情。”杨公正与幕僚议事，闻言颔首道：“呈上来。”甲士将情报递上后，立刻退下，他只负责传递消息，没有旁听的权利。杨公展开火凄风着的情报，仔细阅读，他没什么表情地放下情报，道：“二郎传来消息，云州叛军大举集结，准备强攻寻州。”众幕僚脸色微变，心知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段时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2军在寻州为核心的防线上厮杀异常激烈，野战、守城战，大大小小战役总和达100余次，整个雍州就像是绞肉机，数万生命灰飞烟灭。而在这一系列惨烈的战役里，许二郎名声鹊起，率领麾下的骑兵驰骋沙场，连连告捷，杀得云州游骑兵丢盔弃甲，立下煊赫战功。与他配合的义军同样发挥巨大作用。可以说，寻州城能守到今日，他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就在前日，李妙珍等人试图潜入云州大营，火烧粮仓，结果落入戚广伯精心安排的陷阱里。所幸这霍义军首领本领高强，杀出重围，虽受重伤，但无人牺牲。杨公不清楚具体经过，但他知道要对付杨千奂的传送术并不困难。云州叛军里同样有术士体系，许屏风必然留下了克制传送术的法器。杨公，云州军来势汹汹，此战怕是不易了。一位幕僚感慨道：“现在的局势是，经过多日的鏖战，防线已经被打得稀烂，目前只剩下寻州尚存。云州军想北上鲸吞雍州城，就必须扒掉寻州这根钉子。”杨公侧了侧身，望向北边。真正凶险的不是我们，是许银罗，是国师。只要他们不败，我们就死守雍州。杨公沉声道：“传令下去，备战。”李慕白等人望向了北方，他们都可以死，所有人都可以死，只要北方的渡劫战不败，大凤就有希望。那里有大凤的脊梁，有将士们的信仰。云州大营，军帐内，戚广伯站在沙盘前，一面面红蓝小旗落在不同的方位，那一面面象征大凤军的蓝旗边缘都有相应的红旗牵制着。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寻州已经孤立无援，至少短时间内不会有援兵出现。开战前，象征大凤守军的蓝旗一面面的插在防线，与寻州城犄角之势，守望互助。而今那些旗帜被一面面拔除，或全军覆没，或成为散兵游勇，转打野战、突袭战。当然，云州军同样损失惨重，折损了1/3的兵力，其中嫡系精锐损失达8000。精锐部队和杂牌军可不一样，打一点少一点都是云州的心肝宝贝。局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该会一会名满天下的紫阳居士了。戚广伯俯瞰沙盘，目光沉稳。这位不务正业的败家子，亲文灭武，唯独对领兵打仗情有独钟的狂人，
当年能被许屏风相中，在于他拥有可怕的大局观。领兵打仗，奇谋妙计永远摆在次要位置，统帅能力和大局观才是一位统帅必备的能力。魏渊为何被誉为军神？不是因为他的修为，也不是他的计谋，而是他能驾驭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他拥有俯瞰整个战场的大局观。当双方的兵力、超凡强者数量相差不大时，这样一位可怕的统帅是能轻易左右战争胜负的。戚广伯是许屏风见过的，仅次于魏渊的帅才，比晋国的国主夏侯玉书更高一筹。大将军，那许新年似乎有侦察类法器，他若是提前察觉到您的布局，如何是好？杨川南皱了皱眉。葛文轩则笑道：我们大军尚未集结，尚未进军寻州时，他不可能察觉。就算有侦察类法器，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侦察。至于现在，察觉便察觉了，我们晌午之前就能兵临城下。大奉军现在才注意到，为时晚矣。又有将领沉声道：许新年率领的骑兵战力极强，还有天宗圣子圣女相助，他们若是回援寻州城，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戚广伯笑了笑道：不用管他们，自有人对付。荒凉的山脉紧邻着荒凉的平原，许新年率领着7000人马在山脚下的河流边驻扎，骑兵们自觉地洗刷马鼻，清洗手脚面孔，步兵们则垒起石灶，搬出铁锅，准备烧热水补充干瘪的水袋。休整2刻钟，立刻回援寻州城。许新年转头吩咐了苗有芳一句，而后看向身边的李妙贞，低声道：你的伤真的没问题？李妙贞脸色有些惨白，微微摇头：无妨，有杨千奂留给我的丹药，3日之内就能痊愈。这点小伤不影响我的战力，道门的力量来源于元神。他的伤是前日遭遇埋伏时留下的，当时云州军埋伏了大量的高手围杀他们，其中不乏4品，而杨千奂的传送阵遭遇了同体系高位阵法的克制，难以施展。之所以能杀出来，全依赖恒远大师的金刚神功抗住了大部分伤害，所以恒远大师受伤最重。天地会成员里，就楚元稹和李妙贞伤势算轻的，后者带着李灵素和恒远退往雍州城疗伤，飞燕女侠则把思君并入许二郎的队伍里，随他一起踏上征程。有时候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便在于此。咚咚咚，寻州城头，一声声沉闷的鼓声回荡在天际，一列列披甲驰锐的守军奔向城头，民兵也训练有素，有条不紊地搬运守城器械。在迎敌的鼓声里，从民兵到士卒，从士卒到将领，每个人都展现出极强的素养和经验。于城中百姓来说，有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守护城池，这是幸事；于守军个人来说，此中之辛酸却是不足与外人道。经过了多少次铁与血的洗礼，才有如今临阵不乱、训练有素的能力。在城头鼓声大作之时，知府大院里，杨公戴上官帽，整理衣冠，望向堂内的张慎和李慕白。从青州带过来的精锐差不多打光了，雍州卫所的兵力也折损了七七八八，现在轮到我们几个亲自上阵了。杨公笑道：景言、慕白，我们相识半生，似乎从未在疆场并肩作战。张慎嘿了一声道：云麓书院沉寂200年，世人早已不知道我儒家的厉害。历代云麓书院的读书人都有2个心愿：一，儒家体系的读书人能重返庙堂；二，让九州各大体系的修行者回忆起被儒家支配的恐惧。在术士体系没有出现前的中原，撑起历朝历代江山的，撑起中原王朝脊梁的，不是粗鄙的武夫，而是儒家。是儒家压制了巫师，震慑了佛门。西域有佛，东北有巫，南疆有蛊，北境有妖蛮，都是垃圾。唯中原儒家傲视九州。200年前，成亚盛产妹君王创立国子监，将云麓书院乃至整个儒家体系挤出庙堂，这里面也有监正推波助澜。儒家因此沉寂200年，3品凤毛麟角，2品1品更是从此绝迹。当今九州的修士早已忘记了儒家巅峰时的辉煌。李慕白显得更加务实，来的可都是云州军的精锐啊，能杀一个算一个，一定要把云州军的精锐拼光在寻州。院长已经的女帝认可进入庙堂，这一战打完，我和景言立下的战功也能封王拜相了。将来我们若能晋升超凡，再去找院长那个老东西的麻烦。他抢了我们好几首诗词，不是抢了我的。杨公和张慎同时在心里反驳一句。3位大儒相视一笑，齐声道：吾所处之地非大唐，而是寻州城头。言出法随，3道青光腾起，笼罩3人身影，带着他们消失在大堂。轰轰轰，城头火炮轰鸣，一颗颗炮弹冲出炮膛，落入密密麻麻的攻城大军中。每一颗炮弹都是一团膨胀的火光，炸起大片的土石和残肢断壁。云州叛军在付出一定的伤亡后，成功推进火炮和车弩，把城墙纳入射程范围。随后便是两军互相开炮，火力比拼。
密密麻麻的敌军有了自家炮火的掩护，瞬间冲到城墙下，随后开始以赴攻城。首批负责攻城的是先锋营和攻城营，两个大营各有9个小营，总人数3600人，由江湖人士和新兵组成，化劲武夫或铜皮铁骨劲武者率领。两大营的作用很明确，为后续的精锐不足百战营开凿出一个突破口。因此先锋营和攻城营的伤亡是最高的，但戚广伯不在乎，为帅者既要明白慈不掌兵的道理，还得有用兵如泥的觉悟。自古攻城本就是要用士卒的命去堆的。戚广伯手持单筒望远镜，眺望城头惨烈的攻防战，在火炮的掩护下，先锋营和攻城营迎着雷幕和箭矢，付出惨烈的代价后，终于杀上城头，与守军展开死斗。口子已经凿开，戚广伯脸色平静，顺势从马袋里摸出2面小旗，一面玄色，一面赤色。玄旗代表的是百战营精锐，足足1万步兵，由前云州布政使杨川南以及一众4品高手率领，是真正的嫡系精锐。不管大凤还是云州，其实主力还是不足。骑兵能有多少？中原不比塞北，有广袤无边的草原，有成群的牛羊骏马。咚咚咚，战鼓擂起，早就跃跃欲试的百战营奔袭而出，万人方阵散开，由各自的首领带着奔向城头。城头的火炮有点凶啊！戚广伯再把红色小旗丢给副将，副将立刻将他的指示传递下去。很快，一杆绘着赤色巨鸟的大旗奋力挥舞起来了。响彻天际的啼叫声里，400骑朱雀军从大军后方冲起，振翅翱翔。羽色赤红的巨鸟背上坐着背箭囊的骑手，鸟爪勾着一桶桶的火油，浩浩荡荡地掠向城头。火油在城头摔个粉碎，溅在城墙上、马道上以及士卒身上。城头到处都是焦痕和火焰，这些从天而降的火油是真正的烈火烹油，炙烤着大凤守军。飞骑号称王牌之师，在各大兵种中排名第一，胜过重骑兵和炮兵。这个时代没有制空权的概念，只知道当有一方完全掌控空中打击的主动权时，于另一方来说堪称毁灭性灾难。朱雀军的强势出击，再加上百战营的攻城，让浔州城头的局面瞬间失控。杨公等大儒竭力鼓动言出法随的力量，试图扑灭火焰，可百战营的高手如云，逼迫的他们不得不专心应对，腾不出手对付这些来去如风的飞骑。城内飞兽军住处，一位幕僚望着整装待发的新古师们，望着一只只凶猛的黑鳞飞兽，作揖道：“此战务必耗光敌军的飞骑，摆脱诸军了。”塔莫咧了咧嘴：“大不了拼了，新古部的战士说话算话，答应过许云罗替你们中原朝廷卖命，就绝对不会惜命。”浔州城内200骑飞兽军冲天而起，悍然切入战场，阻击朱雀军。继方才攻城营与先锋营用生命在城头凿出一道口子后，第二场惨烈的厮杀率先发生在连4品武夫都难以触及的高空。高空中，羽色赤红如火的朱雀军鳞片漆黑山洞魔异的飞兽军，宛如一片红云和黑云，高速冲撞在一起。领头的赤色巨鸟背上没有骑士，他是一位4品大妖，许屏风早期收服的属下，也是朱雀军的首领。松山县一战中，他率领的朱雀大军将新古部的飞兽军屠戮大半，从400飞兽减员到220骑。飞兽军减员的同时，朱雀军同样损失惨重。此刻的400骑朱雀军是云州军仅存的飞骑。新古部战士汉不畏死的气焰，给这位4品大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2支飞骑军在空中交汇的一刹那，大妖朱雀双翼猛地朝后张开，带动身子人立而起，比钢铁还要锋利的爪子照向塔莫。塔莫是初入4品的境界，修为不及大妖朱雀，近距离搏杀能力更是逊色不少，但新古最擅长控制，当即轻笑一声，以声波为媒介，强行影响大妖朱雀的元神。照向塔莫的利爪微微一滞，这个间隙里，塔莫驾驭的黑鳞巨兽与大妖朱雀擦身而过，他手里的长刀在朱雀腹部划出一串刺目火星，只斩落了几片红色羽毛。飞骑不像马匹，一旦起飞便不能停，2名首领擦身而过，撞入对方阵容。大妖朱雀旋身翻转，双翼宛如利刃，当场将2名新古族战士连人带兽切割成数段，鲜血沾染赤色羽毛，愈发显得妖艳。另一边，塔莫驾驭着黑鳞巨兽，边以新古术威慑赤鸟，边挥舞战刀，将沿途的朱雀军骑手斩落于空。黑鳞巨兽和赤色大鸟的尸体纷纷坠落。第一波冲杀结束，双方位置兑换，各自损失30余骑。2支飞骑迅速调整阵型，塔莫高举战刀，用南疆语高声喝道：“新古部的战士，随我冲锋！”大妖朱雀尖笑一声，率领朱雀军振翅迎上。第2波惨烈的冲杀结束，双方各自损失20余骑，尸首坠落如雨。第3波冲杀后，新古部的飞兽军只剩100骑，朱雀军剩余260骑。抛开大妖朱雀这位首领不说，朱雀军的个体战力远不比新古部的飞兽军。
新谷本就是御兽的行家，且能对敌方飞骑施加影响。第4波冲杀后，新谷部只剩50骑，而朱雀军人员缩减到180余骑。大妖朱雀没有再以命换命，400朱雀军拼的只剩180骑，心疼的在滴血。这些可都是他嫡系后裔。大奉朝廷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南疆人来抛头颅洒热血？大妖朱雀厉声道：“你新谷部有多少飞兽军，让你这样折腾？为了大奉，值得。以大奉朝廷的善变和无耻，今日你们为大奉战死沙场，明日没准就挥师南下，荡平你们古族。恩将仇报的事，大奉朝廷做的还少。”塔莫嘿了一声：“臭娘们，少他娘的废话！古族的战士不怕死。兄弟们，随我冲锋！”新谷部仅存的50余骑齐声怒吼，驾驭飞兽冲向朱雀军。他们一直牢记着使命，同时也是大奉军在努力做的事情，拼光云州军的精锐。这是第5次对冲了。这一次50骑飞兽军一个都没能活下来，他们和同伴一样坠落下方战场，永远留在了大奉。只剩一个浑身浴血的塔莫，他身上的铠甲已经碎裂，手里的刀卷刃，身上多处致命伤。大妖朱雀彻底暴怒，因为他苦心经营的朱雀军已经不足100骑，10几年心血付之一炬。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我会撕掉你的手脚，剖开你的肚皮，把你的内脏一点点的啃食殆尽。朱雀厉声道。塔莫低下头，望着城头上、城池下零散着的同胞和尸兽尸体，轻声道：“都死干净了呀。”许银罗的堂弟许新年有句话说的好瓦灌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说的真他娘的有道理，他怎么就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呢？真想让族里的崽子们也能像中原孩子一样，有机会读几年书。好在这样的机会将来也不是不可能。等大奉打赢了这一战，身为盟友的古族就能和中原贸易往来，中原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古族再也不缺了。以首领纯烟的智慧，肯定会想到向大奉借教书先生的。读书好啊，读书的孩子更聪明。塔莫低头看向寻州城头，大声道：“告诉许银罗，答应给我古族的1文钱都不能少，这是老子应得的。寻州城外的碑林里要有我古族将士的名字，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中原人千万要记得我们啊！”吼完这2句，他没去等待城头守军的回应，扬起卷刃的佩刀，吼道：“兄弟们，跟老子冲！”可身后已经没人了，孤零零的一骑冲了上去，自杀式冲锋。新谷部400飞兽军全军覆没，战死于寻州城。北境，劫云缓缓消散，81道金丹劫顺利渡完，阳光穿透云层，重新降临大地，让人压抑的天劫气息荡然无存。方圆100里内存活下来的生灵如释重负，虚脱般的瘫在地上。骆玉衡羽翼翻飞，莲花冠束起柔顺青丝，浑身完好无损，头顶悬浮的金丹在渡完9981道雷劫后缓缓融化，金丹融成金枝，浇在骆玉衡身上。刹那间，他整个人化作灿灿金身，绽放无量金光。万劫不磨之躯，大功告成，从此万法不侵，不死不灭，逍遥天地间。嗡！骆玉衡手里的神剑绽放出恐怖的剑光，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上阵杀敌。他将目光望向了远处浑身浴血、苦苦支撑的许契安。还不出手？白帝语气冷漠，淡淡道：“没看出来吗？他体力衰弱的厉害，这种钱能爆发得到，能支撑多久？上限也不可能超过1品。你再不帮他，他可就死定了。”白帝在激骆玉衡出手，只要骆玉衡敢参战，他就失去了巩固修为，迎接第2阶段天劫的底蕴。经历过一场生死大战，如何还能渡劫？若是骆玉衡选择撤退，藏起来巩固修为，那当然最好。许契安和阿苏罗几个超凡必死无疑，他和伽罗树不会让他们逃走。别管我，渡劫。许契安舔了舔干裂的嘴角，沉声道：“按计划行事，继续渡劫。”计划？白帝眉梢一挑，他不是无脑的兽类，听到这句话，本能的警惕了一下，并在脑海中分析思考大奉方的超凡强者可能存在的后手。被逼到如此绝境，想翻盘，靠自身力量肯定不行，多半有盟友。但此次渡劫之战，9州超凡都在关注，人人都在棋盘里，不大可能出现骑兵天降的事。也有可能是这小子在虚张声势，吓唬他。骆玉衡深吸一口气，取出几枚丹药吞下，接着他分裂出了4尊女性形象的法相，分别是覆盖石甲的土象、燃烧炽烈火焰的火象、黑色水汽弥漫的水象，以及由气流组成的风象。四周不知不觉变得阴沉，劫云再次笼罩而来，遮挡阳光，恐怖的威压席卷方圆100里。那道由气流组成的风象飘飞而起，向着天空掠去。过程中，一道道罡风刮来，几次都险些把它吹散。轰！粗壮的雷电从劫云中劈下来。4象劫第1重，风雷劫。
放弃巩固修为的机会，主动引来劫云，强行渡劫。伽罗术脸色严肃，望向了倾国倾城的半部陆地神仙。他骆玉衡哪来的自信？许二郎通过浑天神镜漫无目的的搜寻，捕捉到了戚广伯率领云州中军在浔州城集结的动静。他已派人快马加鞭将情报送去浔州城，给留守在浔州的守军提个醒，随后立刻带上骑兵准备驰援浔州。他隐约间已经猜出戚广伯的真实目的，奇袭浔州。虽然以浔州为核心的战线在连日的征战中已经被打得稀烂，但不代表大奉军放弃了防线，仍有许多游骑军在防线附近扎营，派遣斥候巡逻。城墙打没了，那就不要城墙，改打野战。防线不会因为失去成功而退步，因为背后就是雍州城，沿途有不计其数的百姓。防线上的军团分成复杂，有杨彦等人率领精锐，有楚元稹等义军率领的杂牌军，也有武林盟的教众。因为军队素养参差不齐的缘故，互有胜负。比如许新年率领的是骑兵精锐，加上浑天神镜的能力，连战连胜，很好的守住了他负责的防线。但杨千焕、李灵素以及武林盟的部分军团，这些杂牌兵一旦遭遇云州的精锐骑兵，多少个脑袋都不够云州军砍。值得一提，杨彦之所以留在雍州，是因为北境有骆玉衡在渡劫，能震慑妖蛮。虽说北方妖蛮和大凤目前是盟友，但双方同样是世仇，且世上没有绝对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大凤不可能对妖蛮毫无防备。就如江律中，张开泰两位金罗早已返回玉阳关，坐镇东北边境，防止巫神教大军趁着中原内乱时出兵。作为防守方，大凤这边相对比较被动，时常被云州军牵着鼻子走。杨公也曾利用过浑天神镜，试图对云州大部队发动奇袭，但云州的主力部队既有先锋营在前探路，更外层又有伺候巡逻，天空中还有朱雀军巡视，大部队想搞突袭几乎无法成功，反倒是利用术士的传送阵去火烧粮仓的李妙珍等人更容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做了。云州军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李妙珍和许二郎走到河边，前者蹲下身说道：一路快马加鞭，怎么也得休息1刻钟，不然即使赶到浔州也是一群皮兵。浔州守备森严，戚广伯想迅速拿下，想都别想。杨公只要撑住，等援兵赶来，云州军自然会撤军。许兴年轻轻颔首，这种情况在青州时并不少见，他自己就曾经历过。松山县被云州大军包围，险些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撑过去了，援兵自然会来。他现在就扮演着援兵的角色。许二郎掏出汗巾，擦拭脸上的尘土，再仔细地洗干净汗巾。他不无忧虑地说道：我们仗着浑天神镜的便利，才提前发现了戚广伯率领的中军踪迹，杨彦和武林盟等人恐怕没这么快反应过来，而且他们很可能遭遇云州骑兵的阻击。戚广伯就是想打一个时间差，一举拿下浔州城。只要拿下浔州城，他就能和大奉军平分雍州，把战争推向下一阶段，争夺雍州城。那么在这位云州主帅的计划里，肯定有详细的部署，有派军队负责牵制防线各处的大奉军。说着，许新年扭头一看，看见李妙珍扑在河边，咕噜咕噜就是一阵好饮，然后用双手举起一盆水，用力拍在脸上。冰凉的水打湿了她漂亮的脸蛋，浸湿了她的鬓发，染湿了她胸口的甲胄。潇洒不羁的飞燕女侠，不是你不注意卫生的吗？喝生水是要生病的。哦，你是4品高手，那没事了。许新年默默收回目光，悄悄藏好自己的汗巾，也举起一盆水拍脸，显示自己粗犷。李妙珍斜了他一眼，眯眼笑道：你沿途多用浑天神镜关照，以戚广伯的手腕，如果其他军团有敌军牵制，没道理我们这边没有。他笑起来又俊俏又洒脱。许二郎微微颔首，他目光扫过军队里那些偷偷看着飞燕女侠的年轻人，笑道：对了，这些高手你是哪里找来的？李妙珍的司军战力极高，都是有修为在身的，而且以年轻人居多，都是以前的老伙计。李妙珍一副江湖人的语气道：许宁燕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以前在云州是剿匪的，组建了自己的司军，成员是五湖四海结交的朋友，或冲着我的名声来的，都是些侠义之事啊。明明是缠你身子吧？许二郎心里嘀咕一声。话说李妙珍和大哥似乎关系非同一般，不知道是至交好友还是红颜知己。许二郎对大哥风流多情的作风是很有意见的，风流债这东西吧，伤人伤己。至于许二郎自己，他就很专一，只喜欢王思慕。什么？教坊司？读书人去教坊司，那是只谈风月不谈感情。许新年沉吟一下，压低声音问道：李道长觉得北境的渡劫之战，我大哥有赢的希望吗？李妙珍皱了皱眉。许新年道：我虽然品级低，但知道双方实力差距有多大，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胜算。李妙珍沉默片刻，缓缓点头：你说的没错，正常情况来说是毫无胜算，但你能看出的问题，许宁燕也能看出，阿苏罗、赵守这些超凡强者也能看出。
我能告诉你的是，落玉横渡劫前，这些超凡强者曾经聚在一起，有过一天一夜的深谈。相信他们的智慧，等待结果吧。虽然我也没有猜出他们的破局之法。许新年轻轻点头。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走了过来，强势插入许新年和李妙珍中间，淡淡道：“许大人，让一让。”说着，不管许新年是什么反应，不轻不重地把他挤开。这个年轻人叫李世林，出身武道圣地建州，从小就是孤儿，被一个叫真气宗的三流门派收养，目前是练气境修为，在门派里算是很了不得的年轻俊杰了。受益于建州浓厚的江湖气影响，李世林自幼便有行侠仗义的梦想，渴望着铲奸除恶，成为一代大侠心目中完美的伴侣是同样行侠仗义的仙子。认识李妙珍后，李世林就确认自己心目中的仙子出现了。可是师傅光教他练武练气，没有教他追求心仪女子的本事，这可能也和师傅自己是个光棍有关，教不了那么高端的知识。再加上李世林性格内向，平时和飞燕女侠多说几句话就心跳加速，结结巴巴，所以至今都没有表露心迹。于是他追逐着飞燕女侠的足迹，随她一起去了云州，每天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以沉默的方式陪伴着心目中的仙子，与她一起行侠仗义。李世林是个不擅长隐藏感情的人，云州时军团里的兄弟就取笑说，大概也就飞燕女侠不知道你的心意，好好一个小伙子偏喜欢上一根木头。但李世林觉得就算一辈子不表露心迹也挺好，只要能跟随飞燕女侠一起行走江湖铲奸除恶就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当初李妙珍解散军团，他难过了很久。前段时间李妙珍重招旧部，组织军团，他收到消息后二话不说辞别师门，从建州千里迢迢赶来雍州。当初云州军团里的兄弟很多都来了，就因为飞燕女侠一句话。李世林喜欢这样的江湖义气，正如许银罗那首词里说的，肝胆动，毛发耸，力坛中，死生同，一诺千斤重。言归正传，李世林最近在几位云州时一起剿匪的兄弟鼓励下，终于鼓足勇气，打算向李妙珍表白。这不是李世林终于开窍，而是他察觉到了威胁。威胁来源于许新年。不怪李世林心生警惕，委实是这位许大人过于俊美，而且看飞燕女侠的态度，似乎与他颇为熟稔，有说有笑。这还得了。虽然他以前一直安慰自己陪伴在飞燕女侠身边也挺好，但那是因为李妙珍侠肝义胆，无心儿女情长，而且身边也没有像样的敌人。自打许新年出现后，李世林就充满了危机感。于是在赵白龙和桂同福的怂恿下，他打算向飞燕女侠吐露心声。李世林挤开许新年后，看着李妙珍无瑕的侧脸，欲言又止，心里酝酿许久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只能木讷地做着面部和双手的清洁。李妙珍道：“我去清点一下粮草。”这李世林望着他的背影，在心里做伸手挽留姿势。许新年也望着李妙珍的背影，看了一眼刚才对自己无礼的李世林以及边上两位匹夫，淡淡道：“你们都喜欢他吧？”可嗨，身后两人似是被口水呛到了，脸色涨红，剧烈咳嗽起来。李世林愕然回头，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警惕，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两人就是赵白龙和桂同福。休整1刻钟后，军队收拾好行李物资，整装待发。许新年和李妙珍决定留下部族看管辎重，带上速度更快的骑兵先行一步，这样能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赶去支援寻州李道长。消息传递需要时间，目前的情况，援兵支援的越及时，寻州度过危机的几率越大。你能御剑飞行，你去通知一下杨艳和武林盟的高手们，让他们这些四品先支援寻州。许新年策马狂奔，一手握着马缰，一手用袖子挡住迎面而来的风，大声说道。李妙珍颔首，认同许二郎的建议，骑兵再快也没四品高手快，而且四品高手们脱离军队支援寻州，隐蔽性更强，能有效地瞒过敌军。你先看看他们的位置在哪。李妙珍说。许二郎当即从怀里取出浑天神镜，逐一关照杨艳、傅金门、萧月奴等高手的位置。他不但有标记敌军，连友军也标记进去了。李妙珍默默记下四品高手们的位置，背后的剑鞘里飞剑铿锵出鞘，当空有舞。他正要跃上剑戟，御剑离开，突然听见许新年惊叫道：“停！”他旋即从马袋里取出一面旗，舞出停止行军的旗语。玉声大作，整支骑兵队伍仓促但不混乱的勒马停了下来。李妙珍皱了皱眉：“怎么了？”许新年语速极快道：“前方15里发现一支敌军，数量2000左右。”数量2000的话，问题不大。李妙珍心里刚一松，又听许二郎脸色难看的补充道：“有一部分是重骑兵。”李妙珍脸色微变，在陆地战场上，重骑兵向来是无坚不摧的大杀器，铁骑之下碾碎一切敌人。只有号称射程之内一切化作焦土的重火炮能克制重骑兵。许新年沉声道：“你预料的没错，
戚广博确实在通往徐州的途径上部署了人手。立，天空传来一声尖锐的啼叫，一只苍鹰低空滑翔，他发现了这支大凤骑军，发出啼叫示警。李妙真眉毛一挑，并指如剑，点向翱翔的苍鹰。飞剑呼啸而去，刺穿苍鹰。许新年立刻看向浑天神镜，心里一凛，画面里地方的轻骑兵猛地加快速度，朝这边奔掠而来。他们来了。许新年脑海里迅速思索对策，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应对之法是拉出火炮，给对方迎头痛击。但他们携带的10门火炮和辎重一起留在了部族那里。李妙真召回飞剑，语速极快：“二郎，你带着2000骑兵先走，我和飞燕军断后，支援徐州要紧，别在这里拼光了兵力。”许新年是个果决之人，并不优柔寡断，也相信李妙真的能力，当即点头：“好，李道长多保重。”他挥舞旗羽，调转马头，带着属于自己的骑兵朝右侧的荒原疾驰而去。飞燕军的精锐骑兵有1500人，很大部分是当年在云州剿匪时的老人，由李世林这样的江湖人士组成。这支骑兵不管是单体战力还是群体战力，堪称出类拔萃。李妙真敢留下来断后，是有底气的，没准还能一口气吃掉这支狭路相逢的敌军。许新年刚走数10息，地面震感便传来，嘈乱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约莫1500骑出现在视野中。双方遥遥打了照面，那1000骑却突然勒马急停，以一种忙而不乱的架势停下来。李妙真为首的将领手持大戟，穿暗金色铠甲，皮肤古铜色，脸部线条冷硬。银甲红袍的飞燕女侠凝目看了片刻，哪来的鼠辈？使大戟的王储闻言大怒，厉声道：“上次你和许新年追了老子30里，今天老子是来报仇的。他好歹是骁骑营的统帅，堂堂4品武夫，难道在你李妙真眼里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土鸡瓦狗？”李妙真哦了一声，原来是个手下败将。他在战场上杀的人太多，鲜少会去记敌人的长相。不过飞燕女侠的大名在云州军里丝毫不逊色许二郎，他麾下的飞燕军骁勇善战，战力拔尖，就算是云州军里的精锐骑兵，一旦和飞燕军遇上，心里也会发怵。反观李灵素、楚元稹和杨千焕，他们率领的乌合之众，通常是给飞燕军打打小手，负责捡漏。倒也不是天地会众人无能，而是精锐部队是靠一颗颗人头喂出来的，百战方能师。大戟王储冷笑一声：“不过今日自有人来对付你。”话音落下，地面再次传来震感，嘈乱而响亮的马蹄声传来。一支身负玄铁重甲的骑兵出现在飞燕军视野中，这支重骑兵胯下的战马远比一般的马匹要高大强壮，披着厚厚的甲片，马背上的骑士更是武装到了牙齿，身穿玄铁重甲，脸部覆盖面甲，手里拎着斩马刀，号称一刀之下人马俱碎的斩马刀。王储抬起左手，奋力一挥，其率领的1500轻骑分成2队散开，朝飞燕军左右包夹而去。这是非常典型重骑兵和轻骑兵配合战术。轻骑兵速度要胜过重骑，前者想逃的话，后者只能眼巴巴看着。为了弥补机动性方面的不足，一支规模不小的重骑兵必定配备数量更大的轻骑兵辅助。就像现在这样，王储率领的轻骑兵负责包夹、追击和干扰敌军。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敌人吗？王储持着方天画戟，已是胜券在握的姿态。这是玄武重骑，国师一手培养的王牌之师，与朱雀军一样，是精锐中的精锐，是用来断大凤最后一口气数的无敌之师。王储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绝非盲目自大。国师麾下有2大势力，一个是收集情报为主的天机宫，一个是28星宿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虎是密卫，负责保护云州的高层，原本由大妖白虎率领。不过据说那位大妖几个月前死在了建州武林盟。朱雀是飞骑，呼啸如风，他早已用实际战绩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和可怕。青龙则是水师，尚未派上用场。最后就是这支陆战无敌的玄武重骑。哦对了，眼下的500重骑只是玄武铁骑里的一个银玄武重骑，有5000人，身上的甲胄和斩马刀皆是法器，10骑就能在正面战场上碾压50名精锐轻骑兵。要养这么一支规模庞大的重骑可不容易，军费都是国师自己承担的。国师在过去的20年里，通过户部侍郎周显平这类的案子，侵蚀大凤国力，攫取钱粮铁矿，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打造这支重骑。青州战场时，玄武重骑藏剑于鞘，被大将军戚广博雪藏着，当作压箱底的手段之一。这时玄武重骑中为首的一骑高举斩马刀，沉沉低吼一声，500重骑兵纷纷高举战刀，大喝回应。玄武重骑展开冲锋，杀向飞燕军。王储见状，大喝道：“弓弩准备！”1500骑兵纷纷摘下军弩，对准迎向玄武重骑的飞燕军。放！1000多道弓弦声同时响起，嘣的一声，震得人心里一颤。
李妙真单掌一拍马背，翩然飞起，飞剑自动拖住她的脚底。飞燕女侠瞳孔透明化，脸上面无表情，透着一股冷漠。她伸出双臂，朝着两侧猛地一握，霎时间，一根根剑矢背叛了轨迹，或向左偏，或往右飘，或向上浮，或往下沉，完美没避开了飞燕军。在这个过程中，飞燕军和玄武重骑已经短兵相接。砰！前排的数十骑飞燕军胯下战马当场被重骑兵撞死，人仰马翻。失去战马的骑手身子朝前扑去，好在身手都不弱，就地翻滚，便稳住身形。后方的玄武重骑挥舞斩马刀，人头应声飞起，将这些失去战马的飞燕军骑手斩于当场。只有少数几个练神境的高手提前预感到了危机，避开是大力沉的斩击。玄铁重骑犹如一柄大锥，凿入飞燕军阵营，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野蛮和暴力的冲撞是重骑兵的艺术，哪怕没有甲胄和兵器的加成，玄武重骑的战力也未必输飞燕军。能被七广博士做底牌的军队，必然是精锐中的精锐。不断有飞燕骑军被斩落马下，或失去战马，坠马者在这种骑阵厚度的持续冲撞下，往往连对玄武重骑造成奔速凝滞都成了奢望。玄武重骑挥舞斩马刀，轻而易举地收割人头。甫一交手，飞燕军就损失了上百人。两军展开对冲后，左右两侧的云州骑兵便停止了射击。李妙真一拍腰间香囊，一枚枚黑色令旗飞出，插入地面，周围温度瞬间阴冷了几分。与此同时，一道道阴魂哭嚎着从香囊里的飘出，扑向玄武重骑。一道道阴魂消融在玄武铁骑的铠甲上，被法器的力量蒸腾成青烟，但也给部分修为弱的重骑兵带来了浑身僵硬、头脑发胀等负面效果。养鬼是小道，在道门里属于奇技淫巧，因为阴魂的攻击力太弱，一个高品质的阴魂连低品级的修士都对付不了。道门修士养鬼不是用来攻击人的，而是用来驱使的。李妙真没指望自己刚收集没几日的残缺能对付这群血气滔天、戾气深重的骑兵，目的只为干扰。战场上的军魂是最没用的，人死之后，天人两魂会出窍，但异常脆弱，很轻易被战场中的煞气和戾气吹散。即使保存下来，也是残缺的。这样的魂魄完全就是傀儡。有了阴魂自杀式袭击，飞燕军稍稍挽回了颓势，凭借人多的优势，策马冲杀，将十几名浑身僵硬的重骑兵斩落马下。李妙真双手捏剑诀，轻笑一声，飞剑嗡的一荡，化作白虹呼啸而去，穿透一名又一名黑甲重骑兵。叮！一气贯穿8名甲士后，飞剑被一位重骑兵挥刀磕飞。这位重骑兵手里的斩马刀沾染鲜血，刀身灌满扭曲空气的气机。500玄武重骑的首领，一位修为不弱的武夫，他昂起头，戴着铁面甲，冷冰冰地望着英姿飒爽的女将军，而后猛地一夹马腹，朝飞燕女侠冲锋。李妙真射来一柄散落于地的战刀，驾驭着他御空而起，接着他头顶飘出阴神，俯冲而下。众所周知，不能与武夫肉搏，但道门阴神是例外。武夫缺乏对付阴神的手段，而阴神却能给予对付的元神沉重一击。当然，这时候李妙真的肉身就成了破绽，所以他才御刀飞行，让肉身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李妙真的阴神毫无组织地穿透玄武重骑首领的身躯，从他身后穿出，手里掐着一尊元神的脖梗，把他从肉身里拖出来。这位武夫的元神上半身被拖出肉身，下半身倔强的不肯出来。能轻易被扯出一半元神，意味着这位首领的修为是5品，差了李妙真一个品级。这时王楚腿部肌肉一炸，脚掌一踩马镫，胯下战马哀鸣跪趴，他御风而起，掠过交战的骑兵，手里的大戟狠狠劈向李妙真。咻！飞剑激射而来，撞偏了几风。李妙真果断放弃与化境武夫的元神决力，朝着肉身张开五指，猛地一收，肉身御刀飞来。他一阵风似的掠向肉身，阴神归位。他扫了一眼战况激烈的骑战，眼里闪过决然，元神熊熊燃烧。叮！李世林挥舞佩刀，重重砍在一名重骑兵的铠甲上，溅起火星，竟没破甲。这一刀他运足了契机，可仅仅在对方甲胄上斩出一道白痕。要知道普通凡铁可经不起他劈砍。什么怪物！李世林暗骂一声，旋即飞起一脚，将那名玄武重骑踹落马背。身后的赵白龙和桂同福策马一掠而过，合力将那名玄武重骑斩落马下。李世林刚想喝彩，斜地里撞来一名玄武重骑，对方凭借吨位的差距，蛮不讲理的撞死了李世林的坐骑。在骑兵对冲中失去战马，意味着什么？已经算是久经战场的李世林心知肚明。上来！赵白龙用力一夹马腹，从后方赶了上来，朝李世林伸出手。李世林握住他的手，顺势骑上马背，根本来不及喘息，也没时间说话，继续冲锋杀敌。咻！
雪亮的飞剑在众骑兵中凿穿一道缺口，李妙真的声音响彻天际：“冲过去，撤退！”他旋即被王储缠上，仍倔强的不肯召回飞剑，助飞燕军杀敌。左右两翼包抄的1500骑兵，不知何时已经聚拢在飞燕军正前方50丈处集结。这支人马体力俱佳的轻骑兵将接替玄武重骑，展开第二轮冲锋。但剩余不足1000骑的飞燕军终于凿穿玄武重骑，便恰好直面上奔行速度提升到极致的云州轻骑兵。一方刚经历惨烈冲杀，不管是速度还是势头都在下降，一方气势如虹，正值巅峰。飞燕军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走都走不掉。飞燕军众人心里一凛，自幼被师傅夸赞八字硬的李世林握紧了手里卷忍的佩刀，他目光扫过周围满脸发狠但眼神绝望的同伴，扫过已经逼近的云州轻骑，最后他忍不住回头看向了顶着大戟王储压力杀入玄武重骑的李妙真，看见了他眼里的悲痛。生死关头，李世林分神了，没来由的想起初见时的场景。那是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出道不过1年却名满江湖的少女拄着剑，英姿飒爽，笑道：“你要追随我？行的，但我李妙真是有规矩的，记住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李世林回过神来，眼里迸射出高昂的战意，咆哮道：“杀！杀！”飞燕军齐声咆哮：“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雍州城驿站里，脸色惨白的李灵素手里捧着一碗药，推开恒远大师的房门。楚元稹也在房间里盘坐在另一边的软榻上，吐纳故心，疗养伤势。恒远身上缠着白布，脸色灰败地坐靠在床头。能在火铳、军弩急火之下挨一众4品毒打，后卫就李灵素主动赢了一记火炮，还能活下来，恒远大师确实够硬。是个硬邦邦的和尚，李灵素感激在心。这几天给大师端茶倒水，觉得大师才是天地会最善良最忠厚的人。恒远大师喝完药，又吞了一枚杨千换流的丹药，长出一口气，说起来李妙真道友也受伤不轻，不宜再继续征战。贫道有些担心他。李灵素无奈道：“他就是这样的性格，拦不住的。我始终觉得他是投错胎，投到我天宗门下。”说完，见恒远大师和楚元稹同时看向自己，李灵素狡辩道：“我广结情缘是为了太上忘情。”楚元稹道：“难道不是风流？”李灵素沉声道：“天宗弟子的事能叫风流吗？是红尘问心。哎，大师好好休息，我晚膳之前我会再给你送药过来。”他拿起空碗，起身离开。李灵素走到门边，打开格子门，然后愣了一下，不紧不慢地把门关上，背对着门。楚元稹问道：“还有事？”李灵素低声说：“一定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再来一遍。”他转过身，重新打开房门，默然几秒，又重新关上，然后脸色发白，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李道友。”恒远大师从床铺里探出头，问了一句。李灵素深吸一口气，牙一咬心一横，再次打开门。在门外两位说话之前，他一个猛虎落地式跪倒，抱住其中一位的大腿，嚎啕大哭：“师尊，徒儿好想你啊！下山游历3载，徒儿日日夜夜都在想你。”玄城道长和兵夷元君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楚元稹探出头看了一眼，默默缩了回去。李灵素是不是在江湖待久了，忘记自己宗门正确的打招呼方式了？算了，还是不掺和了。恒远大师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默默把脑袋缩回床铺，闭上眼睛睡觉。李妙真抖了抖飞剑，抖出一道猩红的血迹。他的身后是仅存200骑的飞燕军，前方是400骑玄武军，左右两侧是折损了整整1半人数的云州轻骑。他们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飞燕军。王储麾下的骑兵虽是精锐，但比起玄武重骑这种装备和个体战力拔尖的王牌军队，宛如云泥。飞燕军在玄武重骑手中吃大亏是情有可原，但瘦死骆驼比马大，即使云州轻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一样被飞燕军拼掉半数人马。如今只剩不到800骑。赵白龙靠拢过来，眼圈发红，低声道：“妙真，李世林死了。”他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李妙真，犹豫一下，说：“这小子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但他脸皮薄，始终说不出口。我寻思着，既然人已经没了，做兄弟的总该替他说出来的。”李妙真低声道：“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原本只是眼眶发红的赵白龙，一个堂堂7尺男儿，顿时悲从中来，满脸泪水。好，值了。这时玄武重骑调整队形，缓缓转向，绕到了飞燕军左侧。因为在玄武重骑和飞燕军之间横尸遍野，人马皆是，已经不适合冲锋了。李妙真收回目光，望向身后曾经跟随他在云州剿匪的老兵，拱手道：“抱歉，是李妙真害了你们。”一位炼神劲武夫笑道：“此次再入沙场，乃为家为国，能跟着飞燕女侠赴死，
无憾。又有人说道，既然上了战场，就做好了马革裹尸的觉悟，可惜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将来朝廷打败云州叛军时，妙真记得告诉我们一声。李妙真嘴角咬出了血，他尽力了，他拼上命燃烧元神了，但还是救不了他们。李妙真扫过众人，笑道，不会让诸位兄弟走得寂寞。咚咚咚，玄武重骑展开冲锋。王储高举大戟，喝道，放箭！弓弦声里，箭矢如雨，射向飞燕军。李妙真翩然跃起，以天宗心法改变箭矢轨迹，护住仅存的200飞燕军。赵白龙一家马腹，吼道，宰了这般王八羔子！200骑绝尘而去，一去不回。李妙真没去看飞燕军的结局，他踏着一把战刀冲天而起，朝着拎大戟杀来的王储张开掌心。霎时间，王储身上甲胄、衣衫、鞋子纷纷背叛，投靠了敌人，或试图缠住他，或试图勒死他，以此讨好新主人。唯独王储灌注了气机的大戟，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主人。就你现在的战力，老子一人就能杀你！王储气机一震，将甲胄和衣衫撕裂。刚才的交手中，他欣喜地发现李妙真伤势未愈，上次李妙真追杀他时，可是连他手里的武器也能控制的。摆脱束缚后，王储在空中狂奔，每一脚都有气机炸开，让他如履平地。隔空一拳轰出，李妙真脚踏一把战刀，操纵飞剑横在身前，飞剑与人一起倒飞出去。他顺势砸入玄武重骑中，飞剑宛如一道匹练，在玄武重骑中的穿梭、破甲、杀敌。玄武重骑的甲胄足够坚硬，每杀一名重骑兵，他的气力便耗损1分。而道门修士的法力是不能和武夫的体力相提并论的，何况他有伤在身。幸而飞燕军把玄武重骑拼光大半，让他压力大减，不然面对500法器精良的重骑兵，就算是他豁出命也很阴风。叮！飞剑刺中那名玄武重骑首领，入甲3分，旋即被对方双手牢牢抓握。这位五品化境武夫凭借铜皮铁骨的肉身以及重甲法器的加持，短暂地牵制住了飞剑。飞燕军在时尚且敌不过，如今他孤身一人，如何对付上有300骑的玄武军以及有一位4品武夫的轻骑兵？但他不走，不会让兄弟们在九泉之下走得寂寞。既然答应了，岂能食言？江湖皆知飞燕女侠急公好义，飞燕女侠一言九鼎。李妙真眼中厉色一闪，喷出一口血雾，指尖沾染血雾，在眉心画了一道扭曲的符。他的脸庞迅速枯败下去，元神却于刹那间重返巅峰。即那柄入甲3分便被钳制的不能动弹的飞剑猛地爆发出冲天的杀气，一剑穿心。那名玄武重骑首领胸口爆出血雾，轰然倒地。另一边，在李妙真奋力一剑斩杀敌人时，王储已经无声无息的栖身，他不可能放任这个机会。同时见到李妙真不惜代价的压榨潜力，威势大涨。王储果然放弃大戟，免得遭受武器反噬。噔噔噔，王储脚踏地面，化身残影，成功近身，重重一拳轰在李妙真后背。他眼里闪过复仇的兴奋，这一拳未必能轰杀李妙真，但已经成功近身的他，完全有能力让李妙真死无葬身之地。可就在拳头辣手摧花般砸在李妙真后背的前一秒，没错，前一秒，李妙真昂首发出凄厉的尖叫。王储脑子嗡的一响，元神震荡，陷入短暂眩晕。李妙真被这一拳的惯性砸飞出去，脏器破裂，呕出大口大口的淤血。这个过程中，飞剑纵横捭阖，气势如虹，收割一个又一个玄武重骑的性命。以血换血，以牙还牙。玄武重骑只剩80骑，李妙真元神已经接近崩溃。王储元神迅速稳定下来，4品体魄的他不怕李妙真趁机飞剑袭杀，但扫了一眼损失惨重的玄武重骑，王储又惊又怒。500玄武重骑战损近90%，就算他摘了李妙真的人头，大将军多半也要给他好看了。你李妙真既然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王储脸色狰狞。李妙真脚踏飞刀，浮空而立，眸子忽的透明化，冷漠无情地俯瞰他。我还有一件。他的发髻炸开，一根根发丝朝着上方和四周肆意张扬，根根分明。他的元神熊熊燃烧，每一秒都在消耗生命，奔赴死亡。飞剑自行而来，于他身前悬停。李妙真一口精血喷在剑身，让这柄师门传承给他的法器染上凄艳的红光。去！他轻声说道。飞剑呼啸而去，李妙真却闭上了眼睛，没有去看结果，因为怎样都无所谓了。只是有些遗憾，他只能做到这一步，杀不光敌军。最后的最后，他没有睁眼，但把脸朝向了北方。江湖儿女江湖死，就不矫情的道别了。王储瞪大了眼睛，武者的危机预感疯狂示警，提醒他逃命。这是天宗圣女燃尽生命的一剑，是他最后的风华。王储一退再退，飞剑一路相随。退至100丈时，飞剑追上了他。王储疯狂调动气机，铜皮之下，
肌肉块块稳起，双掌用力一合，夹住飞剑。叮！飞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势不可挡，被四平五夫的履历轻易夹住，不得寸进。只是剑尖喷出了一抹血雾，点在王楚眉心。萧齐营统领王楚身躯陡然一僵，凝立不动。他死了，肉身完好无损，元神魂飞魄散。仅存的80骑玄武重骑以及800名轻骑肝胆欲裂，他们甚至不敢去看李妙真的状态，撇下遍地横尸，撇下首领的尸体，策马逃离，生怕晚了一步，那柄可怕的飞剑又重新活过来，杀光他们。李灵素哭着脸，脚踏飞剑，乖顺地跟在师尊和兵仪师叔身后，朝着寻州方向掠去。他知道许新年和李妙真负责哪部分的防线，很快就知道了被留在河边的部族。询问之后，从部族口中得知许新年和李妙真率领骑军先一步支援寻州。于是玄城道长和兵仪援军带着李灵素一路追了上来。不多时，三人看见了血腥惨烈的战场，看见了满地的横尸，看见人和马的鲜血把土地染成暗红色。飞燕军全军覆没，李灵素脸色瞬间苍白。这片曾经发生过惨烈奇战的战场，只有2人是站着的，一个是青丝披散的李妙真，一个是保持夹剑姿势的王楚。但李灵素知道2人都已逝去，他没有感觉到任何元神波动。李灵素身子一晃，险些无法御剑，他踏着飞剑风一般的冲向李妙真。飞剑尚未停稳，他便从剑身跃下，踉跄地奔到李妙真身前，怔怔凝视几秒，突然双膝一软，跪伏在地，脑袋杵着地面，嚎啕大哭起来。妙真，妙真，师哥来晚了，师哥来晚了呀！他神经质般的捶打地面，哭得声嘶力竭。李灵素和李妙真从小一起长大，因天资出众，未及冠便被封为圣子圣女。2人一起修道，一起背诵古籍经典，一起切磋法术，相伴着走过了童年和少年。李灵素那么风流一个人，却对容貌出众的师妹没有念想，那是真的把她当亲妹妹了。看到飞燕军全军覆没时，他便料到李妙真的结局。生死与共的兄弟们全部留在了战场，以他的性子，便只剩玉石俱焚了。他不会逃的。兵仪元军迈步走到徒弟面前，脸色冷漠地审视片刻，道：天尊预见了他的死劫，没想到应验的这么快。他语气平静，仿佛死的是外人，而不是徒弟。兵仪元军沉吟片刻，单手捏起法诀，口中念念有词。俄顷，周遭风停了，但却愈发的阴冷，一道道残破的军魂浮现。兵仪元军在这些残魂里看见了李妙真，他表情木讷，默默地与一众军魂待在一起。他把地魂烧没了。玄城道长没什么表情地摇摇头，在道门领域里，这已经算是魂飞魄散了，缺了一魂，想替他拼也拼不回来。李灵素双目通红地看着李妙真的残魂，很显然，李妙真战死时用了禁忌法术，以魂飞魄散为代价，提升了修为，还有的救。兵仪元军射来李妙真的天魂，屈指弹入肉身，接着从袖子里摸出一枚瓷瓶，拔开木色，一股异香飘出，盈满空气。李灵素尽管心情悲痛，闻到这股香味，仍不受控制地产生食欲，来自元神的食欲。紫金丹。玄城道长面无表情，语气淡漠：这是你晋升2品用的丹药，这是你最后的繁星。如果把太上忘情分为前中后3期，3品境的他们处在前期阶段。这个阶段的天宗阳神会保留极少部分的繁星，对象或是道侣，或是子女，或者徒弟。李灵素又惊又喜，连忙抹了一把鼻涕和泪水，同时看一眼自己师父兵仪师叔的繁星在李妙真身上，那么师尊的繁星是不是在我身上？遵循内心的求生欲，他没敢把这话问出口。兵仪元军脸色冷漠，没有回答玄城道长，撬开李妙真的嘴，把紫金丹塞进他口中。紫金丹是给阳神进补的，阳神是阴神小成后的另一种称呼，阳神尚且能受裨益，何况是阴神呢？用紫金丹修补魂魄，委实是小题大做了些，可却是唯一能救李妙真的办法。紫金丹入口后，兵仪元军并指点在徒儿眉心，以法力化开极品丹药。丹药化开后，并不流入腹中，而是化作紫气，氤氲在李妙真眉心。这个过程持续没有太久，1刻钟不到，紫气便缓缓收敛，于他眉心化作一道紫纹。紫纹与丹药上的纹路如出一辙，是药力沉淀的象征。李妙真4品之躯，无法彻底吸收药力。他很快行转，视野从模糊到清晰，首先看见的是哭得鼻子眼睛通红的李灵素。李妙真茫然了一下，心说：师哥呀，你也来陪我了吗？接着就看见了师尊兵仪元军，还有师伯玄城道长，他便明白了怎么回事。脸色苍白，嘴唇干燥的他勉强笑了一声：多谢师尊救命之恩。大难不死本该是高兴的事，只是目光所及，那些战死的故友，他心里沉甸甸的，未曾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你是天宗圣女，掌教继承人之一，
为师自该救你。兵仪元君不掺杂感情的声线说道：为师和你玄城师伯此次下山，是奉天尊之命，带你们师兄妹回宗门。天人之争后，天宗封山，任何人不得再下山。李妙真感应了一下自身状态，脏器多处破损，肉身岌岌可危，反倒是燃烧的元神已经修补完毕。他自知无力反对师尊，沉默了几秒，道：天尊会如何处罚弟子？兵仪元君摇头，淡淡道：那是天尊的事。李妙真没再多问，转而看向李灵素，道：弟子还有唯一的心愿，戚广伯奇袭寻州城，情况紧急，务必要将此事传给杨艳等将领，请师尊垂怜，成全弟子。兵仪元君皱了皱眉：你既已死过一次，还是看不开凡俗之事。李妙真再次望向横尸遍野的战场，目光悲伤：我的朋友都留在了战场，我已经走不了了。走不了，指的是心。兵仪元君点点头，所幸这个弟子已经做过太多错事，他不会因为愤怒或恨铁不成钢之类的情绪强压弟子。不，其实他现在什么情绪都没有，连愤怒都不会有。玄城道长毅然，不过额外提出一个条件，他取出一枚碧绿色的丹丸，递给李灵素，道：为防止你再次逃跑，把它吃了吧。噬灵丹，此丹是天宗独有的丹药，服下之后3日内不得解药，便会元神枯竭超凡之下，统统难以幸免。身为圣子，李灵素当然识得此丹，难以置信地望着玄城道长，颤声道：师尊啊，我是你从小带到大的弟子啊，您心里不会痛吗？不会愧疚吗？玄城道长面无表情，语气冷漠：你觉得为师会吗？天杀的太上忘情！李灵素领命而去，驾驭飞剑消失在蔚蓝天际。他现在无比确认，师尊的烦心绝对不在自己这里。这天宗不带也罢。春季日前一天，往常的春季日必定是中原家家户户最热闹的时候，它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每年的春日祭，朝廷会举行笼罩的祭天大典，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也会在这天烹羊宰猪，祭祀天地，祈祷今年有个顶好的收成。今年春季对于百姓来说最为窘迫，富户人家不便，贫苦人家就只能用草扎的祭品代替。至于朝廷，大概官场上下都没什么心情搞春季大典了。并非缺银子的问题，朝廷再怎么拮据，也不至于办不了春季大典。委实是雍州的战事令人焦心。距离落玉横渡节已经过去8日，期间雍州的战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悲壮惨烈来形容。首先是云州军奇袭寻州，城中2万守军死的只剩3000。前青州布政使、现雍州总兵杨公在守城战中断了一臂，新谷部非受其全军覆没。寻州危难之际，许新年等游走于防线上的军队及时赶回支援，身受重创的杨公当机立断，亲率剩余守军出城，与援兵里外夹击云州大军。奇袭寻州失败的云州主帅戚广伯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咬着牙命其麾下的中军精锐与大凤军展开鏖战。双方在寻州城外鏖战1天1夜，血流成河。据传回京的情报上说，人与马的尸骨铺的骑兵无法行进的夸张程度，形成天然的拒马屏障。这一战原本是有机会吃下云州中军的，一旦成功，也许会成为中原战事的转折点之一。直到一支可怕的骑兵出现，以蛮横到近乎不讲理的架势插入战场，在云州中军的配合下，里里外外将大凤骑兵凿穿数次。原本占尽优势的大凤军难以在平地上与这支骑兵争锋，只得退回城中，这才得以喘息。这支骑兵如今被大凤朝堂诸公牢牢记在脑海，深深印在心里，叫玄武军。他从未在青州战场上出现过，却一战扬名，成为了大凤军的噩梦，乃至朝廷诸公听见玄武军3个字也忍不住头皮发麻。戚广伯是铁了心要破寻州，当夜再次展开攻城，不计代价的投入兵力，黎明时寻州失守。大凤军撤离寻州，杨公与张慎、李慕白3位大儒率800人马断后，云麓书院大儒手段高超，诡谲莫测，成功掩护大凤守军撤离。但杨公因频频施展言出法随之术，加之重伤在身，法术反噬之下，内伤外患爆发，退守雍州城后便昏迷不醒，命悬一线。这一战直接打光了大凤军仅存的精锐。自秋收时，10万大军半数战死于径山城，大凤的精锐部队便处在捉襟见肘的处境。青州战役中，朝廷调兵遣将，把各州卫所里能调动的精锐几乎都调到了青州，结果近5万人战死沙场，残部退守雍州。女帝上位后，兵部尚书咬牙切齿，又从附近几州调过去1万兵马。寻州一战，连这点家底也拼得差不多了。同时，武陵盟、李妙真等义军同样湮灭在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惨烈攻城战中。武陵盟死了2位4品帮主，麾下教众死伤达80%。尤其李妙真，他所率领的飞燕军全军覆没，本人和师兄李灵素被天宗长辈带回宗门，再无消息。寻州失守后，
云州军彻底偃旗息鼓，与大奉军展开对峙。云州军出云州时，总共有6万嫡系部队，分左中右3军，俱是精锐中的精锐，这还不算民兵。攻占青州后，凭借储备充裕的钱粮，招揽江湖人士和流民，兵力扩充到10万，这就造成了云州军越打越多，大奉军越打越少的现象。大奉国库空虚，流民成灾，云州有备而来，积蓄了20年。其实拼的是底蕴。青州战役中，云州军栅一看越大越多，实则左军3万精锐已经被大奉军拼得七七八八。雍州战役开始后，杂牌军和精锐日益减少，直到近来夺取浔州的这场惨烈战役结束，大将军戚广伯的直系中军彻底打得精光。招揽来的江湖人士和杂牌军已所剩无几，曾经驰骋战场、翱翔天空的朱雀军已经只剩下20-30十骑，彻底沦为空中斥候。现今的云州全靠右军主力和玄武重骑撑场子，这也是雍州战役开启后，戚广伯改变战术，采用以战养战的方式。云州底蕴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一直耗损下去。但是近日来战场局势又有了变化，兴许是北境的超凡战迟迟没有结束，让云州军嗅动了一丝不妙的味道。戚广伯集结了所有精锐，陈兵雍州城外，大战一触即发。破了雍州，云州军就可以直达京城了。退一步说，就算暂时拿不下京城，也可以让许屏风炼化雍州，增加底蕴。另外，除了牵动整个中原局势的渡劫战外，还有一处超凡战也打得险象环生。根据斥候、打更人密探观测到的情况，武林盟老匹夫数次遭到许屏风暗算，被强行传送入青州。这位2品巅峰术士欲在主场强杀老匹夫，老匹夫不愧是成名已久的高手，每次被打得嗷嗷叫，但每次都能凭借武夫的皮糙肉厚，从青州杀回雍州，卷土重来。相比起2位2品术士的巅峰对决，孙玄机和姬玄的战斗可圈可点，密探们并没有太多关注。御书房内，头发花白的兵部尚书向女帝哭诉：陛下，除了陈兵边境的部分精锐，兵部真的调不出兵力了，各州卫所能用的兵都用完了，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人马，维持各州稳定。春季临近，可距离天气转暖上有些时日，流民匪寇需要兵力镇压呀。一旦调空卫所兵力，后果不堪设想。钱钦书出列呵斥，雍州大战一触即发，可守军数量难以守住雍州。若是云州军顺利攻占雍州，下一步就是兵临京城。如今除了拆东墙补西墙，还能如何？诸公在御书房里吵得不可开交。战事进行到这一步，便是这群老狐狸也难以保持静气了。大案后，女帝气态威严，轻轻抬眸，看一眼兵部尚书，淡淡道：让你调兵便调兵，朕不想听任何理由，朕只要听话的人。兵部尚书心里一凛，颓然道：臣明白。诸公面面相觑，吵闹之声慢慢停歇。兵部尚书是魏渊的亲信之一，陛下敲打起来完全不看情面。怀庆环顾众臣，缓缓说道：云州军要打便打，再有5日，国师渡劫便结束了。5日之内，云州军不可能打到京城，而5日之后，国师顺利晋升1品，我们便仍有机会。反之，万事皆休，云州军是否攻下雍州便不再重要。大奉存亡与否，便看背景的情况了。诸公心情复杂，或忧虑，或期盼，或悲观。怀庆继续说道：明日春季，朕会让禹王叔替朕祭天，朕有其他要事，便不参与了。诸公觉得不妥，只不过扪心自问，他们也确实没心情搞春季，推己及人，也能明白女帝的心情，因此无人劝谏。春季日，一辆金丝楠木制造的豪华马车缓缓停靠在观星楼外。就在京城百官参与春季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怀庆穿着明黄色便服，踩着宦官摆好的木凳下了马车。他站在宽阔的广场外，抬眸看了一眼高耸如云的观星楼，转头吩咐宦官，在朕没有出来前，任何人不得靠近观星楼。掌印太监躬身道：是，陛下。怀庆当即进了司天监，从1楼大堂到第7层，他沉默攀登，沿途有白衣术士问候，他也置之不理。脚步越走越快，似是迫不及待。不多时，他来到7楼宽阔的单室内，宋清早已等待多时，躬身道：陛下，您再不来，我可就不管复活魏渊的事了。毕竟我手头还有几个炼金实验要做，实在忙得很啊。怀庆看了一眼天大地大，炼金实验最大的宋清，面无表情的点头。带路，也没什么好责怪的，和楚采薇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他几个师兄什么德性，怀庆早习以为常。话说回来，采薇被监正逐出司天监后，最初频繁寄信给他，分享各地美食，渐渐的开始说起灾情和民生，言语间少了欢快，多了几分沉重。再后来就不寄信了。怀庆最近一次得知楚采薇消息，还是通过递书从李灵素那里了解。馋嘴的小姑娘漫山遍野的采药，给寒灾中生病的流民治病，或隔3差5出资购粮，
赈济灾民，两人来到密室。宋清打开那扇四平五夫都震不开的铁门，见到了躺在床上昏睡的魏渊。这具肉身里有魏渊的天魂。当初赵守施展言出法随之术，让魏渊凯旋而归，如圣克刀和亚圣如关，便带回来了魏渊的天魂。随后南宫倩揉出帘子，宋清炼肉身，让天魂与这具新的肉身完美契合。如今只要召回魏渊的魂魄，补其三魂，他便能苏醒。许七安游历江湖归来，集齐了炼制招魂幡的材料，终于大功告成。怀庆的手轻轻搭在魏渊肩膀，契机牵引着他悬空漂浮，随着怀庆离开密室，走向八卦台。宋清紧随其后。登上八卦台，怀庆率先看到的是一座朱砂刻画的圆阵，阵纹繁复，密密麻麻。这是孙师兄走之前留下的与招魂幡匹配的招魂阵。宋清示意怀庆把魏渊放在阵法中央，接着他摘下腰间的锦囊，取出一杆2人高的大旗。幡杆由暗金色布满气孔的金属制成，垂下一面漆黑如墨的旗帜，旗帜上用金粉写着小如蝌蚪的阵纹。给你。宋清手忙脚乱地把招魂幡丢给怀庆，仿佛这是烫手的山芋。此幡有千年古尸的剧毒和阴寒，陛下只有1刻钟的时间，如果1刻钟后你不能召回魏渊的魂魄，那么就只能等待3个月后，因为下一个适合招魂的日子在3个月后的晚春。3个月后大凤等不起了。怀庆颔首，淡淡道：朕还需要做什么？宋清有问必答，挥舞招魂幡，高呼：魏渊，魂兮归来！哎，本来这事儿是许宁燕做的，毕竟他算是魏渊半个儿子，晋升的血丹就是魏渊给他的。换了陛下，陛下别觉得宋某说话直，陛下您和魏渊熟吗？万一不熟，他一听是你在喊他，不搭理你，那就完蛋。宋清这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怀庆面无表情，此事不需要你担忧，许宁燕赴北境前已经将此事托付于我。说罢，他走到八卦台边缘，高举招魂幡。宋清则点上了一炷香。恰好此时皇宫方向鼓乐齐鸣，春季开始了。哗啦啦，怀庆挥舞招魂幡，嗓音清冷的高喊：魏渊，魂兮归来！女帝舞幡，气势不输儿郎。哗啦啦，黑色为底，刻鎏金阵纹的幡舞动间，八卦台上的空气似乎阴冷了许多。不是似乎，当怀庆舞动招魂幡时，观星楼头顶的天空阴云汇聚，遮住了阳光，层层叠叠翻涌。气流穿过明晶石打造，遍布空洞的旗杆，发出如泣如诉的哭嚎。宋清皱了皱眉，感觉元神似要随着哭嚎声离体而去。这破旗要把我的魂给招出去了。宋清从怀里摸出木塞子，塞住耳朵，这才感觉好了一些。明晶石又被称为幻灵石、招鬼石，它所在的地方必定群鬼云集，所以才是招魂幡必备的主材料之一。呜呜呜！哀嚎声突然剧烈起来，京城内外一道道冤魂被唤醒，他们有的从湿冷的河水里爬出，有的从荒废的旧宅里的升起，有的荒草丛生的坟茔里飘出。阴风呼啸，头顶阴云密布，整个司天监都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里。司天监的白衣术士们早就得到了通知，纷纷下楼，3楼以上不得有活人存在。魏渊，魂兮归来！抖动的招魂幡上，一枚枚鎏金阵符亮起，随着幡舞出的气流飘向远方，宛如一条扭曲的接引之路。径山城高耸的祭台上，身穿华美长袍、头戴荆棘王冠的青年雕像轻轻震动起来。远处天空，阴风卷着碎金般的光芒，从天空的尽头延伸过来，铺成碎金色的道路。巫神雕塑的头顶，一道青衣身影缓缓浮出，继而下沉，如此反复。每次青衣身影浮出，青年雕像的眉心便有一道青光亮起，将魂魄压回雕塑内。魏渊，魂兮归来！碎金道路的尽头传来嗓音清亮的呼唤。不够真实的青衣身影再次浮出，虚幻的身躯频频抖动，似是竭力在向上漂浮，要从雕塑里挣脱出来。而雕塑内部，一股股黑气推涌着青衣身影，仿佛在助他一臂之力。但3股力量同时被巫神雕塑眉心的封印之力压制。反复几次后，黑气和青衣身影变得萎靡，不再做尝试。任凭碎金道路尽头的呼唤声反复响起，青衣身影都没有再浮现。魏渊，魂兮归来！怀庆只觉得双臂一阵冰凉，握住旗杆的手结上薄薄的冰壳。武夫的优点在此时就体现出来，换成宋清来舞招魂幡，2只手已经冻成石头，寸寸崩裂。至于法器自带的毒素，虽然怀庆感觉到轻微的不适，但凭借4品武者的体魄，短时间内不会有碍，只要在1刻钟内停止便成。司天监头顶笼罩的阴云越来越大，气温越降越低，招魂幡的力量影响着周围，让司天监隐约间化做了冥土。京都内外的阴魂蜂拥而至，他们有的在八卦台上空游曳，有的穿透墙体和窗户侵入司天监，有的围绕着观星楼飞舞。司天监内，术士们举着不同的收纳法器，像孩子扑蝴蝶一样捕捉着满是乱舞的阴魂。
快把它们收集起来，这些都是极好的炼器、炼药材料，简直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小心点，别把魏渊的魂给收了。白衣术士们一边振奋于材料的数量，一边又唏嘘感慨，认为最近京都内外死的人太多了。人死之后，魂魄会在7天内聚集，而后在半个月内彻底烟消云散，无法通过自身长存人间。也就是说，招魂幡招来的这些阴魂都是新鬼，近半个月内死去的人。又过了半刻钟，宋清看了一眼越烧越短，即将燃尽的香，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魏渊的魂魄怎么还没来？没道理啊！难道真的因为和陛下您不熟，所以拒绝回来？怀庆清丽容颜已是一片清白，睫毛沾上白霜，眉宇间慢慢凝结一丝焦虑，斥道：“少废话，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宋清没再说话，先是检查了一遍阵法，虽然不打算晋升阵法师，但该学的阵法他都学过，用足够多的材料和风水宝地，宋清也能摆出威力奇大的阵法。只是不能像阵法师那样，念头一动，阵法自生。招魂阵没问题，招魂幡没问题，肉身和元神更没问题。宋清说完，抬头看了一眼女帝娉婷阿娜的背影。你的意思是，朕有问题？怀庆眉梢一挑，他发誓宋清敢在这个时候触眉头，他回头就判宋清一个菜市口问斩之罪。宋清眉头皱起，沉思许久，道：两种可能，魏渊的魂魄要么已经彻底灰飞烟灭，要么受到了某种封印，所以即使连招魂幡这样顶级法器也无法召唤。他露出了做炼金实验时的严谨。怀庆沉吟片刻，边舞动招魂幡边回头看一眼。有何办法？宋清回答道：刚才是与陛下开玩笑，说许七安更适合招魂，除了他身上有魏渊的血脉，这么说不太准确，您意会就好。但主要原因其实是许七安有足够的气运。怀庆皱眉，气运？他不解的是，难道招魂这件事还需要运气？如此儿戏的话，要招魂幡何用？宋清耸耸肩，我不懂，这是当初赵守将魏渊的残魂送来司天监时亲口交代。他说将来若是要换回魏渊的魂魄，那便让许七安来，因为他气运足够。怀庆想了想，反问道：许七安知道这事？自然是知道的。宋清给出肯定的答复。那朕可以。怀庆语气笃定地说道，因为本就是许七安交代给他的任务。深吸一口气，怀庆漆黑的瞳仁深处腾起一抹金光，金光化作龙影，在瞳孔里游曳。霎时间，怀庆给人的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威严、强大、高高在上的人间君王，让身后的宋清险些跪下来膜拜，不敢直视君王的威仪。他调动了体内的龙气。登基之前，他以地书碎片为桥梁，吸收了3道主龙气以及数百道散碎龙气，这些龙气蛰伏在他体内，无法调动。直到他登基称帝，气运加深，体内蛰伏的气运才彻底臣服他，变成可以主动使用的东西。魏渊魂兮归来，双眼化作灿灿龙瞳的怀庆，气运丹田，声音响彻天际。魏渊魂兮归来。径山城那条碎金大道的尽头传来春雷般的喝声，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2道金灿灿的光束，从碎金大道的尽头直挺挺地照射在巫神雕塑的眉心。眉心处那道清气凝成的封印像是分化一般缓缓剥离。祭台边缘，萨伦阿古的声音浮现，迈步走到雕塑前，笑道：这才对嘛。信儿大凤还有一位气运足够浑厚之人。魏渊，当日你封印巫神，巫神锁你魂魄，乃因果循环，你以生命之力修补如圣封印，今日由你自己抹去这份封印，同样是因果循环。老朽再送你一份力量。他抽出赶阳鞭，赶阳鞭亮起炽烈的白光，溅起滋滋的电流，宛如一条雷鞭。啪！萨伦阿古抖手抽在青衣魂魄身上，鞭子里的白光瞬间融入魂魄中，青衣魂魄绽放出刺目白光，一下子充满了力量。与此同时，雕塑内的黑气剧烈涌动，一点点把青衣魂魄顶了出来。另一边，在金光的照射下，眉心的青光终于消弭殆尽。轰！头戴荆棘王冠的猛地一震，黑气像是泉水般喷涌，将青衣魂魄推了出去。咔嚓！如圣雕塑的眉心再次皲裂，与当初魏渊修补之前如出一辙。青衣魂魄脱困的瞬间，阴风化作的接引大道便延伸过来，将它卷走，接着瞬间收缩，消失在天空尽头。而那道黑气继续往上喷涌，于高空凝成一张巨大的模糊的人脸，俯瞰整个径山城。萨伦阿古松了口气，有些如释重负，又有些失望。魏渊封印巫神，到他复生过了5个月，就这么5个月，让巫神教失去了吞并北境，继而以北境为基石，南下鲸吞中原的最佳时机。如今九州风起云涌，那披着一层假皮的神魔重返九州，半部武神脱困重组，落玉衡若是渡劫成功，道门又多一位陆地神仙。
局势越来越复杂了。天意如此。萨伦阿古惋惜地摇头。说话间，高空那张由黑气凝成的模糊人脸迅速崩解，坍塌，尽数缩回巫神雕塑内。雕塑原本空洞的双眼浮现2道幽暗的光，凝视着对面的如圣雕塑。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如圣雕塑眉心的裂痕在凝视中一点点的扩散延伸。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但坚定不移。时间到了，宋清低声道：“陛下，1刻钟已经过去了，您丢了招魂幡吧，拿久了有伤龙体。”怀庆银牙紧咬，不理会宋清的劝阻，继续舞动招魂幡。哗啦啦的声音里，宋清点的香余热散尽，香灰脱落。宋清摇头叹气。又过了片刻，怀庆身子一晃，手里的招魂幡脱落，哐当摔在地上。不是他想放弃，而是他已经到了极限，无法再拿捏住招魂幡。他白皙秀美的脸颊爬满了青黑色的血管，他红艳的嘴唇变成了黑紫色，他的双臂凝结了厚厚的冰壳。招魂幡这样的顶级法器，每一件主材料都涉及超凡境，是4品境的他难以长时间驾驭的。漫天阴云消散一空，阴风随之停歇，围绕在观星楼游曳的阴魂渐渐离开。陛下，区区毒。宋清从怀里取出瓷瓶，随手丢了过来，一点都没有双手奉上的觉悟。搞研究的人就是不够聪明。所以怀庆没有接，踉跄走到魏渊身边，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清俊的脸庞，眼里有着深深的失望。这一刹那，宋清竟从女帝身上看到的一丝悲凉。他恍惚间想起，怀庆还当公主的时候，似乎跟着魏渊学过几年的棋，如果他没记错的话。突然，怀庆脚下的招魂阵发亮了起来，继而天边涌现一片散碎的金光，层层叠叠的翻涌，朝高耸如云的观星楼急速掠来。金光来势极快，几息内便逼近八卦台，在阴风的护送下扑入阵法中大青衣的体内。怀庆此时退出阵外，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袭青衣。得请那袭青衣眼睫毛颤动一下，缓缓睁开眼睛。他望着天空默然3秒，缓慢坐起身，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怀庆身上。他两鬓斑白，眼里蕴含着岁月洗涤出的沧桑，温和一笑：“好久不见，陛下。”怀庆眼圈一红，泪水无声划过眼眶。魏公。京城外，一名黑衣人骑马冲出城门，沿着夯实的狂奔而去。雍州。许屏风心有所感，以传送术拉开距离，躲避老匹夫的刀气。接着扭头眺望北方，明明是白日，北边天际却挂着一颗璀璨的星辰。魏渊。身为2品术士，解读星象是领域范围内的能力。许屏风缓缓握紧拳头，额头青筋凸显。魏渊复活并不可怕，一具孱弱之身能成什么气候？可如果骆玉衡顺利渡劫，那么大凤不仅在超凡战力上有了与云州抗衡的底气，在战场上，许屏风就算再看重其广博，也没底气认为他能和魏渊掰手腕。我必须要去一趟北境，就算是分身。许屏风扫了一眼下方的老匹夫，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想磨死一位2品武夫，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颗茅坑里的臭石头。南疆极渊外的原始森林里，天蛊婆婆透过层叠茂密的枝叶跳手北望。魏渊复活了。天蛊婆婆眯着眼，皱纹横生的脸庞露出些许笑容。你们几个不用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龙图几个古族首领闻言先是一喜，继而皱眉。妖娆妩媚的栾玉皱起精致眉梢，她能恢复生前修为。天蛊婆婆摇头。龙图顿时一脸失望。那有什么用吗？还得看许七安能不能撑过渡劫战。游师则说，大凤要是败了，我们不但血本无归，没准还要被清算。他心里想的是，许七安这家伙还没把那具古尸给我呢。对于众首领的不看好，天蛊婆婆笑了笑。观星楼八卦台，魏渊坐在原本属于监正的桌案后，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抿了抿，摇头道：“没有花神中的茶吗？”与他相对而坐的怀庆，此时已收敛了所有情绪，悄不可察地撇一下嘴角。魏公可以问许七安要。宋清已经被赶出八卦台，当然他本人也很乐意，毕竟魏渊复生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足以让他放下手头的炼金实验。魏渊放下茶杯，道：“许七安没来，说明大凤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处境，监正这老东西被谁封印了？”从未向他吐露过半点情报的怀庆看了一眼鬓角斑白的男人，喟叹道：“魏公，您是不是出征前就已经算到自己会复生？大凤现在确实到了岌岌可危的处境，怀庆正想向您请教。”问出魏渊是否早知道会复活时，怀庆本能地皱了皱眉头。目前来说，其实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魏渊对自己复生之事是有预料的，甚至有所准备。比如赵守借如圣客刀和亚圣如冠的力量，施展言出法随，带回来魏渊的一缕魂魄。赵守不可能不把这件事提前告诉魏渊，没有隐瞒的必要。又比如
宋清创造了惊世骇俗的人体炼成术，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称得上惊世骇俗。这肯定瞒不过魏渊，以他的谋算能力，必然已经将其纳入计划之中。但怀庆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对了，是莲子。魏公当初特意让许七安相助金莲道长，从金莲道长那里换取了一枚莲子。怀庆想起来了，魏渊通过许七安从金莲道长那里要来了一枚莲子。根据以上种种线索，不难推断，魏渊早在出征前就准备好复活的计划。当初只以为魏渊索要莲子纯粹是奇货可居的心态，没想到所谋之深远，让人喟叹。先与我说说大凤的近况。魏渊说话的时候，目光眺望的是桑博方向，那里正在举行春季大典，距离他复活到两人作案交谈也只过了半刻钟而已，恰好是煮茶的时间。此事说来话长，怀庆斟酌了一下，道：我挑重点与您说。所谓的重点就是大凤如今的情况，其中包括青州和雍州战场的经过、坚正的陨落，以及大凤和云州超凡强者的数量、实力对比。再就是目前的渡劫战，这样有助于魏渊迅速了解大局。至于他如何登基的，大凤官场的权力变化，以及那些上古秘辛，都是次要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魏渊喝了一口茶，笑道：我指的是战场，打到如今的局面，大凤只差一口气，云州也半死不活了，这就很好。此时的怀庆还没明白他所谓的好，好在哪里。他沉声道：如今大凤成与败，就看北境的渡劫战，可骆玉衡能否顺利渡劫，朕心里没底，魏公觉得呢？怀庆迫不及待想听一听魏渊的见解。魏渊却没有回答，反问道：许七安晋升二品时可有攫取王妃灵韵？他仍习惯称木南枝为王妃。刚才的描述中，怀庆只说了许七安解开封魔钉，而后晋升二品，并未提及木南枝。闻言，怀庆咬着唇瓣，点了一下头。魏渊表情微松，说道：你要关注的并不是北境的超凡战，无法干涉的事便不需去劳神，因为成与败不会因为你的意志而改变。我也一样，这副身躯与常人无异，北境之战我无可奈何。许宁燕让你复活我，是想我帮忙解决雍州战事。他审视着怀庆身上的长服，欣慰道：你没让我失望，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登基。不过我当初以为你会扶持四皇子登基，自己暗中操纵朝局。当然，你若选择在元景死后夺位，我也替你留了后手。怀庆一愣，除了打更人的案子，魏公还留了什么手段？他之所以在先帝死后选择隐忍，是因为太子乃正统，而那时的大凤还没有变得如此糟糕，所以时机未到。而且那会儿容器溃散，云州叛军蓄势待发，先帝又几乎榨干了国库，永兴登基面临的就是一大烂摊子，以他的能力绝对驾驭不了局面。所以怀庆认为隐忍是最好的办法。他没想到魏渊竟然还给他留了底牌，既然没用上，那就不必说了。魏渊眯着眼道：我方才说好，是杨公和大凤将士的战力出乎我预料，比我想象的要好。原以为会是一场苦战，结果云州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但白帝的出现却非我预料之中。至于坚正的马氏前提倒是不奇怪，许屏风敢造反，那必然有办法应对天命师的力量。关于这一点，不需要窥探未来，用脑子就够了。他看着表情猛然一震的女帝，笑道：是啊，我能想到的事，坚正会想不到。怀庆不傻，沉默了好一会儿。您是说坚正是故意为之，主动进的圈套？为什么？魏渊摇头：那老东西想什么，没人知道。记住这不暗器就够了，继续往下看，自然便能猜出来。怀庆思索片刻，一声，表示学到了。魏渊继续道：白帝对付坚正，对付大凤的目的是什么？这同样是怀庆方才没说到的。他知道魏渊会问，顺势说道：此中之事说来复杂，魏公可听说过守门人的存在？魏渊一边摇头一边恍然。坚正，怀庆在他面前从未有过自己是个聪明人的感受，无奈的点头，当即把守门人的概念以及远古神魔陨落真相等相关之事统统告诉魏渊。原来是和超品一个目的。魏渊恍然，他一口喝光半温不凉的茶水，道：4日后渡劫结束。你现在立刻传令雍州，连夜撤军，退守京城。他怎么知道超品和白帝图谋的是一件事？怀庆没看过魏渊留给许七安的遗书，短暂疑惑后，便被魏渊的话惊得瞠目结舌，蹙眉道：杨公重伤不醒，雍州守军群龙无首，就等着您去主持大局。雍州是最后一道防线，为何平白拱手让人？魏渊慢条斯理地添加热水，笑道：我就是要把雍州让给他。见怀庆眉头紧锁，魏渊解释道：许屏风是2品术士，他想来已经知道我复生了，意味而出。你觉得他会如何应对？怀庆分析道：趁您刚复活，还来不及掌控局面，
掌控军队之前，以快打快，拿下雍州。他不可能给您时间。魏渊又问：大凤精锐早打光了，你觉得雍州能守住？怀庆摇头，抿着唇道：但可以再拼掉云州军一部分主力。魏渊摇头：仗不是这么打的。雍州没多少精锐了，但京城有啊，京城还有1万禁军，这是大凤最后的兵力。京城有储备最精良的火炮和装备，有最坚固的城墙，高手同样不缺。王公贵族府上养着不少高手。京城还有监正亲手刻画的守城大阵，虽说没了他的主持，阵法威力大减，但总归是一层坚固的防御。再集乌营禁军和雍州残部之力，是不是比让杨公他们殉城更划算？守城大阵是京城建成之初就布下的。大凤开国时，高祖皇帝在此建都，司天监所有术士倾巢而出，参与建成，在各处城墙里投入相应的材料，刻画阵法，由初代监正亲自统筹。京城看似平平无奇的高大城墙里，到底蕴藏着多少阵法，无人得知。当代监正上位后，京城阵法大改造，耗费朝廷近半年的税收。除了京城外，只有边关一些重要的主城才会有阵法，但也只是一些粗略的守城大阵。伪实施这玩意太劳民伤财，可这样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怀庆凝眉不语，又听魏渊说道：这是最正确的应对之法，在许屏风看来，是我会做出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怀庆皱眉道：什么意思？魏渊望向雍州方向：速战速决的意思。深夜，雍州城40里外，云州军营，军帐内10几位将领齐聚一堂。相比起刚出云州时能进七广博军帐议事的将领，已经换成了许多新面孔。卓浩然、王楚等经验丰富、修为高深的大将陆续战死在沙场。新提拔上来的人，要么修为差一些，要么领军打仗的经验差了些。相比起精锐部队的损失，这些高级将领的战死才是七广博最心疼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将领，有时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要不怎么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不过这场战打到现在，大凤的损失只会更重，不但打光了精锐，连雍州总兵杨公都命悬一线。此时的雍州军群龙无首，官职最高的是雍州部正使姚洪，一介书生，而雍州都指挥使更是一个躺在祖宗功劳簿上混吃等死的世家子弟。雍州紧邻京城，连通南北，自古富庶，极少有兵灾，因此从上到下军队战斗力极弱，向来是世家弟子镀金的好地方。浔州一战后，大凤能打的精锐几乎折损殆尽，拿下雍州是迟早的事情。但云州军同样损失惨重，士卒疲惫不堪，七广博直系军队在浔州打得几近全军覆没。因此云州军虽在雍州城外驻扎，却只对峙不开战，一边休养生息，一边等待北境渡劫战结束。但就在今日，一个让云州军高层头皮发麻的消息从国师那里传来：魏渊复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魏渊复生了。但凡军武出身的人，谁不知道魏渊的大名？这位打赢山海关战役的一代军神，是注定要名留史册的存在。纵使将来云州得了天下，史官修史时，笔下也绕不开这位千年一见的帅才。国师是什么意思？杨川南望一眼姬玄，又看一眼七广博。姬玄是今日返回军营的，这意味着雍州的超凡战结束了，但没有寇扬州或孙玄机战死的消息，不难猜测双方只是暂时休战。姬玄沉声道：国师的意思是不计代价拿下雍州，在北上与京城对峙，不给魏渊机会。七广博脸色凝重，但双眸炯炯有神，前所未有的斗志高昂，补充道：打下京城，将陛下迎来，举办登基大典，届时国师炼化京城气运，大凤朝廷便再无回天之力。杨川南颔首，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其余将领没有说话，只是点头。他们明白国师的顾虑，不能给魏渊时间啊，拖得越久，局面越不利。北京渡劫战若是胜了，一切好说，可万一失手了呢？骆玉衡顺利晋升一品，超凡层面的战斗差不多就能追平，再有魏渊运筹帷幄，想想就觉得头皮发麻。众人对渡劫战原本极有信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人都动摇了。接近一旬了，伽罗树菩萨和白帝仍未杀死许七安等人，能杀早就杀了，至今还未有结果，说明北境的战斗肯定遇到麻烦了。七广博道：传令下去，黎明时攻城。姬玄道：我与国师会负责牵制孙玄机与武林盟的老匹夫，尔等务必尽快拿下雍州。众人齐声道：万死不辞。冷月高悬，一骑飞驰在狭窄山路中，时而停下来，根据圆月的方位辨别方向。经历整整一夜荒无人烟的奔驰后，前方终于出现火光，火光越来越亮，相应的建筑轮廓也映入黑衣骑士眼里。那是一座建在山坳里的废弃军阵，马匹飞奔在遍布石子的小道，抵达军阵外，突然一根箭矢于夜色中射来，
定在骑士前行的道路上。马背上的骑士猛地一拽缰绳，战马长嘶中一个急停。碎石小路两侧的草丛里钻出10几名石锐甲士，为首的甲士喝道：“什么人？”骑士丝毫不慌，语气沉稳道：“奉魏公之命，来见你们的首领。”他并不知道首领是谁。军阵中央的小楼里，南宫倩柔坐在桌边，擦拭着雪亮的战刀。这5个月里，他习惯于睡前擦拭兵刃，等待着将来有朝一日率军踏平巫神教，为义父报仇雪恨。油灯光晕昏黄，映照着他美艳绝伦的脸蛋，气质阴柔，雪肤阴唇，眉目如画。若非一双眸子冷冽逼人，非女子所有，以及喉结明显，凭谁见了都会认为她是女儿身，且是绝色美人。当日遇见孙玄机后，他按照义父留下的锦囊指引，来到了这处废弃军阵。这里什么都有，有够1万大军吃整整1年的粮食，毕竟这批粮草是供给10万大军的。除了粮草外，还有蜡烛、火油以及相应的生活用品及物资，不过数量极少。看到这些军粮后，南宫倩柔恍然大悟，明白了征讨巫神教时消失的军粮去了哪里。不过他只猜对了一半，这些军粮确实就是当初消失的那批，不过并不是魏渊断的粮。先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漕运转移了这批军粮，只是途中被魏渊安排的人劫了。先帝断粮草是魏渊预料中的事，南宫倩柔并不知道自己的使命。魏渊通过孙玄机给他3个锦囊，其中一个锦囊是一个地址，以及让他在此处等待时机的命令。等待什么时机，南宫倩柔并不知道。后续的2个锦囊他没有拆。南宫倩柔相信，如果时机到了，魏渊自然会让他拆锦囊，哪怕这位算无一策的大青衣已经死去。这时一位甲士叩响南宫倩柔的门，道：“南宫将军，阵外有人求见。”南宫倩柔擦拭的动作一致，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翻涌的情绪，道：“带进来。”很快，一位黑衣男子被带了进来。南宫倩柔审视着他，吃了一惊。“你……”那黑衣人同样审视南宫倩柔，目光从茫然到愕然，接着露出恍然大悟神色。南宫金罗，屏蔽天机之术，在见到其本人时，对于目击者来说便已无效，但要让所有人都想起，则必须暴露在大众视野里。记3个以上的人，这个设定在第2卷结束的时候说过。南宫倩柔颔首，原来你也是义父的案子，怀庆殿下知道吗？此人正是怀庆府上的侍卫长，心腹中的心腹，现在是怀庆陛下了。侍卫长说完，露出苦笑。以前不知道，但怀庆陛下接手魏公的案子后，便知道了。陛下宅心仁厚，没有处罚我，依旧愿意重用我。不过，他仍不知魏公出征前交给我的任务。陛下，南宫倩柔追问道：“义父给了你什么任务？”魏公交给在下2个任务。侍卫长忽然罢口，看了一眼身后的2名甲士。南宫倩柔望着2名下属，道：“你们退下。”是。2位甲士退了出去，顺势把门关上。侍卫长顺势在桌边坐下，先取出一个锦囊。魏公的第一个任务是，先帝死后，怀庆殿下若想替4皇子夺位，便让我来此处寻人。说实话，来之前我并不记得南宫金罗，锦囊里只有地址。南宫倩柔点点头，这是术士的屏蔽天机之术，京城里恐怕没人记得我了。自己是自己知道，除了义父之外，他和任何人都不熟络，而因果越浅，越记不起来。就像一个人如果没了父母，他会铭记于心，而对于一个陌生人的消失，却不会放在心上。你刚才说，怀庆殿下若是4皇子夺位，你便来找我，可你为何称怀庆殿下为陛下？南宫倩柔忍不住问出心里的疑惑。怀庆殿下登基了，是许银罗扶上位的。侍卫长笑道。南宫倩柔用了好一会儿，才消化这条震撼人心的消息，愕然道：“许契安扶上位？等等，袁景怎么死的？先帝是许银罗亲手斩杀的，魏公死后不久，许银罗便晋升超凡，现在更是2品武夫。”侍卫长满脸崇拜。等等，南宫倩柔抬了抬手，打断他的话，呆坐了半天，表情不太确定地问道：“魏公讨伐进山城是袁景几年的事？今日刚春季，魏公讨伐进山城是去年秋，距今5个月左右。”侍卫长用无比肯定的语气回复。所以我真的只是在这里待了5个月，不是5年，也不是50年。南宫倩柔捏了捏眉心。不急的话，你先告诉我外头发生了什么事。侍卫长当即把魏渊死后，许契安一人一刀在玉阳关外独挡30万巫神教大军，回京后怒闯金銮殿，斩杀昏君袁景，以及江湖行中的种种事迹，一直到近来的渡劫战，简单的概括一遍。尽管已经说得很简略，但南宫倩柔依旧听傻了，满脸呆滞。这样啊，他又捏了捏眉心，有种山中无岁月，世上已1000年的沧桑感。孙玄机屏蔽他时，没记错的话，那嬉皮笑脸只会和他争宠的小子是5品境的修为，
而且是出入五品。说吧，义父给你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侍卫长直言不讳。魏公交给我的锦囊里说，许七安和司天监会想尽一切办法复活他，倘若观测到观星楼有动静，便立刻离京来找你，让你打开第三个锦囊。魏公给了我此处的地址，他身为侍卫长，陛下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观星楼的情况，他看得一清二楚。义父复生了。南宫倩柔脸颊倏然涨红，涌起娇艳的红晕，他整个人微微颤抖，目光又激动又凶狠地盯着侍卫长。橘黄的光辉里，他眼眶有晶莹闪烁。这是魏公交给我的锦囊。侍卫长直接取出锦囊递过去，他相信任何言语也没有这份锦囊有效。南宫倩柔抢过锦囊，迫不及待地展开。反复观看后，他鼻子一酸，深吸一口气，没让眼泪滚下来。接着南宫倩柔起身从床底拉出一只木箱，取出2只锦囊，没有避讳身边的侍卫长，先打开写着一个2字的锦囊。倩柔，我给许七安留下了一枚血丹，我战死进山城后，他已是绝境之人，要么晋升4品，再服下血丹冲击超凡，要么死在贞德的清算中。他气运加深，多半能安然度过此劫。以他的脾气，晋升超凡后的第一件事定是杀贞德。太子性格怯弱，安于享乐，挑不起大梁，而怀庆素有野心且有气魄，他极可能趁机联合许七安政变夺位。然大凤还未到山穷水尽之境，朝堂诸公只认太子这位正统，夺位艰难，更不宜内耗。因此你要助怀庆压制禁军，以最快速度奠定大局，凭1万众骑兵的战力足以胜任。确实是让我助怀庆夺位。南宫倩柔放下纸条，打开了第3个锦囊。倩柔，当你打开这份锦囊时，意味着怀庆没有夺位，那么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奇袭云州。大凤13州中，云州人口只比楚州略多，那一脉想以云州为根基，北上伐凤，不管事先筹备有多妥善，兵力不足是最大的弊端。留在云州的守军不会太多，当然这仍然不是寻常军队能够吞下。因此我倾尽心血打造的这支重骑兵便有了用武之地，从马种到甲士，以及你们所穿铠甲、所用兵刃，皆为法器，足以横扫千军。我会通过心理暗示，让自己复生后记得留下克敌的底牌是奇袭云州，却不会记起你。因此你要询问我派来的案子，了解大凤和云州的具体战况，视情况做定夺。若大凤军不堪一击，被云州军和西域僧兵联手压制，或两军仍以青州为战场，处在决力状态，亦或云州有超凡留守，你便放弃奇袭云州的行动，并让通知你的案子迅速回京禀告于我。我会改变策略，放弃速战速决的计划，尝试掌兵在正面战场抗衡云州军。义父就没想过，万一他醒来时大凤败局已定。真到那时，许七安和怀庆多半不会复活他了。南宫倩柔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看向侍卫长道：如今超凡强者皆在征战，云州军损兵折将，兵临雍州，是个奇袭云州的绝佳机会。侍卫长笑道：我觉得可以。陛下说那许屏风算无一策，不会给大凤偷袭云州的机会，可他不会知道南宫金罗麾下的这支重骑兵，毕竟连位攻击不起你们了。南宫倩柔吐出一口浊气，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现在就率兵南下。侍卫长抱拳道：祝南宫金罗凯旋。观星楼夜幕之下，魏渊站在八卦台边缘，俯瞰沉睡中的京城。他先是眺望南边，沉吟不语，而后望向东北方向，眉头紧锁。他既已复生归来，如圣封印便破了，巫神又恢复了当初的状态，破开封印是迟早的事。现在想来，如果当初没有杀到巫神教总坛，眼下巫神已经彻底破开封印。古神破开封印也不远了，西域那位至今状态不明，但想来比古神和巫神情况要好很多，大劫将至。魏渊接着转身望向北境，臭小子，连骆玉衡都成了你的双修道侣。其实他现在已经隐约间猜到许七安想谋划着什么了，只是没告诉怀庆。笑骂一句后，魏渊轻声道：你做得很好。当然不是指睡了大凤第一美人后又把大凤国师睡了这件事，许七安能在他之后扛起大凤，这就很好。雍州城已经封城数日，城中百姓士卒一律不得进不得出，城头守军日夜巡视，古族的暗古族战士充当斥候，于阴影中监视着云州军的一举一动。只要不靠近云州军，暗古族的战士就是最隐秘的斥候。这几日整个雍州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里，尤其是城中百姓日日想着出城逃命。天机宫的密探们在城中煽风点火，制造恐慌，鼓动百姓作乱，冲击城门。雍州部正是姚洪难以管束，因为那些想出雍州城的百姓，贵族阶层里包括他自己本人，谁都知道雍州守不住了。徐州失守后，大凤最后的精锐不足5000，退守雍州。
就凭这点兵力，如何抵挡城外虎视眈眈的云州军？最后解决这件事的是许二郎，他把姚洪给杀了，然后让尸骨部的首领将姚洪转化为傀儡，先稳住了雍州官场，接着打着为富不仁的旗号，把闹得最凶的几个豪门抄家灭门，把闹事者抓起来斩首示众，再用抄家所得的财物、粮食救济百姓，在周棚前以3寸不烂之舌给百姓画饼。许二郎的口才极为厉害，很擅长蛊惑人心，只是平时用来喷人而已。换而言之，喷人能喷得如此出神入化，恰是口才好的证明。恩威并施之下，城中百姓果然安分许多。许二郎结束巡城工作，返回营房，看见楚采薇带着士卒挑着一桶桶的鱼进了厨房。这些鱼是雍州城河里捕捞上来的，除了吃之外，它还是一味药。准确的说，鱼皮是一味药，专用来治疗皮肤烧伤。由于火炮、火油等原因，大奉军里烧伤者极多，伤口不及时治疗，很快就流脓感染，最后只有一死。而药材的短缺不可能让所有伤员都能得到救治，于是楚采薇发明了鱼皮治烧伤，只需在烧伤处覆盖鱼皮，便能防止感染。这确实是楚采薇才能钻研出的法子。许二郎进了营房，正往自己房间走，途中遇见老师张慎。你来得正好。张慎沉声道。营房里那座传送阵刚传来宫里的掌印太监，是陛下派来的。我去召集所有4品议事。雍州城作为雍州的核心主城，孙玄机有在这里建设传送台，传送阵最多只能传送1州之地。何事？许二郎问道。张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陛下有旨，让我们连夜撤离雍州。许二郎的脸色也沉了下去。张慎之所以出来集结4品高手以及一些权位重的将领，是因为关于撤退的指令过于重大，而从官职来说，他只是杨公的幕僚，不是能做主的人。能做主的杨公昏迷不醒，生死难料，另一位能做主的被许二郎给宰了。从青州到浔州一路征战杀伐，这位皮相角色的文弱书生心里积攒了难以估量的戾气。搁在以前，给许二郎10个胆也不敢杀一位从2品的丞宣部正使。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并不是单指百姓，官员、士卒同样如此。很快，除了值守岗位的将领外，所有高层被召集在营房的指挥室大院里。这些人里有武林盟的几位帮主、门主，有楚元、整衡远、杨千焕等义军首领，有杨彦、陈英等朝廷中任职的武将，也有修为不高但领兵打仗经验丰富的元青州守军将领。值得一提的是，元青州都指挥使周密，这位除杨公外官职最高的人物已经牺牲在浔州。内厅，身穿蟒袍的中年太监待众人齐聚后，环顾一圈，沉声道：杨公伤势如何？左侧守卫的李慕白淡淡道：命是保住了，只是仍昏迷不醒，至于何时醒来，尚未可知。掌印太监皱起眉头，看向一侧背对众人的白衣身影。连杨千唤你都救不回来。那道背对众生的白衣身影昂了昂下巴，倨傲道：若非守妖明月摘星辰的杨某在此，杨公已经殉城了。掌印太监嘴唇动了一下，打消与杨千唤交谈的想法，收回目光，继续问道：姚洪呢？众人看向许新年。说实话，杨彦等人在官场沉浮多年，不到逼不得已之际，还真不敢杀从2品的布政使。而武林盟的门主帮主们更不会做这种事，一州布政使堂堂从2品，岂是他们这些外人说打杀就打杀？武林盟与大奉朝廷结了这么大的香火情，若是因为冲冠一怒导致关系破裂或心生嫌隙，那就得不偿失了。大概只有许新年有这份底气和果决，见苗头不对立刻掐灭，甚至知道大伙有所顾虑，主动站出来扛下这份担子。虽然不如堂哥许七安耀眼夺目，可这位数即事的能力、胆识、担当获得了杨彦等人一致认可。许新年语气平静地回应：姚布政使为了安抚官场，乡绅积劳成疾，在府上养伤，回头随便给姚洪一个殉国的机会就行了。许新年并不怕事情曝光后女帝兴师问罪，且不说怀庆会不会问罪，就算会，他回头把大哥往前一推，哪知虫儿敢出声。辛苦姚大人了。掌印太监咳嗽一声，直入正题：咱家今日奉陛下圣旨，命儿等连夜撤离雍州，保存实力，退守京城。无人说话，众人沉默着用眼神交流，也没有惊讶，只有愤怒和不愿。首先，雍州是最后一道屏障，丢了雍州，云州军就打到京城了。以许二郎等人的眼光，其实也能明白，在京城与云州军决一死战，胜算会大一些。可问题是，这是一步险棋啊，大奉将彻底没有退路。其次，把雍州拱手相让，许屏风的战力将再上一个台阶，云州军也会顺势攫取雍州物资，招兵买马。好不容易打废了云州军，难道要前功尽弃？最后，雍州城里的百姓怎么办？虽说乱世人命如草芥，可人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云州军若是屠城，这10几万的百姓……李慕白见无人说话，咳嗽一声道：
恕难从命。若是放弃雍州，那便是助长云州军的气焰，更会让他们恢复元气。北境渡劫战尚未有结果，可按照陛下的指示来做，就算许银罗打赢了北境渡劫战，我们也未必有胜算。别忘了，骆玉衡渡劫成功，也只是勉强追平战力，而不是说大凤可以反打云州。张慎淡淡道：陛下才情高绝，却不善领兵打仗，错估之处在所难免。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等亦有自己的主张，陛下事后怪罪，自可来找我张慎。杨艳等人是魏渊的心腹，也是女帝的心腹，但在这件事上却支持云麓书院的大儒。怀庆陛下才学不输男儿，甚至远胜一般才子，可他也是一介女流，他懂什么打仗？不过他们毕竟是女帝的人，心里想归想，不会表现出来。傅金门冷哼道：要退你们自己退，武林盟不退。杨崔雪摸着剑低声道：老朽的弟子们都死在了雍州，我也该死在这里，这样才不枉师徒一场。武林盟不归朝廷管，要走你们走。青州部将微微动容，热血激昂。陛下所料不差，这群人果然抗命了。掌印太监想起前往雍州前陛下交代的话，陛下说如果雍州守军集体抗命，便告诉他们魏公复生了。陛下料事如神啊。掌印太监深吸一口气道：这是魏公的命令。说完，他发现堂内陡然一静，落针可闻，众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那眼神非常奇怪，难以描述的奇怪。大概过了几秒，杨艳额头青筋凸显，一字一句道：你在拿我们寻开心。他发誓，如果这个死太监敢承认，他就敢当着众人的面一枪捅穿对方胸膛。掌印太监是怀庆府上出来的，见过大风大浪，丝毫不怵，不疾不徐道：魏公今日已经复活，陛下亲自招的魂。诸位不信，回了京城自可验证。堂内哗然，众人表情各不相同，狂喜的、茫然的、惊愕的、质疑的、激动的。张慎沉吟道：如果魏渊真的复活，那我同意退守京城，因为有魏渊执掌军队，那么退守京城的决定就不是孤注一掷，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众人仍然不信，魏渊早已战死在径山城，何来复生一说？这时堂内众人听杨千奂缓缓道：他没说谎。一双双目光立刻朝白衣术士的后脑勺聚焦而去。杨艳连忙求证，问道：你用望气术看了？你好像一直没转头啊。许二郎等人心里补充一句。杨千奂呵了一声，用一种缓慢的能急死人的语调说道：不，我没看。但他刻意停顿了一下，以此博取众人关注。好想打他。杨艳等人手背青筋暴起，忍不住握紧了武器。不管外人什么感想，杨千奂自己稳如老狗，不紧不慢地说道：但我在宋清的密室里见过魏渊的身体，也知道许七安一直在尝试复活魏渊。哦，是许银罗复活的魏渊。众人恍然大悟，杨艳等金罗心里的那点疑惑随之消散。如果是许七安在复活魏渊，那确实比掌印太监说的陛下亲自招魂复活魏渊的解释要可信许多。李慕白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环顾众人：那诸位觉得如何？撤吧。傅金门立刻道。当场所有人都选择撤离雍州，杨艳等人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即刻返回京城见一见魏渊。杨艳、陈英、杨千奂、掌印太监逐一点名，都是魏渊和女帝的心腹，外加一个逼王，道：你们另有任务，不用随军返回京城。杨艳等人相视一眼，道：魏公有何吩咐？掌印太监顺势取出锦囊，笑道：都在里面。掌印太监可以说走就走，大军撤离却是一个繁琐复杂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召集人马、转移军械钱粮，以及毁掉无法携带的床母和城头火炮。由于云州军就在50里外，为了不惊动对方，所以无法带上百姓大规模撤离，所以守军没有惊动百姓，但许二郎让苗有方带队，把那些有钱有粮的乡绅、官员统统带上，不愿意走的就以礼服人。此外，李慕白命人扎了草人，密密麻麻地摆在城头，用来迷惑云州军的斥候。黎明，天色最深沉的时刻，早已集结完毕的云州军在大军的掩护下悄然靠近雍州城。一位修为不错的斥候凭借强大目力，借助单筒望远镜眺望雍州城头，看见了黑暗中伫立在城头的密密麻麻的身影。不对啊！斥候抽了一口凉气，自语道：人数怎么突然激增数倍？难道料到我们要攻城？正常来说，城头不会有太多的守军值守，只保持一定数量，大部分士卒在城下的营房里休息，以保证身体状态在巅峰。警戒是斥候的事儿。这位斥候转头对同伴说道：回去禀告，就说城头情况不对，有大批人手值夜，恐防有诈。他担心己方的动向被提前预知，守军有了充分的防备，甚至制定了袭击计划。
斥候迅速前往云州军汇报情况，谨慎起见，大军停了下来，派遣斥候在周边游曳，收集情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东边渐露于白，漆黑的天色变得清明。这时候，云州军才发现不对劲，城头站着的竟然是一个个草人。草人！军帐里听闻汇报的戚广伯心里一沉，道：“派一名飞骑去探查情况。”朱雀军的一名骑手驾驭着飞骑冲向雍州城，在城池上空游曳了许久，折返回云州大军给出的回馈是：大奉守军撤离了雍州，营房空空荡荡。戚广伯不再犹豫，派大军兵临城下，轻易夺下雍州。一番摸索探查后，发现大奉守军带走了粮草、金银、军备，摧毁了大型器械，只留下10几万的雍州百姓。瓮城内，白衣如雪的许屏风听完戚广伯的汇报，并不意外，吐息道：“魏渊是要在京城与我一较高下呀。”一身戎装的戚广伯手按刀柄，缓缓道：“不愧是魏渊，这份果断，非一般人能有。与其死守雍州，保留高端战力和兵力，退守京城确实是更好的办法，但相应的代价却足以让一群经验丰富的老将、谋士左右为难。可魏渊附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雍州的兵力调回京城，增加京城的防卫力量。一名合格的统筹者，就是从这些细节里体现出来的。”戚广伯继续道：“钱粮和军备都带走了，不过百姓还在，家家户户都有些储备，雍州的江湖势力也还在，甚好。能生活在雍州城里的都是家境殷实者，掘地3尺，倒也能搜刮出一笔不菲的财富，补充军队开销。而雍州的江湖势力则可以拉拢，收为己用，填补战力缺失。”许屏风道：“稍作休整，待我初步炼化雍州，立刻北上。”魏渊想用雍州喂饱我们，拖延时间，岂能如他所愿？戚广伯深吸一口气，斗志昂扬。国师的想法是，北境渡劫战结束前，陈兵京城，逼许七安等超凡以京城为战场，彻底与大奉分个胜负。许屏风微微颔首，这场战打到现在，该结束了。难道还要与大奉再纠缠数月？我不会给魏渊喘息的机会，以快打快，速战速决。戚广伯点头，这也是他的想法。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战场推到京城了，确实可以为这场逐鹿之战盖棺论定。北境战事如何？伽罗术和白帝竟然还没杀死大奉方的超凡，他有些难以置信。许屏风道：“我的分身已经前往北境。”分身没有什么战斗力，他只是不放心北境战场，想亲眼看一看怎么回事。作为棋手，他习惯了把一切掌控在手中，所以当北境战事陷入焦灼时，心里便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可以肯定的是，渡劫战肯定出问题了。许屏风多少能猜出问题出在许七安身上，出在他那个越战越强的道。只是即使以他的智慧，依然没想明白什么样的力量能支撑一个2品武夫与1品鏖战如此之久。闻所未闻，他当然不知道，当时之中知道这个的人屈指可数，且都是活了无尽岁月的老怪物。那株不死树现在在皇宫里过得可滋润了。穆姨，你难道不知道吗？许灵月眨了眨眼，柔柔弱弱没有坏心肠的语气说道：“春季已过，我大哥和临安殿下的婚事就在半个月后，我娘竟然没告诉你。”皇宫里雅致的大院石桌边，木南之气道：“你娘整天就知道养花养花，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花神呢。”许灵月茫然道：“什么花神？没什么，我去一趟凤栖宫，见见那老女人。”木南之起身，许灵月吃了一惊，反复打量木南之，老女人是指太后吧？她到底什么身份，敢这么称呼太后？许灵月也不是非要弄清楚木南之的身份，只是这个突然混进许府，而后又被带到皇宫的长辈，表现出大家闺秀都望尘莫及的金贵和傲气。他明明那么普通，为什么却那么自信？许灵月当然也好奇啊。反正他待在家里挺闲的，替父亲和大哥二个做做袍子、靴子，看看书，便没什么事儿可以做了。以前家里还有一个小豆丁会缠着他，自打幼妹去了南疆，家里就清静了许多。偶尔会看看仁宗的道书，研究一下仁宗的心法。当初许七安入江湖时，他为应对母亲的逼婚，借着大哥的名头，顺利拜入仁宗，成为灵宝观的记名弟子，随着一位坤道修行。他当时问过大哥的，大哥同意了。闲着没事就喜欢找点事儿做，恰好这个叫木南之的女人就来了。木姨，我陪你一起去吧。许灵月随之起身，柔声道：“凤栖宫在何处？你未必知晓，我来过皇宫一次，可以为你带路。”木南之摆摆手：“不必，我自己去。”他心说，老娘当初在后宫混的时候，你这个丫头片子还没出生呢。许灵月提醒道：“那您千万不要冒犯太后呀。”木南之又摆摆手，边说边往外走：“不用你操心。”他心说，老娘14岁就压得太后黯然失色，我还怕这个老女人。许灵月望着木南之的背影，陷入沉思。过了半刻钟，
婶婶从后院出来，怀里抱着一盆绣珍竹，娇艳的脸上布满笑容。咦，你木姨呢？婶婶正要和好姐姐分享这盆漂亮喜人的竹子，左顾右盼，没看到人。去凤七宫找太后麻烦了。许灵月柔弱的语气说道。婶婶闻言一惊，连忙把怀里的竹子放在石桌上，急道：找太后麻烦？她一个民女去招惹太后，这不是嫌命长了吗？许灵月细声细气道：娘，木姨是傻子吗？婶婶一愣，嗔道：瞧你这话说的，你才是傻子，和林英半斤八两。他指头戳了一下许灵月。许灵月一脸委屈地说：既然不是傻子，那木姨心里自然有底。娘，你没发现吗？木姨对皇宫熟悉得很，那些乱七八糟的官名，什么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张口就来。我要没猜错，她要么是皇室宗亲，要么是后宫妃嫔。真的假的？婶婶张大嘴巴，一脸质疑。她要是后宫嫔妃或皇亲国戚的，她来我们家作甚？你这蠢丫头就知道胡思乱想。蠢丫头！许灵月叹息一声，失去了和母亲讨论的兴趣，单手托腮，望着绣珍竹发呆。婶婶道：娘去凤七宫看看，不能让你木姨得罪太后。娘现在知道了，原来太后也不敢得罪娘的。说着，看了一眼女儿清丽脱俗的脸蛋，眼睛又大又亮，五官立体，樱桃小嘴，皮肤细腻白嫩，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等气候转暖，娘就给你挑一挑如意郎君，你该成亲了。她说：哎呀，娘你快走吧，慢了，你的好姐姐就要被太后赐死了。许灵月不耐烦道：帮娘把竹子放到花圃里晒晒太阳。婶婶迈着急促步伐，群居飞扬地出了院子。许灵月托腮，眯起灵气四溢的眸子。听到大哥和临安公主的婚事反应这么激烈，这位木姨不管是后宫嫔妃还是皇室宗亲，与大哥关系都绝非一般又一个。许灵月叹息一声，秋波流转的眸子看向身前的绣珍竹，她轻轻挥舞袖子，一股清风拖着盆栽，稳当当的飘过10几米的距离，落入花圃。说起来，她近来学会了驱使物品，但她不知道这算什么水准，毕竟已经很久没去灵宝关了，都是自己一个人根据人宗心法瞎琢磨。道门7品石器，皇宫很大，大到婶婶走得气喘吁吁，走出一身细汗才赶到凤七宫。她很轻易就进了后宫，没有人拦着，一来她的身份地位摆在这里，后宫之人谁敢得罪；二来后宫是男人的禁地，却不是女人的；三来自从女帝登基，后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虽说仍不许男子进入，但这里已经变成太妃们的养老之地。刚到凤七宫门口，婶婶看见木南枝掐着腰，雄赳赳气昂昂的出来，一副打胜仗的小母鸡模样。林月说：你来凤七宫了？婶婶迎上去，关切道：没出什么事吧？能出什么事？我来这里就跟回家了一样，上官当年不是我对手，现在依然不是我对手。木南枝哼哼唧唧2声。他是来找太后退婚的，太后不同意，一个气焰跋扈自信无敌的花神，一个无欲则刚油盐不进的太后，于是吵了起来，相互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最后是木南枝赢了。花神和女人撕逼就没输过，手串一摘，垫着脚点就能把天底下的女人压服，再加上游历江湖期间学来的粗鄙之语，可把太后气得不轻。木南枝说完，猛地发现自己得意忘形了，说漏嘴，连忙看向婶婶。婶婶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对了，上官是谁？他完全没察觉出来吗？木南枝放心了，心里升起相逢恨晚的感觉，觉得婶婶是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没事，我们回去吧。木南枝拉着婶婶往回走，他脸上笑容渐渐消失，一脸郁闷。虽然吵架吵赢了，目的却没有达到，太后并未同意退婚，当然他也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权力根本左右不了太后的决定。等许宁燕回来再说。花神暗暗下决定，刚走出没多远，迎面看见穿帝王长服的怀庆乘坐大辇缓缓而来。陛下。婶婶是很有规矩的贵妇，连忙行礼。怀庆脸色柔和的颔首，了一声，接着冷冰冰的看一眼花神，后者还了他一个白眼。双方擦身而过，怀庆乘坐大辇进入凤七宫，在宫女搀扶下，他下了大辇，不需宦官通报，一路进了屋，看见太后脸色铁青的坐在岸边，一副余怒未消的模样。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她不是死在北境了吗？见到女儿到来，太后大声质问。母后这是吃了火药桶。怀庆心知肚明，却装作不知道怎么回事，淡淡道：她并没有死在北境，跟着许七安回京了，成了许七安的外室女帝，轻描淡写一句话，给花神盖棺论定。太后虽然早已料到，听女儿证实后，仍觉得荒诞不羁，难以置信。木南枝比她小许多，但也比许七安年长17、18岁。她居然把木南枝金屋藏娇养在外头，眼里可有礼义廉耻。太后心里抵触的另一个原因是，木南枝也曾是元景后宫里的妃子，是和她一个辈分的人，而许七安在太后眼里是子女辈，这就让人很难受。
所以母后退婚便是了。怀庆图穷匕现，为什么要退婚？太后淡淡道：姓许的私德有亏，但既然和临安两情相悦，总好过把他交给不爱之人。再说当今大凤，有谁比他更配得上临安？怀庆脸色微微一沉，语气冷了几分，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临安是母后所出。太后语气同样冷淡：他是纯粹之人，比你讨喜。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他希望有情人能终成眷属，仅仅是看着他就很满足了，仿佛因此弥补了当年的遗憾。怀庆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道：朕不是个纯粹之人，所以就算现在很不开心，也还是要把一件事告诉你。太后看着他，怀庆淡淡道：昨日魏公复生了，他捐躯之前便已经为自己想好了退路。5个月来，许七安一直在想办法搜集材料，炼制法器，召回他的魂魄。他暂时不会来见你，他说希望能轻轻松松的来见你，而非像当年一样背负着国仇家恨。说完，怀庆转身离去。太后愣愣地坐在岸边，脸上没有表情，2行泪水无声地划过脸颊，无止无休。一支浩浩荡荡的重骑兵穿过禹州边界，进入了青州。南宫倩柔没有急着赶路，吩咐队伍换上云州旗帜后，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往南推进。重骑兵无法长途奔袭，缓行才能持久。但南宫倩柔吩咐队伍减速的目的，仍然不是为了节省战马体力，而是在等人。南宫将军，此去云州路途遥远啊，我们行军速度缓慢，不如换走水路吧。经验丰富的副将快马加鞭，赶上南宫倩柔，与他并驾齐驱。以重骑兵的速度，青州到云州少说也得半个月的路程，再从云州边界到白帝城又得3-5天，这还不算攻下白帝城的时间。南宫倩柔淡淡道：不急，慢慢走着。副将欲言又止，最终选择相信南宫倩柔，相信魏公。南宫倩柔不再说话，边走边审视四周环境。自进入青州后，一路行来人烟绝迹，只是5个月的时间，中原竟变得如此萧条凄惨。即使性子有些凉薄的南宫倩柔，内心也感慨万千。晌午时分，缓行中的重骑兵忽然察觉到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而来。南宫倩柔抬起头，眯着眼，并不慌张，反而嘴角微微翘起。庞大的御风舟在重骑军前方降落，船舷边缘站着7人，其中1人背对苍生。南宫倩柔望着脸色冷峻、缺乏表情的某人，笑道：好久不见。杨艳微微颔首。副将恍然大悟，一拍脑袋，惊喜道：原来您是在等帮手。南宫倩柔挑了挑嘴角：你能想到的纰漏，魏公会想不到。只要重骑兵离开那座废弃军阵，被超过3个的旁人看见，屏蔽天机之术自解，这时义父就会记起自己留下的是一支重骑兵。以义父的智慧，只要记起重骑军，那么计划中的所有纰漏，他都会在脑海中填充弥补，比如缺乏攻城武器，比如缓慢的行军速度等等。南宫倩柔跟了魏渊这么多年，对魏渊这点信心还是有的。杨千唤负手而立，背对重骑军，淡淡道：1万人，得分3次运载，预计明日黄昏前抵达云州。不过我们要去的不是白帝城。南宫倩柔皱眉道：不是白帝城。他已经从怀庆的侍卫长那里得知，500年前那一脉入冬时便在白帝城称帝。杨艳不是个爱说话的人，看了一眼身边的陈英，后者笑呵呵道：云州不可能有超凡强者，且大军主力北上伐凤，留下的守军即使不少，也不会太多，他们肯定有防备釜底抽薪的手段。那么以云州的情况来说，会是什么手段？南宫倩柔略一沉吟，恍然道：藏在山里，据险关，依地势，便可抵挡10倍于己的兵力。他望着陈英，啧啧道：你这小子的脑子还挺管用的。陈英咧嘴：是魏公留下的锦囊里说的，我不需要动脑子，魏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当初讨伐晋山城不就这样吗？反正从没输过。他说着拍一拍船舷，笑道：杨千唤负责找人，我们乘这件法器直接空降，一举端了叛军老巢。杨千唤顺势道：手邀明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休要废话，速速上来。他语气有些急切，恨不得立刻凯旋，然后督促翰林院的史官把这场战役写进大凤史书里。名字都想好了，许虽嚣狂，王许必换杨千唤，终结云州叛乱。许既可以是许屏风，也可以是许契安，一词双义。翌日，京城天蒙蒙亮，冷风吹在脸上，已不如半个月前那么寒冷。文武百官在鼓声里穿过午门，过金水桥，按照官职于官场，台阶立定，朱公则进了金銮殿。女帝并未让朱公久等，很快穿着龙袍，头戴冠冕，气质威严冷艳，在太监的搀扶下缓缓登上御座。正常奏对后，怀庆凤目微眯，望着殿内朱公道：昨日
朕已命杨公等人撤离雍州，退守京城，不妨之事就有劳众爱卿协同了。他语气清冷，语调缓慢，就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听在诸公耳中却如晴天霹雳。一瞬间，心里涌起的恐慌和愤怒几乎要将他们吞没。愤怒于女帝独断专行，刚愎自用，退守京城。可京城要是保不住呢？偌大的雍州，说让就让，这不是资敌吗？陛下岂可如此糊涂？手府前亲书又惊又怒，数万将士以命相搏，才守住雍州，才拼光敌人精锐，岂能拱手相让叛军？陛下是想让500年前的旧事重演吗？激进的人说话要重一些。糊涂，糊涂啊！职业喷子给侍中则不留情面，怒斥道：陛下是要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吗？陛下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险些就要骂出昏君、女流之辈果然不堪大用这类的话。不怪诸公心态炸裂，因为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以往云州叛军气势汹汹，打完青州打雍州，诸公们复有诗书气自华，个个都有劲气。可这是因为青州也好，雍州也罢，毕竟还没到京城啊。而现在退无可退，京城一破，全部完，已经关乎到切身利益、生命安危。也有部分人是恼怒怀庆，做事不商量，这么重要的决定居然独断专行，祸国。众卿稍安勿躁。女帝清亮如潭的眼睛里很好的藏着戏谑，之所以事先隐瞒，便是为了让京城百官破釜沉舟，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凝聚财力物力。当然前提是要让文武百官看到胜利的希望，否则就是玩火自焚了。殿内喧哗声稍稍停歇，诸公依旧满脸愤懑，或惶恐，或担忧，觉悟不高些的已经开始思索着将来大势已去，以什么样的姿势投敌。女帝淡淡道：朕要引荐一位故人给诸公。引荐和故人是自相矛盾的词汇，让诸公有些不解。女帝望向金銮殿大门，高声道：薛魏渊。诸公豁然回首，看见清明的天色里，一袭青衣迈过高高门间，他两鬓斑白，双眸里蕴含着岁月沉淀出的沧桑。他走过这一条长长的地毯，就像走过一段漫长时光，重新来到诸公面前。这个男人回来了。满殿诸公、勋贵、皇室宗亲，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追逐那道青衣。魏渊，他回来了。熟悉的青衣，熟悉的容貌，熟悉的气质，熟悉的斑白的鬓角。殿内殿外，在这一瞬间出奇的安静。大音希声，震惊过头之后就是沉默。魏渊拜见陛下。魏渊走到御座前，拱手作揖。怀庆目光扫过群臣，嘴角一挑。众卿为何不说话？直到这个时候，殿内依旧寂静，无人应答女帝的话。他们死死盯着魏渊，有的人瞪大眼睛，试图找出这是一个假货的证据；有的人眼眶微红，热泪已然酝酿；有的人是欣喜若狂，激动得浑身发抖。魏公，县尉党魁首刘宏双目通红，颤巍巍地上前，仔细审视，哽咽道：您不是战死在径山城了吗？他问出了殿内群臣的疑惑。对于眼前出现的大青衣，诸公心里持怀疑态度。魏渊死在径山城也有小半载，外人只知魏渊为国捐躯，而他们知道更多的细节。当时死的时候，肉身可以没有带回来的，身体都没了，这还怎么复生？魏渊温和笑道：死而复生罢了，没什么好奇怪。死而复生罢了。女帝补充道：魏公捐躯后，许七安一直在想办法复活魏公，为他重塑肉身，炼制法器，召唤魂魄。春祭日时，朕亲自召回了魏渊的魂魄。诸公这才明白过来，当日春祭时女帝没有到场，原以为他是心情不佳，无心春祭，没想到暗中复活了魏渊。是许七安替他重塑肉身，召回魂魄的。文武群臣恍然大悟，心里的疑虑顿时消散不少。并非他们信不过女帝，好吧，就是信不过。即使女帝才华横溢，但她终归是个凡人。她说自己复活了魏渊，诸公打心眼里不信。但如果是许七安的话，诸公就愿意信，因为许七安是二品，当世顶尖人物。原来许银罗早就有对策了，他一直在暗中努力复活魏渊，谋划许久了呀。早知道，我等也不用日日担忧。诸公心情复杂的议论，心里大定。原来在不知不觉中，许七安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那小子有时让人恨得牙痒痒，可还是那句话，当与他站在一个阵营时，却又莫名的心安。见群臣又开始议论，魏党的骨干们满脸激动，语无伦次。女帝看了一眼掌印太监，啪！中年太监甩动手腕，鞭子抽在光亮可见的地面。群臣安静下来，女帝声音清冷威严：叙旧之事留到散朝再说。退守京城是魏公的意思，众爱卿意下如何？同样的问题第二遍问出口，诸公却不说话了。他们面面相觑，然后看一眼女帝，又看一眼魏渊。好一会儿，刘宏、张行英等魏党成员高呼道：
一切听从陛下决断。接着是钱钦书等王党成员纷纷表示听从女帝决断，退守京城，与云州军决一胜负。他们不是顺应大势的屈从，而是真心觉得有希望。纵使以前与魏渊是政敌的王党，见到魏渊出现的刹那，就像昏暗的天空里劈入一束曙光。从初出茅庐的北境之战，到震撼古今的山海关战役，再到秋收时10万大军推平巫神教总坛进山城，大奉军神就没败过。怀庆抿了抿嘴唇，心情有些复杂的说道：有劳众爱卿协同魏公，共守京城。退朝。驾！豪华马车疾驰在皇城宽敞的街道，车轮滚滚，驾车的车夫仍不停地抽动马鞭，并非他焦急，而是车厢里的首辅大人不停催促。车夫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怀疑老首辅王真文时日无多，前首辅急着去见最后一面。很快，马车在王府外停靠，钱钦书没给护从搀扶的机会，稳健地跃下马车，快步走入王府，一路穿过外院，曲折回廊，来到王真文的卧房外。王府管家一路陪同，道：钱首辅，容小人去禀告老爷。钱钦书不理，径直来到卧房外，这才看向管家，示意他去敲门。管家愁眉苦脸的照做，小声道：老爷，钱首辅来了。他不敢喊得太大声，怕惊扰王真文休息。没多久，一名小婢女打开卧房的门，低声道：老爷请你们进去。钱钦书迈过门槛，进入卧房，看见王真文脸色灰败的坐靠在床榻，正侧头望来。看你的脸色，似乎遇到了大事。王真文吐出一口浊气，沉声道：是不是雍州失守了？寻州失守后，王真文就经常失眠惊醒，精神愈发疲惫。以他的经验和眼界，知道雍州失守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雍州失守后，云州军可就兵临京城了。钱钦书沉默措辞片刻，道：雍州确实没了，但这是陛下下令的，说要退守京城，与云州军决一死战。王真文愁容满面，这是一步险棋，我理解陛下的意思，在京城打肯定要比在雍州打更好。不管是军队、城墙、器械和物资，京城储备都非常丰富，能打一场持久战。只是他忽略了人性啊，大军兵临京城，势必造成百姓和官员恐慌，人心一旦散了，便没法打了。王兄看得透彻。钱钦书喟叹道：今日听闻陛下主动放弃雍州，退守京城时，我亦有种如临末日的恐慌。不过魏渊回来了。这句话说完，他看见王首辅表情猛地一滞，像是凝固的画卷。好一会儿，这位老人拧动脖子，枯败的脸庞转过来，死死盯着钱钦书，一字一句道：你说什么？钱钦书正色道：魏渊复活了，许七安为他重塑了肉身，春季日时，陛下亲手召回他的魂魄。今日在朝堂上，我反复观察他，确实是魏渊，容貌可变，但那份气度、眼神和谈吐却是模仿不来的。而且勋贵中不乏高手，若是易容，早就看出来了。陛下说退守京城是魏渊的决定。王真文听完，愣愣许久，道：文武百官是什么反应？钱钦书回答：如今正积极参与布防，各司其职。散朝时我仔细看过，虽说脸色依旧不太好看，倒也无人悲观。哎，这领兵打仗的事，只要有魏渊在，就是让人觉得心安。他回来的正是时候，京城人心可定。说着说着，他突然发现王真文歪着脑袋，闭着眼，很久没有动弹。钱钦书心里陡然一凛，嘴皮子颤抖地喊了一声：王兄。他伸出颤抖的手，眼神悲痛，小心翼翼地试探鼻息。下一刻，钱钦书如释重负，神色一松，只是睡着了。边上的婢女小声道：老爷近日睡不踏实，即使睡着了，也常常惊醒，一个人睁着眼发呆。钱钦书缓缓点头，轻声道：好生照顾着，别惊扰到他。离开前，他在房门口驻足，回望王真文安详的睡容。你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北境，一道白衣身影于青光升腾间不断闪烁，每一次闪烁的距离是3里。这具白衣身影的容貌与许屏风一模一样，是他炼制的分身，其本质是一具傀儡，由金铁打造而成，刻画28座阵法，战力大概等同出入4品的高手。许屏风分出一缕神念，寄宿在傀儡上，把它当作分身。这种分身，他最多只能同时操纵2具，一具留在乾隆城，一具随身携带。再多的话，就容易分散心神，平时倒是无所谓，但他还得应付寇扬州这位2品武夫，所以不可能分出太多神念。北境的战事牵扯整个战局，白帝和伽罗术迟迟没有打赢，这让许屏风嗅到了一丝不妙。他必须亲眼看看是怎么回事。穿过广袤的无人区，极目远眺，荒凉的平原尽头出现黑压压的云层，以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许屏风从远处的云层里察觉到了天劫的气息。骆玉衡的雷劫果然没有结束，看这股气息应该是土雷劫，
许屏风降低了传送速度，谨慎的靠近。毕竟这具傀儡只是出入4品天劫的一缕气息，超凡战的一抹余波就能让它灰飞烟灭。轰！当靠近劫云3里处，一道可怕的冲击波狂潮般掀起。许屏风当即撑起防御阵法，于身前凝成6边形屏障。砰！防御阵法只维持了3秒，就被狂暴的冲击波撕裂，傀儡身躯当场震飞，胸口深深凹陷。换成4品术士，这样的伤足已丧失战斗力。但傀儡不会死，不知疼痛，许屏风贴着地面传送了2次，终于来到劫云的边缘。同时，他也看见了2处战场，看见了白帝许七安，看见了伽罗术、阿苏罗和金莲赵守。其他人直接略过，许七安的模样让许屏风一阵茫然。许屏风看到嫡长子时愣了一下，如果单从外观判断，他不认为自己会生出这样的怪物，这绝非是他血脉。与白帝对战的人形生物，头顶长着一簇娇艳的花，身躯覆盖漆黑开裂的树皮，四肢缠着藤蔓，藤蔓上长满嫩绿的叶片。这哪里是人，分明是一个树妖。如果不是悬浮在上空的浮屠宝塔，手里握着的镇国剑以及浑厚的众生之力，许屏风绝不相信眼前的怪物是许七安。还有一点，他显露出的气息已经达到2品巅峰，这是抛开众生之力加持的情况，仅是个人气息就已达到2品境的巅峰，与阿苏罗相差无几。当然，2品巅峰和1品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但有了镇国剑、浮屠宝塔、众生之力以及蛊术等手段的辅助，许七安很勉强的在白帝手底下苟且偷生。许屏风终于明白为何渡劫战迟迟没有结束，他这个嫡长子以一己之力比肩阿苏罗、金莲和赵守，填补了战力不足的缺陷。以武夫的韧性和耐力，纵使伽罗术和白帝力压对手，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杀死他们。不是他们不够强，而是体系特性的问题。哟，火急火燎的跑楚州来了，看来雍州的战事并不理想啊。树妖许七安注意到了傀儡的出现，一剑斩灭水雷球后，笑盈盈地望过来。白帝停了下来，侧头看向许屏风。伽罗术和阿苏罗等人自然不可能察觉不到多了一位旁观者，就像许屏风迫切想要知道北境战事的情况，他们也关切中原战场的局势。可别这边打生打死，那边已经城破人亡。许屏风不理睬嫡长子的挑衅，朝众人传音道：雍州已经夺下，云州军此刻已向京城进军。傀儡无法开口说话，只能传音。另外，他刻意选择向所有人传音，给阿苏罗等人制造心理压力。心态上的改变会影响应敌状态，而对大凤方的超凡来说，一个细微的错误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异。伽罗术菩萨吐息道：善。白帝狞笑一声，对云州军的进展非常满意，打下大凤，坚正必死，他便可顺利炼化守门人灵运，为后续大劫做铺垫。阿苏罗和金莲道长心里一沉，果然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们旋即发现许七安和赵守表情轻松，没有丝毫凝重。赵守笑了笑道：魏渊复生了。阿苏罗并不知道魏渊是谁，心中的沉重不减，金莲道长却脸色一松，露出笑容。甚好。在超凡境战力大抵持平的中原战场上，有魏渊坐镇大局，运筹帷幄，大凤几乎不可能输。尽管金莲道长不知道魏渊会有什么底牌，但他对魏渊无比自信。人的名数的影。伽罗术闻言，微松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阿苏罗始终观察着对手，捕捉到了伽罗术前后的情绪变化，有些诧异地问道：魏渊是谁？他问的是赵守和金莲道长。金莲道长评价：擅长统筹领兵，修行天赋也不错。阿苏罗皱皱眉，心说就这。赵守补充道：他和监正对弈，没输过。阿苏罗沉默一下，缓缓露出笑容。很好，他把心里的顾虑和担忧尽数排除。另一边，许屏风审视着嫡长子，传音问询白帝：他是什么情况？白帝下意识地舔了舔嘴角，眼里闪烁着贪婪和渴望。他体内有不死术的灵运，不死术是远古神魔之一，拥有冠绝古今的生命力，永恒不死。即使是当年的大动荡，也没能真正磨灭不死术。相比起来，武夫的不死之躯在不死术灵运面前不过小道。木南枝是花神转世，灵运永存。如此看来，花神的前身是不死术，许七安与他双修，攫取了不死术的灵运，难怪他能越打越强。许屏风立刻悟通其中的关键。越打越强的现象有违常理，从2品初期攀升到2品巅峰，也已超出了爆发潜能的范畴。但如果许七安体内有不死术灵运，通过他特殊的意，在战斗中一点点吸收炼化，便能解释越打越强的现象。白帝笑道：不必担心，他体内的灵运所剩无几，除了不死术本身，任何生物都只能吸收部分灵运，用一点少一点。在落玉横渡完4相劫之前，我有把握杀他。在这方面，曾经吞噬过不死术部分躯干的他很有发言权。许屏风这才松口气，一颗心落回肚子里，
白帝作为一名岁月悠长的神魔，且接触过不死术，他的判断必定不会出错。众人偃旗息鼓，罢手之际，滚滚飞扬的沙尘不知何时平息了。土雷劫安全度过，下一秒，高空中翻滚的墨云加剧，轰的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继而暴雨倾盆，粗如指头的雨柱倾泻而下，天地间尽是蒙蒙雨雾，一片模糊。白帝望着前方被雨幕模糊了的身影，默然笑道：“你以为我为什么有把握在四香劫结束前杀死你？我在等待水雷劫，这里将是我的主场。”话音落下，翻滚的云层里劈下一道闪电，劈在他头顶的断角处。这不是天劫，而是正常的雷电，但沾染了部分天劫的气息。蒙蒙雨雾中，一道道扭曲的雷电以犄角为中心，不断朝外散射，宛如乌贼的触手。雨幕中的白帝犹如主宰此方世界的王者。京城，城门大开，一列列车队沿着官道驶入京城，随行的还有背着包裹的行人以及乘坐马车的富户。城门头，司天监的术士配合守城士卒盘问甄别碟子。布防工作中，坚壁清野是重要的一环。京城地界有长乐和太康两县，此外亦有大小村镇10几。长乐和太康中各有守军3000，火炮床弩一应俱全，两县与京城遥相呼应，交战时互为援兵，守望相助。但村镇就没有防守的条件了。为了不让叛军剥削到粮食，朝廷决定把村镇里的富户、地主引入京城，收取相应的入城税。这对地主们来说是举双手赞同的好事，缴纳部分钱粮就能获得庇佑，肯定比被叛军抢夺要好。前者只需支付部分代价，后者却可能惨遭屠戮。城头，大量民工来来往往的忙碌着，或加固城墙，或搬运巨石、滚木等守城武器。炮兵检验着床弩、火炮是否能正常使用。不同的兵种检验不同的器械。部族们成群结队地在马道上狂奔，做着最短时间抵达值守区域，尽快熟悉不同武器的位置等看似无意义的演练。在官员积极配合下，布防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司天监，孙玄机带着袁护法来到宋党根据地炼丹室，20-30名白衣术士忙碌着，有的在炼钢，有的在打铁，有的在制作火药。孙玄机猛地左右顾盼，而后表情微松。袁护法恰到好处地替他说出心声。幸好钟师妹不在，这群只知道做炼金实验的蠢货，怎么敢在楼里制炸药？仿佛是按下了静音键，炼丹室一下子安静。白衣术士们默默停下手头工作，面无表情地看了过来。孙玄机嘴角微微抽动，边上的宋清耸耸肩：“放心吧，我和钟师妹打过招呼，她这段时间不会离开弟弟。”孙玄机点点头，假装刚才的事就此接过。袁护法盯着宋清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说道：“这个哑巴，原来天天在心里腹诽我们。”呸！宋清脸色陡然僵住。孙玄机和宋清师兄弟沉默地对视了几秒，一个取出了木夹，一个抽出了砍刀。带着木夹的袁护法被赶到走廊里罚站。宋清取出一块2指高的蝶形金属柄，说道：“这是我新做的武器。”孙玄机没说话，审视着蝶形金属，等待宋清的解释。它的威力不比炮弹小，但不是用来发射的，而是埋在地里。宋清指着金属柄表面的凸起，道：“这里设了火石，只要一踩上去，火石就会擦着，点燃火线，轰的一声，人马俱碎。6品铜皮铁骨最多只能挨2下，4品武夫要是敢一路踩下去，也得分崩离析。对了，我还在里面填了大量白磷，一旦粘人，便如枯骨之躯，无法扑灭，不死不休。可惜的是，白磷只能用在冬季，现在天气寒冷，不用担心它会自燃。这玩意叫地雷，是许公子取的名儿。他最近一直在研究如何制作地雷，灵感来源于许七安给的一本叫《火器百科》的书。据许云罗说，这是他呕心沥血所作，被这群炼金术师缠的没办法，随手乱写敷衍了事。里面记载了一些堪称天马行空的武器，比如坦克、战斗机、手雷、地雷、核弹等。宋清惊叹于许公子的奇思妙想，但里面关于武器的描述过于简陋。坦克铁壳子马车，内射火炮；手雷可以扔的炮弹；地雷埋在地里的炸药；核弹烧开水的艺术。宋清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地雷是最靠谱、最值得研究的武器，非常适用于大奉如今的状况守城战。坦克意义不大，一看就造价昂贵，而且遭遇高手多半是一刀就废。手雷的话能用火炮发射，为什么要用手扔？至于那什么核弹，宋清没弄明白武器和烧开水有什么关系。孙玄机听得眼睛发亮，言简意赅道：“亮，目前只有8000枚，都在走廊尽头的仓库里，劳烦孙师兄把他们带给城防军。”宋清说道：“这是他作为一个炼金术师能做到的极限，也是他向云州军的复仇。”平坦宽阔的城郊，一支7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着京城推进，云州旗帜在强风中猎猎招展。这支7万人的大军里，
真正的带甲士卒只有3万左右，其余人由民兵和杂牌军组成。这两者都由雍州俘虏的百姓构成，民兵负责押运粮草、火炮等军备物资，还得负责填平道路、烧火做饭等工作，杂牌军则是从民兵中挑选的青壮，每人配一把战刀，匆匆忙忙地赶上战场。像这类军种，不管是云州军还是大奉军都不会缺。不过精锐部队双方是越打越少。戚广伯高居马背，眺望着地平线尽头的巍峨雄城，悠悠吐出一口气。京城终于到了。他身后是姬玄、杨川南、葛文轩等得力干将。闻言，姬玄等人感慨万千。自起事以来，至今已有3月余，云州军一路把战线从南推到北，沿途留下了无数同袍和敌人的尸体。自古玉座之下，皆是白骨累累，王图霸业，由苍生鲜血汇成。戚广伯一家马腹，让战马往前窜出一小段距离，接着调转马头，面对大军，高声道：“王师出云州已有3月余，众将士随本帅出征，马踏中原，先后占领青州、雍州。如今大军兵临京城，胜利在望，打下此城，中原将是我等囊中之物。封王拜相就在今朝，谁第一个冲上城头，赏金1000两，封万户侯。”吼！数万人齐声怒吼，声浪宛如海潮，蔚为壮观。咚咚咚，鼓声如雷，大军开拔，朝着京城冲去。半个时辰前，浩气楼7层眺望台，青衣猎猎，鬓角斑白的魏渊负手而立，俯瞰着楼下的4名金罗、银罗以及铜罗，人数达300之众。魏渊语气温和且平静：“今日之后，活下来的人官升1级，赏金1000两；谁若死了，我亲自抬棺。”打更人热血直冲脑袋，眼神炽烈，吼道：“愿为魏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滋滋，粗壮如臂的雷电扭曲着划过半空，在地面抽打出2道焦黑，相应区域的雨水瞬间蒸干。许七安的身影从右侧20丈外一块石头的阴影里钻出来，噗噗噗，他刚现身，头顶的雨水便化作箭雨，变成弹幕，瞬间将他笼罩，在体表留下一个个浅坑。身为天生的水灵，在海洋和暴雨的环境里，白帝的力量提升一大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需要施展法力，从空气中摄取水灵，铺天盖地的雨水宛如他肢体的延伸，随时随刻化为己用，出手制敌。好痛！许七安龇牙咧嘴，他没有分心抵御铺天盖地的攻击，再次融入阴影里消失。轰！他利用阴影跳跃的那颗石头，下一刻便被扭曲张扬的雷电击碎。白帝头顶的2根犄角不停地释放一道道张牙舞爪，肆意张扬的雷电滋滋声令人头皮发麻。许七安或利用阴影跳跃，或以高速狂奔、侧扑、翻滚，以此躲避恐怖的雷击。但纷纷而下的雨幕却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开的，气机屏障挡不住白帝的水系法术，祭出浮屠宝塔，凭借法宝天然的坚硬，倒是能扛住几波雨势。这个过程中，白帝追逐着许七安扑咬，让他陷入举世皆敌般的环境里。时间1分1秒过去，许七安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他完全被压制了，能做的只有躲避，似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哗啦啦，积水旋转着升起，卷起泥浆和碎石，形成巨大的水龙卷。白帝闭上眼睛，停止了对画面的接手，耳廓微微一动，捕捉着周遭的一切声音。在他的感知里，世界是漆黑的，雨滴在黑暗中带起涟漪，每一处涟漪勾勒出一处声源，最后将真实的世界反馈到他的脑海。在这样的世界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这是白帝这副身躯的天赋神通。找到了！白帝猛地睁开眼睛，蔚蓝瞳孔凝视某处，水龙卷凶猛地撞了过去。被白帝目光凝视之处，恰好浮现许七安的身影。许七安刚从阴影跳跃的状态中浮现，忽觉双脚一紧，脚踝别2条雨水凝成的触手缠住，而迎面是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以雷霆万钧之势撞来的水龙卷。糟了！他心里一沉。远处观望的许屏风负手而立，姿态悠闲。水龙卷蕴含的狂暴之力，让许七安清楚地认识到，一旦被卷入其中，身躯必受千刀万剐之苦，而且被大量的水包容于内，等于把性命交给了白帝。没有丝毫犹豫，后脑的火环轰地炸开，就像炮弹爆炸时的火光。金刚神功大成后，在脑后形成的这道火环，别看它平时挂在后脑勺，看似没太大用处，其实至刚至阳，专克阴冷邪祟以及水系法术。吃吃，缠绕在脚踝的触手蒸干，形成气雾。此时水龙卷已在眼前，容不得他施展阴影跳跃。许七安果然倒退，凭自身速度快于水龙卷的优势拉开距离，同时他握紧了镇国剑，坍塌所有气机，收敛所有情绪，猛地朝身后斩出。武者对危机的预感给出示警，形成画面，白帝于他身后浮现，展开獠牙扑咬。黄澄澄的剑光以摧枯拉朽之势斩灭身后的敌人，让他溃散
成吨的雨水。不，它本身就是用雨水凝成。假的！许七安瞳孔微微一缩，下一秒，他被呼啸撞来的水龙卷吞噬。白帝嘿了一声，这是他天赋神通中层次极高的一种法术，可以模拟出一尊与本体气息一模一样的分身参与战斗。之前一直没使用，是因为受限于环境，哪怕他能抽取空气中的水灵，要凝成一尊强大分身，也需要不短的时间。而这肯定瞒不过许七安。现在不同，暴雨倾盆，水灵充斥这方天地，是他的主场。水龙卷呼呼急转动，许七安的身躯一寸寸瓦解，就像丢入滚水中的冰块，血肉飞速剥离，多处地方露出白骨。浮屠宝塔亦被卷入其中，随着水龙卷呼呼转动，塔灵有金光欲冲起，但被水灵死死压制。镇国剑逆着水龙卷的方向飞舞，试图以一己之力破开白帝的法术。许七安身体时而阴影化，时而恢复原样，难以施展阴影跳跃逃离他被困在了白帝的法术领域。暗谷毕竟还没到超凡境，神出鬼没的前提是没有受到高位格法术的压制。阿苏罗等人心里一凛，他们原本就是在悬崖边游走，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但水雷劫形成了有利于白帝的主场，打破了他们苦心经营的平衡。滋滋，白帝犄角绽放出明亮张扬的电弧，两脚之间一颗雷球快速凝聚。赵守脸色微沉，屈指弹动如冠，凝望白帝，沉声道：退去300丈。白帝周边的空气出现扭曲，似乎要和其他地方的空间进行交换，但在下一刻，扭曲的空间抚平，纹丝不动。白帝依旧在原地。伽罗树菩萨双手结印，身后的不动明王法相做出同步动作，他封锁了白帝周遭的空间。滋滋，白帝脑袋猛地往前一顶，狂暴的雷电激射而出，照得周遭明亮一片。不输天劫的粗壮雷电撞入水龙卷，裹挟泥浆的浊流瞬间被照亮。许七安、镇国剑、浮屠宝塔的影子被映照出来，两件法器表面瞬间布满焦痕，光芒暗淡。他们不会惨叫，但迅速下跌的气息能判断出状态并不好。许七安身躯骤然僵直，而后快速碳化，焦脆的血肉愈发难以抵挡水龙卷的切割。远处，许屏风一言不发。如果傀儡有眼睛的话，那必然闪烁着狂喜冷冽，以及如释重负。要说许屏风平生谋划中最大的错误和纰漏，应该是嫡长子许七安。他的成长委实有些恐怖，从睡银案到如今，不过2年光景。这2年里，许七安从一名长乐县快手、区9品武者，晋升为2品武夫，跻身当世一流行列。而这一切都是国运加成以及种种机缘造就。许屏风的纰漏在于，古往今来，从未有人真正凝练半数国运于一身，因此就算是许屏风，也不清楚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术士体系里，1品术士虽与国同龄，但和许七安这样容纳半数国运是不同的。前者与国运生死与共，属于平等状态；后者直接将国运纳入体内，属于私有化。许七安踏入超凡之前的种种表现，许屏风并不在意。他踏入3品境，斩杀真德时，许屏风虽有诧异，但仍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建州一役，他才摆正心态，把这个嫡长子视做一个危险人物。可即便是那时，许屏风对他依旧是俯视的心理，不觉得嫡长子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存在。事实也是如此。封印监正之后，大凤几乎败局已定。他一个3品武夫能翻起什么风浪？这样的心态一直维持到寻州城外那场超凡战。许七安一夜之间挣脱束缚，晋升2品，并拉拢来阿苏罗、地宗金莲等盟友与他分庭抗议，隐约成为了大凤第1号人物，成为中原战争的旗手。许屏风不得不承认，他的嫡长子成为了自己夺取中原、晋升天命师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成为了能与他同台竞技的巅峰人物。这时，骆玉衡长啸一声，刚渡完劫的土象冲出肉身，自杀般的把自己撞碎在水龙卷内，让呼呼急转的水龙卷出现凝滞。土克水。紧接着，风象拖着神剑呼啸而去，闯入凝滞的水龙卷中，刺穿许七安的小腹，见势不减，带着他冲出了水龙卷。哼！白帝蔚蓝的瞳孔一眯，犄角雷电肆虐，一道道雷击追逐着飞剑和许七安，同时他似蹄如飞，封堵飞剑的去路。天劫和暴雨接二连三地劈在身上，骆玉衡七窍流血，水象濒临崩溃，他浑然不觉，操纵飞剑折转返回。既然逃不出去，那就进入天劫领域，向死而生。见状，白帝停了下来，呵一声，自寻死路。这天劫就算是他，也不敢随意闯入。2进1的天劫或许杀不了他，但绝对能重创他。以许七安现在的状态，进天劫必死无疑。呼，许屏风在心里吐出一口气，接着收敛所有情绪，重新变得云淡风轻，神念传音，还是嫩了些。伽罗树菩萨表情微松，道：把握机会，直接将2人扼杀在天劫中。这时，天空中翻滚的劫云出现凝滞，不再劈下雷劫，
铺天盖地的暴雨缓缓收敛，漆黑的云层迅速染上一层金霞，并迅速蔓延，让整片结云化作红铜绚丽的火烧云。最后一节雷火节，京城外，云州军大举压境，各营组成一块块方阵，打头阵的是扛着各种工程器械的步兵，第二梯队是炮兵和弩兵，骑兵在最后位置。高耸雄伟的城头，魏渊站在瓮城外，眺望着平原上的云州军，他自信忽略了乌合之众，望向后方那4000骑玄武军。杨公就是败在这支铁骑之下。身边的张慎脸色凝重的颔首，此军冲阵无双，即使四平五夫也要饮恨。武林盟的一位帮主就是为了掩护同门撤退，无奈陷阵，最后被活活磨死。要知道，玄武军里亦有不少高手，不缺四品。普通骑兵遇到这支无敌之师，一个回合就没了。而攻城方面，他们同样强大，抛弃了战马，这支重骑兵就成了重甲步兵，一身铠甲刀枪不入，火铳和弩箭都射不穿。玄武军的个体素质极强，完全能承担住甲胄的重量，还不错。魏渊点评了一句，目光上移，望向空中某处，下一刻青光升腾，出现一位衣袂翻飞的白衣身影。魏渊。许屏风居高临下的俯瞰城头，他出现的瞬间，城头守军里的高手如张慎、李慕白等浑身紧绷，如临大敌。这是一位2品术士，多年不见，风采一如往昔。魏渊笑容温和，他是认识许屏风的，只不过当年他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宦官，而对方已是权倾朝野的权臣，彼时的许党正如后来的魏党。再后来，他刚刚崭露头角，与北境大败妖蛮，成为朝堂新秀时，许党已经日薄西山。当年元景帝扶持魏渊，正是为了填补许党消亡的空缺。许屏风笑容淡淡，京城城墙里的阵法，我了然于胸，最多1刻钟便能尽数破解。你虽复活，却是一具肉体凡胎，不怕我杀了你？魏渊默然片刻，感慨道：这20多年来，你机关算尽，暗中推波助澜，置我于死地，才刚造反，就那么怕我？许屏风并不恼怒，笑道：当然怕，诡诈谋略，你非我对手。领兵打仗，我不如你，你不死，云州军连青州都打不下。当年你崛起之时，我已决心退出朝堂，你我未曾在朝堂争锋，始终是我心头的一桩憾事。今日你既已复活，咱们便好好掰掰手腕，也算了心愿。魏渊目光望向云州军，摇头叹息：结束了。今日是落玉横渡节的第13日，这场战役已经结束，我复活晚了，只赶上尾声。许屏风嘴角一挑，忘了告诉你，北境战事已了，许七安必死无疑，京城已是我囊中之物。魏渊的眼神从云州军挪开，望着许屏风，一字一句道：你说了。云州坐落在深山中的乾隆城，翻涌的云海之上，一艘巨大的船只缓缓探下身躯，轰！船身陡然一震，向势触礁。乾隆城上空，一座壳子浮现，挡住了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御风舟遭遇防御阵法拦截的瞬间，戴着兜帽的白衣身影从舟中飞起，低头俯瞰整座乾隆城。此阵由76座的煞阵组成，4平5夫也破不开，有些麻烦。杨千奂淡淡道。御风舟边缘，南宫倩柔皱眉道：你能行？杨千奂负手而立，用一种举世无敌的语气：手到擒来。4平5夫破不开，不代表4品术士做不到。他刻意这么强调，就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话音落下，杨千奂双脚轻轻落在防御大阵上，脚底亮起一道道圆阵。在外人看来，这些圆阵没什么区别，都是以八卦为基，勾勒出纵横交错的线条和扭曲的神秘符号。可当杨千奂扩散出的圆阵融入防御大阵后，这座笼罩乾隆城的护阵出现剧烈抖动，大阵内容的结构似乎出了问题，组成整个大阵的76座小阵快速瓦解。在阵法领域里，这种固化的大阵最容易破解，因为它的结构是固定的，找准弱点直接破解便是。这和布阵者的品级无关，火阵就是火阵，水阵就是水阵，就算是高品术士也没法让火阵变成水阵，顶多是结构复杂一点。任何阵法都是有相应破阵之法的，正如许屏风能破坚正留下来的阵法，杨千奂一样能破他布下的阵法。与南宫倩柔并肩的陈英松了口气，若没有杨千奂随行，单是这座守护大阵就够他们头疼的。魏公的闪电战术恐怕难以生效。陈英玄极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闪电战根本不会有意外。杨千奂是魏公指名道姓要求随军突袭云州的说明，魏公已经料到会有防御大阵的存在。嘿，魏公要是早些复生，青州也不会失守。陈英嘀咕道。说话间，下方的防御大阵轰然破碎，乾隆城内鼓声大作，留守此处的守军经历短暂的慌乱后，迅速恢复秩序，以鼓声示警，在城中集结。城头的士卒纷纷调整火炮口，
朝向天空。一群瓮中之鳖。陈英嗤笑一声，正要下令降落，突然看见御风舟外出现一位白衣人影。白衣人戴着铁甲面具，没有五官的脸默默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掌猛地朝外一推，圆阵瞬间扩散，撞向御风舟。圆阵中地风水火逐一亮起，散发恐怖的气息。陈英、南宫倩柔等四品武夫同时收到危机预警，脸色微变，心也跟着沉了下去。并非阵法攻击力能威胁到他们，而是脚下的御风舟无法承受这个层次的攻击。一旦御风舟被摧毁，船上的甲士会活活摔死。这个时候武夫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他们不怕阵法的杀伤力，但手段单一的他们也没有破解阵法的方法，更无法施展法术护住御风舟。千钧一发之际，天天摘星辰的男人降临了。杨千唤出现在船舷边，探出手掌轻轻抵在圆阵上，被推向御风舟的大阵无声无息间崩溃瓦解。杨千唤脚下传送阵亮起，瞬息间已至白衣傀儡身前，接着他伸出手掌抓向傀儡的脑袋。傀儡试图传送躲避，但在杨千唤掌心抓摄住脸庞后，所有阵法都失效了。许屏风。帷帽底下传来杨千唤低沉的嗓音：听说你封印了监正老贼，干得不错。掌心凝出火阵，烈焰喷涌而出，形成一道长达10几米的火蛇。待火蛇熄灭，手里的金属傀儡已经被烧得通红，头颅位置融化成明亮的铁水。这具傀儡不过初入4品的境界，能使用的阵法是炼制之初，许屏风刻在其中的阵法数量和威力都不大。而杨千唤是可以冲击3品天机师的资深术士，同体系还存在品级压制。南宫倩柔当即下达降落命令，船上的4000甲士整装待发，城内鏖战骑兵同样占据优势，至于巷战，大不了弃马便是。没了战马，他们一样是刀枪不入的重甲步兵。山顶位置，阁楼亭台遍地的高门大院中，紫衣中年人攀登阁楼，在隐卫的保护下眺望天空中缓缓降落的巨舰，立刻传信给周遭的寨子，回援乾隆城。紫衣中年人脸色凝重，沉声道：他并没有太过惊慌，昨日前线传回来捷报，云州军兵不血刃拿下雍州城，彻底占领雍州，大军即刻就能推到京城，与大凤决一胜负，终结这场逐鹿之战。眼下乾隆城虽然遭遇敌军入侵，但也可能是大凤最后的垂死挣扎。过去的1年里，大凤先是经历秋收时的径山城战役，10万精锐战死北方，还未休养生息，又迎来了寒灾。紧接着他在云州称帝，发兵北上，讨伐朝廷。时至今日，大凤还有多少强兵猛将？乾隆城里还有5000精锐，加上周边山寨里的，加起来有过万的兵马，足以御敌。夫人，夫人！幽静的小院内，一名婢女脚步匆匆地奔入，推开静室的门。屋内只有一位打坐冥想的美妇人，气态雍容，肤白貌美。夫人，快随我去地下室躲起来，敌人打进来了！婢女惊慌地叫道。美妇人愣了愣，继而神色复杂，分不清是喜是悲。她久居深闺，被禁足在此地，不得外出，只能通过身边的丫鬟传递，接收消息，对中原战事有所了解。昨日消息传回来后，乾隆城上下沸腾，上至高层，下至百姓，欢饮达旦，期盼着离开乾隆城，入主京城。乾隆城主曾经对城里的百姓许诺，将来夺得天下后，乾隆城的百姓个个都可以迁徙到京城，成为天子脚下的贵民。可知领军者为何人？美妇人急声问道。是不是许七安？婢女神色惶急。奴婢哪里知道？快些躲起来，不然那些当兵的冲进来就是一顿砍杀，可不会管您是什么身份。说着，他拉扯着主子往地下室方向疾行而去。乾隆城外的各处山寨此时正陷入激烈的战争中，成群结队的重甲部族顶着箭矢和火铳攀登，弹丸和箭矢打在他们身上，迸射出火星。对付这群戴上面甲后几乎毫无破绽的甲士，无能为力。杨千唤观测到乾隆城位置后，从望气术的反馈中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标注出乾隆城和周边寨子的位置。南宫倩柔几位将领一合计，便把众骑兵分成2路，一路悄悄在外围投放，而后潜伏起来。战争打响后，立刻攻占乾隆城周边的各处寨子。另外一路随御风舟出征，直接空降到乾隆城。这也是因为御风舟载重有限，无法将一人众骑兵连人带马的投放到乾隆城。事实上，就连空降的那一路先锋军也得分2批运载。北境结云形成瑰丽的火烧云，空气中的火灵以骇人的速度凝聚，气温迅速回暖，进入炎炎盛夏，继续攀升，将此方世界化作巨大的熔炉。最狂暴最可怕的雷火节要来了。吃吃，地面的积水快速蒸干，前一刻还是满地泥浆，下一刻干涸开裂。白帝眯着眼往后退了一小段距离，这样的高温让他有些不适。空气中的水灵几乎被驱散一空，他的水灵法术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无法施展，好在还能操控雷电。
犄角间，一颗往内坍塌的雷球成型，蓄势待发。骆玉衡抬起头，黑珍珠般的瞳孔里映照出红彤彤的云霞，他眼里闪过一丝怅然和悲伤。上一代人宗到手，他的父亲就是死在最后的雷火劫中。四香劫中，雷火劫最为霸道，可怕它不像金丹劫有9981道，也不像四香劫里的其他三劫先弱后强，层层加剧，它只有一道。挨过了便是陆地神仙，挨不过一身道行散尽，魂飞魄散。疼死我了！许七安体表的炭灰剥落，露出嫩白的皮肤，白地的水龙卷和雷击险些让他当场去世，原地飞升。好在五夫的耐操不是盖的，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细胞代替，伤势很快恢复，问题大不。只是这样的修复消耗的是他的体力和气机，因此气息有所衰弱。努力插花收集的灵韵还有接近1/3藏于体内，没有完全激活。他的力量已经到达2品巅峰，再往前就是1品的门槛，这显然不是花神的灵韵能办到的。许七安把手里的灰往骆玉衡羽衣上擦了擦，然后握住他的一双小手，笑道：别怕，渡完劫咱们就是逍遥天地间的神仙眷侣。感受到手掌间传来的温度，看着他灿烂的笑容，骆玉衡就不追究他弄脏自己袍子的事了，轻声道：如果失败呢？他对雷火劫有些许的心理阴影，当年亲眼看着父亲在劫火中化作灰灰，那就下辈子再做道侣。许七安笑道：如果是一死一伤，那就做亡灵骑士，危急关头他心态反而很稳。四目相对，骆玉衡轻视无瑕的仙颜不再高冷，多了一抹柔情。恰好此时层层叠叠的劫云中，一道水缸粗壮的宣鹤火柱冲天而降，它是那么的强大，扭曲了周遭的空气，掀起的热浪将在场超凡强者的衣物鬃毛纷纷点燃。它瞬间吞没了骆玉衡和许七安这对痴男怨女，把他们脚下的地面化作翻滚激荡的熔浆。就是现在，白地犄角间那枚蓄势待发的雷球骤然射出，电光一闪，明亮的雷球激射而去，沿途留下一道道电弧。轰！雷球冲散了火柱，一条条火蛇朝四面八方传射，火柱被冲散的间隙里，白帝没有看见许七安和骆玉衡，两人不见了。下一刻，火柱恢复原状，炙烤着大地。当时时，天空中传来高亢的龙吟，在场的超凡强者抬头望去，隐约看见火柱中有一条巨大的金龙逆着天火扶摇直上。在上面，他想干什么？白帝和伽罗树皱起眉头，后者停了下来，暂且饶过被打的妈都不认识的阿苏罗。火焰中，许七安拥着骆玉衡，逆着火柱越冲越高。骆玉衡已是万劫不磨之躯，肉身在火柱中保存完好，这不代表他安然无恙，事实上他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四香鹤肉身濒临崩溃，一旦扛不住就会化作灰灰。好难受，好难受！骆玉衡白皙的肌肤愈发的惨白，不是惨白，而是透明，他整个人就像是一具琉璃铸造的雕像。再这样下去，他会彻底燃尽生机，而后灰飞烟灭，与他父亲一样。别怕，有我在。耳边传来许七安的低语，骆玉衡的心一下子安定了，像是狂暴海洋里的扁舟，进入了避风的港湾。他侧头看去，看见一具焦黑的人形。许七安的皮肤迅速碳化，外层灰烬玻璃露出红中带血的嫩肉，嫩肉再次碳化，又化作灰烬玻璃。反复几次后，骆玉衡就看到了他烧红的颅骨。接下来便是焚烧元神，他正要撑起法香替他抵挡劫火，忽然察觉到一股旺盛的生命力自他体内升起。这股庞大精纯的生命力宛如清泉，注入骆玉衡和许七安枯竭的身躯。许七安闭上眼睛，开始专心打磨肉身、气血和精神。他的血肉不断的烧毁，又不停的再生。这个过程中，精气神得到一遍遍淬炼，迅速融合。短短10几息里，他走完了别人几十年要走的路。这场渡劫战九死一生，不，十死无生。云州超凡如此认为，大凤超凡同样这般认为。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后手，雷火劫就是许七安生命的终点。骆玉衡不把他带入天劫笼罩的范围，此刻的许七安已经死在白帝手中。而骆玉衡没有巩固修为的机会，度过金丹劫后，要么帮助许七安抵御敌人，然后等待下一轮天劫降临，因为法力耗损过大渡劫失败；要么不顾许七安等人的死活，躲藏起来巩固修为，代价是许七安等超凡陨落，大凤灭国。骆玉衡自己反倒是可能活下来。骆玉衡选择了前者，但前者依旧是条死路，所以要向死而生。但是怎么生？许七安提出的想法是利用渡劫晋升一品，是他晋升一品。阿苏罗、金莲和赵守听到他的提议时，差点以为这小子得了失心疯。晋升2品才半个月，就想着踏入1品武夫行列，你这是对修行的不尊重，对天下超凡强者的不尊重，是对寇扬州的不尊重。但许七安接下来的话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下决定孤注一掷，冒险陪许七安赌一把。
许七安决心晋升一品的灵感来源于仲超凡商议当晚骆玉衡对天劫的仔细描述。当他提及雷火劫时，许七安心里就有了大胆的想法。渡劫战前，他去过南疆询问神书如何晋升一品，从他那里得到了答案。正常来说，以身为炉，淬炼精气神三者融合为一，成就一品体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条路上必定危机四伏，且受天赋限制，不是所有一品武夫都能成为半步武神。作为国运加身之人，许七安肯定不缺天赋，缺的是时间。不管是二品初期提升到二品巅峰，还是淬炼精气神，都需要时间。但努力插花的他，得到花神的馈赠，身负灵运，领悟了越战越强的道，恰好能弥补修为不足的缺陷。尽管二品巅峰不是常态，迟早会跌回正常境界，他打算抓住这个短暂的状态，以雷火劫淬炼肉身，让精气神三者融合，成功跻身一品。这样的操作等于把缓慢的淬炼过程直接一步到位，基本上等于自杀。这时候努力插花的好处又体现出来了，只要他节省灵运的消耗，存留一部分在体内，雷火劫淬体时，花神灵运就是他最大的依仗。这可是不死数的灵运。此外，他还有龙气，游历江湖中得来的全部龙气。龙气入体，福缘深厚，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半数国运，许七安觉得完全可以赌一把。阿苏罗三人同意的原因，也是觉得可以赌一赌。雷火一遍遍的灼伤中，宛如实质的金龙冲入许七安体内，他渐渐碳化，无力为继的身体重新焕发生命力，继续承受着雷火的淬炼。骆玉衡紧紧握住许七安的手，哪怕最痛苦的时刻也不曾放开。又过了十几息，恐怖的雷火开始变弱，水缸粗壮的火柱慢慢收缩，变成碗口大小，继而变成拳头大、筷子大，终于彻底消散。高空中，骆玉衡身披法术凝聚的羽衣，秀发和衣袍猎猎翻飞，手里牵着一具焦炭般的没有任何生命波动的人形。我晋升陆地神仙了，他轻声自语。咔嚓，焦炭裂开，纷纷剥落，一具洁白如玉的无垢之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许七安俯视着下方的伽罗树、许屏风、傀儡和白帝，嘴角一挑，目光森寒。我入一品了，一品，他晋升一品了。许七安的话就像惊雷，轰隆炸响在白帝和伽罗树耳边。白帝、伽罗树心里不受控制的泛起惊怒、茫然、懊恼等诸多情绪。许屏风的傀儡没有五官，看不出具体的表情变化，但他半抬下巴，姿势僵硬地看着空中的许七安，很久都没有动弹。他晋升一品武夫了。白帝一边沉浸在荒诞的幻觉般的感受里，一边又通过真切的感知，不得不承认许七安确实气息大变。那具洁白无垢的体魄修长匀称，肌肉线条流畅，浑然一体。白帝没见过一品武夫，眼前的许七安不像伽罗树那样散发着不动如山的厚重，以及广阔如海的磅礴，感觉不到他有气机波动，感觉不到元神波动，但正因为这样才让人忌惮，他像是断绝了与外界的交互，自成一方世界。很奇怪的感觉，明明没有强大的力量涌现，却让人本能的警惕。白帝低沉咆哮道：怎么回事？他为何突然晋升一品？武夫体系的一品如此容易，为何你们事先不说？他在质问伽罗树和许屏风，声音有些气急败坏。不怪他失态，这场渡劫战虽有波折，但还在掌控中，本该是必胜的局面，谁都没想到打着打着居然给大凤方翻盘了。各大体系中，武夫是公认的近战无敌，一品武夫的战力绝对要强于其他体系。可以很明确地说，此时的许七安比陆地神仙骆玉衡更加难缠。一位陆地神仙尚还在他们能容忍承受的范围内，可再加一位一品武夫，白帝没信心能压住局面。许屏风置若罔闻，没有回答他，兀自抬头望着许七安，宛如一具雕塑。伽罗树菩萨双手合十，垂眸不语。这位佛门综合实力最强的菩萨，表情里有着深深的无奈。继武宗之后，大凤又出一位一品武夫，此战远比想象中的要艰辛。阿苏罗、金莲和赵守同时撤退，与伽罗树拉开距离。三位超凡满脸疲态，但精神却异常亢奋。大局已定。阿苏罗吐出了积压在胸口许久的浊气。善。赵守抚须而笑。金莲道长审视着高空中的许七安，语气复杂的感慨一声：他于当世已无敌，超品不出的情况下，一品武夫足以横推所有势力。这时，那具傀儡里传来许屏风压抑着各种情绪的苍凉笑声。好算计，借助雷火劫、花神灵运、龙气晋升一品，很好，你很好，许七安。最后三个字以一种咬牙切齿的语气说出来。许七安俯看着白衣傀儡，伸出右臂，指尖轻点，淡淡道：洗干净脖子，等我来杀。砰！令人牙酸的声音里，金属铸造的傀儡分崩离析，许屏风的那一缕神念迅速消散。许七安看都没看，先是望向阿苏罗三人，道：你们仨在旁观战，休养生息。
接着看向白帝和伽罗树，狞笑道：“老子要手撕了你们！”白帝蔚蓝的树瞳眯了眯，并不恐惧，针锋相对道：“同是一品，只管来便是。我也很想尝尝一品武夫的精血是什么滋味。他只可惜那根脚用来封印坚正，不然可以作为一击毙命的大杀器对付这个新晋的一品武夫。”伽罗树沉声道：“此战会无比艰难。”他比白帝还要有底气，金刚法相搭配不动明王法相，他对自己的防御极有信心。阿苏罗三人期待地观望着，白帝低伏身子，犄角间酝酿起一颗内核不断坍塌、外层跳动电弧的水雷球。他顺势看一眼伽罗树菩萨，他的肉身再强，也强不过伽罗树的2大法相，让他打头阵试探一品武夫的水准，最适合不过。伽罗树菩萨看懂了他的意思，抬头望天，双膝一沉，轰！地面坍塌的闷响里，他化作金光直窜高空。金刚法相脑后火环炸开，黄金铸造的身躯绽放万道佛光，它象征着力量和威严，仅凭外泄的气势就能让中低品的修士如临深渊，匍匐在地。12双手臂张开，握成拳头，每一个拳头都蕴含着崩山的神力。看到这12双拳头，阿苏罗只觉得浑身都疼，嘴角抽搐了一下。面对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拳头，许七安轻轻吸了一口气，右拳握紧，朝后扬起。九州有多少年没有出现一品武夫了？自武宗归天，神书封印，武夫体系的天花板就是2品、1品绝技。金刚法相号称战力无双，那便让你看看以近战搏杀著称的正统武夫到底有多强。许七安眼里猛地射出2道金光，周身肌肉一块块纹起，肆意地张扬着力量。他用力轰出一拳，嗡，一拳对24拳，两者之间豁然炸开一道宛如屏障的气波。气波在空间中迅速游走，让方圆数十里的空间变得宛如皱巴巴的衣服。噔噔噔，伽罗树菩萨踉跄后退，脚步震裂大地。反观许七安纹丝未动，收拳之后抬起了右膝，不见屈腿发力，身体像炮弹一般射向伽罗树，一记膝撞狠狠顶向他胸口。跌退中的伽罗树双手飞快结印，他知道不能陷入一品武夫的连招中，因此打算用不动明王法相应抗这一击。嗡！周遭的气流凝固，一丝一毫的风都无法掀起。许七安的膝盖顶在了空间牢笼上，砰！空间牢笼碎裂，他依仗武夫不可匹敌的暴力，突破不动明王法相的空间封锁，成功让自己的膝盖撞在伽罗树脸上。伽罗树一动不动，皮肤也仿佛石化，没有在膝盖下变形。嘿，拥有众生之力的坚正破不开你的不动明王，那你猜猜，拥有众生之力的一品武夫能不能打碎你的龟壳？许七安收起膝盖，双臂猛地一震，众生之力蜂拥而来，像甲胄一般覆盖在双臂上。他没有施展力骨的狂暴技能，精气神融为一炉后，他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极限，世间的极限。力骨的狂暴已经不能为他增加气力。许七安双掌贴在伽罗树胸口，骤然发力，当！天地间一声洪钟大吕，伽罗树失去一瞬间的意识，回过神来后，发现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倒飞，速度快如流星。他依旧保持着结印的手势，但不动明王守不住了，被这股可怕的巨力硬生生震飞。时隔500年，他再一次尝到了破防的滋味。上一次是面对神书时，那位半步武神3拳打废他的不动明王。同时，伽罗树察觉到胸口火辣辣的疼痛，那里凹陷出2只手掌印。轰！伽罗树重重砸在地面，砸出一个夸张的大坑，砸得黄沙漫天飞扬，像是突发了地震。这时，白帝脑袋猛地一顶，推出了水雷球。他机会抓得很好，在许七安震飞伽罗树的刹那发动袭击。闪电的速度有多快？但快不过陆地神仙骆玉衡，体表腾起密集的电弧和气流，推动着他截住水雷球。骆玉衡双手从宽大袖袍里伸出，朝着水雷球用力一合，这枚蓄势已久的恐怖雷球瞬间被掐灭。金丹铸造的万劫不磨之躯免疫一切法术攻击。道尊当年能把神魔后裔赶出九州，就是因为他能克制绝大部分神魔后裔的法术。掐灭水雷球后，骆玉衡掌心平摊，燃起一簇火苗，小嘴轻轻一吹，呼！火焰如有灵性，在地面画出一道圈，将白帝圈在里面。他以火灵克水灵。吼！白帝发出痛苦的咆哮，鬃毛率先化作灰烬，灼热的高温让雪白的鳞甲寸寸开裂，接近灰化骆玉衡眼里闪烁着冷冽的杀机，提着绝世神剑杀向白帝。人宗剑术以杀伐著称，攻杀术并不像地宗和天宗那样羸弱。白帝沉沉低吼一声，主动迎上剑光，对气势汹汹斩来的剑士不管不顾，一口咬向骆玉衡的手臂。噗！铁剑刺入白帝脖颈，喷出大量的血水，他也顺势咬中骆玉衡的手臂。骆玉衡的手臂迅速沙化，纷纷扬扬飘落。这是4香中土象的能力。晋升陆地神仙后，骆玉衡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身的结构，在地风水火中肆意切换。
白帝的瞳孔微微涣散，短暂丧失意志。星剑一剑刺中，骆玉衡抽身暴退。近战方面，他不可能是神魔后羿的对手。撤退过程中，他看见许七安闪身挡在白帝面前，后拉了右臂，让相应的肌肉一块又一块鼓胀了起来。骆玉衡心念一动，让周遭的熊熊烈焰蜂拥而去，缭绕在许七安拳头上，形成一团烈阳。砰！许七安的拳头重重砸在白帝的头颅上，打出爆炸般的效果，让那里鳞片焦黑，颅骨开裂，喷涌出灼热的火苗。白帝身躯重重坍塌，脑袋轰地砸落在地，扬起尘土。剧痛让白帝瞬间恢复意识，他眼里闪过玉石俱焚的厉色，滋滋两根犄角化作赤白色，一道道闪电肆意张扬。下一秒，犄角豁然炸开，让周遭的一切陷入雷海。伽罗树菩萨抓住许七安，被雷海吞没，周身麻痹的瞬间从天而降，金刚法向12双手臂后扬，握成拳头。突然，他瞳孔一缩，穿透雷海后，他看见骆玉衡站在许七安身前，手掌伸出，掌心朝外撑起一道气罩，夸张的电流沿着气罩边缘游走。这道屏障不但护住了他们，还将白帝也纳入其中。再霸道的法术，在陆地神仙面前也毫无用处。伽罗树菩萨有些头皮发麻。许七安无视头顶的伽罗树，抬脚踩在白帝脖颈，双臂箍住白帝的头颅，他脊椎就像一张弯曲的硬弓。白帝身躯剧烈颤抖，双方进入决力。许七安低吼一声，腰背猛地一弹，伴随着身躯的挺直，白帝的脑袋被硬生生拔了下来。即使是肉身天生强悍的神魔后羿，也无法在履历上抗衡一品武夫。骆玉衡深吸一口气，小嘴微张，喷吐出炽烈的火舌。霎时间，白帝的头颅便被烧成焦炭，只有2根犄角保存完好。做完这一切，骆玉衡和许七安同时抬起头，冷冰冰地望着从天而降的伽罗树。不妙！伽罗树眉头狠狠跳动，生生顿住身形，后扬的12双手臂收起，当机立断，御空而逃。这位一品菩萨丧失了所有斗志。另一边，一道扬身人面的黑影从白帝躯壳中飘出，化作青烟，袅袅挪挪地遁向远方。骆玉衡捏起剑诀，操纵飞剑击射而去，瞬间穿透那道元神。扬身人面的黑影一阵扭曲，濒临崩溃，但又撑了下来，继续逃遁，很快消失在天际。他的元神很强，韧性胜过一品。骆玉衡皱了皱眉，同阶的一品里，除非是巫师或同属道门，不然很难承受住他的星剑攻击。他本体是大荒，肯定要强于一般的一品。你去追他，我去追伽罗树。许七安没有浪费时间交谈，屈腿弹起，直窜天际，追向伽罗树。伽罗树逃走的方向不是西边，而是京城。他还不死心，想把战场转移到京城，以此摧毁大凤京都。京城与魏渊对峙的许屏风脸色陡然一变，前所未有的难看。两处的傀儡分身同时传回所见所闻，一处是乾隆城遭遇袭击，南宫倩柔等4品率军直捣黄龙；一处是北境，许七安晋升一品武夫。2把刀同时插进了要害，把原本大好的局面彻底翻转，云州军陷入尴尬局面。他苦心经营20年的势力处在了岌岌可危的状态，自负如他也忍不住心头一颤。魏渊察言观色，笑道：北境的战斗你是插不上手了，做个选择吧，是回援云州，还是与我在京城决一死战？以你的传送术，1刻钟内就能回到云州大本营，至于这数万云州军精锐，我就不客气吃下了。你也不亏，我那2个义子和1万众骑兵就当是为你了。说话间，他身边青光腾起，孙玄机带着寇扬州出现在城头。奇袭乾隆城是计谋，但这2选1是真正的阳谋，要么选择大本营，要么选择眼前的云州部队。许屏风没有第3种选择，正如魏渊自己同样没有第3种选择。脸色铁青的许屏风咬牙切齿道：魏渊，你够狠。魏渊缓缓收敛笑容，温和的目光渐渐锐利，冷冰冰道：他们出征前，我已经严明利弊，我不像你亲生儿子都可以当做随意丢弃的棋子。许七安是我重视晚辈，你的做法让我很不高兴。许屏风深深望着他，高声道：攻城！咚咚咚，城头和城外鼓声大作。魏渊乍一看给了他2选1的权利，其实没得选，他不可能回援乾隆城。许屏风思路很清晰，相比起云州精锐部队，乾隆城没了便没了，固然可惜，但精锐部队才是最重要的。做出选择，抛弃乾隆城后，摆在眼前的有2条路：第一，护住云州军退回雍州或青州，转主动为被动，让大凤来攻城拔寨，云州军守城。这条策略的好处是，如今损失惨重的大凤多半没有兵力来夺回雍州和青州，会选择休养生息，秋收后再战。但在超凡战力方面，云州就陷入了大凤之前的窘境里，必败无疑。另外，此时身在北境的伽罗树和白帝能否在大凤超凡强者的围攻中全身而退，
尚未可知。倘若伽罗术和白帝此刻被杀得大败，那么退守青州也只是等死。第二，不顾一切的攻下京城，扶持姬玄称帝。他顺势强行冲击天命师，目前他只炼化了云州、青州、雍州的气运，3州气运无法成就一位天命师。若再加上大奉京都，攻下京城，斩杀女帝，扶持姬玄登基后，他是有机会冲击天命师的。如果把炼化整个中原的天命师看作是一品巅峰，那么强行冲击天命师的自己大概是初期。其实没得选，他只能放手一搏，没有退路了。鼓声中，许屏风双掌合拢，猛地拉出一枚枚巴掌大的小旗，旗帜有黑白赤青黄等诸多颜色。他为了这场攻城战准备了20年，各个细节都有考虑进去，怎么会漏掉京城的防御大阵？这些小旗里刻画着不同的阵法，每一杆旗象征着城防大阵一触破绽。叮叮，2枚小旗激射而出，小旗的旗杆尾部尖锐，轻易地嵌入城墙。咔嚓，相应处的城墙龟裂，裂痕蛛网般蔓延，笼罩在城头的防护大阵瞬间薄弱了几分。嗡！许屏风身侧的空间中，一道扭曲空气的磅礴刀气冲出，快速闪电地将它斩成2段。白衣身影如梦幻泡影出现在10几丈外，再次甩出2枚小旗。嘟嘟，钢钉洞穿墙体的声音里，小旗嵌入城墙砖石，制造墙体开裂，摧毁相应区域的阵法。那道斩灭一切的刀意追不上可以肆意传送的白衣术士，当即改变策略，斩向了黑压压的云州大军。哼！许屏风鼻腔里响起冷哼。寇扬州是欺负云州军没有大阵守护，正常情况下超凡强者都比较克制，极少对普通士卒出手，2败俱伤的打法对谁都没好处。除非到了穷途末路，一方要玩完了，这才会不顾一切的杀伤普通甲士。不到最后关头，大家都认为自己能赢，便不愿用这种2败俱伤的打法。而现在京城有城防大阵护着，阵破之前立于不败之地。反观云州军，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这让寇扬州未到穷途末路，却有了2败俱伤打法的底气。许屏风果断放弃破阵，传送返回云州军阵，挡在刀气前方，一手平身，掌心朝外，撑起一道道灰蒙蒙的土系防御阵。在刀气斩碎重重阵法时，另一只手抬起，轻轻一抹，扭曲空气的可怕刀气像是失去了支撑，缓缓熄灭。刚才的那一瞬间，许屏风屏蔽刀气，让寇扬州有一刹那忘记自己施展了刀意。而刀气没有实体，是主人意志的凝聚，当寇扬州忘记它时，自然无力维持。大庭观众之下，屏蔽天机之术刚起效就会立刻失效，但这一刹那的屏蔽针对没有实体的刀意足矣。化解2平5负的刀意后，许屏风屈指连弹，让小旗激射而出，纷纷消失。下一秒，他们于墙壁出现，定入墙体，破解相应区域的阵法。他把传送术玩出花来了，只知道蛮力破坏的粗鄙武夫怎么可能阻拦住他破解阵法。嘟嘟嘟的声音中，笼罩在京城的阵法再也无力为继，轰然崩溃。许屏风身形出现在高空，双手拇指和食指搭在一起，将下方城墙纳入其中。12道火焰圆阵层层叠叠，相互叠加，火灵之力疯狂汇聚。嗡！气波一阵，刺眼的火柱冲天而降，似要将城头的大凤士卒烧成灰烬。孙玄机双手朝天撑起12道灰蒙蒙的圆阵，脚下的城头迅速沙化，一道土浪逆空而上，恰好降临的火柱撞了个正着。土克火！司天监的2弟子和3弟子率先完成一次对波。咚咚咚，鼓声打作，云州军扛着攻城器械发起冲锋，方斧靠近城墙，突然的发杀机爆炸声不绝于耳。狂奔中的士卒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身体就被炸得4分5裂，天旋地转。边上的士卒有侥幸没死的，也被地底爆炸溅起的白磷沾染，顿时烈焰熊熊，怎么扑不灭，被活活烧成骷髅。宋清的地雷给了攻城士卒惨痛的打击。云州乾隆城，鲜血染红铠甲，南宫倩柔拎着战刀站在山顶，俯瞰着燃起硝烟的城池，气质阴柔的她罕见的多了几分铁血英武。四处都是溃逃的身影，百姓们尖叫着抱头鼠窜。昨日他们还做着京城贵民的美梦，今日便惨遭屠戮，惨死于敌人的刀口。乾隆城内的5000甲士在城中高手的率领下，经过半个时辰到鏖战后，渐渐不敌，转为巷战。到此时，主力军已经被大凤的重甲兵剿灭，只剩几支残部在利用地形负隅顽抗。南宫倩柔身后是横陈的尸体，都穿得光鲜亮丽。他们是500年前一脉的皇族，经过500年的繁衍生息，这一脉的人口极多，单是山顶大院里就有数百名姬氏族人。他没有留活口的想法，下达了杀无赦的命令。这是南宫倩柔给皇族留的体面，否则的话，南丁且不说，就这些娇嫩的金枝玉叶，难逃成为玩物的下场。甲士们在荒废的军阵里待了5个月，个个饥渴难耐，看到一头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
这时，一位血染铠甲的将领大步奔出院子，来到南宫倩柔身后，抱拳道：“南宫金罗，兄弟们在地下室发现2个女眷。”南宫倩柔淡淡道：“杀了便是，何须禀报？”那名将领脸色古怪，道：“他自称许银罗生母。”闻言，南宫倩柔眉毛一扬，他已经从怀庆侍卫长那里知晓了许七安的身世。许屏风正式登上舞台后，朝堂诸公纷纷记起这号人物，当然也就知晓他和许七安的关系。这件事在官场高层不是秘密，不过诸公出于同样的默契，封锁了消息，禁止任何人传播许七安和许屏风的关系。诸公当然不是要替许家遮丑，只是许七安的威望对朝堂太过重要，容不得有任何污点。侍卫长身为天子近臣，属于高层行列，当晚一五一十，事无巨细，统统告诉了南宫倩柔。南宫倩柔得知许七安的身份时，一边幸灾乐祸，一边又觉得这小子真特么的可怜，杀了他。语气冷淡地下达命令：“猪狗不如的父母，留着何用？”是。将领抱拳，领命退下。刚走出2步，南宫倩柔又喊住了他，改口道：“把他带过来。”仔细一想，南宫倩柔觉得这种事不好越俎代庖，不如带回去交给许七安自己处置，还能收获一波人情。不多时，2名甲士押着俩女子过来，南宫倩柔自动忽略了婢女，审视着容貌气质俱佳的妇人，她神色还算镇定，没有慌乱和畏惧，行走间步伐轻盈，明显有着不弱的修为。当然，这个不弱对比的是普通人。你是许七安的生母？南宫倩柔冷冰冰问道。华服妇人左顾右盼，问道：“我的孩儿在哪？”她声音温婉轻柔，透着贵妇人不卑不亢、不急不徐的沉稳。女婢则战战兢兢，小脸煞白。这么急着找死？南宫倩柔笑了，她认为这个女人眼见大难临头，便想着找到许七安打亲情牌，试图度过此劫。但以南宫倩柔对许七安的了解，那小子虽说不算心狠手辣，却也是个杀伐果断之辈。这血浓于水的牌多半是不管用的。妇人眼神黯淡，吸了一口气，又问道：“中原战况如何？”许屏风输了。南宫倩柔淡淡道：“他输不输我不知道，但你们死定了。当年你们决定把他当作弃子时，可曾想过会有今日？”妇人苦笑道：“大哥合族人肠子都悔青了。至于许屏风，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想杀我的心都有了。”南宫倩柔审视着他：“杀你？”妇人却不再说话。这时，一道人影从山脚窜起，轰隆一声砸在南宫倩柔身边，正是拎着一杆银枪的杨艳。表情冷硬如雕刻的杨艳扫了一眼南宫倩柔身后的尸体，又看了看美貌妇人，最后望向南宫倩柔。两人在魏渊身边共事多年，早有默契。南宫倩柔读懂了他的眼神，道：“乾隆城主没有找到，多半是在白帝城。许屏风既然到现在还没回来，说明放弃了云州。等清理完这里的人马，我们便杀到白帝城去。”杀入山顶后，南宫倩柔只俘获一群皇室族人，却没有找到那位称帝的城主，倒也没太失望。对方手里要是没有传送玉符这类保命手段，那才奇怪。杨艳轻轻颔首：“无需管他，斩首任务斩的可不只是那位城主，而是要把叛军的大本营一锅端。荡平了大本营，那城主即使活着也成不了气候了。”杨艳说道：“杀光城中高手，甲士，便驱散百姓，放火烧了这座城。”等南宫倩柔点头，他又看向美妇人：“这个女人为什么不杀掉？她是许七安生母。”南宫倩柔解释。杨艳恍然：“砰砰砰！”火铳喷吐烈焰，弓弦霹雳震耳，弹丸和箭矢收割着一波波试图冲阵的敌军。外城的街道上，沙袋和杂物堆成防御工事，阻断骑兵的冲锋。朱广孝和宋廷锋率领打更人以及50名御刀卫躲在防御工事后，前方横陈着外城百姓和敌军的尸体。他们已经打退了第3波进攻，箭矢和弹丸即将消耗一空。朱广孝靠向宋廷锋，沉声道：“快没箭矢和弹丸了，最多再顶一波，接下来就要跟这群叛军玩命了。”“玩什么命？玩什么命？”宋廷锋扭头啐他一脸口水，骂道：“猪脑子，像你这种打法，10条命都不够。箭矢和弹丸没了，当然是撤退。魏公在外城设了9道防线，咱们边打边退就是。城墙只是第1道防线，城墙后还有外城，外城后还是内城的城墙。就算叛军打到内城，他们还得面对防守更加严密的皇城。”宋廷锋和朱广孝负责的是外城城南的第2道防线，京城4座城门，目前只有城南这边失守，叛军蜂拥而入，就很倒霉。宋廷锋虽然没读过兵书，但他机灵，城门失守也不慌。京城有足够的战略纵深，防线一道又一道，完全可以和云州军打消耗战。对朱广孝这种人在塔破人亡的实心眼打法嗤之以鼻。在战场上，最重要的绝不是杀敌，而是活下去。
皇宫，西苑地下宫殿里，后宫嫔妃、官员家眷安置在这座避难所里。此处距离地面6丈深，布置了屏蔽气息的法器，纵使是高品术士，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观测到此地的异常。婶婶和其他女眷一样，吓得像一只鹌鹑，脸色发白，美艳的脸庞布满惶恐和不安。许灵月沉默地陪在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安慰：“娘，别怕，我们不会有事。婶婶没经历过风雨，只是个寻常妇人，哪能不怕？叛军都打到京城来了，说不准立刻就打进皇宫。”婶婶越想越害怕。木南枝摆摆手：“魏渊不是活了吗？有他在，打仗不会输的。”他一脸淡定说道：“再说京城高手如云，又大，叛军想打到皇宫可不容易。就算我们有危险，对半也是来自许屏风。”婶婶心说，那个狗东西最冷血无情，专杀亲人，看来我今天是死定了。宁燕呢？宁燕是不是在京城？婶婶抓住女儿的手说：“宁燕来的话，娘就不怕了。”边上的妃嫔、官员女眷闻言眼睛微亮，心里没来由的安定许多。他们在深闺中听惯了许七安的传说，那是一人一刀消灭巫神教30万大军的人物，是当今大奉第一强者，镇国之柱。有他在，叛军再凶狂，迟早也会被剿灭。高楼上，一身龙袍的怀庆极目远眺，隐约看见寇扬州和许屏风在空中追逐鏖战，他手里的玉符一刻都没松过。他这个位置其实听不到城外的炮火声，但知道那里发生着激烈的战斗。魏公说，云州叛军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叛军打进城的时候，就是大奉关门打狗的时候，只不过那样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怀庆侧身朝北境眺望，今日适度决战的最后一日，他在等许七安。大奉成与败，就看他的了。叛军暂时还没能攻入内城，即使是外城，也只有南城失守。京城12位和禁军、打更人等人马正与叛军展开巷战、游击战，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但恐慌的情绪在百姓间蔓延，他们看不清局势，也不懂战略分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叛军攻打京城了。且听火炮轰隆的声音，没准都已经打进城来了。这样我发现让市井百姓陷入恐慌当中。大奉立国600年，除了武宗清君侧那一次，京城从未有过刀兵之灾。事实上，大部分百姓甚至不知道武宗清君侧的历史，即使知道，那也是几百年前的往事。他们生于京城，老于京城，印象中最凶险战役是山海关战役，大奉还打赢了。所以京城的百姓是骄傲的，越骄傲，信心粉碎时造成的惶恐就越激烈。前些天朝廷下令布防，整个京城进入备战状态，他们就开始担忧了。看架势，云州叛军很可能要打进京城。不出所料，真的来了。内城街道空空荡荡，一列列士卒巡街警戒，采取宵禁措施，任何百姓都不得擅自离开家门。这条禁令有效地杜绝了百姓恐慌引起的骚乱。京城的兵不可能全部投入到前线，必须有一部分留下来维持秩序。这200-300万百姓无人看管，要是闹起来，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绝对比叛军要严重许多。叛军真的要打过来了，我现在怀疑浔州城大捷是骗人的，许银罗根本没有打赢云州。是啊，他要是打赢了，叛军怎么会打到京城？怎么办？怎么办？爹，别怕，许银罗会打退敌人的。傻娃子，哎，家家户户关起来门来议论，担惊受怕，既渴求朝廷早点结束战争，又暗自咒骂朝廷昏庸无能。反倒是孩子很纯粹，认为许银罗会驱逐敌人，并充满信心。内城，许平志骑着马，率领15骑以及50名步行的御刀卫，不快不慢地巡视着街道。御刀卫们背弓挂弩，腰悬佩刀，表情肃穆。内城戒严，百姓不得外出，擅自上街者杀无赦。这既然是防止百姓恐慌带来混乱，也是为预防敌方细作暗中鼓动百姓制造混乱。要说京城没有云州叛军的细作，3岁小儿都不信。头儿，你说京城能守住吗？您听那动静，南城那边似乎失守了。右后方，一名年轻御刀卫策马追上，语气担忧地说道。许平志心事重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听见。头儿，那名年轻御刀卫侧头，拔高声音喊了一句。许平志这才恍然回神，皱着眉头，好好巡街，做好分内之事便可，其余事自有诸公顶着，无需多想。那名年轻御刀卫咧了咧嘴，您要说自有我侄儿顶着，小的心里就踏实了。许平志现在是御刀卫千户，且是实权的千户，足以称得上身居要职。为高权重这一切，当然归功于他神乎其技的教育水平。京城里谁都知道，御刀卫百户许平志教导出盖世英雄许银罗以及2榜进士许新年。前者家喻户晓，无需多言；后者才高八斗，文能提笔，武能安邦，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腹诽许平志不当人子，埋没了许银罗这个读书种子。许银罗是读书种子不假，但让他习武肯定错不了。年轻的玉刀卫小声试探道：“头儿，你给个准话，许银罗到底有没有把握守住京城？”见许平志不回应，他激将道：“您是不知道，前几日京城布防，兄弟们都看得出来，叛军多半是要打过来了。大伙儿都说许银罗是强弩之末，浔州城的大捷是大奉的回光返照，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大捷，是诓骗百姓和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搁在平时，许平志会替侄儿辩解，很容易就被套出话，但现在他只是无声的默默的在心里叹息。大哥打到京城来了，这意味着父子俩今日会有一个结局。许二叔和婶婶不一样，婶婶坚定不移地站在倒霉侄儿这边，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崽。但许屏风却是许二叔的亲兄弟，尽管如今兄弟俩早已形同陌路，可是到如今，一想到侄儿和大哥只能活一个，骨肉相残，许平志心里便涌起难掩的沉痛。城内的营房里，魏渊站在京城地图前，目光却没有关注地图，而是看向手里的一面青铜镜。镜子呈半月形，是残缺的。镜子里映照出大战的场面，这件叫做浑天神镜的法宝是许新年教给他的，有助于他运筹帷幄，实时观测战况。魏渊现在只是凡人之躯，不可能参与守城。京城4座城门，北边是云麓书院的张慎、李慕白、许新年等人在守，对手是前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魏渊记得此人出身武将世家，明面上是王党的人，30出头时被任命为云州都指挥使，与他没有太多交集。但魏渊记得杨川南父亲杨照是个极擅长统兵攻城的将才。杨家有一本破城12计的兵书，从杨照祖父那辈开始著书，传承3代，到杨照手里才真正写完。据说此书将古往今来攻城之计归类统合，划分为12计，若是公之于众，杨家族已在兵法史上留下一笔。不过这本书从筑城之始便被定为一家之学，不传外人。今日得见，名不虚传。魏渊看了眼遍布裂痕北城墙，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守下去，至多1炷香时间，张慎等人便改退走了，与南城一样，改为向战。西边是恒远，楚元稹率领禁军和古族残余战士负责镇守，此处战况最稳。尸骨族拉起一支悍不畏死的士兵，配合暗谷部神出鬼没的暗杀术，接连打退云州军。对于西城门这边，魏渊只要保证充足的炮弹和滚木，支援东边是打更人金罗们率领京城12卫以及禁军5营中的百战营镇守。此处战况最惨烈，面对的是玄武军的重甲士，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汉族，火铳和箭矢无法伤其分毫。依仗法器重甲、战刀，连精锐中的精锐，皇城禁军都不是他们对手。配合云州方的4、5品武夫，可谓所向披靡。好在4品高手不多，城墙保存完好，还能坚持。守卫最薄弱的南城，在魏渊故意网开一面的情况下，已经失守。魏渊在南城埋了大量地雷，民房里藏着2000甲士，主干道架了16座火炮，百姓早已清空。云州军一旦深入其中，大奉军就顺势关门打狗，给予痛击。但戚广博一直稳打稳扎，只派不多不少的部分兵力进攻城南，一边与守军鏖战，一边摸清路况。京城道路复杂，摸不清路况就一头扎进来，很容易被大奉军依靠地形优势分而化之，各个击破。倒是不错的帅才的。魏渊一边冷静下达命令，根据各处情况调派人手，一边关注浑天神镜内的画面。关照寇扬州。魏渊沉声道。浑天神镜一边叨叨着废话，一边映照出寇扬州的情况。之所以不照许屏风，是因为这超出了浑天神镜的能力范围，会遭到反弹。而寇扬州是己方盟友，不会拒绝魏渊的关照。魏渊扫了一眼，微微摇头，并非寇扬州和许屏风的操作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两人都是高手，互相见招拆招，极为精彩，只是仍然难逃武夫与其他体系战斗时的窠臼，所以没有过于惊艳之处。大概也只有许七安这种手段迭出的武夫，才能打破武夫和其他体系战斗时谁都奈何不得谁的窘境。不过魏渊注意到一件事，两人越打越往内移，朝着皇宫方向而去。关照机旋。魏渊下达命令，让浑天神镜转移了视角。画面中，一道黑影显现，乱发飞扬，身上甲胄破烂，露出健硕的上半身，战神般桀骜不羁。他掌心握着一枚玉符，轻轻捏碎，青光升腾间消失不见。空中便只剩一袭白衣。孙玄机左顾右盼片刻，猛地扭头望向皇宫方向。意在皇宫啊？魏渊挑了挑眉。皇宫上方，许屏风袖中飞出一块小巧的四方台，轻轻一推，四方台飞出的刹那便撞入传送法阵中。下一刻，轰一声砸在皇宫内，化作一面高7尺、长宽约1丈的高台。高台上青光一闪，出现姬玄披头散发的身影。他直接通过传送玉符，借助许屏风的传送台来到皇宫。
与此同时，他腰间的锦囊里不断飞出一块块青铜法器部件，青铜部件自动于空中拼接，组建成巨大的金属圆盘。寇扬州的刀意接二连三斩在青铜法器上，震落蒙蒙青光，却无法毁坏这件天命师法器分毫。这个过程中，许屏风还不断施展传送、防御等阵法，阻断寇扬州的强攻。青铜法器组建的时间不长，4、5息后组装完毕。许屏风抬脚一踏，与法器配套的元阵豁然扩散，形成顺逆旋转的领域，将皇宫隔绝在另一片世界中。这是早就制定好的计策，考虑到传送玉符的存在，许屏风一直在观测皇宫中的气数，锁定女帝的位置。以他的位格，一般的屏蔽气息法术根本瞒不过他的眼，除非是初代监正留下的法器，或天古移星换斗这种超凡领域的法术。退去100丈，张慎大手一挥，刚攀上城头，挥舞着战刀，准备大开杀戒的10几名敌军诡异消失。回去！李慕白挥舞袖袍，将迎面射来的箭矢、炮弹一股脑的打了回去。相比其他城门，拥有云麓书院大儒坐镇的北城门守的最稳，城墙保存最为完好。大儒们配合守军中的4品高手，很好的把北城门守了下来。但因为言出法随使用过度，2位大儒体表笼罩一层淡淡的青光，已经稀薄到快一滴都没有了。体力和精神处在枯竭的边缘，继续下去，没了浩然正气的护持，法术的反噬会直接施加在身。咻！凄厉的破空声里，一道冷箭裹挟磅礴气机，射向张慎胸口。精疲力竭的张慎心里一凛，这时耳边传来许二郎冷静的吟诵声：朝左偏3尺。青光鼓舞，法术涌动，那道剑使硬生生朝左侧便宜了3尺，擦破张慎的手臂掠过，在身后的城墙炸出一道深坑，碎石击射。许二郎抖了抖手中的灰烬，如释重负。寻州城一战后，他成功晋级，正式踏入6品儒生境。这个境界的儒生能白嫖别人的技能，凡眼见皆能付之笔端，录于纸上，真正拥有不俗的战力。以许二郎这样的年纪，算是极有天赋的。在许家，也就大哥这种妖孽能压他一头。父亲许平志目前是7品炼神境武夫。方才他一直在记录张慎和李慕白的法术，只成功了1次，刚薅完羊毛就用回了羊身上。许二郎品级低，记录的法术效果不及原版，所以只能偏3尺。许二郎凑到女墙外张望一眼，射箭的是前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这位云州前都指挥使在青州战役中展现出不俗的军事素养，深谙兵法，极善攻城拔寨。这狗东西！许新年咬了咬牙，沉声道：老师，慕白先生，你们暂且休息吧，这里交给禁军们。比体力是比不过武夫的，打到现在，武夫还是活蹦乱跳，城上城下来回奔走。张慎和李慕白刚要点头，忽地心有所感，齐刷刷朝皇宫方向望去。那里有一块巨大的、散发磅礴伟力的圆盘，笼罩整个皇宫。在场的5品、4品高手同样感应到了天命师法器散发的磅礴力量。他们或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能察觉到皇宫方向的异常。陛下！许新年脸色微变，杨川南如释重负，继而嘴角勾起。既然打到京城了，那么大凤皇帝的人头怎么也要收入囊中，才不枉此行。斩了女帝，大凤氏族军心还能稳固，百官还能镇定，百姓还能压住心里的恐慌。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从古至今都颠簸不破的理儿。怎么回事？楚元稹御风而起，直入云霄。金身灿灿的恒远大师纵身跃起，踩在飞剑上，过程中替楚元稹挡住了一颗炮弹。这是什么法器？恒远大师脸色凝重地望着遥远处那件笼罩皇宫的青铜圆盘。寻州城的战斗中，天地会成员负责围猎地宗妖道，因此没见过这件法器。陛下有危险。楚元稹脸色凝重，他知道怀庆应该有保命手段，但直觉告诉他怀庆危险了。云州军阵前，戚广博深吸一口气，朗声道：攻城！他身后尚有5000兵马，是云州最后的精锐。擂鼓声里，倾巢而出。青铜圆盘现世的刹那，京城里高品级的修士几乎都感应到了它的存在。这类顶级法宝，每一件都有它特殊的象征，注定无法低调。张慎、李慕白、楚元稹以及金罗和禁军中的高手等等，心里一凛。青铜圆盘即使出现在皇宫方向，那不管这件圆盘是敌是友，皇宫定是遇袭了。魏公怎么还没下令回援？部分忠于女帝的高手心急难耐，而顾全大局的想的是，此刻若是回援皇宫，便等于放弃了城墙。西院地下密室里，婶婶心里陡然一颤，结结巴巴道：林月啊，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怕。她说着看向女儿，发现许林月脸色凝重，微微抬头，目光盯着头顶东南方。身边的好姐姐木南枝与许林月目光一致。怎么了？婶婶追问道。许林月低声道：有高手来了，至于多高，
他不太清楚，毕竟自学成才，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是超凡境的高手，有3个。木南枝吞了吞口水，终于有些害怕了。尽管跟着许七安经历了大风大浪，可现在姓许的不在啊，而且敌人似乎就在附近，花神该怂还是会怂的。深深颤声道：“是许屏风吗？”他声音有些尖。听见许屏风3个字，另一边的陈太妃转头看了过来，表情复杂。地下室里，女眷们骚乱起来，胆子吓得嘤嘤嘤哭起来，胆子大的嚷嚷着要禁军护送他们逃离皇宫，场面一下子乱起来。不是只有婶婶突然害怕，他们同样感受到了超凡境高手的威压，陷入惶恐和畏惧的情绪里。太后深吸一口气，训斥道：“肃静，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嘈杂的声音这才稍稍停歇。这些女眷里有后宫妃嫔，有文臣武将的女眷，怀庆把她们聚集在皇宫里，名义上是保护，实则是人质。太后虽然不喜欢怀庆这个女儿，但既然她把这些女眷交给自己，那身为后宫之主的自己就理当管好他们。太后继续道：“陛下还在上面，他既然没有安排我们撤走，自然有所依仗，不必惊慌。”许灵月当即道：“我大哥不管我和娘的。”他这句话比太后的安慰更管用。妃嫔们、高官女眷们终于平静下来，默默抹着眼泪。吵闹凶的几个也不再想要逃出去。太后看了许灵月一眼，有些惊讶。许灵月回了一个柔弱可人的姿态。姬玄一刀斩灭蜂拥而来的禁军，耳边传来许屏风的传音：“金銮殿。”趁着许屏风与寇扬州纠缠，他一步跨过层层宫墙，视禁军如无物，穿过午门，来到金銮殿外的广场上。前方，金銮殿外的檐脚下，单壁上站着一袭龙袍的女帝。望着风华绝代的女帝，姬玄眼里闪过一抹恨意。正是这个贱人和许七安谋逆造反，才害得他弟弟姬远身死，死前受尽凌辱。至于魏渊敢奇袭云州，杀他族人，姬玄已经从许屏风那里得知。作为七皇子，他当然也要为族人报仇，屠戮大凤皇室，男女老幼一个不留。不过心里并无恨意，只有大本营被破坏的恼怒。云州那些族人杀了便杀了，最好连他老子一起杀。姬玄不但不生气，反而要拍掌叫好：“老子活着，儿子怎么出头？反正对国师来说，只要是皇室血脉，扶持谁都是一样。”姬玄扫了一眼女帝手里的传送玉符，黑道：“不妨传送试试。”女帝面无表情，眼神冷淡的俯瞰，冷冰冰道：“不需要。”姬玄点点头道：“大凤将士们在外拼杀，身为一国之君，岂能龟缩在皇宫中？我带你去见见大凤将士。”他要在大凤守军面前亲手斩杀女帝。姬玄没有废话，气机一荡，推动他掠向怀庆。怀庆依旧没动，扬起左手，手中一面的书碎片，他用地书碎片指了指姬玄头顶。下一刻，一道黑影从天而降，重重砸在姬玄和女帝面前，砸得金銮殿外的广场巨震，无数砖石齐齐震飞，尘土飞扬。那嵌入地底的是双手合十，浑身沾满金色血液的伽罗树。姬玄猛地抬起头，望向天空，看见了青铜法器一件件崩解，看见隔绝皇宫与外界联系的幕布散去，看见立在高空浑身洁白如玉的许七安。初代监正留下的法器被一品武夫以暴力硬生生轰开。从皇城到内城，从内城到城外，留心此处的高手，不管是大凤方还是云州方，都看见青铜法器的瓦解。伽罗树菩萨双手合十，半身嵌入地表，巍然不动，像一尊被砸飞的雕塑。他的衣服仿佛打过蜡，透着一股厚重坚硬感。许七安。姬玄脸色陡变，眼神里闪烁着愤怒、仇恨、畏惧、茫然以及一丝绝望。国师说过，北境渡劫战极为不利，许七安和骆玉衡双双晋升一品。晴天霹雳。姬玄骤闻消息，险些癫狂，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大战当前，他压下了包括嫉妒和惶恐在内的一切情绪，投入战争。毕竟伽罗树和白帝还在，两位一品实力雄厚，就算许七安和骆玉衡双双晋升一品，顶多是转劣势为优势，想决出胜负尚需时间。而这段时间里，只要他们斩首女帝，击溃大凤军，夺下京城，国师再顺势冲击天命师，一旦成功，云州军再添一位一品，而许七安的众生之力必定因京城失守有所削减，此消彼长，云州仍有希望。再见到伽罗树菩萨被砸入皇宫，砸在眼前之前，姬玄是这么想的，许屏风也是这么想的。这里唯一出问题的地方是，不管是他还是许屏风，都错估了许七安的战力。首先，自武宗皇帝后，9州500年没有一品武夫的公开战绩，唯一惊鸿一现的神书，因为是半部武神，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其次，一品陆地神仙数百年来，只有一位天尊，且避世不出。陆地神仙与一品武夫配合，能爆发出多强的战力，这个没人知道。最后，许七安的成分过于复杂，
镇国剑、浮屠宝塔、众生之力、七绝骨诸多手段，肯定和正常的一品武夫不同。以上种种元素叠加，让许屏风难以估算嫡长子的真实战力。别说是许屏风，伽罗术和白帝同样错过了许七安和骆玉衡的战力。后者开战前信誓旦旦地说要尝一品武夫精血滋味，结果天赋神通被陆地神仙克制，肉身之力又难以与一品武夫比肩，死得憋屈。你还真快茅坑里的臭石头。许七安居高临下的俯瞰伽罗术，评价了一句。他接着望向脸色铁青的姬玄，皮笑肉不笑道：好久不见啊，七表哥。姬玄钢牙紧咬，没有丝毫犹豫，袖子里划出一枚玉符，掌心猛地发力。国师行事向来习惯留后手，姬玄也一样，身上不缺保命玉符，传送阵最远的距离是1州之境，捏碎了玉符，他可以直接返回雍州。不只是他，云州军中的几个关键人物手头都有传送玉符。青光没有腾起，他依旧在皇宫里。下一刻，姬玄察觉到右臂传来剧痛，不知何时，整条右臂已经脱离了身体。而高空中的许七安被狂风扯散，那只是一道残影。表哥好啊，我最喜欢杀表哥。身后传来许七安的冷笑，旋即又补充一句，也喜欢杀表弟。他以天蛊的移星换斗法术蒙蔽了姬玄的武者危机预感。姬玄身躯朝前一个踉跄，瞬间奔出数十米，咆哮道：国师，现在能救他的只有许屏风。吼声的余音里，许七安再次以夸张的速度瞬移般的出现在姬玄面前，左腿为轴，拧动腰身，砰，右腿化作鞭子扫断了姬玄的腰身，下半身兀自狂奔，上半身飞出一段距离后重重摔在地上。伽罗术，带姬玄走。高空中传来许屏风惊怒交集的低喝这位2品术士，理智的没有在嫡长子面前袖操作，把距离拉满。看到许七安返回京城的瞬间，他便知大势已去。许七安一脚踩住姬玄的上半身，回头望向伽罗术，冷笑道：你敢动吗？伽罗术凝眉不语。两人从北境一路打到京城，暴力对抗暴力。伽罗术很清楚，单凭金刚法相不是许七安的对手，身上暗金色的鲜血就是证明。一品武夫加众生之力，许七安的战力已经超过青州市的监正。他能在监正面前巍然不动，却被这位新晋的一品武夫当石头砸来砸去。不过现在的许七安距离神书仍有不如，因此没有像前者一样3拳打爆他的不动明王。但伽罗术仅仅是自保有余，撤了不动明王，仅凭金刚神功带来的肉身加持，扛不住这位一品武夫的拳头和镇国剑。把姬玄交给我，你不敢在京城与我动手。伽罗术沉声道。这个时候，伽罗术的态度决定了姬玄的生死，也决定了京城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死。许七安挑了挑眉，你可以拿京城威胁我，这确实是我软肋，但你觉得毁了京城，我会让你活着离开中原？许七安不吃这个威胁，提醒道：你毁了京城，赵守不会让你走，骆玉衡不会让你走，阿苏罗不在乎京城，但有可能的话，他绝对会拼上一切把你留在中原。金莲道长更不会放过这个捞取破天功德的机会。我想知道不动明王能不能扛住这么多高手的攻击。你现在有2条路，要么起身与我死战，毁了京城，但等大凤的超凡强者赶回来，你必死无疑；要么现在就滚，我给你离开京城的机会，自己选择吧。伽罗术想用京城威胁他，他一样能用性命反威胁对方，就看谁更狠。伽罗术菩萨，别被他蛊惑，他不敢跟你赌，他不敢的。姬玄竭力昂起脑袋，朝着伽罗术大叫。许七安脸色平静，一切尽在掌握，说道：但就算你伽罗术愿意为许屏风大业豁出命，你觉得他现在还有入主中原的希望？就凭他一个2品术士，还有我脚下的废物。白帝已经逃回海外，云州大势已去，不管他许诺了佛门什么好处，都注定不可能实现。伽罗术或许够狠，但绝对不会为了许屏风豁出命，因为就连许屏风都未必愿意为自己的大业豁出命。短暂沉默后，伽罗术缓缓起身，肉身伤势瞬间愈合，暗金色鲜血染满全身的他，双手合十，缓缓道：阿弥陀佛，许屏风，佛门与你的盟约就此作罢，好自为之。他看着许七安，缓慢后退3步，见没有阻拦，猛地冲天而起，化作金光遁向西方。许屏风似乎早料到伽罗术的选择，冷漠地俯瞰皇宫一眼，直接传送离开。姬玄满脸绝望。呼，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他有玉石俱焚的狠力，玉碎的存在足以说明一切。但能保下京城的话，他愿意做出妥协和让步，任由伽罗术离开，将来迟早要去一趟西域，这笔账日后再算。该结束了，我送你去见你的弟弟。许七安低头看着姬玄，手掌轻轻按下。姬玄额角青筋暴突，愤怒、恐惧、不甘皆有。他出生便是庶子，为了不抢嫡子姬谦的风头，韬光养晦了20多年。姬谦死后，
他才真正开始平步青云。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晋升超凡境，成为年轻一辈第2个超凡境武夫。只差一步，他就能杀死女帝，成就王图霸业。生命的最后，他走马灯般地回顾了一下人生。许七安，姬玄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下一刻声音戛然而止，狰狞的表情凝固在脸庞。他的元神被许七安一掌震散，魂飞魄散。借你头颅用一用。许七安召来镇国剑，割下姬玄的头颅，而后转头朝女帝说道：把他的肉身收集起来，回头我要炼血丹。姬玄的肉身依旧活着，充满旺盛生命力，但已经是一具空空如也的躯壳。糟了！楚元稹脸色铁青，忍住扭头看向恒远，发现后者眼里有着与自己一样的愤怒和悲伤。在城外激战的高手的视野里，青铜法器的崩解没有那么多的细节。从外城到皇宫，由于距离原因，青铜法器体型巨大，在城墙上的众人看来，小的就像菜碟子，更何况是正常人族体型的许七安。4品高手的目力无法透过遥远的距离观测到太多的细节，因此青铜圆盘的崩解更像是完成使命后被收回。张慎等大凤方的高手或悲怆或愤怒或茫然，纷纷猜测女帝惨遭了许屏风的毒手。成了！杨川南心里一喜，眼神闪烁着振奋，情绪微微激动。斩杀女帝后，大凤守军必定陷入慌乱，人心一旦浮动，还打什么仗？接下来的抵抗力度也会降低。攻占京城等于成功了一半。葛文轩踩着一件御风法器，远远地眺望皇宫，他一瞬间想到了很多。云州入主中原，他可以封王拜相，不但有足够的气运来辅助修行，晋升预言师、阵法师乃至冲击天机师。与他而言，真正的修行之路才刚刚打开。云州方的其他4品武夫一个个振奋不已。女帝已死，占领京城便在今日。放下武器，降者不死。几位桀骜的武夫大喝。戚广博不用御风查看情况，从城头上几方高手的回馈中就能猜到事情进展顺利，国师和姬玄斩首成功。魏渊，接下来该我们一决胜负了。戚广博眯着眼，嘴角轻笑。杀女帝于他而言是战争需要，事情本质却没有成就感。他真正的目标是魏渊，这也是他当年愿意跟着许屏风加入乾隆城的原因。他和魏渊素不相识，但正如许多名动江湖的高手，即使素未谋面，也要踏千山过万水的邀战，因为这世间知己与对手最难得。距离城墙不远的营房里，魏渊放下浑天神镜，伸了个懒腰备车，本座要去好气楼小憩。浑天神镜映照出的画面里，城头万籁俱寂，一个青衣飞扬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颗头颅，俯视下方硝烟弥漫的战场。许七安立于半空，缓缓道：姬玄已死，云州败局已定，降者不杀。许七安。葛文轩嘴唇动了动，艰难地吐出3个字。他的目光旋即落在姬玄头颅，脸色瞬间煞白。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天机盘的溃散不是姬玄和国师斩杀女帝，恰恰相反，是许七安回来了。国师和姬玄在皇宫遭遇了他。姬玄已死，那老师呢？姬玄死了。杨川南的心情两极反转，方才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绝望。不可能，白帝和伽罗树都杀不死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姬玄死了，国师不知所踪，云州军大势已去，他押上整个家族命运的这场豪赌以惨败终结。不只是杨川南，云州军中的高手一个个面如土色，既茫然又绝望，不知道为什么局面突然会变成这样，败得莫名其妙。远处戚广博嘴角笑意尚未褪去，便随着脸色一点点的僵硬，他的心也缓缓沉入谷底。他一瞬间辨清了局势，北境渡劫战提前结束，许七安返回京城，挫败了姬玄和国师的行动。姬玄身死，国师多半是逃了。云州完了。苗有芳一屁股坐倒在地，背靠女墙，擦了一把沾满血污的脸，虚脱般的说道：他终于回来了。边上张慎、李慕白、许新年以及禁军们真正的如释重负，就像有了主心骨，就像卸下了心头的巨石。楚元稹和恒远大师相视一眼，边露出笑容边松口气。刚才的异动不是怀庆死于许屏风之手，是许宁燕回来了。这也意味着北境渡劫战的结果是大凤赢了，是许英罗回来了。许英罗杀了云州的超凡高手。城头大凤守军爆发出冲天的欢呼声，士卒们对天空中的身影敬若神明。这下稳了，他娘的，咱们不用死了。一位断臂的守军靠着城墙，咧嘴露出血红的牙床。不用死了，不用死了。商族们掩面而泣，放声痛哭起来。在大凤军欢呼声里，葛文轩、戚广博、杨川南等10余位云州军核心人物同时从怀里摸出传送玉符，这是国师给他们的保命法器，相应的传送台设在雍州和京城边界。而到了雍州，
他们可以使用另外几枚传送术，通过途中的一座座传送阵一直返回云州。这期间花费的时间最多就1刻钟。传送玉符的炼制极为麻烦，材料谈不上价值连城，但也不便宜，因此只为军中的核心人物配给。此地不得传送。又一道人影出现在城头的空中，是头戴儒冠的赵守。他第一个赶回京城，可见儒家法术在各大体系中绝对名列前茅，出类拔萃。戚广伯等人手里的玉符已经捏碎，却没有青光腾起，待他们离开，最后的希望没了。赵守朝许七安轻轻颔首，轰！震耳欲聋的音爆里，许七安当即消失在众人视野里。他现在的速度已经达到武夫的极致，应该说达到了御风飞行的极致。除了传送术这种涉及到空间的法术，世间任何御风术都不会比他更快。之所以没立刻追上许屏风，是因为害怕伽罗术半途杀回来，来一个釜底抽薪。赵守回来了，阿苏罗和金莲就不会远。他们3人再加上寇扬州和孙玄机，绝对能抗衡体力消耗巨大的伽罗术。就算伽罗术抱有釜底抽薪的心思，见到这样阵容也会打消念头。而且许七安知道许屏风会去哪里，不怕找不到他。父子之间要有一个了结。当儿子的给父亲送终，天经地义。西院地下密室，一列禁军打开了沉重的铁门，清新清冽的空气涌入密室，让众女眷们精神一振。领头的禁军头目躬身道：“奉陛下之命，请太后、各位娘娘还有夫人小姐们回去，可以出去了。”一位哭花了妆容的贵妇人试探道：“叛军被打退了。”见太后和一众女眷目光盯来，禁军头目回应道：“叛军首领一死一逃，城外的叛乱也已平定，叛军将领尽数被俘。”陪伴在母亲身边的王思慕皱了皱眉，问道：“这么快？”禁军头目笑道：“许银罗回来了，能不快吗？”欢呼声爆发，女眷们这才彻底安心，破涕为笑，一边说着天佑朝廷，一边感谢许银罗。陈太妃身边绷着脸的林安终于不用假装镇定，一边如释重负，一边掐起腰。婶婶本来是想垮的，虚脱那种，但边上的女眷们齐刷刷的朝许家女眷看过来，逼得婶婶不得不挺胸抬头，保持体面，接受着贵夫人和千金们的吹捧和赞誉。木南枝看一眼林安，也跟着掐起腰。许灵月一脸人畜无害的柔弱。城头上随着许七安的离去，云州军陷入混乱之中。他们眼里战无不胜的机旋，从青州到雍州大放异彩的战神机旋，刚才头颅被许银罗拎在手里了。一瞬间，绝望的情绪在云州军和中层将领心里爆炸，以为女帝被斩后的心情有多激动，现在就有多绝望。而除了被他们誉为战神的机旋，连国师都逃了。姬将军被杀了，许银罗不可战胜，他是天神下凡。人群里，一名云州军满脸绝望，嘴唇颤抖。绝望和恐慌的情绪在云州军心里发酵，叛军骚乱起来，握着刀茫然左顾右盼，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姬玄人头后，他们心里再无半点战意。身为中原人，他们都是听过许银罗大名的，什么一人一刀斩了巫神，叫30万大军来云州时单枪匹马喝退2万叛军等等。这种固有印象在局势大好之时会被压在心里，一旦遭遇跨不过的坎儿，压在心里的畏惧便会疯狂反扑，让他们丧失斗志。杨川南眼里闪过一抹厉色，高声道：“云州军宁战死，不投降！众将士听令，杀！”边上10几名亲信握紧兵刃，满脸发狠。哐当！这时，一名士卒手里的战刀摔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投降！我都说了，造反没活路，我们打不过许银罗的。”沉默了几秒后，第2个投降者出现：“我也投降，我只是想活下去。”我也投降了。接着，就像引发了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云州军弃械投降，用各地的方言高喊着投降。造反是死罪，投降也没有活路。杨川南大喝道：“随本将军放手一搏！”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坚决不肯投降，想鼓动云州军与大凤玉石俱焚，即使死也要让其付出惨重代价。可他话还没说话，身后的一名亲默默丢了手里的刀，叫道：“我投降！”杨川南声音戛然而止，围绕在他身边的10几名亲信先后丢弃兵刃，高喊投降。杨川南脸颊肌肉狠狠抽动，目光一片灰败。远处看着城头城下不停有云州军弃械投降，戚广伯缓缓闭上了眼睛，单手按住腰间佩刀。为帅者当有体面死法。他脸色凄然，当年没能与魏渊沙场对决，今日依旧没有机会。许七安3个字就是横荡在他和魏渊之间的深渊，无法跨越，让人绝望。戚广伯心里一横，正要拔刀自刎，可是双手突然不受控制，愕然睁开眼睛，看见一袭白衣站在眼前，五官平庸，气质平庸，身高平庸。为何不让我死？戚广伯沉声道。
身为云州主帅，想死没那么便宜。孙玄机默默在心里说完，到了嘴边，化作一个字：呵。大凤守军在将领们的带领下，逐一捆绑降卒，他们挥舞刀鞘、木棍，呵斥打骂，发泄着心里的戾气。这群不知死活的叛军，居然敢打到京城来，谁给他们的胆子？不知道许银罗是大凤守护神吗？许银罗一身传奇事迹，何曾败过？这次也一样，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手刃了敌军首领。这就是他们的心目中的战神。葛文轩、杨川南等10几位核心人物被赵守、孙玄机和寇扬州迅速制服。有这些超凡高手盯着，想自尽都难。皇宫金銮殿，女帝高居玉座，殿内除了诸公之外，还有禁军、京城12位的统领们，以及许二郎、张慎、楚元稹、曹清扬等武林盟高手。后者因为保卫大凤有功，破例上殿面见皇帝，论功行赏。共俘虏叛军28361人，戚广伯、杨川南等叛军将领以尽数控制。此战阵亡将士8343人，受伤12000人，外城百姓死伤800余人。缴获火炮200余架，车弩120张，甲胄兵器。4座城门中，南城门已毁，城墙大段坍塌，其他3座城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需要大面积修缮。战损已经相当大了，不过诸公们脸上洋溢着喜悦，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阳光的轻松。此战终结了云州叛乱，笼罩在大凤朝廷头顶的阴云终于彻底散去，黎明已至。怀庆默默听完，缓缓道：此战损失颇重，众爱卿对战后处理以及叛军俘虏的处置有何建议？首辅钱钦书出列道：可让云州降卒做苦力，负责修缮城墙等事宜，待善后结束再做安排。这些降卒目前最大的用处就是充当免费劳力。首辅钱钦书继续说道：至于戚广伯等叛军首领，尽快斩首示众，以示朝廷威严。内阁已经拟好告示，许银罗力斩叛军首领姬玄，震慑全军，平定叛乱，如此可迅速安民心。怀庆颔首道：可。左都御史刘弘出列道：臣上有一事不解，北境渡劫站似乎大圣伽罗树菩萨和白帝如今在何处？刘弘的疑惑也是诸公们的疑惑。云州之乱结束了，但对诸公来说结束的有些莫名其妙。因为超凡境的战力里，云州所依仗的是白帝和伽罗树，可从头到尾他们并没有见到2位一品强者出现。怀庆语气威严，缓缓道：国师和许银罗双双晋升一品，已于北境斩了白帝肉身。伽罗树独木难支，被许银罗打退，逃回西域。殿内一张张低垂的脸猛地抬起，显露出震撼和茫然的神色。一品武夫，诸公们脑子里嗡嗡直响，险些就要和女帝说：别开玩笑。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瞬间在诸公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而即使是从赵守那里得知情况的张慎、李慕白再次听闻这个消息，心里仍泛起难言的震撼。武林盟的帮主门主们瞠目结舌，难以管理好表情。一品武夫诞生了。自武宗皇帝后，中原江湖已经500年没有出现一品武夫。500年后的今天，许七安晋升一品武夫，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成为真正的无敌之人。诸公竟然有种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感觉。我真的只是在军阵里待了5个月吗？南宫倩柔扪心自问，有些怀疑自己认知出了错误。他还是无法接受当初那个5品化境的银罗，5个月后成为武道巅峰的人物。一品是什么概念？这是把武夫体系走到尽头了。纵观古今，超品之外，谁的战力能比肩一品武夫？老祖宗闭关500年才晋升2品，这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注定载入史册。而许银罗20出头的年纪，已经把武道走完了。武林盟众人心情复杂，一下子觉得老祖宗的天赋似乎好像也就中人之资。这个念头闪过的同时，他们有些心虚的左顾右盼，见袁护法并不在殿内，顿时如释重负。好啊，大凤至此，将万事太平，四方列国无人敢犯。刘弘激动的双手颤抖，老泪纵横。这是中原百姓之福，是陛下之福，是社稷之福。这一刻，诸公心里凄凄然，回忆起经察之年以来大凤遭遇的种种事件，从真德帝祸乱超纲，自毁祖宗基业，到云州叛乱，中原民不聊生。过去的1年里，有太多的灾难，朝廷早已不堪重负。现在终于熬出头，为冤复生，许七安晋升1品，领军打仗有前者，超凡战力有后者。可想而知，接下来漫长岁月里，大凤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史书有载，高祖皇帝和武宗在位期间，西域北境巫神教南疆，四方臣服，从未敢侵犯大凤疆土，不敢妄动刀兵。大战结束后，内城的戒严便取消了，城防军敲锣打鼓地奔过大街小巷，高呼着叛乱已经平定，天下太平。
百姓们闻声，诧异的开门推窗，发现街上果然没了巡逻的士卒。打完仗了，吓死我了！还以为京城完了炮火声停息有一段时间了，我还以为叛军退去，谁想是叛乱已经平定。走走走，去告示墙那边看看情况。陆续有百姓离开家门，走到街上，默契地往城门口的告示墙、各大衙门的告示栏行去。果然，百姓们遥遥看见告示栏贴上了新的告示，上面说的是什么？是说叛乱平定了是吗？叛军老巢在云州，虽说这次叛乱结束，但很可能卷土重来。那也没办法，咱们京城能迅速打退叛军，已经极其厉害了。陛下果然是天命之人，官老爷们也没咱们想象的那么昏聩嘛。大多数人都不识字，一边讨论一边等待识字的告知告示内容。突然有人惊喜地叫道：告示上说许银罗斩杀叛军首领，震慑全军。声浪一下子起来，聚拢在告示栏边的百姓议论纷纷，不停追问真假。待得到确定答案后，百姓们恍然大悟，难怪叛乱平定得这么快，这是许银罗终于出手了呀。你说说，叛军这不是找死吗？千里迢迢地杀到京城来，还没掀起风浪就被许银罗掐灭了。我还以为是陛下英明神武，将士们训练有素，原来是许银罗一人震慑叛军。肯定啊，许银罗当初可是在玉阳关外一人一刀杀退巫神教50万大军的，如今首任叛军首领，震慑全军，在百姓们看来正是许银罗该有的风范。咦，不是20万吗？有人质疑数量的真实性，但很快就淹没在海潮般的赞誉声里。京城百姓不知不觉间已经养出一股傲气，这种傲气不是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贵民傲气，而是与许银罗同处一城的傲气。中原各地灾情不断，青州、雍州更是被叛军攻占，但我们京城不怕，因为京城有许银罗。王府，王思慕与母亲、2位嫂嫂乘坐马车返回府邸，2位兄长急惶惶地迎出来，迫切问道：听下人说城外战事已经结束？王夫人点点头，脸色轻松，笑道：听宫里人说是许银罗斩杀叛军首领，于城头震慑叛军，平了乱子。哎，当初老爷打算与许家结亲，我心里是不愿意的，现在才明白老爷用心良苦。以王家和许家的关系，即使老爷卸去首辅之职，一样能在京中大富大贵，福泽后世子孙。王家嫡长子松了口气，面露喜色。父亲还在房里等消息呢，我立刻去告诉他。王夫人颔首，老爷可以安心养病了。王思慕笑道：我去与父亲说吧。没人敢反对。王思慕一路来到父亲的卧房，叩动房门道：爹。门立刻打开，婢女躬声道：大小姐。王思慕嗯了一声，跨过门槛进入房间，看见王首辅靠着软枕，正朝自己看来。战况如何？王真文神色和语气都很平静，只是目光紧紧盯着王思慕。王思慕知道父亲的意思，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柔声道：许银罗回来了，结束了，爹，都结束了。王首辅点点头，因为早从2个儿子那里知晓了此事，如今得到确认，心里如释重负，北境渡劫战也结束了。王真文还有一个疑惑，但知道女儿无法回答。他怎么赢的？王思慕说道：来时在路上遇到二郎，他正要进宫面见陛下，与我说了一事。王真文看向女儿，王思慕抿了抿嘴，说出真相：许银罗晋升1品了。1品武夫。王真文喃喃道：1品武夫啊。他忽然觉得身体里有股新生的力量在萌芽，在茁壮成长，脸庞疲态进去。云州外海，蔚蓝的汪洋上，一列船队抛锚在起伏的碧波中，绣着青龙的旗帜在狂风中猎猎鼓舞。青龙舰队，身穿紫袍的中年人站在船舷边，目光眺望云州，眼神沉凝，看不出喜怒。乾隆城遇袭后，他察觉到城中战力不及敌军，当机立断，捏碎传送玉符抵达白帝城，随后带着城中的500亲信部队直奔沿海，乘上青龙舰队逃往海外。此地距离云州有数十里，足够安全。他在这里等待国师的消息。青龙舰队存在的意义不是战斗，而是给云州留后路。当年选择在云州扎根，就是因为此处背靠汪洋，即使到了绝境，依然还有退路。国师既然没有回援云州，那就说明他有把握拿下京城。只要夺下京城，云州的损失便不算什么。紫衣中年人身居高位多年，胸有劲气，并不慌张。这时他看见眼前白影一闪，出现许屏风的背影。国师。紫袍中年人神色狂喜，内心振奋。如他所料不差，许屏风出现在此，说明京城战事已定。一瞬间，紫袍中年人想到了很多，入主中原，登基称帝，从此黄袍加身，成为天下共主，夺回正统之位，了却祖辈的遗憾。他越想越激动，血气上冲，精神亢奋。不过多年来身居高位养成的气度让他迅速平静下来，深吸一口气，维持住形象道：京城战事了。
国师是来接朕进京的吗？许屏风没有转身，凝望着不断翻起白沫的海面，叹息道：兵败了，陛下做好出海的准备吧。紫袍中年人脑子嗡的一响，像是被人敲了一闷棍，踉跄后退。他的脸色迅速惨白，嘴皮子发抖，手脚也跟着发抖，像是经受不住海风的湿冷。紫袍中年人一字一句道：怎么会这样？白帝呢？伽罗树菩萨呢？还有姬玄、戚广伯，其他人呢？许屏风微微摇头。北境之战中，许七安利用渡劫顺利晋升一品武夫，白帝和伽罗树非他对手，前者已经退回海外，后者则代表佛门撕毁了与云州的盟约。出征之人都留在京城了，姬玄死于许七安之手。紫袍中年人大脑一片空白，心脏骤停。他抛下乾隆城内的族人时，没有任何犹豫，顶多是痛心疾首片刻。可听到姬玄死在京城，死于许七安之手，紫袍中年人如同五雷轰顶，心里痛不可遏。不是他多疼爱这未赎出的儿子，而是这是一位三品武夫啊！培养一名三品武夫是多艰难的事，那枚成就姬玄超凡之身的血丹，更是他们这一脉的底蕴之一，说没就没了。朕愧对祖宗，愧对祖宗啊！紫袍中年人掩面，声音沉痛，带着难以压抑的哭腔。许屏风没有说安慰的话，语气冷淡：陛下先去龟背岛待着，休养生息。今日兵败京城，大不了继续隐忍，日后未必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武宗叛乱时，陛下那一脉的皇族先祖便是如此。幸而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考虑，龟背囤积的钱粮可作为东山再起的底蕴。凡事都要有双全的准备，因此许屏风和乾隆城这一脉在海外寻了一处适宜耕种、物产丰富的无人岛，在那里囤积了部分钱粮。一旦造反失败，就秘密退守荒岛，休养生息。如今这条后路算是用上了，虽然这并不是件让你愉快的事。紫袍中年人双眼发红，喃喃反问道：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许屏风呵一声：陛下莫不是忘了，我那个嫡长子是靠什么起家的？紫袍中年人先是一愣，继而灵感迸发，脱口而出：气运加深，寿元与常人无异。他说着，悲怆的脸色转为惊喜，振奋道：没错，就算他修为通天，已经跻身一品武夫行列，他也不过区100年寿元。等他寿终正寝，我们可以再与佛门、白帝联手，而那时监正还在封印中，大奉朝廷凭什么与我们斗？许屏风笑了笑：就是这个理。所以此刻我得出海寻找白帝，与他共谋此事。陛下先去龟背岛吧，大海茫茫，岛内又有我精心布置的阵法，他想找到可不容易。就在此时，澄澈如洗的天空传来沉闷刺耳的轰隆声，宛如惊雷滚过。青龙舰队内的甲士、高手以及愕然地望向天空，紧接着面如土色，神色惶恐，像是迎接末日的凡人。一道人影急速掠来，刚看见时还在天边，眨眼间已到眼前。许七安，他追来了。许七安的声音在天边滚滚回荡：许屏风，你逃不掉的，你躲到海外，我就追杀到海外，上穷碧落下黄泉，我都要杀你。许屏风脸色大变，继许七安赶来京城截住姬玄后，又一次露出明显的情绪变化，表情管理失控。怎么，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追来？你太自负了，自以为智珠在握，天下英雄尽在你算计之中，以为自己永远有退路。兵败之后，你便果断放弃京城中的人马，立刻返回云州，带着最后的希望出海。你算计我，坑害我，把我视作棋子，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早就在这一次次的交手里摸清了你的习惯和脾性，摸清了你万事留一手的性格。真当所有人都是被您玩弄于股掌的傻子？当你出手越来越多，你就注定死路一条。许七安尽情的嘲讽，尽情的怒骂，一吐胸中郁气。他想这一天很久了，把许屏风逼到绝境，把他的所有云淡风轻踩在脚下，告诉他他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今天许七安做到了。许屏风没算出他利用天劫晋升一品的计划，直接导致了云州军大势已去。而后许屏风依旧没算出他会追来的这么快。从许屏风离开京城那一刻，许七安就知道他要来云州，带着最后的希望出海，暂避锋芒，将来东山再起。这是基于许屏风一贯的性格做出的推测。过去的种种表现中，不难分析许屏风稳健的性格以及万事留一手，绝不让自己陷入绝境的习惯。而且28星宿里的青龙星宿始终未曾出现。根据青州时俘虏的云州军战俘交代，青龙星宿是一支水师，这支水师从头到尾都没有参战，它是用来做什么的？答案不言而喻。其实不只是许七安猜出来，魏渊也猜出来了，所以他把混天神镜留在了营房里，这是魏渊给他用来于茫茫大海中寻找许屏风的。国师，他来了，他来了！紫袍中年人吓得肝胆欲裂，惊叫道：快带朕走，快！逃命的时候，许屏风怎么可能地上累赘？他脚下腾起青光，瞬间消失在所有人视野里。许七安一点都不慌，
因为在刚才出言嘲讽的过程中，他已经锁定了许屏风，坍塌了所有契机，收敛了所有情绪。天地间，一道黄澄澄的剑光一闪而逝，遁入虚空之中。玉碎的3个阶段，锁定蓄力斩击。在靠近青龙剑队时，许七安就借着言语嘲讽的机会锁定了许屏风。从这一刻起，许屏风便再难逃离他的玉碎。斩出玉碎后，许七安把镇国剑和太平刀丢了出去，吩咐道：“你们俩把船上的人都杀了，杀光再来找我。”太平刀和镇国剑呼啸而去，化作一道暗金，一道黄橙的流光交错飞舞，冲入青龙舰队中。霎时间，一颗颗人头翻飞，一波波温热的鲜血溅起。许七安，紫袍中年人高呼，想告诉许七安自己愿意投降，愿意归顺，愿意随他回京，但他只来得及喊出许七安3个字，便被镇国剑穿透胸膛，被太平刀斩飞头颅。紫衣染血，回头再来招魂审讯。许七安取出浑天神镜，命他关照方圆千里，搜寻许屏风的位置，在震耳欲聋的音爆中消失于天际。许屏风没有武者的危机预感，但他知道大难临头，因为许七安对他拔刀了。他收集着嫡长子所有的情报，2品之前的一切，许屏风都了然于胸。他的战力、底牌、法器等等，都在许屏风的掌握之中。因此，许屏风比谁都清楚嫡长子的意有多可怕。当他锁定你时，你便只能与他赌命，两败俱伤。他施加在你身上的伤有多重，便会同步返还到自身，无法躲避，无法用法器抵挡，只有赌命。他现在唯一的应对方式，便是以传送法术逃亡。传送法术涉及到空间，是除琉璃菩萨之外，当世最快的法术。茫茫大海上，许屏风连续不断的闪现，身后一道黄澄澄的剑光穿透空间，急速逼近，追命鬼似的追着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许屏风脸色渐露狰狞，当黄澄澄剑光如芒在背之际，他当机立断，让元神和肉身瞬间分离。这是许屏风能想出的唯一合理规避玉碎的手段，也是玉碎唯一的缺陷，他只有一击之力。肉身和元神，他只能2选1。天海之间同时出现2个白衣身影，即将斩中肉身的剑意猛地一个折转，杀向了略显虚幻的元神。许屏风的元神在剑光中寸寸瓦解消融，与黄澄澄的剑光一起消散在汪洋之上。这时许屏风腰间香囊里掠出一件漆黑如墨的幡，这是招魂幡的赝品，只具备真品威能的10之1/2，能召唤方圆10里内的魂魄。哗啦啦，招魂幡抖动起来，阴风阵阵。不多时，许屏风溃散的元神慢慢凝聚，显化成一道近乎透明的身影。这道身影极为脆弱，在海风中摇摇欲坠，似是随时都会溃散。没有任何犹豫，元神立刻投入肉身。肉身旋即睁开眼睛，接着他收起招魂幡，从香囊里取出一枚瓷瓶，拔开木塞，把里面温养元神的丹药一股脑儿服下，这才堪堪稳住元神。幸好武夫对付元神的手段只能算一般。许屏风汗流浃背，心里没有任何大难不死的喜悦，有的只有后怕和愤怒以及无力感。他堂堂2品巅峰的术士，却只能勉强接下许七安一刀，别说是与他争锋了，连逃命都如此勉强，这让骄傲自负的许屏风难以忍受，简直是赤裸裸的屈辱。青光一闪，他再次与传送术逃离。许七安不会放过他，会一直追杀他到天涯海角。如今能救他的只有白帝，这位神魔背景不简单，白帝只是傀儡，他的真身另有其人。许屏风没有尝试屏蔽自身天机，因为许七安已是1品武夫，比他高1品级，且父子之间因果纠缠太深，无法强行屏蔽。他不惜代价的施展传送术，终于循着手里那枚鳞片的气息来到了目的地。同时他在海岸线尽头看到了骆玉衡。高速飞行中的许七安猛地顿住，感应到身躯传来一阵剧痛，这种剧痛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玉碎的反馈不对，他立刻察觉到不对劲。踏入1品之后，精气神融为一体，元神和肉身已经不再有区别，但他依旧能感应到元神受到的伤害极大，肉身只是轻微受创，这还是因为肉身和元神融合后的连带效果。稍一沉吟，他大概猜到了许屏风的操作，孩子难产，保大保小的操作罢了。哼，看你能逃到哪里。浑天神镜就像一座雷达，关照方圆千里。许七安飞行半个时辰后，没有捕捉到许屏风的身影，反而见到小姨骆玉衡拎着神剑立于天海之间，羽衣翻飞，秀发飞扬，偏若9天仙子，清冷绝色。他蹙眉凝视海底，似与什么东西在对峙。在浑天神镜关照到他的同时，骆玉衡也感应到了神镜，侧头看来，两人隔着神镜对视。2秒后，许七安一个猛扎到骆玉衡面前，沉声道：“白帝呢？”骆玉衡低头看了一眼海面，嗓音清冷：“我追着白帝的魂魄一直到这里，他从这里入海，我追了下去，见到一道海沟，海沟里有极为可怕的存在，我感应到了他的气息，便上来了。极其可怕的存在，
大荒本体。许七安皱起眉头，多强？骆玉衡沉吟片刻，道：单打独斗，我没有任何胜算。这么强，许七安抽了一口凉气。即使在神魔活跃的远古时期，像古神那样匹敌超品的神魔，也是凤毛麟角的。而这个大荒，身为神魔后裔，实力竟比一品还强，那他的祖先得有多可怕？骆玉衡又道：许屏风在下面，只与我打了一个照面，便传送到海底去了。他元神似乎受了重创，你干的。在下面啊，他果然投靠白帝了，一人一兽，很早前就达成结盟。许七安深吸一口气，看向骆玉衡绝美的脸蛋，你我联手下去会一会他，顺便看看监正那老东西死没死。监正还在白帝手里。许屏风体表腾起阵阵青光，几个闪烁便穿过漆黑无光的深海，看见了海底大裂谷。他身上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袍子，他像一层黏膜般包裹住许屏风，让元神濒临消散。白衣术士可以在水下自由呼吸，同时把可怕的水压抵挡在外。避水衣，术士最不缺的就是法器，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永远不存在短板。就算有，那就继续花银子炼器。幽暗的海底，水波荡漾，大裂谷就像怪物张开的血盆大口，等待着迷途的鱼自投罗网。许屏风展开掌心，看了一眼洁白鳞片散发的光辉，根据鳞片指引，白帝就在下面。鳞片沾染了白帝灵魂的气息，这是许屏风能与白帝千里传讯的基础。许屏风抬头往上看去，他能感应到陆地神仙和一匹莽夫透过无尽汪洋盯着自己，但忌惮海底裂谷里的怪物，没有贸然下水。我永远不会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许屏风低声自语了一句，在青光包裹中取出一枚绽放灿灿白光的夜明珠，进入海底裂谷。白光迅速下坠，被无穷无尽的黑暗吞没。不知过了多久，许屏风脚底踩到淤泥，他终于来到了海底裂谷底部。高举着在夜明珠走了片刻，明亮炽盛的光芒边缘隐约间出现一个巨大且模糊的轮廓。又往前走了100余步，许屏风看清了怪物的冰山一角。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张酷似人族面孔的脸，但细节上更加粗犷和丑陋。头顶有6根微微弯曲的长角，他的头颅足足有京城的城墙那么高，若再加上6根弯曲冲天的角，那么就有城墙的2倍高。6根弯曲长角遍布着与生俱来的神奇纹路，以许屏风现在的位格，一眼就能看出其中蕴含大道法则。这些纹路如果能参悟透彻，便可以演变成强有力的阵法。但他猛地闭上了眼睛，那些纹路固然可贵，但太危险，犹如深不见底的漩涡，险些将他本就虚弱的元神吞噬。很强大，非常强大。尽管眼前的怪物陷入沉睡，但许屏风仍能估算出他远比白帝要强大很多。你来了！宏大缥缈的声音直接传入许屏风脑海。许七安打退了伽罗术，我们败了。许屏风语气低沉，审视着人面，道：这就是你的本体，一具重伤之躯罢了。当年道尊将我们逐出九州大陆，我与他交过手，险些被杀，伤势一直到现在还没复原。荒的声音再次响起。许屏风没信也没不信，说道：大凤不灭，监正便不死。你炼化守门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如今之计是避其锋芒，等待100年之后，许七安寿终正寝，我们便可卷土重来，一举推翻大凤。这时轻笑声从荒的其中一根弯曲羊角里传出。监正老师，你是否很得意？许屏风鼓荡元神，神念传音，你扶持的许七安成功晋升1品，成为九州大陆屈指可数的强者，而我炼化中元气运，晋升天命师的计划不得不停止。监正云淡风轻的声音传来，同样是神念传音。魏渊复活了吧？许屏风沉默了一下，冷哼一声。监正笑道：骄傲和自负是你最大的弱点，你年纪轻轻便踏入2品术士行列，自诩聪明，是天下英雄如无物，如今被自己亲生儿子逼得走投无路，如此窘迫，感觉如何呀？监正的话就像一把刀子捅进许屏风胸膛，让他额头青筋凸显，面皮抽搐。你还想东山再起？你不死，许七安和骆玉衡会走。监正笑道：以许七安对你的恨意，你走不掉的，即使有荒护着你，他也会与你们不死不休。荒陷入沉默。骆玉衡秀眉轻蹙，不要大意，你说过白帝的本体是荒，但他为何要披着白帝的皮返回九州？如果他真身降临，我们根本不可能晋升1品。许七安沉吟一下，说明他本体出了问题，或不方便返回九州。如果是前者还好，他们可以试着斩杀荒，若是后者，那情况就比较麻烦。先试探。许七安道。骆玉衡嗯一声，头顶飘出漆黑的水象，钻入海中，在2人脚底快速游曳绕圈。海面当即出现一个直径10米的漩涡，漩涡快速扩大，转瞬间便化作直径50米。漩涡尖锐的尾端像利刃般扭曲着刺入海底。很快，许七安就透过漩涡的中心看见了海底，
看见了大裂谷，而这个时候，水箱搅拌出的漩涡直径已经扩大到100米，蔚为壮观。身为陆地神仙的骆玉衡，水中战斗并不输任何水属性神魔后裔，即使白帝那具肉身还在，骆玉衡也不怕与他水战。骆玉衡见状，扬起手里的铁剑，雪亮的剑身爆发出冲天剑气，紧接着一层炽烈的火焰沿着剑身游走，熊熊燃烧。他持剑的手缠绕上一抹旋转的气流，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许七安也没闲着，他轻轻握住拳头，拧腰，右臂后拉，气机滚滚汇聚于拳，升腾的气机扭曲空气。相比起骆玉衡的绚丽的操作，神仙般的手段，一平武夫的凝视要显得朴实无华许多。大裂谷里，许屏风豁然抬头，看见一道扭曲的巨大的漩涡排开海水，直逼大裂谷。透过漩涡中心，他依稀看见许七安和骆玉衡各自蓄力，杀招瞬间将至。身后沉睡的荒双眼紧闭，嘴巴缓缓张开，一团明镜宣赫的力量在口中酝酿。海面上，骆玉衡握剑的手缭绕的气旋速度快到了极限，他抛出手里的剑，娇斥道：“去！”气旋呼的一声，就像加装了推进器，将燃烧着灼热火焰的铁剑推向漩涡中心。剑势极而立，融合了风向之力速度、火象的爆裂以及人宗剑法的犀利的杀伐之力。边上，许七安轰出蓄力已久的拳头，拳劲厚重而磅礴，像山崩，像海啸，不慎触碰到拳劲的海水，嗤嗤作响，瞬间气化。另一边，荒獠牙交错的口中，那道宣赫的光芒喷吐，漆黑的大裂谷被照得亮如白昼。轰！光芒触碰到铁剑的刹那，当即爆炸开来，成千上万吨水沸腾，海底迎来了一场地震，方圆数十里的软泥层同时被掀起，淤积了上百年的泥沙化作灰色的烟尘冲天而起，清澈的海水顷刻间就变成了浑浊的泥汤。许屏风所在的大裂谷坍塌，一块块巨石翻滚着砸落，他迅速传送到一侧，而后看见烈焰燃烧的铁剑穿透泥汤，拖曳着华丽绚烂的尾焰，刺入沉睡中的怪物额头。铁剑只刺入一半，就用尽了力量。这时，霸烈无双的拳意紧随而至，沿途浊流纷纷气化，拳意轰在剑柄上，将他后半截也推入到人面羊身怪物体内。沉睡中的怪物眼皮剧烈抖动，似是要醒来。许屏风心里一悸，头皮发麻，一股可怕的威压随着怪物的复苏而升起。这种压力是迦罗树菩萨都不具备的，有点类似如圣阴魂、大日如来法相。海面上，许七安和骆玉衡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震惊。已经是一品境界的他们，比许屏风更能清晰直观地明白这股威压的可怕。许七安没有见过如圣阴魂和大日如来法相，但他见过只缺一个头颅就重组完毕的神书，见过他狂暴时的可怕。现在他从荒的气息中察觉到了同位格的力量，这是无限接近超品的力量。什么情况？荒的本体有这么可怕？许七安心里一凛。就在这时，他和骆玉衡还有许屏风听见了咔嚓的声响，人面羊身怪物头顶的某根弯曲长角折断，弯曲长角上与生俱来的纹路亮起，它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海水、光、水灵之力等等，像是传说中永不见底的极渊，吞噬天地间的万物。就是这样一根角，曾经在青州杀死过监正，将他元神封印在角中。荒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主动折断一根角，用来对付许七安和骆玉衡。这是一位曾经的超品，平之纵横远古时期的武器，蕴含着他的天赋神通，是灵韵的具象化。这根断角缓缓浮起，角尖对准了许七安和骆玉衡。这一刻，许七安心里警铃大作，除了武者对危机的预感之外，他明明有感，这一击无法躲避。骆玉衡因为陆地神仙的特殊，更加清晰透彻，他看见神秘诡异的符文迅速扩散，化作席卷一切的漩涡，这其中就包括他们。我曾经听一位神魔后裔说过，大荒的天赋神通是吞噬万物，吞噬的强大生灵越多，他的天赋神通就越强。许七安低声道。骆玉衡蹙眉不语，大荒的这种天赋神通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法术，他的金身无法免疫。没想到他的本体如此可怕，许屏风心里暗自忌惮。不过盟友越强大，对他越有利，不强大如何对抗陆地神仙和一品武夫？嗡！空间猛地一荡，像是刺穿的幕布，断角击射而去，目标直指骆玉衡和许七安。以断角为核心，神秘诡异的纹路化作滚滚漩涡，吞噬一切的漩涡。骆玉衡眼里金芒闪烁，正要迎上断角，腰带忽然一紧，许七安把他往后提了提，一边去，没给骆玉衡发怒的机会，他俯冲而下，双手合握，抓住了断角。呼！诡异可怕的气旋豁然膨胀，许七安就像扑火的飞蛾，在难从气旋中脱离。断角有半个城墙高，相比起来，许七安身子连飞蛾都不如，是一只苍蝇，被一把剑刺中的苍蝇。他的双手皮肤迅速剥离，露出嫩红的筋肉，筋肉也在快速剥离。他的气机和生命力飞速流逝，被气旋攫取。
大裂谷里，许屏风看着这一幕，眼睛一亮。白帝的神通尾实出乎他的预料，看架势似乎能让许七安吃大亏。别过来！许七安喝住想要上前相助的骆玉衡，咧嘴笑道：“看好了，让你看看一品武夫的蛮力。”话音落下，许七安身上的衣袍炸裂，露出洁白无垢的健硕身躯，一道道流畅又凌厉的肌肉线条展露在骆玉衡眼前。他周身的肌肉无声蠕动，可怕的力量从小腿传递到大腿，再到腰身，一直层层推动到手臂。啊呀！许七安昂起头，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他的双眼射出2道贯穿天穹的金光。整座汪洋沸腾起来，数以万顷的海水翻涌着卷上高空，白沫喷涌天空，乌云翻滚，雷电在云层中闪烁，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骆玉衡吃了一惊，在他独特的视野里，整片天地元素紊乱了，像是出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让大道秩序出现了错误。骆玉衡再看向许七安，看见天地元素对他避之不及，不敢沾身，断脚扩散出的诡异神秘纹路也被他一点点的排开。他不由得想起以前听说的一则关于武夫的传闻，武夫的极致便是专修自身，不与外界互通，自成天地。咔嚓，清脆的裂响声里，那根半座城墙高的羊角崩裂出无数细小的裂缝，而在这之前，笼罩在四周的神秘纹路早已先一步溃散。咔嚓，羊角的尖端彻底碎裂，被一品武夫以蛮力硬生生掰碎，吞噬一切的气旋随之消散。弯曲的羊角迅速回落，朝着海底大裂谷坠去，重新回到荒的额头，断裂处严丝合缝，就像从未折断过，但被许七安掰断的尖角却难以愈合。许七安傲立天海之间，双手血肉尽失，只剩森森白骨，他的气息不再强盛，隐约要跌回2品，当然品级依旧是1品。深吸一口气，许七安脸色狰狞地朝着海底咆哮道：“杀了他！”吼声滚滚如雷，海底大裂谷荒头顶的羊角纹路骤然亮起，呼，气旋应激而生。杀我！许屏风心里一凛，本能的就要施展传送术，但是迟了，气旋笼罩了他，将他定在原地。紧接着，他的血肉迅速剥离，化作纯粹的灵力被吞入气旋中央。慌的叹息声回荡在大裂谷中。云州大势已去，你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我的灵运受损，还不想彻底醒来，妥协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一品武夫的强大远超我的想象。等待许七安100年后寿终正寝，来不及了，时代的洪流已经开始奔腾，大劫将至。你太弱了，并没有资格成为我的盟友，只有1品才能参与到大劫之中。吞噬你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气运与灵运同样重要，而你是练气势。在荒的一语声里，许屏风身躯缓缓消融，他脸庞布满绝望，元神震荡出气急败坏的吼声：“不，你不能杀我，别杀我！”那不甘和怨气浓厚的宛如实质。他豁然抬头，透过漩涡中央，看见了冷漠俯瞰着他丑态的许七安。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没掐死你。许七安扬起手掌，气机凝成长矛，缓缓道：“今日斩你！”文珠一夫骤已，未闻弑父。用力投掷出气机长矛，贯穿了许屏风的胸膛。许屏风身躯彻底崩解，元神寂灭。这位2品巅峰的炼气士似乎并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在嫡长子的推动下，死在神魔后羿手中。激荡的海水缓缓平息，笼罩在天空的阴云散去。许七安悬空而立，弓着腰背，剧烈喘息他之所主动去接荒的长角，一方面不愿骆玉衡涉险，另一方面是要打服他，让他明白一件事：你虽然很强大，但我要是与你玩命，你一样的赌命。当透过骆玉衡搅拌出的漩涡，看见沉睡中的荒，判断出他本体确实出了问题，许七安心里便定下了这个计划。且知道一定能行。何心和伽罗树退出中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要为一个盟友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而且是大势已去的盟友。在云州军彻底失败那一刻起，他们这个3角联盟的关系其实就已经不牢靠了，因为短期内没有了共同的目标。果不其然，当他捏碎荒的长角，展现出不死不休的态度时，荒选择了妥协，了却因果，前尘往事一笔勾销。许七安朝着蔚蓝的天空张开了双臂，就像拥抱新生。骆玉衡眉眼温柔，破天荒地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温婉笑容。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蹙眉道：“监正是死是活？”许七安愣了一下：“应该活着吧？算了，不管他，区区一个天命师没啥用，监正肯定是救不回来了。而且许七安觉得担心谁也别担心老硬币，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谋划什么。”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庞大的身躯在水中漂浮，朝着更遥远的海外飘去。他闭着眼睛，宛如沉睡，随波逐流一般飘向远方。其中一根弯曲的羊角里传出坚正的叹息声：“都说了，他不杀生父，誓不罢休，你偏不信邪，
这下安逸了。灵韵又缺了一脚，荒诞诞道：“术士的滋味真不错，我的力量又增强了。”坚正喋喋不休道：“大劫将至，你还要去海外？”荒缥缈宏大的声音传来：“你想知道海外有什么吗？带你去个地方，我要为大劫来临做准备。”骆玉衡望着掌心中的紫衣中年人道：“龟背岛有不少钱粮储备，正要可以带回去，缓解朝廷缺粮缺银的窘境。”许七安抬起带着血丝的指骨，戳了戳骆玉衡娇嫩的脸颊，笑道：“国师，我受伤严重，急需双修疗伤。”骆玉衡板着脸，公事公办的语气：“我已是陆地神仙，双修之事不必再提。你我再无男女之间的关系。你的好姐妹花神也说过类似的话。”头一转，又夹着我的腰咿呀呀。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东海郡，布置奢华的东海龙宫。”内厅，身穿嫩绿色长裙、容貌娇媚的东方婉容端着木托盘进来，把茶水放在纳兰天禄面前，笑盈盈道：“恭喜老师重塑肉身。”纳兰天禄头发花白，面容清癯，微笑颔首。他凝视着心爱弟子娇媚的脸蛋，忽地叹了口气：“我本想办法恢复肉身后，便把你送到天宗去。那小子既对你许过终身之约，为师就算得罪天宗，也要让他娶你。但方才大巫师传信于我，召我速速返回径山城。”东方婉容皱了皱眉：“为何？”纳兰天禄神色古怪，措辞片刻，道：“中原战事已经平定，许七安晋升一品武夫。大巫师说，巫神降下法旨，召天下巫师返回径山城，你也要跟着一起去。”他看着东方婉容茫然的神色，一字一句道：“大劫将至。”阿兰陀。菩提树下，迦罗树菩萨看向白衣如雪、青湿如瀑的琉璃菩萨，道：“接下来，我和广贤会合力助你疗伤，让你恢复修为。”琉璃菩萨问道：“你去见过他了？”迦罗树嗯一声：“神魔时代的大劫要来了，等做好准备，应对大劫。另外，许七安跻身一品，成为当世最强武夫，妖族等待的机会来了。阿兰陀会先面临一场兵灾。”琉璃菩萨和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脸色凝重。青州城，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流民们挤在城门口，听着吏员讲解告示上的内容。即日起，青州再造黄册，凡登记在册之人，过往一切不究。即日起，朝廷广开粮仓，凡参与重建青州者，皆有田地分配。秋收之前，州棚不撤。那一张张肮脏的、曾经麻木的脸上焕发出了新生的希望，眼睛里有了亮光。大凤13州，所有告示墙都张贴着同样的告示：黑暗结束，黎明已至。皇宫，身穿龙袍、威严不输男子的女帝登上高楼，迎面而来的是徐徐的春风，清凉但不冷冽。她负手而立，抬了抬白皙的下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好七楼，噔噔噔，缓慢的脚步声里，许七安穿着银罗的叉服登上7楼，看见了熟悉的茶室、熟悉的摆设，茶案后盘坐着熟悉的大青衣，鬓角微霜的男人面带微笑，温和道：“来了。”泪水一下模糊了视线，许七安仔细地正了正衣冠，就像当初那样，躬身抱拳，卑职见过魏公。世人多媚骨，唯有君如故。第5卷绝世武神。清亮的春风呼啸着涌入茶室，两个身姿笔挺的男人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4方茶几。呼！魏渊轻轻吹散杯中升腾起的热气，抿了一口清亮的茶叶，满脸陶醉。馥郁回甘，余香绕齿，没想到此生还能饮到花神种的茶叶，值了。你这辈子值的也太廉价了吧？许七安腹诽了一句，笑道：“知道魏公爱喝茶，特意带了1两孝敬。其实是陈茶，木南枝以前留下来的。”魏渊满意点头，感慨一声：“花中魁首，国色天香，木南枝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绝色美人，无名无分的跟着你，算是委屈人家了。骆玉和儿今是陆地神仙，他同意你娶临安殿下。”许七安没料到两人见面的第一件事，他关心的居然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叹了一口气：“都不是省油的灯，提及此事我便头疼，魏公有何指教？”魏渊放下手中茶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许七安立刻明白自己所言不妥，刚要嘿嘿一声带过话题，便听魏渊淡淡道：“均衡存于万物之间。”许七安若有所思。魏渊双手搭在岸边，面带笑容：“我身陨之后的事，陛下已经详细与我说过，你做得很好。”许七安张口就要谦虚几句，魏渊笑眯眯道：“我也没想到，你4品时便能一人一刀独挡巫神教20万大军，可见晋升1品武夫并非侥幸，实乃天人之资。你这是在报复我刚才说错话吧？你现在都已经是完璧之身了。”许七安心里嘀咕了一句，尴尬道：“都是世人瞎传。”他不再说话，端起茶盏喝了一口，
暗示魏渊接过这个话题。朝堂诸公在争论如何处理云州，你怎么看？魏渊问道。政务上的事，我并不关心。许七安先垫了一句，接着说道：凡带甲士卒，皆赐配充军；凡支持叛军的云州官员、乡绅望族，尽数抄家。这不是他的看法，是他根据对怀庆的了解做出的推测。赐配充军是惯例，属于常规操作。至于官员和乡绅望族，正好可以借着打土豪的名义，剥夺他们的钱财、田地，用来安抚平民，缓解朝廷钱粮短缺的问题。闲聊几句后，魏渊正色道：你可知我身陨后魂魄归于何处？许七安摇头。当日出征之时，赵守付出不小的代价，为我博了一线生机。原本我身陨后，刻刀和如关会带回我的魂魄，却只带回来一缕残魂。魏渊无奈道：是巫神拘走了我的天地两魂，封于石像之中，还是低估了超品，哪怕他只能渗透出一丝力量？许七安心里一沉。魏渊看了他一眼，颔首道：没错，我魂魄回归后，如圣的力量再次松动，巫神又开始冲击封印。封印是我加固的，是我与如圣的力量结合，所以巫神当初拘了我的魂魄，就是想利用我，替他冲开一道口子。见许七安眉头紧锁，他解释道：除此之外，陛下亲自召唤我的魂魄，让如圣的力量产生了松动。普天之下，能撬动如圣封印的除了你，便只有他。巫师会算卦，巫神是不是早就算到我会复活魏渊？许七安没想到召唤魏渊魂魄会有这么大的后遗症。巫神是当世3大超品之一，修为通天彻地，他要是挣脱封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等等，他心里一动，沉吟道：既然召唤魏公的魂魄会让巫神封印松动，那监正怎么会同意此事？不要什么都问我，动一动自己的脑子。魏渊看他一眼：你现在是大奉真正的守护神，不管是战力、声望，都超过了我和监正。可我也只是一个粗鄙的武夫啊。许七安自省了一下，有魏渊在的时候，他总是懒得动脑子，不懂就问。魏渊道：记得我留给你的遗书吗？我曾经与你说过，说您少年时代就惦记着太后。许七安表面沉稳，问道：九州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魏渊放下茶盏，脸色严肃。去年夏末，巫神教企图侵蚀北境地盘，以此为根基，南下吞并大凤。赵守在那个时候找到我，如圣寿终正寝之前，曾留下手书，言自身是应运而生之人，要为人间消弭一场灾祸。我在那时才知道，如圣在1200多年前，先后封印了古神、巫神和佛陀，也终于明白巫神教为何要侵蚀妖蛮地盘。他们想扩大疆域，凝聚气运，助巫神挣脱如圣封印。巫神一旦解开封印，中原便是巫神教的囊中之物。许七安缓缓点头，对，古神还在南疆被封印着，佛陀情况最复杂，但同样无法脱身。那时候如果巫神教顺利打下北境，巫神是最有可能第一个挣脱封印的。随着接触到的上古隐秘越来越多，他现在已经理解魏渊为何凭着身死也要封印巫神。没有秋后时的进山成一役，或许巫神现在即将脱困，甚至已经脱困。魏公可知如圣封印超品的原因？许七安问道。魏渊颔首：陛下已经与我说了神魔终结的原因，以及白帝前往南疆与古神的对话。不出预料，如圣指的灾祸应该与当年神魔们陨落有关。许七安摸着下巴：神魔是自相残杀而死，除了古神这种超品层次的生物活下来外，神魔基本已经消亡在远古时代。而即使是古神，也只是侥幸存活，因为当时堪比古神的神魔还是有的，他们和古神之间的命运差别，也许只是古神运气好。不是古神运气好，而是他有窥见未来一角的能力。许七安把握到了古神能苟下来的关键。魏渊说道：所以你应该明白监正不但没阻止你复生我，反而参与其中的原因了吧？均衡存于万物之间。许七安用魏渊的话来回答他。监正的想法是利用巫神来制衡佛陀和古神，支撑这个猜测的依据是当年神魔是自相残杀才集体陨落。魏渊叹息道：所以我很早以前就猜测到巫神教的举动会刺激到佛门，逼迫佛门与云州结盟，而巫神教多半是坐山观虎斗，恨不得三方都拼得半死不活。他留给南宫倩柔的锦囊里清楚地写到云州军和西域僧兵。魏公对远古神魔自相残杀的真相有什么推测？这个疑惑困扰了许七安很久。如圣留下的手书里没有提及，此事多半关乎天机，因此不能泄露。当今知晓其中隐秘者屈指可数。魏渊摇头：那守门人呢？许七安用探讨的语气说道。魏渊看了一眼喝光的茶杯，许七安识趣的给满上，他这才满意点头，说道：既然叫守门人，那不管门指的是什么，那肯定是不让进或不让出。考虑到上古神魔自相残杀的隐秘，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不让出。许七安若有所思。云州叛军已经结束，
百姓能休养生息，但和平是短暂的，真正的大劫即将来临了。魏渊叹了口气，气运是超品要争夺的东西，西域有佛陀，东北有巫神，古神在南疆，唯有北境和中原没有超品。如果他们尽数挣脱封印，最先争夺，对付的必是中原。柿子挑软的捏嘛，这道理志同都懂。等分食了中原后，超品之间才会真正展开竞争。你现在是一品武夫了，但距离超品仍差距甚大，想好怎么应对了吗？许七安早就有相应的考虑。先插花，先考虑怎么晋升半步武神，就像神书那样。武神自古未有，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成为武神上，所以要和神书结盟。2位半步武神应该能勉强抗衡超品吧，那样也算有自保之力了。可惜我没能救出监正。天命师虽然战力一般般，但监正最强的是布局能力。如果监正还在，许七安心甘情愿给他当打手。魏渊点了点头，道：今天先到这里。对了，倩柔从云州带了一个女人回来，你去看看吧。许七安脸色瞬间变得古怪，沉默片刻，道：好。他离开好气楼，转而去了后衙的住房区。打更人衙门分2部分，前院是办事处，后院是休息处。像杨艳、南宫倩柔这种单身狗，都是常年住在衙门里的。穿过花园、庭院，按照魏渊给的地址，他来到了东区最边缘的一座小院。望着院门，事到临头，许七安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态度见里面的女人。下一秒，他便将微不足道的情绪排除，脑海里闪过魏渊给他的资料。生母叫姬白琴，乾隆城主的胞妹，5道双修，分别是8品炼器和7品石器。21年前从京城返回乾隆城后，便一直被幽禁着，寸步未离所居之处。他深吸一口气，跨入院子，轻轻叩响紧闭的房门。屋内沉默了一下，传来一个压抑着激动，夹杂几分紧张的温婉女声：进来。这么多天以来，这里从未有人拜访，他猜到来的是谁了。许七安推门而入，首先看见的是一面挂着水墨画的墙壁，画卷两边立着高脚架，架上摆了2盆4季常青的盆栽。左边是一张4叠屏风，屏风后是浴桶，右边垂下珠帘，帘后有圆桌，有床，穿着素色衣裙的女人就坐在圆桌边，檀香袅袅浮起。她脸庞圆润，有着一张宜喜宜嗔鹅蛋脸，眉眼非常精致，但凝结着淡淡的哀愁，嘴唇丰盈，发髻高高挽起。她年纪不小，美丽不减分毫，可见年轻时是难得的优质美人。我要是继承了她的容貌，也不需要脱胎丸来改善基因了。许七安透过珠帘审视着她的时候，帘后的女人也在看他，眼波盈盈，似有泪光闪烁，轻声道：宁艳。这一声宁艳叫得竟无比自然圆融，像是私底下练习了无数遍。许七安酝酿了一下，娘这个词儿依然无法叫出口，便没什么表情的嗯了一声。姬白琴有些失望，旋即又暗含希望的说道：到桌边来说话好。许七安掀开帘子，在桌边坐下。这个过程中，女人一直看着他，目光从脸到胸，从胸到腿，上下打量，像是要把过去21年遗落的注视一下子全补回来。遗憾的是，即使他看得再认真仔细，也永远补不回缺失的那21年。2个本该最亲近却也是最陌生的人坐在一起，气氛难免有点僵硬。母子俩坐了片刻，姬白琴叹息着打破沉默：当年生下你时，你尚在襁褓之中，一晃21年，你便这般大了。他眼里喜悦和遗憾都有，在这个重视嫡长子的时代里，正常父母对于第一个孩子寄予的感情，是后来的孩子不能比的。许七安想了想，道：当年既然逃到京城，为何还要回乾隆城？姬白琴眼神一暗，低声说：许屏风窃走了大凤半数国运，监正只需杀了你，便能将国运还于大凤。我怕监正查出我的身份，不敢多留。再者，我破坏了许屏风和家族大计，他们总需要一个宣泄怒火的对象，我若不回去，很可能逼他们铤而走险，到时候不但你危险，还可能连累二弟和弟妹。也许监正早就在八卦台注视着你了。许七安点头，了一声。姬白琴看着他，嗫嚅许久，双手默默握成拳头，轻声道：你恨我吗？许七安想了想，摇头说道：我憎恶乾隆城和许屏风，但我并不恨你。就这么一句话，让姬白琴泪流满面，她哭着却笑了，仿佛了结一桩心愿，解开了长年以来的心结。21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你，却又害怕见到你，害怕你会恨我。许七安沉声道：我若恨你，雍州时就不会留许元双和许元怀的命。我知道。他满脸泪水地说。几分钟后，他收敛了情绪，用手帕擦拭泪水，道：如今乾隆城这一脉死伤凋敝，云州军分崩离析，许屏风和我大哥在南起事，终于威胁不到你的安危。不过他终归是2品术士，被你逼到绝路，你不可不防。说实话，此等逆人伦之事，他是不愿提及的。
但丈夫和儿子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前者属于联姻，且这么多年来对许屏风早已失望透顶，甚至恨之入骨。而许七安是她怀胎10月所生，是她的嫡长子，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因此，生怕许屏风暗中报复，才不得不出言提醒。许七安淡淡道：“他死了，乾隆城主也死了，我亲手杀的。”姬白琴满脸呆滞，怔怔地望着他，隔了几秒后，嗓音颤抖地说：“当真？”许七安面无表情地嗯一声，然后就看见他脸色从呆滞转为复杂，很难形容具体是什么情绪。很久之后，他低声问道：“元双和元怀呢？”“在司天监关着。”许七安说。之后又是沉默。姬白琴愣愣地坐着。许七安顺势起身道：“我明天带你回府，以后就留在京城吧。婶婶有20年没见你了。”他认为需要给生母一点独处的空间，一个告别过去、缅怀过去的时间留在京城。姬白琴缺乏色彩的眸子终于闪过一抹亮光。许七安离开小院，直奔打更人地牢，在阴暗潮湿的审讯室里，看见满脸阴翳又无法满足的南宫倩柔。炭火盆边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京城各处的衙门里关满了云州军的将领，并不是所有投降的人都能既往不咎。事实上，即使是普通士族也要刺配。盯着我生母，别让她做傻事。明天我过来接她。许七安望着阔别了半年的美人，说实话，他真的忘记南宫倩柔了。屏蔽天机之术最难缠的地方在于，它和因果有关，和品级反而没太大关系。举个例子，孙玄机屏蔽一个路人甲，那么纵使许七安是武神，也不会记得这位路人甲，因为他和路人甲毫无关系，没有任何因果。许七安和南宫倩柔是寻常的同僚关系，因果太浅，反倒是宋霆锋这样的老职员，看见地牢里南宫倩柔发明的刑具时，会有些许的割裂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爱死不死。南宫倩柔嗤笑一声，他和其他人不同，经历了许七安的崛起和一系列光辉事迹，心态转变得顺其自然。南宫倩柔短时间内无法对这个小银罗产生敬若神明的畏惧感。许七安想着当初南宫倩柔经常对自己冷嘲热讽，仗着4品修为摆谱，便说道：“他要是出了意外，我就把你送到教坊司去接客，魏公也救不了你。”南宫倩柔脸色一变，冷哼一声。许七安走出地牢，转而去春风堂小坐半刻钟，与李玉春喝了杯茶，接着找宋霆锋和朱广孝，与他们约定明日勾栏听曲。蔚蓝天空，一道祥云看似缓慢，实则迅捷地飘着，不多时，终于赶回径山城。纳兰天禄目光遥望远处荒凉的径山，叹息道：“径山在九州洞天福地中排第8，钟灵毓秀，地脉寒灵。当年出征山海关前，此山郁郁葱葱，灵禽飞兽，百年玉参应有尽有。没想到重返故土，竟成了这般模样。径山的灵力，当初被大巫师萨伦阿古抽了个干净，原本是加持于真德之身，助他斩魏渊的。谁想魏渊召唤来如圣，破解了杀招。远处海鸟翱翔，贴着海面滑行，时而俯冲，捕捉海里的猎物。东方婉容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诧异道：海中竟有了生机。他最近一次来径山城，是奉命去西域迎回与师纳兰天禄。东方婉容清晰地记得，当时近海一片死寂，海中无鱼虾，天空无飞鸟。纳兰天禄闻言，看了眼海面。很快，他降下祥云，带着徒弟落在临海的崖边。披着朴素麻布长袍，白胡遮住半张脸的萨伦阿古早已等待多时，笑眯眯道：径山城算是有主了。纳兰天禄原先是径山城的城主，见过大巫师。纳兰天禄行了一礼，而后直入主题：巫神可有算出大劫的具体时间以及详细情况？萨伦阿古微微摇头，望向远处高高的祭台，以及祭台上那头戴荆棘王冠的年轻男子。巫神冲破封印之日，一切自然知晓。纳兰天禄便没再问，感慨道：许七安竟已晋升1品武夫，自武宗之后，中原500年不曾出现1品武夫。边上拘谨恭敬的东方婉容闻言不由得恍惚了一下。他最早认识许七安是前往雷州的途中，妹妹东方婉清与他产生了冲突。当时许七安身负封印，连婉清都打不过，4个月的时间，他竟成了1品武夫。东方婉容有种见证了历史的感觉，心里没来由的泛起沧桑和唏嘘。萨伦阿古道：我看的没错，许七安大概率和如圣一样，是应运而生之人。老朽活了几千年，一直看不懂中原。当代应运而生者共有3人。纳兰天禄道：哪3人？魏渊、许屏风和许七安。萨伦阿古道：3人之中，唯有许七安走到的这一步。他若是早半年晋升1品武夫，径山城一役，巫神教多半已经在九州除名。纳兰天禄没有反驳。东方婉容吃了一惊，壮着胆子说道：大巫师1品武夫当真如此强悍？他觉得难以置信，巫神教当年输了山海关战役，
不如西域佛门那般烈火烹油，高手辈出。但巫神教并不弱，有2位3品灵会师，还有同为1品的大巫师。这时他看见身边的老师纳兰天禄，忽的脸色一变，扭头看向高空。东方婉容随着他的目光望去，看见一道人影踏着虚空一步步走来，就像在走石阶。秀云纹的青袍在风中翻飞，玉冠束发，脚踏云靴，容貌俊朗，既像贵公子，又像是谪仙人。许七安、东方婉容瞳孔一缩，刚说到此人，他竟然就出现了。萨伦阿古眯着眼，淡淡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语气平静，声音也不高，但立于遥远天空的许七安却仿佛能清晰听见，笑着回应：“我听说一品武夫能横推各大势力，所以过来练练手。他要灭尽山城。”东方婉容脸色惨白，下意识地朝纳兰天禄靠了靠，却发现老师脸色无比凝重，如临大敌。许七安一步跨出，嗡！他一头撞在了气墙上，进山城方圆100里都在抗拒他，拒绝他进入。萨伦阿古单手按在腰间，猛地抽出，啪！黑影扫过天空，狠狠抽打在许七安身上，抽得青袍裂开，露出洁白无瑕的肉身上。有点疼。许七安笑道：“你不妨继续，看这根打神鞭能不能抽出我的元神。”一品武夫精气神3者合一，早就没了短板，擅长元神领域的巫师和道门也休想打出他的元神。他单手撑在无形的屏障上，手臂肌肉猛地膨胀，撑裂袖子。轰！气机喷涌而出，摧毁天地凝聚出的是空间，像是镜子，被武夫的暴力生生打碎。气机掀起的狂风刮过镜山，把东方婉容直接吹飞，整座山剧烈抖动，山体开裂，碎石滚滚趴。突然，萨伦阿古胸口的袍子裂开，出现鞭痕，他的瞳孔微微呆滞，像是失去了一瞬间的意识。元神震荡，许七安俯冲而下，宛如陨石撞向镜山城。过程中，胸口猛地凹陷，出现夸张的伤势，但又在瞬间恢复。这是萨伦阿古对他发动了咒杀术。身为资深的1品大巫师，打伤同境界武夫没有问题，只是以武夫的恐怖续航力，这点伤势又等于没有受伤。萨伦阿古探出右臂，挡在身前。这个瞬间，他仿佛如脚下的镜山融为一体，变得无懈可击，变得坚不可摧。这是大巫师的2大能力之一：一、借天地之势，从天地间汲取力量，化为己用，且能根据天地意象解锁不同的状态；借火山喷发奔烈如火，借雷雨天气急如风雷，借山势不动如山。轰！许七安没有凝滞，狠狠撞入镜山，把这座主峰撞塌了半边，山体滑坡，土块和岩体纷纷坠落。镜山城里，一道道人引御空而起，一名名巫师疯狂外逃，远远避开。他们惊惧地看着坍塌的镜山。萨伦阿古依旧站在原地，未曾挪动分毫，只是原本脚下的山体坍塌，他变成了浮空而立。借助山势防御，没能守住许七安的瞬间，他施展了大巫师的第2个能力，与天地同化，于原地留下一道投影。这是世间1等1的保命手段，缺点是使用次数有限，不可能无止境的施展下去，每次施展的间隔是3息，且最多15息时间，真身就会返回投影处，这个时候容易被武夫守株待兔。大巫师在他面前竟然得不到半点好处。东方婉容御风躲在远处，看到这一幕，心里凛然。轰隆隆，祭台震动起来，头戴荆棘王冠的石像里冲出一股磅礴的黑气，与高空凝成一张模糊人脸，冷漠地俯瞰许七安。遥远处的巫师们当空膜拜，高呼着请巫师诛杀来敌。咔嚓，许七安扭动脖颈，骨头发出声响，他昂首望着天空中的巫神，咧嘴道：“来试着杀我。”巫神只是冷漠俯瞰。萨伦阿古叹了口气，说吧，来做什么？来收点利息，顺便打探一些情报。许七安没再出手，立于乱世之中，何为大劫？你们巫神教对守门人知晓些什么？萨伦阿古指了指天空中的人脸，笑道：“如果是这2个问题，那么你自己问他去。如果你是想获取一些情报，那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可以做交易。”许七安不置可否。萨伦阿古说道：“远古时代有一位神魔叫做大荒，他与古神同阶，并且也从那场大动荡中存活下来，只是灵运受损，所以伪装成神魔后裔，潜藏在了海外。白帝就是大荒。”许七安挑了挑眉，原来大荒不是神魔后裔，而是货真价实的神魔，曾经与古神同阶。难怪他本体如此可怕，远胜1品，难怪他这么关心守门人，关心所谓的大劫，因为他是当年大动荡的参与者。许七安一瞬间想通了很多问题，这个情报价值不够。许七安活动了一下筋骨，道：“继续。”巫神雕像头上那顶荆棘王冠突然飞起，化作一道乌光，落在萨伦阿古头顶。霎时间，手持打神鞭，头戴荆棘王冠的大巫师，仿佛成了此方世界的主宰。他笑呵呵道：“可以，很多年没有抽1品武夫了，
让你尝尝高祖皇帝当年被我抽得满东北乱跑的滋味。许七安笑呵呵地摸出一顶如冠戴上，左手一把镇国剑，右手一把太平刀，笑呵呵道：谁跑谁是孙子。第二日清晨的薄雾里，许七安和宋霆锋、朱广孝神清气爽地离开勾栏。许七安骑上线条优美的小母马，与两人一起往打更人衙门行去。昨夜是歇在勾栏里的，听曲喝酒看戏，难得的休闲时光。他现在已经不碰普通女子了，怕操劳了美人。朱广孝买的单。宋霆锋抱怨道：朝廷2个月没发俸禄了，明艳，再这样下去，下次的你请客了。许七安面无表情地说：哦，那以后不去勾栏了。宋霆锋骂道：堂堂一品武夫，还这般抠门，去勾栏要是花钱的话，乐趣就没有了呀。许七安不搭理他，脑海里回味着昨日与萨伦阿古的战斗。哎，一品之间想分出胜负果然难，更别说是生死。好在昨天是他当了孙子，不是我。他心里嘀咕着，顺手抹了一把脸，把许二郎的脸换了回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肯定不适合再去勾栏了。下次打算顶着二叔的脸去勾栏。进了打更人衙门，他直奔小院，看见了生母。姬白琴见他如约而来，笑容温婉。我20年没见小茹了，不知道他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嫂。他眉宇间淡淡的哀愁已经散去，像是告别了过往，重获新生。青云山云路书院，常年笼罩浩然正气的书院里，杨公眼皮微微颤抖，接着睁开眼睛。他首先感受到的是锥心彻骨的疼，浑身肌肉撕裂，经脉锯断，接着是肺部火烧火燎，口干舌燥，每一次呼吸都会牵扯伤势。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念头通达，一道微不可察的清光蕴藏在他每一寸血肉，每一个细胞。手脚动弹有些吃力，杨公尝试坐起身无果后，沉声道：茶来。桌上的茶壶自行飞起，移到他嘴唇上方，然后倾斜壶口，以一种不快不慢的速度倒茶。咕噜咕噜，杨公张开嘴接茶水，喝了个半饱，肺部的火烧火燎和口干舌燥这才消退许多。缓解了口渴后，杨公打量着房间，发现这是自己在书院里的居所。我的带回书院来了，也不知道雍州保没保住，随我退回来的将士们还有几个活着。杨公一想到战况，心里就沉甸甸的，大难不死的喜悦也随之减少。我昏睡了多久？北境战事结束了吗？以雍州目前的兵力，死守的话，没多少人能活下来。杨公越想越着急，竭力挣扎片刻，终于坐起身。他吐出一口气，沉声道：衣冠整齐。挂在衣架上的袍子自行飞起，原本穿起来会比较麻烦的儒袍，一个眨眼便穿好，头发自动挽起，玉簪飞来，插入发髻。接着杨公念道：吾所在之处是后山竹舍。杨公眼前景物一花，知道自己在进行空间挪移。视线里，他看见院长赵守的竹舍从模糊到清晰，即将抵达时，突然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不，你不在竹舍，你在我这里。近在咫尺的竹舍变得模糊，另一幅景象出现在杨公眼前雅致敞亮的茶室里，宽袍大袖的李慕白和陈泰饮茶对弈，距离两人不远处的桌边，张慎站在桌案边，指导着许新年深度掌控如生镜的能力。这一幕既悠闲又和谐，让杨公愣在当场，怀疑自己出现幻觉。张慎侧头看他一眼，道：院长在那个办差，不在书院。说完继续教导得意学生：你们。杨公深吸一口气，压着情绪试探道：我昏迷了多久？现在战况如何？雍州守住了吗？北京渡劫战可有结果？你昏迷半个月了。李慕白捻着棋子，啪的落子，头也不抬地说道：云州叛乱已经平息，许屏风死了，戚广博等一干叛军将领3日后蔡市口斩首示众。陈泰惋惜道：院长让我留在书院看家，半点军功都没捞到。许二郎抬头看向子阳居士，补充道：我大哥一品了。杨公脑子嗡嗡直响，虽然看到他们悠哉悠哉的模样，心里隐约有了猜测，但杨公出于保守心思，只猜测北京渡劫战顺利完成，大凤扳回优势，与云州叛军陷入对峙。没想到一切都已经结束。这就像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原本只考虑娶一个媳妇，结果成亲当天，豪宅有了，马车有了，娇妻有了，连孩子都有了，不要太圆满。种种现实中，最让杨公难以置信的是，许七安一品了，一品武夫。没记错的话，许宁燕是在监正被封印之后的晋升的2品。多久啊？这才多久就成为一品武夫了？但如果许七安真的晋升1品，配合国师这位陆地神仙，确实是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云州叛乱的。李慕白笑道：我们能在这里悠闲的下棋，便是最好的证明。杨公吐出一口气，勉强消化了这些震撼人心的消息。陈泰审视着杨公：浩然正气引体，洗涤肉身，你即将踏入3品境。说完，他和李慕白还有张慎都酸了。
杨公笑了笑，这是朝廷、将士们、百姓对我的回馈。自云州起事，杨公一直站在抵抗叛军的第一线，从青州到雍州，殚精竭虑，险些战死。他终于借此迎来突破，触摸到了3品的门槛。陈太酸溜溜道：院长说，陛下打算提拔你为京兆府尹，待圣旨下来，金口预言，你便能顺势晋升超凡。张慎和李慕白捞取了不少军功，同样获益匪浅，只等朝廷授予官职，修为必能更上一层。好在怀庆登基后，朝廷已经不再抵触云麓书院的读书人。此前有皇帝、监正和诸公压着云麓书院的读书人，限制了儒家的发展。而今中原动荡，朝廷重新洗牌，官场不再抗拒云麓书院，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心态。毕竟阶级利益是要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先有阶级，再有个人，阶级要是没了，谈何个人利益？云麓书院的读书人，在诸公看来，便是能稳阶级利益的存在。杨公喟叹道：与许宁彦相比，这便不算什么了。许宁彦不愧是我的学生，杨某教书育人20载，桃李满天下，唯独许宁彦这个学生尤为喜欢。李慕白一口茶喷出来，厚颜无耻。陈太冷笑道：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就读出臭不要脸4个字，可惜没有机会让你记录法术，实战才是熟练儒生境能力最好的方式。张慎一边教导弟子，一边扭头啐一口：呸，眼下不是有机会吗？许新年想了想道：老师，如今我在翰林院做事，将来修史的时候可以添上这么一笔。许氏兄弟年少时皆在张慎座下求学。话音落下，茶室内一片寂静。快出去看好戏，几位大儒又打起来了。这次是为什么打起来的？难道许英罗来了？走，去看热闹。这院长不在书院，他们会不会把书院给拆了？青云山顶的浩然正气陷入紊乱，清气冲荡云霄。一名名学子奔出学堂，兴致勃勃地看着4位大儒在空中你来我往。学子们发现几位大儒今天特别上头，恨不得弄死对方。许新年抓住机会，记录了许多品级不算高但极为实用的法术，然后把魔法书揣进怀里，心情不错地离开青云山。老师说的对，实战才是熟练儒生境最好的机会，收获还不错。许新年骑上马匹，沿着笔直宽阔的官道返回京城。他情绪很好，因为终于踏入6品，成为一名儒生。儒家体系中，唯有到了6品才算拥有不俗的战力，而到了6品才算是儒家真正的中流砥柱。虽然赶不上大哥了，但也不能落太多，现在我多少也算一个高手。在许家，我的修行天赋排第2，爹也不如我。许新年暗道。至于林英，他只是个小娃娃，而且离京的时候才9品。徐府，许林月坐在亭子里，素手托腮，看着小白狐在花圃里钻来钻去。娘和木南枝蹲在花圃边栽种奇花异草。娘，大哥和临安公主的婚事将近，要不要把林英接回来？许林月想起了被丢在南疆野蛮生长的妹妹。婶婶一听，顿时也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幼女，忙点一下头。你不说我都忘了，确实要接回来。等你大哥回来了，我再跟他说。花圃里欢快奔跑的白姬顿时停了下来，一脸的警惕。他怎么了？婶婶注意到白姬的异常，想起了你女儿想吃他的是吧？木南枝见怪不怪。他们把花草种好之后，木南枝小嘴轻轻一吹，整片花圃顿时绽放出一朵朵颜态各异的鲜花。婶婶看得星星眼直冒。木南枝说道：你养花的手法更偏向南方，而且是大户人家惯用的，但京城更偏北，所以很多花都养不好。婶婶无奈道：是宁燕他娘教我的，当年许平志在山海关打仗，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就跟他学习养花种花，打发时间。木南枝心里一动，问道：许宁燕的娘是什么样的人？婶婶努力回忆片刻，摇头道：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很好的人。他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可轻松了。毕竟是22年前的事了，婶婶记不得那么久远的事。这时他听见亭子里的女儿惊喜地喊了一声：大哥！呼声戛然而止。婶婶和木南枝听出异常，扭头看去，首先看见平定叛乱后第一次回府的许七安，接着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在许七安身后，那个雍容温婉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的妇人身上。婶婶愣住了，这一瞬间尘封的记忆像是开闸的洪水，汹涌地冲刷他的大脑。木南枝皱了皱眉，他本能地排斥许七安身边的任何女性。小茹。姬白琴面带笑容，缓步走到婶婶面前，柔声道：22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婶婶面孔呆滞，嘴唇嗫嚅了一下，道：大嫂。女人微笑点头。许七安在旁解释道：我把她从云州接回来了。木南枝哦一声，那点小敌意便没了，倒也没有丑媳妇见婆婆的窘迫，她又不喜欢许七安，大家清清白白的。婶婶表情复杂，既有故人重逢的喜悦，也有不知该如何问候相处的窘迫。林月见过伯母，好在家里还有一个柔弱可欺的女儿，
适时站出来替他缓解了尴尬。婶婶忙说：“大嫂，这是我女儿林月，你当年离开的太匆忙，都没见过我的孩子。”说着说着，眼圈突然一红。许七安知道婶婶对生母的印象是很好的，以前逢着聊起她，婶婶就说是个顶好的人。姬白琴审视着许灵月，笑容温和：“真漂亮，可有许配人家？”婶婶闻言无奈道：“还没呢，灵月就是眼光高，京中贵公子她一概看不上，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我今年一定要把她嫁出去。”姬白琴笑道：“倒也不急，这世间有情郎最难求，父母之命固然重要，可也得她自己看对眼。我瞧着灵月是个有主见的姑娘。”许灵月微微一笑，对这位陌生的伯母顿生几分好感。婶婶哼哼道：“她能有什么主见，就是个软趴趴的性格，谁都能欺负，一点都不像我。”确实和你不像。许七安在边上吐了个槽，他有些惊叹生母的敏锐，从婶婶的无奈上看出当妈的做不了主，推测灵月极有主见。短暂叙旧后，久别重逢的陌生感渐渐淡化，婶婶当即说道：“灵月，带伯母去内厅坐，让下人们奉茶。”他悄悄给了许七安一个眼色。等许灵月领着大嫂走入内厅，婶婶拽着许七安的袖子，蹙眉道：“他是怎么回事？”许七安看他一眼，明白了婶婶的意思，小声道：“此事说来话长，当年要不是他偷偷逃回京城生下我多半早死了。”婶婶这才彻底放心。她虽然对这位大嫂观感极好，可也怕大嫂和许屏风是一个路子的。婶婶对银子和孩子两件事上特别敏感。安抚了婶婶，许七安扭头看向木南枝，小声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明明是把木南枝留在观星楼的，不是你通过怀庆让我来徐府的吗？木南枝蹙眉反问。许七安不问了。三人进入内厅，许灵月已经沏好茶，婶婶挽着木南枝的手臂，热情道：“大嫂，她是木南枝，我义结金兰的姐姐。”女人还未说话，许七安陡然拔高声音：“什么？”突如其来的叫声把厅内女人们吓了一跳。婶婶抚着胸脯埋怨道：“好好说话，你要吓死老娘！”老娘。姬白琴看他一眼，没有说话。婶婶没察觉到来自大嫂的注视，看着许七安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许灵月第一时间看向大哥，生母也随之望来。“我的女人平白无故变成了长辈，你说有没有问题？”许七安干笑一声：“没什么问题，只是她身份有些不妥。”话刚说完，婶婶便叹息一声：“我都知道了。”她一脸悲天悯人的表情。“你都知道什么了啊？”许七安理智的保持沉默，看婶婶怎么说。婶婶说道：“我都知道了，姐姐的丈夫得罪了一个奸诈狡猾、好色欢迎的恶徒，那恶徒是她惹不起的人。恶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姐姐的丈夫，害她成了寡妇。你和她丈夫交情深厚，得知此事后，替她报了仇，并对她多加照拂，邀她来府上小住几日。”木南枝配合地露出哀伤表情。许七安听得险些呆住，心说那个奸诈狡猾、好色欢迎的恶徒，不会就是我吧？婶婶又道：“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姐姐不能毫无理由地住在府上，所以我才和她义结金兰。你以后要叫她一声木姨。”婶婶到现在都坚信木南枝和侄儿是清白的，而许灵月则认为身份不明但注定高贵的木姨死了丈夫之后，对大哥方心暗许，想和他苟且，这是许灵月自己测试出来的。不过许灵月也坚信这是木姨单方面的情思。花神凭借自己过硬的颜值博取了许家人的信赖。木南枝看一眼许七安，微笑道：“我本身就年长宁燕15岁，喊一声姨倒也不过分。”许七安皮嘴角抽搐，笑若不笑地叫道：“木姨。”花神满意点头，姬白琴望着他，欲言又止。许七安心领神会，淡淡道：“明日我会把许元双和许元怀带出来。婶婶，我娘和那两个小辈的住处就劳烦你安排了。”许府原本是3进的大院，后来许二叔又把隔壁的院子买了下来，围墙打通，扩建得更大了。而因为许家人丁单薄的缘故，空房到处都是。不过许七安的想法是，生母可以住在许府内院，许元双和许元怀的搬到隔壁那座新买的院子，做一个适当的分割。否则突然住进来3个陌生人，不但许家人不自在，许元双和许元怀也未必舒畅。当然，如果他们3人想搬出去住，许七安也不反对，但不会主动提出让他们住在外面。他是这么想的，姬白琴对他的舐犊之情是不掺杂水分的。当年要不是他费尽心思逃回京城，把许七安生下来，也就没现在的他。所以，身为嫡长子，赡养寡母的责任他不会推卸。姬白琴松了口气，现在许七安接纳了他，元双元怀还能陪在身边，他就没有遗憾了。他确实想住在许府，但不是无家可归的那种投靠，是不想离嫡长子太远。他想，这个儿子想了21年，好不容易团圆，不愿轻易放手。凤七宫，太后犯了春困，侧卧在软榻，昏昏欲睡。
吱，他听见了外门被推开的声音，没有睁眼，蹙眉道：“本宫乏了，莫要叨了。”他以为是宫里的宫女进来了。太后性子寡淡，生气和高兴的时候都很少。凤栖宫里的宫女，宦官做错了事，她也懒得训斥，因此难免会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宫女和宦官。织屋门接着关闭，沉稳缓慢的脚步声靠拢。太后没有再说话，有个10几秒的沉默，然后缓慢地睁开了眼睛。这个过程中，她的目光没有直接注视来人，而是先看靴子，再看袍子，最后才落在来人的脸庞，就像已经一无所有的赌徒在揭开最后底牌。她没有失望，她看见了清俊的五官，微霜的鬓角，以及蕴含沧桑的温和目光。太后的眼睛瞬间模糊了。男人笑道：“我来了，还不晚吧？”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太后侧过脸去，任凭泪珠汹涌滚落。她等这句话，等了半生。华灯初上，餐桌边，许新年捧着碗低头吃饭，偶尔抬头审视一眼姬白琴。这位的出现让他既意外又不意外。家里突然多出一位长辈，意外是在所难免，不意外在于他知道南宫倩柔率军把乾隆城一锅端了，那么带回来几个俘虏再正常不过。他觉得挺好的，大哥既然把生母带回来，那么这位伯母肯定是没问题的。在许新年和许平志回府后，尤其是后者，白日里融洽和谐的气氛，此时突然变得有些僵凝沉重。大概也只有狐狸幼崽察觉不出微妙的气氛变化。白姬在木南之腿上人立而起，2只前爪扒拉在餐桌边缘，想吃烧鸡就用小爪子指一指，用稚嫩的女童声说要吃这个；想吃红烧肉就抬起爪子指一指红烧肉，木南之就会给他加。与大嫂打过招呼后就没再说话的许平志，喝光一壶酒后，终于忍不住问道：“宁燕，许屏风逃到哪里去了？”闻言，许新年下意识地看向大哥。许屏风被杀的事，兄弟俩都瞒着许二叔，没有告诉他。今日见到了大嫂，许二叔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许七安嚼着米饭，用一种平淡如水的语气说：“死了，我返回京城那天就死了，我亲手杀的。”许平志沉默了一下，没什么表情的哦一声，继续低头吃饭，扒饭的速度快了许多。不多时，他第一个吃完饭，擦了擦嘴角：“我吃完了。”不给众人开口的机会，起身离开内厅，在夜色中走向内院。也就2、3分钟，厅内众人听见了隐隐约约的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内院传来，没人说话，都当作没听见，继续吃饭。白姬尖尖的耳朵抖动几下，回头看向木南之，刚要说话，嘴巴里就被塞了一块肉，白姬就开心的吃肉了。嗨嗨！等父亲的哭声停下来，许二郎清了清嗓子，下巴一抬，宣布道：“我已经晋升6品儒生境，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儒家体系里，6品是一个分水岭，到了这个境界的学子才算真正的中流砥柱。因为6品的儒生拥有不俗的战力，在各大体系的同境界中属于佼佼者。他用中流砥柱、佼佼者来暗示大家，自己这个年纪能达到这一步，足以说明天赋卓绝。”许七安点头：“不错，二郎的天赋确实不错。”许二郎刚要谦虚几句，便听大哥说道：“婶婶不算的话，二郎的天赋比二叔要强一些，在家里排第4吧。”“第4是几个意思啊？”“大哥不会是嫉妒我的天赋，在打压我吧？”许新年淡淡道。“大哥莫要开玩笑，第2、第3是谁？”许七安沉吟道：“第2、第3不好说，但你绝对是第4。”许新年挑了挑眉，没好气道：“难道林月修行天赋比我好？”许七安当即看向清丽脱俗的妹子，林月现在是极品，以她目前的修为，早就察觉出许灵月在暗中修行道门心法。许灵月细声细气道：“7品时期，我找灵宝关的师傅问询过了。”许二郎脑海里闪过一串问号，林月7品了，他什么时候开始的修道？似乎是大哥游历江湖之后，他有拜师灵宝关，学习道门修行之法，距今似乎也就4个月。想到这里，许二郎惊呆了，4个月晋升7品，这是什么样的天赋？许灵月委屈道：“我不知道这是7品时期的能力，因为都是我自己瞎琢磨胡乱修行。”说着，他屈指照来一碟菜，让他悬浮在自己面前。自学到7品。许新年嘴巴一点点的张开，呆若木鸡的看着妹妹爹，一起哭吧。他猛地扭头看向内院，漆黑无光的海底，荒巨大的身躯随着暗流漂泊，在抵达某处深渊时，没有光明的深渊里突然伸出5、6条粗壮的触手，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真倒霉，居然在这里遇到这东西！慌的声音宏大且飘渺，哗啦啦，5条触手搅起汹涌的暗流和密集的水泡，朝着荒的本体缠去。荒就像一条灵巧而风骚的鱼，斜游、侧躺、扭大粗腰，轻易地避开触手的缠绕和拍打。而整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醒来，仿佛是水流在操纵着这具庞然大物，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躲避动作。轰隆隆，海床剧烈震动，
深渊里的东西似乎愤怒了，一条条邪异可怕的触手从漆黑的海渊里弹出，像怒放的触须，带起大量的尘烟般的软泥，张牙舞爪，似乎卷走经过深渊的一切生物。这些触手表面遍布残缺不全的纹路，像是一幅完整的画被胡乱擦拭去一部分。巨大的吸盘上长着肉刺，微微蠕动着，看起来似乎是一位不弱于你的存在。可惜灵韵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坚正根据触手表面残缺不全的纹路，判断出深渊里怪物的位格。不愧是天命师，大荒淡淡道。他一个漂亮的漂移，避开了迎面拍来的3根触手。触手拍打在海床上，带来地震般的效果，软泥尘烟雾般的升腾，把原本清澈的海水化作滚滚浊流。世间任何力量都有它独特的排列和组合，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纹路。阵法师的奥义就是解读这些纹路。左边，小心规避。当把阴阳五行、地风水火了然于胸时，便能掌控世间一切力量。又来了，快往右闪，往后闪。坚正一边指导一边说道。大荒加重语气，微怒道：我不是你弟子。表达完情绪，他继续说，所以我始终认为术士是所有体系中最特殊的，4品阵法师便能掌控世间绝大多数的力量，而像你这样的存在，可窥探天机，可观测命运。然而即使是古神和巫神这样的存在，前者有天蛊术，后者有卦术，也只能偶尔观测命运一角。可你区一个天命师，做到了超品都做不到的事。但如果术士是为了诞生守门人而存在的体系，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啪！终于有一条触手在同伴围追堵截的辅助中，成功抽打在羊身人面怪物的腹部，顿时抽得皮肉开裂，沁出大股大股的鲜血，把海水染成凄艳的鲜红。坚正啧啧2声，称赞道：厉害，这一边的力量怎么也有1品武夫高阶层次。荒沉声说道。怪力就是他的天赋神通之一，全盛时期他的触手能轻易撕裂我的肉身，当然肉身并非我擅长的领域。远古时代，他合龙在深海中死战，掀起的海啸几乎淹没了半个九州大陆。正是这一战打破了神魔之间的平衡，拉开神魔终结的序幕。这一战后，深海中便只剩一位霸主，可惜不是他，是龙。坚正哦一声，难怪我感应不到他的元神波动。大荒黑道，触手死而不僵，凝聚了他的意志，无尽岁月以来一直留在这片战场上。可怕的执念，坚正评价。说着，荒兽即将穿越这片区域，触手的攻势愈发的疯狂，打得海床开裂。幸好这片地带没有海底火山，不然早就喷发了。龙杀了他，但灵韵受损，战力不复巅峰，因此后来被3眼巨人抽了龙筋，斩了龙头。可惜了，他的灵韵残缺不全，我无法吸收，也不知道这份力量将来会便宜谁。荒试探道：不如这样，你助我吸收他的灵韵，我答应为你做一件事。如果能把触手残留的灵韵吸收，他的肉身将触摸到超凡的层次。坚正作为守门人，精通阵法和炼药，或许能抽取出触手内的灵韵。坚正不搭理他，荒只能遗憾的前行，挨了3鞭后，彻底脱离这片战场，消失在无尽深海中。南疆利古部砖瓦房里，丽娜穿着单薄的小衣，一条露大腿的小短裤，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熟睡。突然她被剧痛惊醒，睁眼侧头，看见胖墩墩的小豆丁抱着她的胳膊啃。斯丽娜疼得倒抽凉气，一巴掌把徒弟拍醒。小豆丁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揉着眼眶，边咽口水边说：师傅啊，我梦到了好吃的东西，可我不管怎么咬，就是咬不动。说着他皱起浅浅的眉毛，满脸苦恼。丽娜面无表情地指着自己的胳膊：呀，师傅被咬了。许灵英看见牙印，大吃一惊，夸张地叫起来：这是你咬的？丽娜大声说：不是我。许灵英连忙否认，他不记得自己做过这种事，师傅一定是想借机霸占他明天的肉。就是你咬的？不是我。师徒俩吵了起来，相互施展音波功，直到许灵英肚子咕噜一声。丽娜没好气道：你吃的肉都快赶上我了，我都没饿，你凭什么饿？在利古部，食量既代表天赋，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修为。当然，许灵英这种整天漫山遍野乱跑，在几位长老怂恿下，追着利古部孩子狂做的运动量，肯定会吃的比较多。可在丽娜看来，还是有些不太寻常了。我就是饿吗？许灵英委屈道：你是不是偷偷把肉给别人吃了？丽娜猜测道。说完，她就否定了这个猜测。傻徒弟怎么可能和别人分享食物？你把肉藏起来了。丽娜心里一动，许灵英是个会囤食物的，她喜欢把鸡腿藏在不穿的鞋子里，然后发现鸡腿变味了，不想吃了，但又不舍得丢弃，就试图把鸡腿喂给家人。我没有。许灵英吃了一惊，满脸警惕，师傅居然知道她的秘密行动，师傅越来越聪明了。你藏东西干嘛？丽娜没好气地说。放心，
我才不吃呢。南疆气候炎热，肉类不可能保存，多半已经臭了。许灵英顿时松口气，师傅虽然经常和他抢吃的，但师傅说话还是算话的。于是一本正经地宣布，我要留着给大哥吃。你还挺惦记着许宁燕的吗？丽娜就问。你藏了多少啊？很多很多。许灵英张开双臂比划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但我不告诉你。师傅们说我家那边没东西吃了，天天有人饿死。大哥如果不能让大家吃饱，大家就要和坏人一起打他。我把吃的给他们，他们就不打我大哥了。黑暗里，丽娜愣住了，她看着眼前7岁的孩子，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你是不是想家了呀？好久之后，丽娜低声问道。许灵英用力点头。那过阵子我们去中原吧。丽娜说。不行。许灵英的回答出乎她的预料。为什么？丽娜不解地问。因为我还要和大虫子玩，他说要教我打架。许灵英在床上打了个滚，用很夸张的语气说，他很厉害的，我都打不过他。你又说什么胡话？哪来的大虫子？丽娜茫然。有的有的。许灵英打完滚坐起身，歪着脑袋想了想。他说他叫蛊神。丽娜瞬间头皮发麻，汗毛一根根竖起。用过晚膳后，许七安盘坐在屋内吐纳，搬运气机。半个时辰后睁开眼，结束吐纳。我可以一口抽干附近的灵力，但除了滋养肉身之外，灵力对我而言没什么用处，而滋养肉身的效果也极为有限。吐纳对我来说已经没多大用处。踏入1品境界后，他终于迎来了瓶颈。其他体系不说，就武夫体系，真正的瓶颈其实是在突破品级的时候，比如9品晋升8品时，需要有人帮着开天门，接引天地灵力入体，产生契机。8品到7品则需要爆肝，好几天不睡觉。越到高品，跨越品级越困难，最好的例子便是寇扬州。可一旦顺利晋升，从初期到大圆满，其实是没有瓶颈的。天赋好的会快一些，天赋差的也就慢一些罢了。按理说，只要成功晋升1品，那么他从初期到半步武神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但现在他遭遇到瓶颈了，修为迎来了一个组织不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品武夫尽管凤毛麟角，但把时间跨度提高到1000年纪还是有几位的。但半步武神，纵观古今，我知道的却只有神书一个。难怪踏入1品后，我隐约觉得到了极限，到了巅峰，这是踏入超凡后没有的体会。从现在开始，1品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瓶颈。神书既然能晋升半步武神，那肯定有相应的办法。大婚之前抽空去一趟10万大山。除此之外，许七安还有2个想法。1. 插花。花神是不死树转世，拥有神魔的灵韵，吞噬灵力没用，那吸收花神灵韵呢？而且即使花神没有灵韵，道门的上古双修术本身的效果也要强于自身修炼，它暗合阴阳交汇的大道。2. 平息业火。骆玉衡渡劫成功，晋级为陆地神仙，但不代表没有业火。业火着身是人宗修行法门自带的弊端，难以根除。只不过踏入1品之后，骆玉衡已经能凭借修为压制业火，业火着身对他来说不再有威胁。身为道门的陆地神仙，骆玉衡应该是世间最完美的双修对象。许七安缓慢吐了口气，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当前局势上。巫神挣脱封印的时间不远了，如圣雕塑眉心的裂痕已经蔓延到嘴唇，遍布整张脸，这比南疆极渊里那尊如圣雕塑要夸张。那是1个多月前的事了，抽空去见神书的时候，还得去一趟极渊，看看封印的松动程度。他去进山城收利息只是目的之一，看一看巫神的状态也是迫在眉睫的事。看完之后，他就放弃了效仿魏渊，召唤如圣阴魂修补封印的想法。理由是：1. 如圣刻刀和亚圣如关的力量消耗过大，难以在短时间内承载如圣阴魂的力量。监正当初在青州几乎耗光了2件法器的力量，等恢复了部分后，赵守又带着他们前往北境，一达就是13天。2. 召唤如圣阴魂的代价太大，魏渊当初以2品之身召唤如圣，肉身崩溃，付出了生死的代价。他现在是1品武夫，不是魏渊能比，但肯定也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而巫神教还有1名大巫师、1名女师、2名灵会师，效仿魏渊的结果很可能是和魏渊一样死在禁山城。2虎相争，一死一伤，西域就要笑开花了。所以现在早点把修为推到半步武神层次才是重中之重。为了中原黎民百姓，穆仪别怪侄儿禽兽不如了。许七安淡指熄灭蜡烛，开门离去。夜色沉沉，屋檐下点着一盏盏红灯笼，在清冷的春风中摇曳。内院廊道等处寂寂无声，没有人影。许七安悄咪咪地靠向木南枝的房间，轻轻叩了2下门。屋子里头静悄悄的，无人应答。居然装睡，许七安又叩了叩门。木南枝警惕的声音传来：干嘛？
问得好，你可真懂我。许七安气鸡蛋开门栓，敲门而入，屋内温度正好，不冷不热，空气中萦绕着熟悉的诱人的幽香。这是花神诀醒灵运后独有的芬芳。房间里漆黑一片，但不影响许七安的视线。床幔低垂，仅他上侧握着一道曼妙的曲线。木南之竖眉道：深更半夜进长辈房间，成何体统，快滚出去。许七安冷笑一声：木姨，侄儿怕你深夜寂寞，特来侍寝。说话间，许七安淡只点燃桌上的蜡烛，温润的橘光驱散黑暗。花神坐在床边，一手按着领口，一手在指着许七安，训斥道：呸！你这个胆大包天的小畜生，你敢动我一下，我就大喊救命，让你身败名裂，看你二叔和婶婶不打死你。床边的女子秀发慵懒披散，五官精致如画，她似乎进入了长辈的角色，秀眉倒数，把努力维持威严的色厉内荏和即将被图谋不轨的慌张融合得恰到好处。浅浅的卧蚕和水汪汪的美眸搭配出的精致，足以勾动男人的色心。紧紧按住领口的动作更凸显出她的色厉内荏。许七安他原以为自己已经充分适应了花神的魅力，不会出现色欲熏心的情况，还是太年轻了。他配合地露出纨绔子弟笑容，说出经典台词：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他屈指一弹，气机像是屏障扩散，笼罩在屋脊处，把声音隔绝在屋内。这不是阵法，也不是法术，而是对气机最粗浅的应用。木南之吓得连连后退，从床边缩到了里侧，背靠墙壁。他颤声道：我还有一个妖族侍卫。他说着看向蜷缩在枕边酣睡的狐狸幼崽。幼崽是侍卫，许七安差点没忍住要笑出声。他秒懂了木南之的意思，伸手往床头一抹，便将白姬收入浮屠宝塔。这下子再没有人打扰他们了。许七安钻进帷幔里，把花神的手反扣在背部，坐在他的腰窝处，狞笑道：木姨，可以啊，来我家一趟就成我长辈了，拐着弯的占我便宜，是不是这段时间冷落了你，心生怨气了？凭他对花神的了解，恶作剧般的用长辈身份压他，这里面既有他有事没事便作妖的性格作祟，也有部分原因是他缺乏安全感，所以要彰显存在感。他把木南之的后领往后一拽，顿时露出圆润的香肩和大片大片雪白的玉背。木南之应一声，脸颊红晕泛起，耳根子也红透了，不承认的叫道：胡说，你就是小畜生。以他傲娇的性格，绝不会承认自己作妖是为了争宠博关注。许七安指尖划过玉背，看见他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啧啧嘲笑：今天的木姨格外敏感啊，看来是想我想得紧了。木南之咬着唇，破罐子破摔，气道：小畜生，今日让你得逞，明儿我一定要告发你，让你身败名裂。烛光如豆，静谧燃烧，帷幔的影子投在墙上，似是被风吹拂，浮动不停。不知过了多久，风停了，床幔恢复平静。接着一个人影被抱到了窗边的书桌上，影子轮廓被烛光映在窗框。这个过程持续了2刻钟，坐在书桌上的人影被抱走。很快屋子里响起哗啦啦的水声，当然声音被牢牢限制在屋内，没有传出。砰！水声停止不久，茶杯和茶壶摔碎的声音传出，继而响起圆桌哐哐的撞击声。果然双修比吐纳更好，你的灵韵对我作用极大，回头我教你修行吧，这样你的自保能力会强很多。许七安俯下身亲吻他雪白的脖颈。木南之慵懒地瘫在圆桌上，哼哼唧唧道：我要修道，我也要当陆地神仙。我在你身体里灌了那么多气机，修道不是浪费吗？习武的话，最多2年你就能晋升超凡。我不要，我就要做陆地神仙。说话声渐渐小去，帷幔又开始被风吹动，不停晃荡。翌日，婶婶顶着2个黑眼圈，神容疲惫的起身，在绿娥的服侍下穿好衣裙。许平志昨夜一宿没睡，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坐在桌边愣愣发呆，害得婶婶也没睡好，经常被他吵醒。婶婶能理解丈夫的心情，许平志常说年少时父母双亡，和大哥相依为命。不管许平峰后来如何丧心病狂，婶婶相信当年兄友弟恭的感情不会是假的。可那又怎么样呢？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许平峰是个冷血无情的畜生，要杀他一手养大的崽。所以婶婶昨晚一句安慰都没有。他不敲锣打鼓庆祝许平峰恶有恶报，已经很贤惠了，还喝酒，一股子的酒味。婶婶嫌弃地扇了扇小手，道：把桌上的空壶子撤了。吩咐完绿娥，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婶婶精神一振。突然他目光一凝，穿过庭院，看见斜对方的屋子里，房门打开，倒霉侄儿从里面走了出来。大清早的，他怎么从姐姐的房间里出来？婶婶心里一凛，皱起精致的眉毛，沉声道：绿娥，随我来。裙裾飘飘，大步奔出房门。木南之精疲力竭地蜷缩在凌乱的床榻上，秀发凌乱，
听见房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嘀咕一声：“小畜生。”刚嘀咕完，他心有所感，睁开眼睛，看见圆桌底下的阴影里钻出顶撞了他一晚上的小畜生。婶婶刚才看到我从你这里出去。许七安看着脸色陡变的木南枝，幸灾乐祸道：“所以我打算回来公布咱们的真实关系，省得你占我便宜，让你也社死一次。”木南枝惊慌地从床上蹦起来，一手抱住宝毯，掩盖曼妙娇躯，一边蹲下身收拾着散落在地板的肚兜、蟹裤等贴身衣物，以房间里的乱象。就算婶婶开门没见到男人，也能看出他昨晚和男人鬼混啊。他还有什么脸在徐府待下去？早知道就不装了，大大方方承认和许七安的关系。现在谁也揪不出什么错，偏要和他婶婶以姐妹相称。现在好了，传出去就是他勾引义妹的晚辈。花神是要脸的人。这时脚步声传来，已经到了门口。木南枝猛地抬头看向房门，一脸快哭出来的样子。许七安忍着笑意，以气御物，收拾着凌乱狼藉的房间。摔碎的茶杯茶壶自行飞起，消失在他胸口进入的书碎片。肚兜、蟹裤灵活的飞起，整齐地挂在衣架上。浴桶边缘溅出的水花自动蒸干，书桌上凌乱的摆件自行回到原位。金兽里熄灭的檀香自燃，袅袅挪挪，驱散异味。他其实是故意给婶婶看见的，报复花神，让他社死，不然哪有这妖巧的事儿。但看着他一脸慌张、欲哭无泪的姿态，许七安又心软了。毕竟花神是他媳妇，和天地会里的狐朋狗友们是不一样的。这边刚把物品恢复原样，外边房门就响了，传来婶婶的声音：“姐姐，你醒了吗？”“醒了。”木南枝看向许七安，瞪着眼睛，用唇语催促：“你快走。”许七安融成一团阴影，消失在房间。木南枝环顾一圈，见没什么破绽，连忙爬上床，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然后捏着嗓子回应道：“进来吧，门没锁。”门确实没锁，因为许七安刚出去。婶婶推门进来，下意识地扫了一圈，顺序分别是垂下帷幔的床榻、圆桌和屏风后的浴桶。最后，他的视线重新落回床榻，带着绿娥走过去，道：“我方才看见大郎从你房里出来了。”婶婶直来直往的性格暴露无遗。木南枝尴尬了一下，因为这话听起来就像在问：大清早的，怎么会有男人从你房间出来？你们昨晚做了什么？昨晚不知是不是感染了风寒，一宿未睡，头疼得很。木南枝抬手捏了捏眉心，语气虚弱。今早便托白姬去请了许云罗帮忙看看，所幸没什么事儿。许云罗刚为我渡了气机，说睡一会儿便好。原来是这样啊！婶婶相信了，盯着木南枝审视片刻，发现好姐姐眉眼间确实有掩饰不住的疲态，像是整宿没睡似的。也是呢，大郎现在是什么一品武夫，很厉害的样子，有什么麻烦或不舒服的，找他肯定能解决。婶婶觉得他处理的没毛病，说：“我让绿娥留在房里照看你。”浑身光溜溜的木南枝哪敢留人在屋子里，连忙摇头：“您也说了，只要睡一觉便好，我觉得我更需要安静。”婶婶想了想，觉得有理，便道：“那就不打扰了。”说罢，带着绿娥迈出门槛，关门离去。沿着长廊走了一段路，绿娥掩嘴笑道：“夫人想什么呢？大郎怎么会看上木仪？他跟着夫人身边服侍了10几年，一眼就看出他的顾虑。”婶婶点点头：“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只是林月与我说，木姐姐多半对大郎有意，今儿又看到大郎从他屋里出来，难免多想。都怪林月这个丫头，整天胡思乱想，把老娘也影响了。她是过来人，如果昨夜大郎和木姐真的发生什么，刚才她就看出来了。”司天监楼底，2名白衣术士行走在昏暗的走廊里，抵达尽头的某扇门前，恭敬道：“钟师姐，许云罗让我们来带2个人犯，并请您一起出去，他要带您回府。”垂手盘坐的钟离抬起头来，披散的发丝间，一双眸子绽放亮光，闪烁着雀跃。2名白衣术士补充道：“您还是过会儿自己上去吧，莫要和我们同路。”钟离有些委屈地哦一声。2名白衣术士当即折返，各自打开一扇铁门，朝着牢房里的人说：“出来吧，许银罗要见你。”这2间门对门的牢房里分别住着许元双和许元怀。听见许七安要见自己，许元双想的是他会如何处置自己和元怀，许元怀则下意识地认为大凤和云州的战况已经到了极为焦灼的程度。掐指细算，这会儿云州军多半已经兵临京城，那位有着血缘的大哥在大凤存亡之际见他们，绝对没好事，多半是把自己和姐姐当作筹码，要挟父亲。姐弟俩走出牢房，在门口隔着廊道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安。以父亲的铁石心肠，还有许七安的杀伐果断，他们的结局不会好。许元怀深吸一口气，道：“是不是云州军打到京城了？”许元怀问出这句话后，发现2名白衣术士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自己，这让他眉头一皱，冷哼道：“有什么问题？”左边的白衣术士哦了一声，恍然大悟，拍着脑袋说：“
忘了，你俩是怀庆登基时进的司天监，也有些时日了。右边的白衣术士笑眯眯地看着许元怀，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云州军确实打到京城来了，不过当天就被许银罗平定，叛军的几个首领杀的杀，抓的抓。小伙子，现在天下太平了。许元怀与姐姐对视一眼，嗤笑道：糊弄3岁稚童去吧。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因为监正被封印，大凤大势已去，人心惶惶。父亲和舅舅认为这是一个兵不血刃就能掏空大凤的机会，于是同意了七广博议和的计策。换而言之，中原的局势几乎是大凤必败。姐弟俩被关在司天监不足1个月，按照趋势，大凤此时已是穷途末路，处在灭亡的边缘。许元双的看法和弟弟一样，但保持沉默，没有询问，也没有抬杠。他相对不那么担心，那位大哥从一个小小快手成长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杀伐果断是肯定的。不过他并不滥杀，即使自己和袁怀是对没用的棋子，顶多也就被关回司天监司。天监的术士向来高傲，所以2位白衣不屑解释。带着手铐脚镣的姐弟俩被带出地底，跟着2名白衣术士射击而上。沿途遇到许多的白衣术士，对姐弟俩视而不见，专心的忙碌着自己的事。视而不见本身就是一种傲慢。很快来到4楼大堂，转入左侧廊道，于一间大厅外停下。许元双探头往里看了一眼，东南西北分别是黑眼圈浓重的青年，穿黄裙子身前摆放小吃的鹅蛋脸少女，长相平平无奇的孙玄机和他养的猴，以及一身靛青色绣云纹长袍的大哥许七安。他不知道和几位术士在聊什么，满脸无奈。窗边站着一位负手而立的白衣术士，永远看不到脸。许银罗，人来了。2名白衣术士打了个招呼后转身便走，姐弟俩僵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厅。进来吧。许七安收敛表情，云淡风轻地扫一眼姐弟俩。许元怀略一犹豫，率先进了厅，神色冷漠地说道：你想用我们姐弟做筹码要挟父亲，那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晋升一品是父亲毕生心愿，为此他可以付出一切代价。我和元双姐还没那个分量，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许元怀求你一句，就不是男儿。监正的几位弟子看他一眼，有些意外。许宁燕这个弟弟倒是个硬骨头，有几分风骨。许七安看向袁护法，问道：他说什么？袁护法蔚蓝色的眸子盯着许元怀看了看，老实回答：一样。意思是许元怀嘴上说的是，心里想的如出一辙，是个愣子。在座的众人心里闪过同一个念头，这年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相同之人，岂不就是愣子？袁护法蔚蓝的眸子扫过众人，点头给予肯定的答复：我也觉得是愣子，无趣。边上的姐弟俩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许七安淡淡道：云州叛乱已经平定，你们自由了，在外面大堂等着，我回头带你们去见生母。说罢挥了挥手，许元双和许元怀眼前一花，已经退出大厅，返回4楼大堂。许元怀沉吟道：他说带我们去见娘，果然是要把我们当筹码，与父亲做交易。他长长吐出一口气，父亲还没忘记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许元双点头。这时一位白衣术士从廊道另一侧走来，许元双心里一动，在脚镣哗啦声里迎上去。许元怀紧跟在他身后。这位兄台。许元双柔声道：想向兄台打听一件事。白衣术士见是个清丽美貌的少女，收起不耐的情绪，微笑道：姑娘请说。许元双问道：云州军是不是打到京城了？白衣术士点头，了一声。果然姐弟俩心里了然，许七安确实是要把他们当筹码，与父亲做交易。所以刚才说的见生母指的是让父亲把我们赎回去。许元双心里松了口气，许七安刚这么说，意味着他和父亲的交易并不牵扯大局，所以父亲会愿意赎回他们。许元怀沉声道：局势怎么样？大凤是否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很可能快打进京城了。他在心里补充一句。白衣术士审视着他们：叛乱早就平定了，你俩刚从地底出来吧？这怎么可能？许元双声音尖锐了几分。有啥不可能的？白衣术士反问。云州有2位一品，旁的不说，只需他们出手就可让大凤灰飞烟灭。许元怀沉声道：哦，许银罗和国师也晋升一品了。白衣术士笑呵呵道：云州叛军高层死的死，降的降，都好几天前的事了。许元双和许元怀呆立原地。云州败了，那姬玄呢？父亲呢？伽罗术和白帝2位一品呢？许元双问出这些疑惑。白衣术士耸耸肩：我怎么知道？不关心不关心。你们想知道去问别人吧，我还要做炼金实验，告辞。等白衣术士的身影消失在廊道里，许元怀喃喃道：一品。如果刚才那2个白衣术士是在逗他们，那这位术士则完全没撒谎的必要，这一切很可能都是真的。
许元双轻声道：“一品。”袁怀爹谋划20年的大业，呕心沥血的算计，步步为营的发展，到头来被许七安修行2年就毁于一旦。姐弟俩看着彼此，脑海里闪过4个字：因果循环。大厅里，许七安审视着监正的弟子们，道：“好了，我们继续吧。你们迫切取代监正老贼的想法，我很能理解。楼底的永兴和延亲王也很能理解，但是不是太着急了。监正尸骨未寒，监正并没有真正陨落，新任监正的事不着急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恰好赶上了监正弟子们的内卷。这伙人打算卷出一个新任监正，执掌司天监。这场内卷是杨千焕发起的，为了一个朴实无华的理由。国不可一日无君，监正老师虽然没死，但和死没什么区别。”杨千焕沉声道：“杨某认为有必要选出一位新任监正，扬名立万，不造福百姓。杨某身为司天监威望最高的人，理当成为新任监正，还望许银罗向陛下美言几句。作为报答，杨某将揭露天宗圣子李灵素背后企图对付你的所有经过。国事不能无君，可你一个破司天监，有没有监正都不打紧吧？再说，你想当监正就是为了人前显圣吧？”许七安摆摆手：“李灵素已经进去了，够可怜的，我不打算和他计较了。”他接着看向宋清，没好气道：“宋师兄，我是真没想到你对监正的位置也上心，你只要有炼金术实验可以做就好了呀。”宋清摇头，沉声道：“司天监是老师的基业，我不能任由他毁在杨千焕手里。为此，我愿意舍弃我热爱的炼金术，争取监正的位置。”倒是有几分忠孝之心的。许七安心说，然后就听楚采薇说，宋师兄是怕杨师兄又像上次那样捐出司天监的银子赈济灾民，这样他会没银子做炼金实验的。而且当了监正之后，他就能把司天监所有的钱用来做炼金实验。宋清不高兴道：“采薇师妹，你怎么能把这些告诉外人？用得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许公子；用不到的时候，就是外人了。”许七安满脑子的槽，他瞪着大眼蒙昧：“那你又凑什么热闹？”楚采薇一本正经地说：“是师兄们让我来的，他们说我也是监正的弟子，也有继承权。”他一脸骄傲，认为这是师兄们对他的重视，不再把他当孩子，而是可以平等相处的同辈。许七安闻言斜了一眼袁护法，袁护法心领神会，蔚蓝的眸子审视着在场的术士们，缓缓道：“几位的心告诉我，如果楚采薇走了狗屎运成为监正，那和我当了监正没有区别。”这是说以楚采薇的智商，谁都可以忽悠他。许七安抬手捂住嘴，差点笑出声。楚采薇用了好几秒才听懂袁护法的话，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看着平日里敬爱的师兄们，他感受到了来自师兄们深深的恶意。那孙师兄呢？你也相当监正。许七安看向袁护法，后者当即读出孙玄机的心声：“我是二弟子，大师兄已死，我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钟离呢？你们是不是把钟离给忘了？”许七安想到了他的小可怜。杨千焕呵一声，以钟离的命格，承担不起监正的命运。他今天当监正，明天整个司天监都等着开席，人间不值得呀。许七安捏了捏眉心，突然就很能理解监正了。行吧，这件事我会如实禀告陛下，尔等静待消息。许七安拱了拱手，身躯化作阴影融化。下一刻，他出现在外边的大堂，看见老师本分等待着的弟弟妹妹。许元双和许元怀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满脸紧张。眼前这人既是他们的大哥，也是一品武夫。一品武夫。许七安朝两人微微颔首，没有多余的言语，带着他们一个阴影跳跃，离开观星楼。许元双和许元怀的视野里，世界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京城的景象走马灯似的闪过。画面清晰时，他们看见了徐府的大门。京城的徐府，许元双微微睁大眸子，猛地侧头看向许七安，他把娘带回京城了。刚才在观星楼里，许元双心里隐约有这个猜测了。此时见到他把自己和元怀带来徐府，才真正确认。父亲把他当作容纳气运的工具，乾隆城的皇族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包括他和弟弟，自幼耳濡目染，心里对他也存了些许的敌意。可就算是这样，就算所有人都要害他、杀他，他仍愿意把母亲接回京城。这一刹那，许元双心里像是被针狠狠扎了一下，疼得他鼻子发酸，眼圈发红。他视线有些模糊地看向许元怀，看见他低着头，沉默不语，眼里闪过一丝迷茫和惭愧。跟我来。许七安没注意妹妹的情感变化，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带着许元双和许元怀进了徐府大门，穿过前院、回廊，直奔家眷居住的后院。宽敞的内厅里，除了当值的许平志，一家人都在。许二郎本来也要去翰林院当值，但因为许七安昨日说过今早要带弟弟妹妹回府，于是二郎就请了假，留在家里，打算见一见堂弟堂妹。首座的两个位置坐着婶婶和生母。婶婶这边的客座上
坐着许新年和许灵月，还有木南枝。生母姬白琴这边的客座空空荡荡，暂无人落座。见到许七安领着大房的姐弟进来，婶婶抿了抿嘴，强忍着没翻白眼。她是看在侄儿和大嫂的面子上，才允许这两个小崽子进府的。自打上次许灵月煽风点火之后，婶婶对这许元怀、许元双姐弟就很有意见。许新年和许灵月心机深，脸上不见表情。娘，果然见到了母亲，许元双有些激动。许元怀紧绷的神色微微一松。姬白琴看着自己的儿女终于团聚在一起，眼圈微红，露出心酸和喜悦交杂的笑容。来见过你们的婶婶。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客人，把婶婶视作许家主母，分寸拿捏得极好，不会让人反感，也不会留话柄。当然，婶婶是看不懂这些微操的，她就是本能的觉得大嫂还是和当年一样温婉体贴，相处起来如沐春风。元双见过婶婶。许元双乖顺的打招呼，清冷俏丽的脸庞绽放笑容。见过婶婶。许元怀的招呼就显得生硬。婶婶微微颔首，不咸不淡的应了一声。他本来还想敲打几句，给个下马威，但见到大嫂含泪的模样，心里又软了。姬白琴当即道：今后你们就住在府上吧，你们大哥已经安排好住处，娘这边带你们过去。许二郎皱了皱眉，侧头看一眼许灵月。许灵月微笑的起身，边迎上许元双，边说道：不劳烦伯母，这些小事还是让灵月代劳吧。说话间，许灵月已经拉起许元双的手，笑容亲切。元双姐姐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还有元怀弟弟，一表人才，当真如大哥所说，天赋超绝。许新年摇头失笑：灵月，自家人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何来的久仰大名一说？许灵月回头嗔道：二哥埋汰人家，大哥说过的嘛，元双姐姐和元怀弟弟，一个是术士，一个是武者，在雍州小事身手，就险些让大哥吃大亏。大哥可是罕见的天才，如今的一品武夫。那二哥你说，元双姐姐和元怀弟弟当不起妹子一句久仰大名？许新年闻言点点头，确实天赋异禀。哎，听说元怀都快4品了，惭愧惭愧。许元双大的僵在原地，一时间不知该以什么表情应对。许元怀微微低头，愈发惭愧，这是把他们曾经对付许七安的事赤裸裸的掀开了。以前随着姬玄等人对付许七安，现在云州没了，又过来投靠，但凡要脸的人都会尴尬羞愧到恨不得钻地缝。姬白琴脸色尴尬，抢笑道：元双和元怀不懂事，以前确实做错了很多事。许灵月柔声道：道歉就好。木南之怀里抱着狐狸幼崽，看得津津有味。他当然能看出许灵月在给小畜生的弟弟妹妹下马威，看戏看得津津有味之余，又有些困惑。印象里许灵月不应该如何强势啊？应该是许二郎教他的。二郎是读书人，最擅长勾心斗角。木南之做出判断。许七安扫了一眼脸色陡然涨红的许元双和许元怀，给了个台阶，淡淡道：你们两个先去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衫。许灵月幽怨地看一眼大哥，接茬道：我带他们去。许元双和许元怀的住处被安排在相邻的宅子里，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姬白琴哪能让许灵月继续欺负自己的儿女，忙说：不必了，我带他们过去。接着对许七安说：明艳，晚膳到娘，到我这边来吃吧，我给你烧几道云州菜。他既想亲近嫡长子，又不敢靠近的矛盾心态。主要是许七安从未喊他一声娘，他便不敢以娘自居。许七安点头：好。目送生母带着弟弟妹妹离开，许七安转而看向小老弟道：去书房，有事和你说。兄弟俩来到许七安的书房，关上门后，许七安说：明日你写个折子，问问陛下要不要另立监正。监正的几个弟子在争这个位置，他把杨千换几个的争斗说了一遍。许新年摸着下巴道：我突然有个想法，户部正在为古族阵亡将士的抚恤金头疼，不如让司天监来出这笔银子，告诉他们谁出的银子多，陛下就属意谁。当然，主意只是主意，并不是一定会封谁做监正。反正司天监有钱，这是要薅司天监的羊毛啊。许七安想了想，觉得是个好主意。正好，我近期会去一趟南疆，把林英接回来，抚恤金就由我来送吧。你对他们两人怎么看？许二郎冷不丁地问道。养在我娘身边呗。索性是两个傻孩子。许七安摸摸下巴。其实我怀疑许屏风让他们来京城议和，是特意把人送过来的。这样一来，大凤赢了，他俩有个着落。大凤输了，云州也能救回他们，怎么都不会有事儿。或许吧。许二郎不做评价。聊完正事，许七安嘿了一声：以后有热闹看了。我这个生母绝不是省油的灯，她现在的心思不在宅斗上，只想着和我修缮关系，等以后适应徐府的生活。她和林月妹子的斗争会特别有意思。哦对，王思慕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俩成亲后，啧啧，
以后我都不用去勾栏厅去，光看这一家子女眷厮杀就回味无穷了。这才有点大户人家的样子嘛，宅斗都斗不起来，算什么豪门以前啊？是山中无老虎，婶婶这个猴子当大王。许新年呵呵一声，是啊，在私墓之前还有临安殿下，还有骆玉衡，热闹得很啊。大哥，我可特期待你和临安殿下的大婚，你说国师会不会拎着剑大闹一场？不，还有木南枝，甚至更多。许七安幸灾乐祸的表情渐渐消失，拂袖道，牙尖嘴利，你这个天赋倒数第2的废柴。许新年被戳到痛处，也拂袖冷哼一声，心里嘀咕一句，我至少比林英强。姬白琴领着儿女来到住处，安排好房间后，便命令下人烧水，准备给他们沐浴。以后没事不要去那边，少招惹凌月。你们俩以前敌视宁燕，他都记在心里的。二房的兄妹俩很护宁燕的，小茹那么憨的人，怎么会教养出如此厉害的闺女？姬白琴告诫了一句，说道，云州没了，以后不用再提。宁燕既然把你们带回来，这就说明往事一笔勾销，他不会放在心上。以后好好在京城生活，他不会亏待你们。说完，他看了许元怀一眼，轻声道，娘知道你有本事，不需要依附你大哥，但这和你浪迹江湖能比？你想在武道上勇猛精进，一品武夫的指导比什么都强。他现在未必愿意接纳你们，但时间长了，那点隔阂总会消失的。还有元霜，你想在术士体系中走下去，就离不开京城，离不开司天剑。许元霜低声道，娘，如果我和元华要走，您会随我们一起吗？姬白琴微微摇头，娘陪了你们快20年，以后娘想多陪陪他，看着他，娘就心满意足了。许元怀忍不住问道，他真的晋升一品了？舅舅呢？爹呢？还有姬玄呢？他们都怎么样了？逃到哪里去了？在他看来，父亲是神仙一般的人物，纵使大哥成就一品武夫之身，父亲也不会有事，父亲永远有后路，永远不会陷入绝境。而姬玄是3品武夫，超凡境的高手，仗是打不赢了，可逃走想来不成问题。姬白琴摇了摇头，叹息道，都死了。姬玄是在京城被宁燕亲手斩的头颅，兵败之后，你们父亲试图逃走，但没能成功，被宁燕斩于海外。大哥他同样如此，族人也死光了，被一支重甲骑兵剿灭，死得干干净净。娘也该死，可是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他。20年的幽静里，他和许屏风的夫妻情分早已没了，余族人的羁绊更是早已断绝。与其陪他们一起死，活着守在3个孩子身边更加重要。死了，都死了。许元怀喃喃自语，呆立当场，一个都没逃掉，全被许七安杀得干干净净，被他敬若神明的父亲也死在许七安手里。这和他想的不一样，在他的想法里，云州军虽然败了，但核心人物应该是潜伏起来才对。许元怀一时间难以相信，那么强大父亲怎么可能死？可娘不会骗他，这个时候他对一品武夫4个字有了更深刻的概念，这是让神明般的父亲也只能隐恨的品级。他终于成长到这一步了，从贞德生死开始，父亲针对他的谋划失败了一件又一件，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这个猛兽，遭到了反噬。许元霜神色复杂，唏嘘怅然悲伤无奈皆有。父亲亲手创造了他，把他生下来，为他植入国运，为自己的王途霸业铺路。可最后这枚棋子要了他的命，因果循环，命运使然。身为术士的许元霜深刻体会到了因果的可怕。许灵月捧着一碗参汤进来，左顾右盼，发现只有许二郎，蹙眉道，大哥呢？出去办事了。许二郎目光落在参汤上，叹息道，这碗汤肯定不是为二哥煮的吧？哎，二哥没这福分。许灵月连忙绽放温柔浅笑，二哥这话说的太见外了，灵月知道你呕心沥血，特意熬了参汤给你补补，大哥哪需要这个啊？许新年颔首，放这里吧。目送妹妹捧着木盘离开的背影，许二郎摸了摸下巴，哼哼道，死丫头，将你一军，什么好事都先想着大哥，到底谁才是你亲哥？端起参汤，美滋滋的喝了一口，旋即皱了皱眉，骂道，臭丫头，拐着弯骂我身子虚。灵宝关进室里，2个蒲团，一个做了人，一个没做人。许七安盘坐在蒲团上，沉声道，晋升1品之后，我修为便停滞不前了，吐纳几乎无用，即使是双修，进展也缓慢。骆玉衡皱了皱眉，似是有些疼痛，吸了一口气，才说道，1品之后，精气神3者合一，你想提升，便得将3者一同提升，吐纳当然没有效果，吐纳只能锤炼气机。这应该就是1品武夫为什么会有瓶颈的原因。许七安腰部肌肉紧绷，连续不断的发力，说道，那么同时吐纳冥想，顺便锤炼体魄，能否打破瓶颈？正常武夫修行气机靠的是吐纳搬运，但精气神3者合一后，吐纳就没有效果了，想提升就必须把3者同步提升。精气神合一是1品武夫最特殊
最强之处却也成了桎梏。骆玉衡紧紧咬着唇，一言不发，脸颊红晕泛起。没听说过这种修行之法。他断断续续地说，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与国师双修。许七安笑眯眯道，还请国师垂怜。谁要跟你双修？我早说过，晋升陆地神仙后，你我便再无关系。骆玉衡轻哼一声，是，在下痴心妄想了，只愿每日来听国师讲到一个时辰，还请国师不要拒绝。许七安从善如流。骆玉衡矜持的嗯一声。这时许七安停下一切动作，从怀里摸出地书碎片，查看传书。5. 许宁燕，你能来一趟南疆吗？4. 丽娜别急，宁燕和林恩的大婚还有一段时日，百息时不会忘记你的。楚元稹传书调侃。探头来看传书的骆玉衡脸色猛地一沉，哪壶不开提哪壶。许七安暗骂一声，接着看见丽娜传书道，大事不妙，林英梦见古神了。梦见古神，许七安眉毛扬起，脸色微变。看到丽娜的传书，许七安心里浮现茫然、警惕、诧异等情绪。警惕是必然的，自家妹妹被古神盯上，任谁都会心生警惕。茫然和诧异则是因为古神吃饱了撑着，盯上林英作甚。骆玉衡松开了勾住他腰的2条大长腿，改为双膝触地，支撑身子，脸色凝重的提醒，古神有窥探未来一角的能力。许七安明白了他的意思，许灵英不是古神真正的目标，而是他。大劫将至，古神作为超品，且拥有窥探未来片段的能力，也许他在未来的片段里看到了许七安。毕竟现在许七安已经不是杂鱼了，而是真正的一品武夫，甚至能代表整个中原。将来大劫中必有他的一席之地，古神遇见他并不奇怪。许七安撤回了原本捧在骆玉衡臀部的左手，以指代笔，传书道，丽娜，你让龙图首领去集渊看看，如圣雕塑眉心的裂痕是不是扩散了？古神能透出力量，影响到外界的生灵了，那必然是封印出现了松动。5. 阿爹已经去看过了，如圣雕塑的裂痕确实变大了，阿爹说已经扩散到胸口。丽娜先把许灵英的异常告诉了父亲龙图，龙图和族长们开会商讨之后，结伴前往集渊查看情况，发现如圣的雕塑愈发松动。3. 龙图首领怎么看这件事？5. 父亲很生气，说古神要和他抢弟子。看到这则传出的天地会众人，脑子里闪过一串问号。1. 你说什么？95之尊怀庆没忍住，传书问了一句。5. 林英说古神在梦中教他修行，父亲仔细检查了他的身体，没发现有被古神侵蚀的异常。丽娜把事情经过娓娓道来，许灵英在不久前梦见了一只大虫子，大虫子天天教他打架，却很少有交流，仅有的几次也只是告知了古神的身份。5. 可奇怪的是，灵英不但身体没问题，修为也没有进展啊！长老们都怀疑灵英是不是单纯的做梦而已。8. 没有那么巧的事。阿苏罗跳出来插了一嘴，传书说，最好是去南疆看看，超品的手段不能等闲视之，没有异常恰恰是最大的异常。另外，灵英是谁？5. 灵英是我的弟子，也是许宁燕的妹妹。8. 能被古神看上，想来她是个天赋超绝的奇才吧？不，那是一个蠢到让人发指的稚童。楚元稹心里腹诽了一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灵英确实天赋异禀，怀庆给出中肯评价。不大聪明，但八字很硬，是我见过的人中也算凤毛麟角的。金莲道长率先想到的是灵英的八字，旋即想到坚正的五弟子钟离。钟离的厄运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但2种人可以免疫他招来的厄运，一种是许七安这样气运加深者，另一种就是许灵英这类八字硬的。天地会成员对这件事都很有关注，又聊了几句后，许七安传书道，丽娜，集渊里的古神之力比之我离开前如何？5. 浓郁了数倍，首领们每过3日就要去一趟集渊清理强大的蛊虫蛊兽，但就算这样，也不可能把所有强大的蛊虫蛊兽都揪出来，集渊那么大，总会有漏网之鱼。婆婆说，半年之内很可能出现超凡境的蛊兽，而每次超凡境蛊虫蛊兽的诞生，必定会有首领陨落，蛊族上下忧心忡忡。我的七绝蛊差不多可以晋升超凡了，这趟去南疆薅一把古神的羊毛。许七安传书道，今日我便去一趟南疆。收好的书碎片，许七安看向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笑道，一起去南疆。骆玉衡摇摇头，我已经晋升陆地神仙，天人之争即将到来，这段时间要闭关稳固境界。说话间，他站起身。不，伴随着声音响起，骆玉衡咬了咬唇，呼吸略显粗重。明白了，你闭关这段时间，我得天天来观里陪你双修。许七安现在很能把握傲娇御姐的心理，因为不管是花神还是小姨，都是这类型，熟能生巧。双修对骆玉衡来说
亦是快速稳定境界、提升法力的途径，效果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毕竟他们已经是接近天花板级的强者，但总比单独吐纳要强。许七安没有立刻赶往南疆，而是先去了一趟皇宫，在迎春阁的2楼的瞭望台见到了身边素色宫裙的怀庆。她的秀发和衣裙在风中飞舞，气质依旧清冷如仙子，但和当初不同的是，这位长公主身上多了一股唯我独尊的威严。陛下登基后极少再穿回以前的衣裳了，这是哪来的闲情雅致？许七安大大咧咧地坐在岸边，顺手拿了一枚枣子啃起来，旋即眉头一皱，这枣子怎么吃起来怪怪的？有点。怀庆没有回头，轻笑道：“口感有点像马肉。这是宋卿进贡的肉枣，据说枣树是从战马尸体上长出来的，一匹马可以培育300斤肉枣。战事刚结束不久，马匹的尸体堆积如山，朕寻思着埋了也是浪费，就交给宋卿来处理了。现在肉枣已经进了粥棚，与粥一起发放给灾民，确实抗饿。”许七安默默吐掉了嘴里的枣渣，端起茶漱口，道：“我正要去一趟南疆，古族战士的抚恤金，陛下可有准备妥当？”怀庆摇头，许七安便把2郎的计策转述给怀庆。不错，怀庆当即表示认同。司天监副的刘游术士不缺银子，从他们那里拿一些过来应急，倒也不错。于是怀庆写了份手书交给许七安，意思大致是：监正的位置事关重要，朕不能儿戏，需要挑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贤才，能服众，能为朝廷和百姓做贡献才行。眼下正好有一件事。拿了手书后，许七安接着去见魏渊，把自己南疆之行的目的告知，表达了对古神的担忧。魏渊的建议是，去南疆之前先去一趟云麓书院。许灵音没有异常，很可能是因为古神以移星换斗的法术做了掩盖，所以要去云麓书院借亚圣如观，还有2张记录了卦术和言出法随的纸张。先用言出法随之力禁止移星换斗的力量，而后利用卦术占卜许灵音，有没有问题一探便知。而亚圣如观的加成能确保驱散移星换斗的力量，以及提高巫师卦术的占卜强度。古神毕竟还在封印中，渗透出的那一丝力量不可能抗衡亚圣的法器。此外，魏渊还说做好无功而返的准备。他认为以古神的位格，如果要暗中侵蚀谋划，根本不会让古族这么轻易的发现，所以这一次极可能是有惊无险，没有那么复杂的内幕。南疆极渊外围，天蛊婆婆等古族首领完成了一次清剿，脸色颇为凝重地走出来。他们的担忧来自2方面：一，如圣封印愈发松动，古神破关在即，这对古族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天蛊部的历代先知都有留下古神出世，9州将成为古的世界这样的预言。封印古神是古族永恒不变的使命和目标。2，极渊里翼散出的古神之力前所未有的浓郁，放任下去的话，首先极渊的领地会扩张，把周边正常区域污染成古的领地。其次，超凡古兽诞生的数量和概率随之水涨船高。一头超凡古兽也许就要让在座的首领们豁出命去剿灭，2头就能让古族元气大伤，如果出现3头，古族就得做好玉石俱焚的准备了。在过去的无尽岁月里，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婆婆，这便是你说的大劫吗？妖娆妩媚的栾玉完全没了风情万种的媚态，修剪精致的眉毛紧紧皱着。相比起来，这只是大劫的一角罢了。天蛊婆婆说完，转而看向龙图。那小女娃子没什么异常吧？龙图回答，没异常，能吃能睡，目前在帮族里造水坝，已经能扛500斤的石头了。就这份力量，一拳打死练精进武夫不在话下，练气劲也得丢半条命。天蛊婆婆又道，通知许银罗了。龙图点头，把话题拉回来。极渊这边怎么处理？如圣封印我们没办法，古神之力浓度过高也没法解决。闻言，古族首领和长老们纷纷沉默，愁容满面。冷静理智的新古师纯烟说道，如果古族的人口扩张10倍，倒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处理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吸收古神之力就行了。可古师们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止休的吸收下去，古神之力需要靠体内的本命蛊过滤之后，人体才能吸收，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畸变和疯狂蛊虫和蛊兽却不需要如此。他们可以直接吸收古神之力，代价就是沦为古神之力的奴隶，丧失理智。当然，虫兽们也不会在乎这些，或者每一个部族再出一位超凡。纯烟补充道，那就是7个超凡。古族首领以及旁边的一众长老们微微摇头。晋升超凡需要大量的古神之力，把古神之力抢过来，便能有效遏制极渊里蛊虫的成长，确实是完美的解决之道。可是每个部族出一位超凡境，那就是7个超凡。超凡的诞生哪有这么容易？古师同样会有瓶颈，有天才和庸才的区分。古师的修行速度主要看3方面，一方面是古神之力的浓厚程度，古族的力量来源于古神，
其他体系需要吐纳灵力，而古族吐纳的是古神之力，古神沉睡在南疆，所以古师想要稳步晋升，就不能长期离开南疆。古神之力越浓厚，修行速度就越快，但这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本命骨。所以第二方面是本命骨和宿主的契合度。为什么许灵英这种筋骨天生强健的大吃货被力骨部誉为天纵奇才？因为他这样的体质与力骨非常契合，契合度越高，本命骨能开发的潜能就越大。契合度就是古师看重的天赋，契合度不高的古师注定高品无望。第三方面是本命骨的培育，骨的一些负面效果其实就是培育的过程，比如每天喂毒药，每天找坑躲起来等等。这就像武夫要天天搬运起机，锤炼体魄一样，这方面倒是可以勤能捕捉。目前来说，各部的50岁以下的长老是最有望冲击3品的，但成功率依旧不到1成。历代冲击3品的古族长老，要么死于肉身崩溃，要么死于本命骨畸变，是主。前者是因为本命骨和身体契合度没达到要求，后者则是本命骨潜力有限，承受不了超凡境的力量灌输，没能蜕变成功，即变成了与极渊里的蛊虫一样的怪物。情况已经极为严峻，不能消弭笼罩在极渊里的古神之力，半年之内一定会有超凡境古兽出现，到时候不但首领们有危险，对普通族人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秦古部的一位长老沉声道：天古婆婆环顾众长老，你们有谁愿意冲击超凡？其实就是派7个人去送死，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万一有谁侥幸拼成了，古神之力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自身也能晋升超凡。不去尝试，情况肯定越来越糟糕。古神沉眠在极渊无尽岁月，终于要苏醒了，这样的情况古族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各部长老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50岁以下的长老准备冲击超凡吧，为了古族，这些必须要冒的险。力古部的大长老说道。龙图皱了皱眉，我可以尝试冲击2品，力古部的名额给我。但他的提议直接被天古婆婆否决。老人拄着拐棍淡淡道：超凡不必冒险，古族承受不起这个损失。4品死了以后还会有，超凡陨落的话，可能10几年乃至几10年都不会有新生者。力古部的5长老站了出来，高声道：我可以冲击超凡，10年前我就到4品了，年龄才合格，没有超出50太多。有了力古部的带头，沉默片刻，年龄适合、修为适合的各部长老纷纷站出来附和。天古婆婆环顾众人，缓缓道：明日召集族人举行祭祀，祝诸位晋升成功。略显沉重的气氛中，众人默默点头，在首领们的带领下各自散去。返回力古部的途中，龙图看着头发花白的5长老，眸光深沉道：回家后把要交代的都交代完。力古部的人说话向来直接。5长老嘿一声，人死卵朝天，有啥好交代的？再说老夫也不一定会死，没准能晋升超凡呢。但一路上5长老显得极为沉默。轰隆隆，震耳欲聋的鹰爆声在大平原上空响起，农田里辛苦劳作的力古部族人纷纷抬头望天。一道人影从天而降，降落在田埂边，掀起强风。族里的高手呢？许七安神念一扫，便知力古部的高手都不在大本营。那位头发花白、犁田速度比牲畜还快的老人指着极渊方向道：首领和长老们在极渊清剿古兽。然后又指着另一边说：其他族人在山上修建水坝，南疆多雨，必须在雨季来临前修好水坝，不然山洪会冲垮农田。力古部所在的大平原地势偏低，好处是引水方便，坏处是一旦连续多日的暴雨就容易积水，如果是山洪来临则会淹没农田。力古部是一个停留在温饱程度的部族，对于农田的重视甚至要高于猎物。极渊情况怎么样？许七安又问了一句。老人摇摇头，不是很好，长老们和首领天天眉头紧皱，说可能要出现超凡古兽了，极渊里的古神之力愈发浓郁。正说着，一位大婶扛着几袋沙袋走过来，也参与进话题。每次极渊里出现古兽都会死很多人，他黝黑粗糙的脸庞露出焦虑和担忧。虽然上一次出现古兽是很久以前，他们这一代的人没有经历过，但古族口口相传，族人们甚至超凡古兽的可怕的疯狂。问出许灵英和丽娜在修水坝后，许七安冲天而起，在刺耳的引爆声中飞向后山。仅仅2秒左右，他就看到力古部的水库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山坳间，水中的藻类让水质看起来偏向浅绿色。100余名力古部族人在水坝上忙碌，一部分人手里握着棒槌、凿子等铁器，打磨着不规则的石料，另一部分人则在和稀泥。许七安目光一扫，在远处崎岖的山路里看到了小豆丁和丽娜，他们和10几名族人正在开采石料。叮叮叮，棒槌敲打中，长长铁签顶出石料。丽娜抱起一块600-700斤的巨石，往小豆丁的肩上一放。去吧。这块巨石压上来后，
许七安就看不到小豆丁的上半身了，只能看见2条粗短的小腿，像是石料自己长出来的。师傅，什么时候吃饭啊？我肚子饿了。石头底下传来许灵英的声音。太阳下山就可以吃饭了。丽娜说着，也扛起一块超过1000斤的大石，师徒俩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许家有女初长成，力拔山兮气盖世。许七安默默无脸。婶婶要是知道自己一心想培养成大家闺秀的幼女，变成了肩能扛鼎的豪杰大侠，会是怎样的心情？嘿咻嘿咻，许灵英一边迈动小短腿，一边给自己配节奏，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累不累？许灵英愣了一下，2条小短腿僵住，接着6、700斤的石头被丢开，露出一个圆脸的小豆丁。大锅！许灵英大叫一声，憨憨的脸上绽放笑容，双手别在后腰两侧，头一低，朝着许七安发动蛮牛冲撞。噔噔噔，地面留下2串小脚印。想不想大哥？许七安拎起小豆丁的后颈，把它提在半空。许灵英用力啄一下脑袋，补充道：也想爹和娘，还有姐姐，还有二哥。许七安提醒：还有二锅。许灵英从善如流。另一边，丽娜放下肩上的巨石，诧异道：这么快？她临近午膳时与许七安传书，现在太阳还没下山，她就从京城来到南疆，中间横跨了10几万里。许七安把小豆丁放了下来，他确实没有问题，从身体到意识都不见异常，本命骨也和他离开前一样，顶多是壮大了许多，不像是被蛊神侵蚀的样子。小豆丁本命骨外形类似袖珍型的蟒蛇，1指长，肌肉虬结。林音，你说梦里那只大虫子在叫你打架？怎么打的？演示一遍给大哥哥看看。我忘记了。许七安心说，蛊神要是真的收你做弟子，那他就是瞎了眼。涉及到幼妹的安危，他没有浪费时间，当场取出如冠带上，并摸出2页纸张，先用契机点燃其中一张。是，记录言出法随，纸页燃烧。许七安轻弹如冠，吟诵道：此刻不得存在移星换斗之力。话说出口的刹那，如冠荡漾出一圈圈的青光，让此刻充斥浩然正气，加持言出法随的力量。许七安脖颈一疼，察觉到七绝骨在畏惧，遭受了压制。这时他看见许灵英哎呀一声，按住脖颈，叫道：有虫子咬我。他也疼。许七安心里一沉，又一次把许灵英拎起来，掌心贴住后颈。这一次他看见小豆丁的本命骨出现了异常，他从袖珍版蟒蛇变成了一只血红色的七节虫，与七绝骨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七绝骨是玉白色，而灵英体内的七节虫是象征气血的鲜红色。另外，红色七节虫徒有其形，不具备其他6种蛊术。草！许七安心里爆了句粗口，蛊神想把灵英培养成容器吃。第2张纸页燃烧，许七安以巫师的卦术辅以许灵英的生辰八字，占卜了他近日来的吉凶。卦象反馈许灵英在未来不短的时间里运势顺风顺水，这让许七安心里稍稍安心。他知道蛊神是能屏蔽占卜的，而卦象显示出的时间尺度不会太长，但这足够了，近期内不会有事就好。他近期就会带走许灵英，不过稳妥起见，他肯定要咨询专业人士。怎么样？丽娜一叠声的询问，许久未见，小白皮又有重新进化成小黑皮的迹象。来，报警大哥。3言2语说不清楚，许七安摇了摇头。我先带灵英去找天谷婆婆，回头再与你细说。来，灵英，报警大哥。许灵英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顺着他的腿往上爬的稚童，轻轻一跃，抱住许七安的脖子，便把自己挂在大哥胸前。轰的一声，许七安像一颗炮弹射向天穹，转瞬间便消失不见。许灵英眼前一花，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略显破旧的老宅，头顶是4方的天井。接着他只觉5脏6腑移形换位，胃酸翻涌。大锅，我要吐了！小豆丁宣布完，一大口酸水吐在许七安怀里。吐完之后，小豆丁看着沾满大哥胸口的酸水，大声道：咦，我吃进去的肉怎么变成这样了？他故意做出夸张的表情，试图分散大哥注意力，让他忘记胸口的脏东西是自己吐的。许七安摸了摸他的头，目光则看向从屋子里走出来的天谷婆婆。恭喜！天谷婆婆笑道：中原自武宗之后再无一品武夫。许七安颔首示意，顺手把小豆丁丢了过去。婆婆，你再看看他。天谷婆婆伸出拐杖，牵引着小豆丁慢慢落地，枯瘦的右手在他脖颈一探，当即脸色一变。这是不是七绝骨？许七安问道。天谷婆婆沉声道：蛊神想把他体内的力骨培养成七绝骨，与你体内那个一样，不过这才刚打下基础而已，距离完全体还远。徒有其形，本质上依旧是力骨，但具备容纳6种蛊术的基础。许七安淡指清理胸口的秽物，说道：先前婆婆没有发现。天谷婆婆轻轻摇头，蛊神的品级要高于我看不穿他的遮掩，
你是怎么发现的？许七安简单说了自己的操作，然后问道：他到底想做什么？他原本的猜测是，古神想把许灵英培养成容器，作为意识降临的载体。后来想想有些不对，哪里不对？首先，意识降临又能如何？这样的容器挨不住一品武夫的一巴掌，意义在哪里？还有，为什么他把容器选择许灵英？许灵英天赋再好，也还是个孩子，远不如那些成年的力骨族战士，比如丽娜这种修行力骨的天才。我给不了你答案。天蛊婆婆摇头，她接着说道：不过灵英体内的这只蛊虫继续成长下去，才是货真价实的七绝蛊，是蛊神真正的传承。什么意思？许七安皱眉。天蛊婆婆指尖轻轻抚摸灵英细嫩的后颈肉，道：你体内的七绝蛊是以天蛊为根基，其他6种蛊以天蛊为首，所以你刚得到七绝蛊时战力加成并不高，只有一个移形换斗的高阶法术可以施展。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年从极渊里找到七绝蛊的是老头子，是他改变了七绝蛊，真正的七绝蛊根基不是天蛊。他望向许七安，缓缓道：蛊神的7大能力里，如果要挑选出其中一种为根基，你觉得是哪一个？许七安脑海里闪过蛊神庞大的宛如肉山的身躯，心里一动。力蛊。天蛊婆婆点点头，给出肯定答复。她收回手指，摸着许灵英的脑袋：你先带她回京城吧，离开南疆，蛊神便是有再多的谋划也鞭长莫及，往后的事往后再说，也只能这样了。许七安把这个话题接过，说起自己来此的另一个目的。听丽娜说极渊里的蛊神之力异常浓郁，我这次来是想把七绝蛊境升到超凡境，我不建议你去。出乎意料，天蛊婆婆给出反对态度。许七安微微皱眉，听着天蛊婆婆解释道：你体内的七绝蛊是当年蛊神挣脱封印的尝试，尽管他的意志早就被磨灭，但蛊神的手段不能等闲视之，超凡境是一道门槛，在这之前七绝蛊或许不会有异常，可一旦你把七绝蛊推到超凡境，我怕所有的问题会一次性爆发。许七安摸着下巴分析道：最大的可能就是七绝蛊进阶超凡后，蛊神把我视作容器，通过七绝蛊直接让意识降临，但我已经是一品武夫，武夫精气神3者合一的特点能让我无视任何存在的夺舍，包括超品。再说我有陆地神仙帮助，清除蛊神的意志想必不难吧？天蛊婆婆轻轻点头，有陆地神仙帮忙，确实不用惧怕蛊神的意志，非冒这个风险不可。许七安无奈道：以我现在的修为，在大凤境内有众生之力加持，9州现存的一品强者里无人能与我争锋，但离开了中原，我最多是稍有优势，甚至没有优势。大劫将至，我必须想办法提升战力，为此冒一些风险完全是值得的。与萨伦阿古交手过后，许七安意识到在中原境内和境外自身战力是2个档次，众生之力加持的他甚至有自信和完全踢的神书一战，但离开中原，他就只能说一句：大佬打轻点。他不可能一直在中原作战，那样太被动，如今的中原百废巨兴，经不起高层次的战斗折腾，所以要学会主动出击。而要离开中原作战，就得提升战力，一品武夫处处瓶颈，短时间内难以突飞猛进，目前的突破口是七绝蛊。只要七绝蛊能升到超凡境，他就兼具了武夫的粗鄙和蛊术的诡谲，不管是猛男拼刺刀，还是比花里胡哨，都不出任何人。以你现在的水准，七绝蛊的作用已经不大，确实值得冒险，你的战力会上一个台阶。天蛊婆婆点点头，没有再劝。许七安接着说：我也想趁机和蛊神谈一谈，看能否从他那里打探到关于大劫的情报。天蛊婆婆告诫道：与超品打交道，谨慎永远摆在第一位。许七安嗯一声道：灵英就拜托照看了，我现在就去妓院。他不想浪费时间，尽快提升自我。许灵英立刻看向天蛊婆婆，摸着肚子娇声道：婆婆，我肚子饿了。为了一口吃的，她连撒娇都学会了。天蛊婆婆面容慈祥，随手一招，从厨房招来一箩筐油炸虫蛹，色泽金黄，闪烁油脂。吃吧。婆婆笑容慈祥。许灵英吞了吞口水，迫不及待地伸出小胖手，抓起一把有炸虫蛹就往嘴里塞。别给我家妹妹吃这种东西啊，好歹也是京城豪门里未来的大家闺秀。许七安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天蛊婆婆笑道：这可是好东西，吃了长力气壮筋骨，不比肉食差。我知道，蛋白质是牛肉10倍嘛，还不用去掉头。许七安无声地吐槽了一句，冲天而起，从天井跃出，消失在天际。天宗，祥云笼罩，鹤鸣猿啼，仙家气象。清幽雅致的小院，静室里屋内檀香袅袅。李妙珍身穿浅蓝色道袍，道簪挽起秀发，盘坐于蒲团，静心吐纳。她五官生得极美，眉毛略浓，显得英气勃勃。但现在她把凌厉的眉峰修平，变成了弯弯的柳眉。面无表情盘坐时，
竟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气质，再配上眉心紫色丹纹，愈发的有仙子之姿。进室的门推开，一位年轻坤道迈过门槛，在桌边行礼，低声道：“圣女，师尊请您过去。”李妙真睁开眸子，眼神平静，甚至有些淡漠。知道了，声音也冷淡得很。他没有表情的起身，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拂尘，挽在臂弯，缓步走出静室，每一步都像是丈量过的，不多一分，不少一寸，仿佛规则一般。年轻坤道望着李妙真的背影，心里感慨：红尘历练回来后，圣女脱胎换骨，出入太上忘情。假以时日，天宗将再出一位三品。李妙真走出静室，走出小院，沿着青石铺设的小径，一路来到冰夷元君殿。殿外3位道士静候已久，分别是师尊冰夷元君、玄成道长，还有圣子李灵素。李妙真面无表情地走过去，行了标准的道理，道：“见过师尊、玄成师伯、圣子师兄。”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语气起伏，不掺杂感情。李灵素俊美的脸庞同样缺乏表情，眼神幽深如潭，回了一个道理，道：“见过师妹。”一样是不掺杂感情的声音。两对师徒气质表情如出一辙。冰夷元君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人，淡淡道：“你们不用装了，骗得过我，骗不过天尊。”李灵素和李妙真脸色同时一垮，异口同声地埋怨对方：“都是你这废物，演戏都演不好。”玄成道长没什么表情地说道：“天尊召集各峰长老举行仪式，为你们断红尘，洗凡心，祝你们更快领悟太上忘情。”李灵素和李妙真脸色一变，所谓的断红尘、斩凡心，是天宗一种抹除记忆的秘法。冰夷元君语气冷漠地解释：“天尊认为，你们下山游历的3年里，沾染了太多的因果，蒙蔽了道心，不把这段记忆清除，你们恐怕终生难以领悟太上忘情。要剥夺我的记忆。”李妙真俏脸微微发白，下意识看向李灵素，只见圣子目光呆滞，脸色难看。玄成道长淡淡道：“待会儿进了天尊殿，天尊会问你们是否愿意，点头便是，否则门规处置。”吉渊。许七安从高处缓缓降落，啪嗒，靴子触及地面，踩到一块碎石。碎石来自如圣雕塑。许七安审视着一手腹背，一手置于小腹的雕塑，只见眉心的裂缝已经蔓延到胸口，裂缝有半指宽，雕塑脚下落着些许碎石。如圣的力量在不停的衰退，古神挣脱封印也不远了。许七安无声地吐出一口气，心里的焦虑感更重了。无论如何，都要在超品彻底脱困前达到半步武神的层次，这是底线。接着，他与七绝谷同享视野，看向大裂谷。在七绝谷的视野里，极渊深处正有浓郁的古神之力喷涌而出，有代表力谷的气血，有代表暗谷的黑光。许七安与如圣雕塑拉开距离，盘腿而坐，开始吸收古神之力。呼呼，一平五腹的吐纳渐渐加重，于极渊中掀起气流，可怕的肺活量宛如远古巨兽的吐息。7种色彩所象征的7种力量，随着吐纳进入许七安体内，往他后颈处汇聚。原本与颈椎贴合的七绝骨从皮肤表层凸起，不停地鼓胀收缩，节奏与许七安的呼吸频率相同。他贪婪地吸收着经过许七安吐纳进入体内的古神之力，然后再把古神之力反馈回许七安，形成一种交互，一种循环。当七绝骨把力骨的力量反馈给许七安时，他的筋肉随之膨胀，把宽松的袍子撑得鼓胀。当七绝骨把琴骨的力量反馈给许七安时，他心跳加快，血液沸腾，对男女之事产生强烈的渴求。每一种力量都以他独特的方式呈现在许七安身上。呼呼，巨龙般的吐息还在加剧，气流刮过极渊，在嶙峋的峭壁擦出尖锐的笑声。整个极渊上空，古神之力化作直径数百丈的夸张漩涡，朝底坍塌，就像海面出现的漩涡，疯狂吞噬着海水。溢散在极渊四周的古神之力开始变得稀薄。力骨部正在为明日仪式做准备的龙图心有所感，望向了极渊方向。然后是6位长老纷纷察觉出古神之力出现异常，这异常夸张到让他们这些4品都轻易感应到。大长老大惊失色，掌心紧紧捏住拐杖，骇然道：“极渊里的古神之力在消失，这是有超凡境古兽诞生了。”二长老声音颤抖：“婆婆不是说至少得半年才会出超凡古兽吗？快召回族人，准备北上避难。”龙图没有任何废话，脚下地面塌陷的巨响里像一颗炮弹射向天空，朝极渊飞去。同一时间，暗谷、新谷、秦谷、尸谷、毒谷各部的首领们纷纷御空而起，率先赶往极渊。而部族里的族人则快速行动起来，召集人员，收拾物资，慌而不乱地准备着撤退。超凡古兽一旦出世，必定大肆破坏，谁都不能保证战场会不会转移到各部族的栖息地。普通族人被卷入超凡战中，一死就是一大片。有些小女人了，还想小母马，
想练诗，想吃砒霜，想打架，想找个坑里藏起来。许七安闭目吐纳，脑海里闪过一个个念头，这些念头在浮现的下一秒便被他统统镇压。念头越强烈，意味着七绝骨的晋升越接近成功。此时七绝骨体型暴涨，已经覆盖了许七安半个脊椎骨，他的七根截肢就像七根肋骨。七绝骨的成长伴随着撕裂肉身的疼痛，不过对一品武夫来说并不算什么。许七安关注着后背的疼痛，不知过了多久，疼痛消失了，七绝骨停止生长，晋升完成。超凡境七绝骨的种种能力瞬间反馈到许七安脑海，但就在他品味晋升后的技能时，本该没有意识，只有本能的七绝骨突然诞生出一股可怕强横的意志。这股意志磅礴浩瀚，让人如临深渊，如面神威。你果然来了，古神。许七安嘴角勾起，露出笑容。那股意志不理会他，宛如狂潮一般冲击着识海，试图夺舍侵占这具一品武夫的肉身。可不管狂潮如何凶猛，一遍遍冲刷识海都无法留下气息，改变识海。正常的夺舍只需要吞噬识海内的元神即可，但一品武夫的元神并不在识海里，而是在血肉里，在气机里，一味的冲刷识海当然无法夺舍。就像神树被分尸后，元神也随着分离，蕴含在肢体中。一遍遍的尝试失败后，那股强横的意志停止了侵蚀，紧接着一个威严浩大的声音回荡在许七安脑海：你是什么人？我在窥探未来中没有见过你，未来里没有我。听到古神的神念传音，许七安难掩愕然，心说大凤许银罗都没听说过，你这个超品简直孤陋寡闻，天古只能看到未来的一角，或许是你没看到我罢了。许七安用神念回应，话是这么说，不过他根据古神透露的这句话分析出了3种可能：一，许银罗在大劫来临前就已经陨落，故而古神看见的未来里没有他；二，有人遮掩了他的存在，就像许屏风用初代监正的法器遮掩了自己的谋划，让当代监正看到的未来里青州一战是他赢了，而不是他被封印了。说到这件事，许七安有一个疑点没有得到验证：监正无法预测青州战事的结果，那他能不能预测更遥远的未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监正完全能通过未来里没有自己这个情况，分析出青州是他领盒饭的时间点。对此，他的猜测是监正看到的是另一个未来，在那个未来里，许屏风的叛乱在青州时便被平定，但初代监正留下的法器改变了未来。当然，这个话题过于哲学，粗鄙的许银罗难以参悟通透。3. 古神窥探未来的时候，他还没穿越过来。古神没有回答许七安的问题，隔了一会儿，威严宏大的声音继续说道：未来又一次改变了。又？许七安沉吟一下，问道：你所窥见的未来已经改变过很多次，所以未来不是不变的，或者说所谓的窥探未来，看到的是未来的其中一种走向。许七安心生明悟，他以前听过一个说法，未来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有着许许多多的枝桠，存在数不清的可能性。监正当初在青州时看到的未来是其中一道枝桠，而初代监正的法器出现后，未来就走向了另一条枝。从大凤立国开始，未来改变了2次，算上你的存在，则是3次。古神的声音威严宏大，坦然地回答问题，似乎并不屑隐瞒。前2次，你看到了什么？许七安趁机薅羊毛。武宗造反，当代监正出现，古神停顿了几秒，似在回忆，说道：原本的未来里，初代监正会一直存活至今，然后收许屏风为徒，后者为了晋升天命师，联合佛门杀死初代监正，取而代之。许七安脑子里全是卧槽2个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混乱的思绪收束，开始咀嚼古神透露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原本的未来里，武宗叛乱是不存在的，初代监正没有陨落。许屏风本该是初代的弟子，一直到不久前才联合佛门背刺师傅。初代监正死于徒弟背刺的命运没有改变，但时间线变了，提前了500年。另外，在那个未来了，许七安是真的死在睡银案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许七安脑海里浮现2个字：监正。古神，在你预知的未来里，监正是不是也不该存在？许七安神念传音：他与你一样。古神的回答言简意赅：与我一样，应该是和我一样都是改变了未来的人，总不是和我一样都是穿越者吧？许七安心里不太确定的嘀咕一声：我本不该存在于未来，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的穿越让未来出现了变化。那么监正这个也不该出现的人又是哪里来的？许七安心里思忖，以后有机会的话跟他对句暗号。元素周期表不错，但那镁铝归零后面是什么我记不住了，换一个。即便偶不变后一句我记得。许七安念头纷呈间，古神威严宏大却缺乏情感的声音再次传来：你身上浓厚的气运怎么来的？这是中原王朝一半的国运，严格来说不算普通的气运。许七安把自己国运的来历、前因后果告诉了古神，这是为了维持住眼下的和平交流。
原来是你！古神的声音出现了一丝波动。许七安连忙追问：“什么意思啊？”古神没有回答。见状，许七安只好继续问下去：“那第二次未来出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次古神没有沉默，直接回答了他：中原的一品武夫叫魏渊，他将是大劫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又是一个堪称重磅炸弹的信息啊！许七安捏了捏眉心，冷静地分析这条信息背后错综复杂的内幕。古神看到的未来里中原的一品武夫是魏渊，而不是我，也就是说，是我取代了魏公。第一次未来改变是因为监正的出现，那这次未来的改变是什么原因？晋山成身死后，魏公已是肉体凡胎，想恢复修为不知猴年马月。不对，转折点不在晋山城战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身负国运，身负种种因果，就算魏公不死，我一样能成长到如今的境界。魏公的死只是加速了我的成长，那就继续往前推。许七安瞳孔微微收缩，他找到了答案。山海关战役后，魏渊自废修为，留在朝堂，而那一年我出生了，那时候开始我便取代了魏渊，而我的成长，我的崛起都是监正在幕后推动。换而言之，是监正让我取代了魏渊。不，准确的说，监正曾经选择了魏渊，后来因为魏渊自废修为，他无奈放弃了这枚棋子，转而选择了我。两次的未来改变都是因为监正。基于这个推测，许七安终于想通了天命师真正的可怕之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布局来影响未来的走向，选择一条符合他们心意的枝桠。在我们被如圣封印的情况下，一品武夫可以顺利成长。古神的声音再次响起：“什么意思？”闻言，许七安眉头一皱。古神声音宏大，传入脑海：自神魔时代结束以来，无尽岁月，九州诞生的一品武夫并不算少，可为何如今的九州却没有一品武夫的存在？你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吗？我知道武夫体系藏着许多秘密。许七安没有正面回答。武宗、高祖皇帝这样的一品武夫寿元有限，可总有一些凭借自身天赋和努力成就一品位格的，按理说他们应该能从远古时代一直活到现在。可是除了神书之外，九州大陆没有一品武夫，就连神书情况也很特殊，他疑似佛陀的另一具身体，不能等闲视之，属于例外。古神说道。因为超品们不愿看到武神出现，当时的各大体系里，目前公认最强体系是儒家，因为儒家的超品能镇压同级的存在，你边上的那尊雕塑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连儒圣也杀不死我们。其实武夫才是最强体系，你只是初入一品，所以不明白一品武夫真正的强大，等你到了一品大圆满，自然知道。我还真知道。许七安神念回应道，一品大圆满，就算超品也杀不死，这是其他体系的一品不具备的能力。古神沉默了一下，转移话题般的回应道，根据我的推测，武神是唯一能杀死其他体系超品的存在，佛陀、儒圣、巫神、道尊都是这么认为。许七安恍然，所以一品武夫绝迹的原因是你们提前把威胁扼杀在摇篮里。古神宏大的声音回荡着，不是我，是他们。远古时代终结后，我便在这里沉睡，修补灵月。为什么要把我妹妹培养成容器？许七安沉声道。对此，古神的回应是，不是容器，不是容器。许七安追问，什么意思啊？古神却不再搭理他了，他想说的就说，不想说的便不说。这是超品的逼格。古神在灵婴体内培养七绝骨，另有玄机啊，而且与我无关。有些尴尬。许七安见状，不再追问，抓紧时间获取情报，问出下一个问题：远古时代神魔自相残杀的原因是什么？古神沉默了很久，声音变得威严和宏大，宛如宣布天谕。是本能的驱使，是迫不得已，是为抓住开天辟地后诞生的第一次希望。解释一下。许七安说。古神不屑搭理。前阵子来南疆找你的白帝，其实本体是荒，而且是远古神魔，与你同品级的存在。许七安趁机出卖荒，尽管他认为古神应该知晓此事，他的灵韵是被不死鸟撕裂的。古神简单的回了一句。许七安点点头，果然，对于超品来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秘密。按照远古神魔自相残杀的逻辑，你和佛陀等人是不是竞争关系？他问道。这一点相当重要。我们挣脱封印后，会先瓜分中原，凝聚气运，然后才是竞争关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计谋没有任何意义。古神声音宏大而冷漠，戳穿了许七安的小心思。这是在告诉我，不要试图用智谋左右超品，引导局势。如果真的打算这么做，迎来的是超品的大棒子。许七安无声地吐出一口气。到了这个层次，真的只有靠武力说话，嘴炮和智商没有用处。不怕我用修补如圣封印威胁你？许七安试探道。可以。古神回复道。其实我也没有威胁的资格，封印了其中一位超品，我多半就废了。除非我能一次性把所有超品封印，
许七安试探道：“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古神道：“这些毫无意义。”许七安尝试做了一下解析，古神的意思是，这些信息在超品之间属于公开的，没有价值的情报。他不在乎被别人知道，对许七安来说，这些信息或许很重要，但对古神来说则毫无价值。圈子之间的差距啊，许七安最后说道：“你打算自己走，还是我把你镇压，然后找陆地神仙清楚？”古神默然，下一刻，强横的意志如潮水般退去，脱离了七绝谷。他走了，和超品打交道就是痛快，有格调。这次南疆之行赚大了，许七安苦中作乐地嘀咕一句，审视自身，终于有机会消化七绝古晋升超凡后带来的变化。七绝古晋升超凡境后，除了原本的能力有了飞跃性质的增长，还额外多了一项超凡境的技能。厉骨的超凡境技能叫血技，本质是燃烧精血，压榨潜能，使战力在短时间内提升。这和4品时的狂暴有点像，但狂暴是局部的力量提升，且只有一击之力。血技提升的程度更大，也更全面。许七安保守估计，如果是初入3品的厉骨战士，施展血技后能和3品中期抗衡，相当于提升一个小境界。不愧是7大古术中战力最强的厉骨，有点像武夫，摒弃了所有花里胡哨，只追求极致的破坏力。厉骨晋升超凡后，最大惊喜就是许七安可以通过血技让自身战力提升一个小台阶。原本踏入1品后，厉骨的狂暴已经无法带来战力方面的加成，现在终于有用武之地。缺点也很明显，血技时间越长，体力消耗越大，武夫的耐力会下滑。简单的解释就是，许七安和一位同境界的武夫交手，施展血技可以压着对方打，但没有对方持久。如果许七安只是普通的1品武夫，血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施展血技他也杀不死同境界的武夫。他当然不是普通的武夫，以他的种种手段底牌，只要能压着1品武夫打，就有极大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磨灭一位同境界武夫。伽罗术这种特殊存在除外。如果是在中原，众生之力和血技双重加持，辅以多重手段，我很有可能像神书那样打破伽罗术的不动明王，真正杀死他。至于厉骨的气力增长和再生能力提升，对于许七安来说依然是鸡肋。琴骨晋升超凡后倒是有了很多变化。首先，修行琴骨的方式多了，许七安现在可以通过吸收周围生灵的情欲来滋养琴骨。以前他也能吸收情欲之力，但只能储存起来，对敌视使用，琴骨无法吸收。现在他只要在青楼和教坊司待着，琴骨就能自动吸收周围客人和小娘子们的情欲，吃得盆满钵满。其次，长期与他行房的女子会渐渐地离不开他，只有面对他时才动情，对其他男人再也提不起兴趣。并不局限于女子，如果许七安是个爱拼刺刀的，那么对同性也有效。然后他掌控了一种叫做魅惑的能力，对异性的吸引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他的一颦一笑都能撩拨女子的芳心。琴骨部的首领栾玉就是一个能时刻勾引男人的妖娆尤物。除了以上的变化之外，许七安还能引爆目标人物的情欲，不需要靠子骨催情毒素，只需要有肢体接触，只要对方还有7情6欲，那他就能引动情欲。当然，这项能力属于辅助技能，但凡晋升超凡的高手，个个都是意志坚定之辈，不存在被他一摸就两腿发软春潮泛滥，或者一柱擎天头大如斗。但无数次的情欲叠加之下，可以让超凡高手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对抗情欲，进而削弱对方的战力。必须一提的是，对天宗的超凡高手无效。所谓太上忘情，便是对7情6欲有着绝对的掌控力和驾驭力。心骨在超凡境增加的能力叫共情，它能把自身和目标人物的情感连接在一起。如果自身的元神比目标人物强大，就可以通过智怒、慈悲等情绪消弭目标人物的战斗意志，甚至可以引导对方自杀、背刺同伴等等，骚操作很多，就看心骨是怎么用。如果自身元神不如目标人物强大，那么就会反过来被对方影响，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当日各大首领围攻许七安时，纯烟就曾以这一招与中了琴骨的许七安共情，结果一个仰顶天，一个仰死了。这当然是坏处，而好处是，当你与敌人共情，不管元神强于对方还是弱于对方，你和对方都是一体的，没人会对自己下手，所以共情状态的心骨师是绝对安全的。危急时刻可以借此术保命。共情的限制是，对付同境界高手只能维持20秒，对手比自身高1个品级只能维持10秒，高2个品级维持5秒，高3个品级完全无效。也就是说，许七安用此术对付1品只能共情5秒，对付超品则不会有任何效果。很厉害的能力，我可以其他1品高手共情长达5秒。许七安对此非常满意。暗谷的阴影跳跃距离和携带人数都有了增长，遮挡对方所有感官的蒙蔽和化身阴影躲避攻击的影子，这2个技能也有了提升。其中蒙蔽能影响同阶高手，而因为只能躲避物理攻击的影子，因此被视作鸡肋的影子终于进化出了躲避元素攻击的能力。
但不能超越自身品级。3品初期可以躲避3品大圆满的攻击，却无法承受2品的输出。而像咒杀术和玉碎这种法术依然无法躲避。暗谷晋升超凡后的技能叫做影子操控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控制目标人物的影子来控制对方的行为。对同境界的高手，控制时间是3秒，每高1品缩短1秒。又是一个强控，很适合暗杀。许七安点评道：毒蛊和尸蛊没有新增技能，只是增强了以前的能力，但不代表两种蛊术不强。首先是毒蛊，许七安现在吐出一口唾沫就能毒杀超凡境以下的强者。多吃高品质毒药，积累足够的话，除5副外的3品强者也能毒杀至于尸蛊。许七安一直认为这种蛊术是最讲究积累和底蕴的，相比起九州数以亿计的生灵，超凡境高手凤毛麟角，一具3品境的行尸可能需要数代人的积累。况且许七安现在层次3品境行尸毫无用处，2品都未必有资格参与，1品的话一双手也数得过来。所以对他来说，尸蛊是7大蛊术里综合实力最强的，也可以说是最鸡肋的。现在的我综合实力应该是九州1品里最强的了。许七安欣喜地吐出一口气，这趟南疆没有白来。利谷部，在水坝劳作的利谷部族人被慌慌张张的族人召回了聚居点。大长老，怎么了？丽娜望着聚居点外的空地上密密麻麻的族人，他们背着大包小包的物资，拉着没有马匹的平板车，一副要远行迁徙的样子。每个人的脸色都无比凝重严肃，这种表情出现在利谷部族人的脸上，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大长老叹息道：吉渊出事了，很可能有超凡境蛊兽诞生，我们要做好北上的准备，暂时避一避。超凡境蛊兽诞生，丽娜微微张大小嘴，满脸惊慌。虽然古族没有史书，但不代表没有历史，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古族传承历史的方式是壁画和口口相传，丽娜就是被超凡蛊兽的传闻吓大的。小时候逢着她晚上不睡觉就是玩，母亲就用可怕的超凡蛊兽吓唬她，她就不敢出去了，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然后第2天尿床又是一顿胖揍。到了现在，她已经不是当初的孩子，却愈发的明白超凡蛊兽的强大和可怕。历史上每次极渊里诞生超凡蛊兽，总会有古族首领死于蛊兽的临死反扑，而超凡战的影响力很可能波及各个部族的栖息地，一旦打过来，那就是死一片。二长老接着说道：好在禹州那边在建官市，我们北上也不至于没地方待。以大凤和古族现在的关系，绝对会收留他们。而且官市那边在建集镇，缺人手，商队也缺高手，族人们或许吃不饱肚子，但也饿不死。丽娜连连点头，那还等什么？快点走，北上避难去。利谷部的族人纷纷催促：大长老，快些走吧，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打过来了。大长老沉声道：外出打猎的队伍还没回来，不知道游荡到哪里了，再等等。他接着看向丽娜，在她周围一阵环顾，皱眉道：灵英呢？许灵英可是利谷部的小宝贝。哦，她被许宁燕带去见天谷婆婆了。丽娜说完，猛地一拍脑袋，惊喜地说道：对了，许宁燕来了，可以让她帮我们打蛊兽。丽娜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大长老等人先是一愣，接着一个个露出狂喜和激动，迫切追问道：许银罗来了？此刻就在南疆。丽娜点头。得到肯定答复后，大长老神色一松，如释重负。不只是他，现场紧绷的氛围瞬间缓和，笼罩在利谷部族人心里的阴云也散开了。利谷部的族人惊喜不已，这种危急关头得到解救的幸福感让他们高兴的手舞足蹈。许银罗在南疆，那可太好了，大伙不用悲伤避难，在家里等待好消息吧。中原战乱平定后，消息传到南疆，古族的人都知道许银罗成为1品武夫，中原第1高手。有1品武夫在，什么样的蛊兽解决不了？除非蛊神从极渊里爬出来，不然古族可以稳坐钓鱼台。丽娜这孩子打小就聪明，我刚才都忘记许银罗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感慨道：啊，原来那就是许银罗，我不记得许银罗的长相了，中原人似乎都长一个样。边上的大婶面色茫然，他们就是刚和许七安唠嗑的利谷部老人。极渊外，原始森林上空，龙图审视着周遭，粗犷的脸布满凝重之色，沉声道：极渊里的蛊神之力至少稀薄了5成，他是根据气血之力的变化做的推算，其他6种蛊神之力龙图无法用肉眼看到，确实是5成左右。纯烟等首领根据各自观测到的情况给出回复，这个结果让在场的首领们脸色异常难看，甚至有几分惊恐。看来这次的超凡蛊兽不止1尊，而且存在同时掌控2种或者2种以上蛊术的可能性。裹着黑袍，身后跟着7名行尸的游师低声说：对于蛊师来说，同时容纳2种本命蛊是九死一生的行为，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人物才能做到。容纳3种本命蛊的天才则根本不存在，除了许七安。
但本质是疯狂的古兽，容纳多种古树的概率要比古尸高。历史上从极渊里爬出来的古兽基本都掌控着一种以上的古树，正因为这样才会拼死古族的首领。栾玉明亮柔媚的眼波警惕地扫来扫去，提议道：婆婆还没来，不如先回去找婆婆商议。一阵暖风吹来，她忽然觉得有些凉，身上轻薄的纱裙无法带来安全感。她披着粉色的纱裙，里面穿的甚是清凉，恰好裹住胸脯的裹胸，兽皮和丝绸缝制的超短裤，修长匀称的大长腿，弧线诱人的水蛇腰和柔软平坦的小腹都在纱裙之下若隐若现。这身装扮搭配妖娆勾人的肉体，能将琴骨的魅惑发挥到极致。但现在栾玉恨不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身顶级法器护体才好。7种古神之力同时稀薄近5成，这说明极渊里诞生的古兽不止一头。几位首领里，就他栾玉的自保能力最差，若是遇上拥有天蛊能力的古兽，很容易就会死于对方的偷袭。独蛊部首领拔济微微摇头：你没发现吗？婆婆说半年左右会出超凡古兽，可她却提前诞生，婆婆的预言出错了。新古师纯烟沉吟道：你的意思是极渊里的超凡古兽至少有一只掌控天蛊的能力，如果是这样，我们赶来极渊时应该就被对方发现了。龙图瓮声瓮气道：不能拖，超凡古兽一旦出了极渊，周边的生灵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最好的办法是趁它刚诞生时斩杀。而且我们连古兽的数量种类都还不清楚，回去找婆婆商量。商量什么？先下去会一会他们。见众人心意已决，栾玉只能随少数服从多数。他抿了抿红艳的小嘴，楚楚可怜地说道：影子，你可不要离开我3丈呀！毒蛊、心蛊、厉蛊、尸蛊都有保命手段，唯独琴蛊没有，而前4者只能护己，难以护人，只有暗蛊能保护他。影子并不为美色所动，点了点头。栾玉心里稍安，轻叹一声，如果蛊族也有一位战力超强的2品就好了。目前只有天蛊婆婆是2品，但天蛊不擅长战斗，虽然对蛊族来说天蛊观天象定节气、观测未来等能力极为有用，但遇到超凡境敌人时，还是需要一位战力无双的强者来镇压一切的。在场战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厉蛊部龙图，他距离2品只有1步之遥。但栾玉见识过许七安的战力后，就有些看不上龙图了。可惜姓许的是中原人，远水解不了近渴。众人在原始森林上空掠过，低头俯瞰，通过各自的感应能力搜捕着极渊里的超凡古兽。纯烟口中模拟鸟声，从各处密林里招来一只只奇形怪状的鸟。啾啾啾啾啾。纯烟听完皱了皱眉头，语气古怪地说：他们告诉我有人进了极渊。众首领立刻停下搜捕，看了过来。有人进了极渊。在这个节骨眼进了极渊，首领们面面相觑，心里念头纷呈。栾玉抿着红唇追问道：什么时候进的极渊？来者外貌特征如何？纯烟微微摇头，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古兽对时间没有概念，对人类的外貌更没概念。说完，纯烟转头，口中吐出鸟语，与他们交流了一阵。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凝重，陷入沉思。他们说什么？游氏的声音从斗篷下传来。纯烟抬起头，扫过众首领，缓缓道：恐惧。他们从那个人身上感受到了极致的恐惧。极致的恐惧，众人眉头紧皱，相视极眼，愈发的警惕。古兽本性疯狂残暴，即使面对他们也敢悍不畏死的攻击。能让古兽恐惧的存在，必然是品级实在太大。同时也能判断出进入极渊的神秘人品级比他们都高很多很多。龙图沉声问道：那人还在极渊吗？纯烟轻轻点头。众首领浮在半空，一时间不知该进还是该退。外来者进入极渊，7种古神之力同时稀薄了近5成。纯烟心里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凝重的脸色渐转轻松，接着露出含蓄内敛的笑容。是他。其他古族首领不笨，立刻猜到来人的身份。因为又没梦见古神的事，许七安近期回来一趟南疆，而他体内的7绝蛊不是秘密。如今7种古神之力同时稀薄，再加上刚才古兽传达的信息，不难推测是许七安引发了极渊的变化。栾玉秋波大放异彩，那脸上浮动的喜色怎么都压不下去，与刚才愁眉不展、小心翼翼的姿态判若两人。游氏也很激动，斗篷下的身躯微微发抖，声音里的激动和兴奋任谁都能看出。他梦寐以求的干尸。龙图一如既往的不苟言笑，没什么表情变化，但他紧绷的肌肉悄然松弛，从戒备作战状态中松懈下来。呼，拔济吐息一声道：上次交手时他的7绝蛊距离超凡就很近了，古神之力的变化应该是他晋升7绝蛊造成。他有些如释重负，这样一来古族最头疼的问题就解决了，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担心极渊里出现超凡境古兽。几位首领闻言脸上有了笑容。影子说道：
去集院看看吧，没见到许银罗之前，不要放松警惕。众首领收敛笑容，微微颔首，朝着大裂谷方向急速掠去。栾玉一马当先，纱裙飞扬地冲在前头，明明之前还只敢谨慎地躲在影子身边。看着前方妖娆多姿的栾玉，纯烟轻轻撇嘴，耳垂上的2条小蛇发出嘶嘶的叫声，像是在嘲讽栾玉。该回去了。初步稳定七绝骨后，盘坐在崖边的许七安站起身，接着他将目光投向头顶那一线蓝天。透过两侧崖壁，蔚蓝天空中7道人影急速而来，领头是身段妖娆、妩媚艳丽的儿栾玉。他从高空俯瞰，瞅见许七安后，立刻加速降落。啪嗒，雪白的赤足轻盈落地，妖娆尤物甜腻腻的叫一声：“许银罗！”许银罗，许七安心说，南疆人的口音听着真难受。其他6人纷纷降落，面露笑容，有种尘埃落定的轻松。见过许银罗。众首领拱手道。许七安的目光从栾玉高挑浮凸的身段挪开，朝众人微微颔首。立谷部首领龙图的3进大宅里，许七安扫了一眼内厅的装饰风格，明显模仿中原，但又难以根除南疆的粗糙和简陋，于是显得不伦不类。集园里的古神之力暂时不会威胁到你们，后续如果再有类似的危机，提前通知我便是。许七安坐在大椅上，端起茶盏，喝一口南疆特产的茶。下座的龙图、纯烟等首领满脸笑容，热情且恭敬。纯烟笑道：“多谢许银罗相助，古族会感念你的恩情，愿大凤和南疆友谊长存。”翘着2郎腿的栾玉眼波明媚，顾盼生辉，娇嗔道：“许银罗来南疆也不通知伦家，害得我们以为超凡古兽出世，可把伦家吓死了。”说着，白嫩小手拍一拍胸脯。因为口音原因，人家听来像是伦家，但嗓音柔媚磁性，带着一丝丝甜腻，听着就知道是个妖精。许七安并不理会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知道大凤的名声不太好，你们先前也并不信任大凤，之所以结盟，是看在我的份上。本银罗可以向诸位保证，只要我在的一天，大凤和古族永远是盟友。大凤眼里的自己，九州正统，礼仪之邦，强大且威严；各大势力眼里的大凤，言而无信，卑鄙无耻，二无宰。在这方面，佛门和巫神教最有发言权。”一位一平五夫的承诺让龙图等人振奋不已，而纯烟见许银罗对栾玉的媚眼勾引不予理睬，对他的评价暗暗提高。要知道，许银罗可是出了名的风流，没发迹之前，日日流连教坊司，与一众花魁交往甚密，在花场很有地位。承诺给你的物资可能要等1-2年，中原百废俱兴，实在拿不出钱粮，但古族将士阵亡的抚恤金，我已经带来了。许七安看向纯烟，欠声道：“抱歉，新古部的500飞兽军全军覆没。”纯烟眼里闪过一抹悲凉，轻声道：“我相信他们早已有战死沙场的觉悟，他们是新古部最勇敢的战士，族里会照顾他们妻儿。”许七安颔首，语气低沉：“他们同样是大凤的英雄，我和陛下商量过了，雍州的官士会开设学堂，这些为大凤牺牲的将士的子孙后辈可以免费入学，吃穿住行由官士那边来承担。古族其他孩子想读书识字一样可以来，但要教束修。”众首领脸上的惊喜不加掩饰，儒家是当今9州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包括但不限于史、医、律、礼、算术、地理。古族孩子有了极高的文化基础后，就能为古族写史，制定完善的律法、礼仪，好处无穷。更实用一些的例子，丽娜要是读过地理，当初北上时就不会迷路，不会被骗光银子。又比如，古族和中原商队贸易时，常常因为不会算术，被黑心的商队坑钱。独古部的首领拔济站起身，脸色诚恳，学着中原人的礼仪作揖。于古族来说，此事功在千秋，多谢许银罗，古族会世世代代记得您的恩情。龙图突然站起身，瓮声瓮气道：“就这么说定了，我代表立古部所有人谢过许银罗。”他眼睛发亮，像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啊，这我还没说完呢，立古部的孩子得自己带米。许七安无奈道：“名额有限的，而且每3个月要考核一次，考核失败的孩子得遣返。”仙山之巅，天尊殿，李妙真和李灵素遇见，降落在殿外的广场。李灵素望一眼高大巍峨的宫殿，有些发怵。李妙真却沉默不语。记住为师的交代，玄成道长告诫了一句。李灵素乖乖点头。李妙真抿了抿唇，低声道：“师尊，弟子到底错在啊？”兵夷元君凝视着李妙真，淡淡道：“错在嫉恶如仇，错在急公好义，错在眼里揉不得沙子。不要忤逆天尊，接受处罚，便可安然度过此劫，否则为师也救不了你。”说罢，玄成道长和兵夷元君踏入天尊殿。卧龙牙一咬心一横，抱着早死晚死都得死的心态，跟着师尊进了天尊殿。雏凤漠然地跟在师哥后面。天尊殿修建得异常宏伟，单从外观来看，
这更像是为巨人修建的宫殿。粗大的立柱支撑起10几丈高的穹顶，每一根立柱都需要10人合抱。李妙贞等人走在大殿中间的通道上，殿内甚至回荡起脚步声。通道尽头是高高的玉座，白发白须的天尊盘坐在莲台，微微垂首，似是在沉睡，脑后旋转着一道地风水火4色光轮。玉座两侧共9位天宗长老，他们有男有女，有年轻有苍老，此刻脸色淡漠的朝李妙贞和李灵素望来，就像在看无关紧要的人，完全没有恨铁不成钢和兴师问罪的姿态。但李妙贞和李灵素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天宗历代圣子圣女游历江湖时都会被长辈告诫一句，勿沾因果。这句话的意思是尽量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世事变迁，看局势变化，看众生在红尘中挣扎求生，借此感悟太上忘情。儒家学子喜欢复习游学也是这个道理，当你看尽苍生，你便懂了苍生。不过天宗的情况又有点不同，说实话，李妙贞和李灵素的路子是对的，先有情再忘情，肯定比旁观要更容易感悟。可问题是这样的风险太大，李灵素和李妙贞并非个例，以前天宗的圣子圣女也有深陷红尘无法自拔的情况，有的背叛了师门，娶妻生子或相夫教子，这还算好的，几个别的甚至堕入魔道，变成为祸一方的魔头。先有情再忘情，说的容易，可有多少人有了情之后就迷足深陷，再也出不来了？天宗培养圣子圣女容易吗？所以后来长辈们就会告诫圣子圣女勿沾因果。对于下山的圣子圣女，看管的也特别紧。见过天尊，玄成道长和冰仪元君语气平淡，表情冷漠，行了一礼。见过天尊，李灵素和李妙贞学着师傅们的姿态，冷漠的行礼。这就像一群狼里混进去了2个哈士奇，总给人感觉哪里不对。天尊垂手盘坐，不见开口，宏大的声音回荡在殿内。李灵素，你下山游历3年，结交红颜知己392位，遍布中原、南疆等处，沉迷情欲不可自拔。本尊问你，你欲如何太上忘情？畜生啊，有那么多吗？李妙贞侧头快速看了一眼师哥，险些维持不住冷漠的姿态。李灵素一脸悲怆道，天尊算错了，是397位，其中4位死于战乱，弟子心中甚痛。说完，他感觉殿内的气温急转而下，竟有些冷，忙补充道，弟子心中甚痛，感觉离太上忘情已经不远。天尊没有回应。李灵素深吸一口气，开始说起自己的理念，道，弟子觉得要想忘情，便得先明白何为情，何为爱。为了不辜负师门的厚望，弟子才决定以身涉险，投身于情。但弟子愚钝，最初只感受到情爱的美妙，不明白为何要忘情。但师门秘法总不会错，于是弟子才广结情缘，一次次的寻找红颜知己，试图勘破情爱。玉座左首位头发花白老道面无表情地问道，那你可有领悟太上忘情？李灵素摇头，弟子还差一点，但请天尊和诸位长老相信，弟子并非沉迷女色，弟子是为了领悟太上忘情。花白老道微微颔首，转而朝天尊说道，圣子沉迷女色，天尊不妨考虑去世。李灵素脸色一白，结结巴巴道，不是说好断红尘斩凡心吗？天尊宏大的声音回荡在殿内，尔等觉得如何？众长老各自沉吟，一起摇头回应道，我等认为圣子李灵素无法忘情，当斩去记忆，重修心法。天尊缓缓道，可……李灵素嘴唇动了动，想反驳想抗议，但最终选择了沉默。师门的决定他无力改变。李妙贞看了他一眼，忽然觉得有点悲凉。天尊的声音再次回荡，圣女李妙贞下山之后，劫富济贫，行侠仗义，1年后前往云州组建司军剿匪，后入京替天宗履行天人之争。天尊娓娓道来，把李妙贞在江湖中的事迹概述一遍。李妙贞，你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虽行好事，却被情感束缚，是情感驾驭了你，而非你驾驭他。你有何要说？众长老齐齐望向李妙贞。相比起李灵素，圣女的情况才是最严重的。天宗讲究太上忘情，其核心是超脱情感，凌驾于情感之上。李妙贞恰恰相反，她太忘情了，是情感驾驭了她。雍州战场上，宁可与战死的同袍共存亡，也绝不独活，便是最好的例子。弟子无话可说。李妙贞低声道，你可愿意接受斩却记忆的处罚？天尊的声音回荡在殿内，也回荡在李妙贞耳边。李妙贞低下头，沉默着。冰仪元君侧头看他一眼，淡淡道，天尊在问你话。右手位置的坤道淡淡道，圣子尚可割舍众多红颜知己，你下山游历3年，所遇所见的那些乌合之众，有何不可割舍？李灵素满脸苦涩，头发花白的老道语气冷淡，
你与圣子有超凡之资，领悟太上忘情，便可逍遥天地间，寿元无穷，延续天宗传承。世俗中的凡人短短100年寿命，不该成为你的羁绊和阻碍。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斩却记忆，你依旧是天宗的圣女，毫无意义。这一刻，他脑海里闪过下山游历以来经历的种种事，遇见的种种人，有为富不仁的乡绅，有尸位素餐的官员，有饱受苦难和欺凌的百姓，有得到帮助后发自真心的感激笑脸，有负笈游学的学子，有追随他一起去云州评判的豪杰，有默默喜欢他很久却不敢表明心迹的少侠，有战死雍州的同袍们，有天地会守望相助的成员，还有他，在云州一诺千金中的他，在佛门斗法中誓死不归的他，在蔡氏口怒斩国公从此不当官的他，在玉阳关一颗金丹吞入负纵深月下城头的他，怒闯皇宫高喊匹夫一怒天下缟素的他。他不能忘记那些战死雍州的同袍，这是对他们的背叛。他不能忘记曾经帮助过的人，因为这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是他江湖游历3载的意义。他不能忘记那个人，那个他嘴上不屑一顾，心里始终钦佩着仰慕着的人。世人皆知飞燕女侠急公好义，惩恶扬善，世人皆知许银罗为国为民，铁血丹心，他并不寂寞。李妙真抬起头道：弟子不愿意。天尊默然不语，但殿内气温骤降，让人遍体身寒。李妙真巍然不惧，直视天尊垂手盘坐的身影，一字一句道：弟子行事光明磊落，这3年来有愧宗门，却无愧天地，无愧中原百姓，兼济天下，惩恶扬善，此为弟子夙愿。天尊可杀我废我，不可辱我斩我记忆，请天尊成全。殿内鸦雀无声，众门人齐刷刷看向天尊。沉默片刻，天尊宏大的声音回荡：如你所愿。兵夷元军瞳孔似有微缩，玄城道长以及两侧的长老闭上了眼睛。李灵素脸色煞白如纸，请天尊手下留情。李灵素跪倒在地，急声高呼。相比起李妙真的刚烈，圣子在游历江湖的3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屈能伸，八面玲珑。天宗培养一位圣女殊为不易，岂能如此草率决定生死？师妹性格执拗，爱钻牛角尖，请天尊给我1天时间，我保证说服她。李灵素说完，见天尊默然不语，连忙趴伏在地，额头杵着地面，道：望天尊成全。他对这个师妹真的仁至义尽了。兵夷元君看一眼李灵素，淡淡道：圣子所言不差，圣女是我的弟子，她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的责任，请天尊给我1天时间开导，若孽徒死性不改，我会亲自持雷鞭抽散他的魂魄，以正门归。殿内一阵沉默，众长老既不求情，也不落井下石，脸色漠然。许久后，天尊的声音在殿内回荡：可呼。李灵素松了口气，振奋道：谢天尊。等回去了，他就找机会偷出地书碎片，向许七安传书求援。其实就算李妙真不死扛着，圣子也会找理由推脱一下，把斩去记忆的誓言后，然后背地里向天地会成员传书求救。夜幕降临，立谷部的广场升起一团盛大的篝火，篝火中靠着脂香四溢的猎物，外皮焦脆。这是古族为许银罗举办的庆功晚宴，古族的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他们按照各自的部族列案而坐，桌上摆着美酒佳肴和烤肉。秦古部的女子们在篝火边载歌载舞，扭动娇躯，跳舞助兴。各部男子的目光宛如磁石覆铁，在秦古部女子的腰肢、翘臀、胸脯部位流连。只有立古部的男人在美色和食物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许七安坐在岸边，左右是新古部首领纯烟以及秦古部首领栾玉，这2位都是古族出挑的美人，颜态各异，负责陪许银罗喝酒。纯烟理智冷静，相对比较矜持，虽与许七安言笑晏晏，但没有肢体上的接触。栾玉则是一副狐狸金钩人做派，娇躯扮演着许银罗，饱满柔软的胸脯在他胳膊上蹭啊蹭。许银罗，听说中原女子会和喜欢的男子喝交杯酒，奴家心仪许银罗已久，你就跟我喝杯交杯酒吗？哎呀，许银罗，奴家不小心把酒洒在胸口了，你帮奴家擦擦许银罗，奴家不胜酒力，你送奴家回部族休息可好？妖娆尤物施展浑身解数，试图把这个中原第一高手勾搭上床，但许银罗是正人君子，坐怀不乱，对于秦古部第一美人的引诱无动于衷，这让古族众人钦佩不已，心说不愧是能成就一品的绝世高手，这份心性和定力非常人能及。愁光交错间，一位古族成员大声说：这次多亏了许银罗解决极渊隐患，我们古族再也不用担心超凡古兽诞生了。超凡古兽算什么？就算诞生了，咱们许银罗也是一刀一个。立刻就有人大声附和，也有人满脸庆幸，感慨道：所以说当初选择与大凤结盟，与许银罗结盟，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要是真与云州结盟，现在古族就大难临头了。现在回想起来，古族成员们既然庆幸又兴奋，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首领们当初倾向于与云州结盟，为此还和许银罗打了一架，这不是自不量力吗？幸好是被许银罗打败了，不然真要和云州结盟，先不说中原朝廷的事后清算，就吉渊的问题便能让古族焦头烂额。而现在不但打赢了战争，有了大凤许诺的钱粮物资，他们还多了一位一品武夫做盟友，轻易解决吉渊隐患，古族受益无穷。七大部族中，秦古、狮古、独古三部对大凤最仇视，但此刻听着其他四部的族人对许银罗吹捧赞誉，他们没有任何反感和不忿。就在今日，他们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打算北上避难，心里的恐惧和担忧是不打折扣的，真正的感受到了危机。尽管此事闹了乌龙，但超凡古兽诞生的阴影实实在在地笼罩着他们，而许银罗解决了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笼罩着他们的头顶的危机。有一位一品武夫当盟友的好处，大家都体会到了。而且首领们说，部族的孩子可以去中原求学，这可是天大的诱惑，哪个家里有娃的不惊喜？许七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只想着晚宴早点散去，突然听见熟悉的高亢的嗷嗷哭声，循声望去，是许灵英。他站在一只沾满泥土的大木箱子边，仰着头，张大嘴，嗷嗷的大哭，眼泪都掉了好几斤。边上是捂着鼻子的丽娜等力古部族人。许七安皱了皱眉，起身离席，大步奔过去，皱眉道：怎么了？说话的同时，他嗅到了木箱里散发出的恶臭味。大锅！小豆丁一把抱住许七安的腿，悲从中来，哭得愈发伤心。旁边的丽娜撇撇嘴，解释道：他知道中原闹旱灾，缺钱缺粮，就偷偷藏了很多肉，要回家送给你。他认为这样云州叛军就不会打你了。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木箱子，感慨道：我没想到他居然藏了整整一箱子的肉，还埋在土里。难怪这一阵子林英总是饿肚子，夜里饿极了，还咬我的胳膊，可惜南疆气候炎热，肉类根本保存不住，早就腐烂了。许七安打开箱子看了一眼，里面有烤熟的肉，有生肉，都已经腐烂，散发阵阵恶臭。难怪哭得这么伤心，心疼得快滴血了吧。许七安低头看着鼻涕眼泪沾满小胖脸的许灵英，目光柔和。酒肉吃完喝尽后，庆功宴也就散了，宾主尽欢。最兴奋最激动的是尸骨部的首领游师，散场时许七安履行承诺，把地宫古尸的残骸取出来赠予了他。于是在游师首领眼里，许银罗就成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而同为尸骨部的族人就成了妄图横刀夺爱的贼子。游师扛着棺材离开时，走路都是飘的，尸骨部的族人又羡慕又嫉妒。最失落的是秦骨部的栾玉，他今儿使尽浑身解数，撒娇发嗲色诱，许银罗无动于衷，一副不愿意履行承诺的姿态。栾玉心里焦急，可哪敢指责呀？她一个小女子，受了委屈也只能忍着。许银罗明显是看不上她，难不成当场哭闹，让她下不来台？栾玉是个懂得勾搭男人的魅惑，不会做出那种没格调的事。首领，许银罗似乎不愿意履行承诺呀。返回部族的途中，一位年轻女子嘀咕道：堂堂许银罗，怎么说话不算话？首领你明明那么喜欢他。另一位女子闻言没忍住，笑了一声：首领哪里是喜欢他，首领是尝他身子。栾玉瞪了他一眼，道：许银罗是九州屈指可数的强者，少年英雄，英雄爱美人，美人也爱英雄，我自是喜欢的。他有些怅然地说：只是许银罗看不上我罢了。可恨的是，就算用秦古的能力也勾引不了他，因为对方和他一样都有超凡境的蛊术。秦古部的女子们为首领感到可惜。首领氏族中最美的人儿，有精致修长的大长腿，又圆又滚的臀儿，弧线优美的水蛇腰，挂着好几斤风情的胸怀，娇媚动人的脸庞。就连他们这些女子看了都要动心，搂着这具勾人的肉体睡觉，必定滋味无穷。要不是族规不允许，族里愿意给首领做妾的女子不要太多。很快，秦古部族人回到了聚居地，砖块和木材混搭的房屋鳞次栉比的坐落。秦古部的聚居地更像是中原的小镇，楼房和道路等基础建设远胜利古部。此时夜色已深，除了零星几个窗户里还透着灯光，大部分族人自觉地进入修行状态。窗户里飘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共同组成靡靡之音。栾玉精神一振，体内的琴骨自动攫取四周的情欲之力，温养自身。返回部族的男男女女们早就习以为常，稍稍加快脚步，想早点赶回家与婆娘或丈夫修行，共赴巫山。首领府在聚居点中心，一座占地面积极大的豪宅。栾玉进了府，朝住处行去。抵达外室后，他吩咐道：准备热水，我要沐浴。说完，他穿过外室，推开了卧房的门。吱的声音里，房门敞开，栾玉突然睁大美眸，愕然地站在门槛边，一脸的难以置信。橘色的烛光里，圆桌边俊朗挺拔的男人手里捏着一杯酒，笑眯眯道：
今晚便宜你了。次日，南疆10万大山，连绵起伏的群山遍布大地，繁盛茂密的原始森林蔓延到视线尽头，偶尔能看见几处梯田，是西域人在过去500年里开垦出的。10万大山作为妖族的祖地，几乎看不到平原，缺乏适合耕种的田地，并不适合人族居住。栾玉的滋味真不错。许七安回味着昨夜颠鸾倒凤的体验，栾玉扭着水蛇腰的那股子媚劲儿，教坊司的花魁都有所不如。当然，许七安主要是还债，和色心没有关系。身为大凤银罗，他得信守承诺。5星好评。念头分成间，他看见了不算高耸，但雄伟连绵的万妖山主峰。山顶位置是一片密集的建筑群。许七安一头扎了下去，在刺耳的音爆中坠向南法寺，落地时却轻飘飘的宛如红毛，不损坏脚下的石板。片刻后，被修建成万妖女皇殿的圆佛陀大殿中，美若天仙的银发妖姬侧卧在妖皇玉座，修长白皙的双腿交叠，虎尾缓缓俯动，笑盈盈道：“恭喜许银罗晋升一品，半步武神指日可待。”许七安端起茶盏，抿了一口南疆的花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要见神书大师。”九尾天狐微微摇头，他在尝试融合体内的残魂，已沉睡多日。这么不巧？许七安皱起眉头。九尾天狐眼眯成月牙，手里抓着一根狐尾，轻轻甩着，柔声道：“你想询问如何晋升半步武神，如何快速晋级？”许七安纠正道：“有国师和花神在，加上他的天资，将来未必不能晋升半步武神，但时间尺度就难以把控了。而且气运加深，寿元有限，7、80年后晋升半步武神毫无意义，因为那会儿他也2只脚踏进棺材，就差没躺下了。我替你问询过了。”九尾天狐似是早知道他会来，笑道：“神书记忆尚未恢复，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我们父女俩讨论过后，确实有些收获。你且听听，有没有自己斟酌？”可靠的盟友。许七安点点头。九尾天狐声音柔媚磁性，笑着说道：“我们先不管佛陀和修罗王之间的关系，还记得都恶罗汉对神书的印象吗？一个天赋异禀的武僧，踏入超凡后同修了禅师体系，而后离开佛门，从此不知所踪，在归来时已是半步武神。”许七安回忆了一下都恶罗汉的话，颔首道：“记得。有一点可以确认，刚出世时的神书，除了这具修罗王的肉身，什么都没有。那么他只用了短短100-200年，便修成半步武神之躯，你认为原因在哪？”没等许七安回复，九尾天狐继续说道：“一，佛陀以超品位格修行武道，自然突飞猛进，几乎不存在瓶颈。2，修罗王本身就是一品，甚至是一品中期，只有这样的存在，才能让佛陀亲自出手镇压。”许七安眼睛一亮，把握到了关键点，沉吟道：“你的意思是，神书能成就半步武神，是因为佛陀先重修武道，达到极高品级后炼化吸收了修罗王的力量。如果我也能炼化一位同阶武夫的力量，我便能有极大的概率晋升半步武神。”九尾天狐嫣然道：“聪明，细节方面或许有所出入，但大体的方向不会差。”顿了顿，他摩擦了一下双腿，无奈道：“可惜当时只有你一位一品武夫。”许七安却并不气馁，摸着下巴说道：“武夫没有，但神魔后裔有，炼化神魔后裔的灵韵，能否晋升半步武神？”说话间，他率先想到花神，花神可是正统的神魔。早已知晓木南之存在的九尾天狐摇头：“神魔灵韵是不同的，每一位神魔的灵韵都不一样，不死数的灵韵在于旺盛的生命力。你需要找的是一位与武夫相匹配的神魔后裔，品级也不能差太多，然后想办法将他吃干抹净，把他的力量夺取过来。但如何夺取，我并不知晓。神书不能当作参考，因为佛陀是借了他的躯壳，但你这样的情况，我也给不出意见。如何夺取先不论，与武夫相匹配的神魔后裔，位格差不多的。”许七安在银发妖姬火辣诱人的娇躯打量片刻，九尾狐媚眼如丝，娇嗔道：“死鬼，你果然想睡我。对了，听说你要大婚了，作为盟友，本座送你2位暖床的侍妾。叶姬已经是你的人了，不算在内。青姬和雪姬本座会在大婚当日送到京城。”许七安脸色严肃：“不用了。我不是说不要2个侍妾，我的意思是不要在大婚时送来，我觉得留在南疆挺好，有空我会常来玩的。”说完，他喝了一口茶，把话题带过去：“叶姬呢？”渡劫战结束后，福香已经不在中原，给他留了信，说娘娘召唤要回南疆办事。九尾天狐眨巴着眼睛，笑道：“叶姬醋味大，要知道本座想把其他姐妹送给你，肯定要作妖，所以把她打发到犄角旮旯里去了。”不想说就算，许七安从不理会被女人牵着鼻子走，转而说道：“这趟里南疆，除了半步武神的事，再就是想通知你一声，准备一下攻打阿兰陀吧。”银发妖姬的脸色明显愣了一下，她从慵懒的侧卧姿势改为正襟盘坐，
目光灼灼地凝视着许七安。你有把握？离开中原后，你无法调动众生之力。阿兰陀可是有3位一品坐镇，另外那位超品多半沉睡在阿兰陀深处。纵使你现在是一品武夫，实力也不够。许七安道：我把七绝骨提升到超凡境了，即使没有众生之力，一品境界里也没有人是我对手。七绝骨晋升超凡了，7大超凡骨数融于一身。九尾天狐轻轻吐出一口气，咬了咬唇，叹息道：我刚才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嫉妒心。他收敛媚态，脸色严肃。神书在融合残魂，等他成功后，战力会有提升。不过超品的强大难以估量，你要攻打阿兰陀的话，就得做好有超凡陨落的心理准备。本座不怕死，但你们大凤的超凡有这个觉悟吗？大凤的超凡未必怕死，但愿不愿意为万妖国赴死，又是另一回事。许七安进入意识状态，语气平淡地说道：你可听说过大劫将至？银发妖姬握紧狐狸尾巴，狐媚的脸蛋异常震惊，这时候倒有几分冷艳女皇的气质，道：大劫将至。许七安便把超品间是竞争对手的事告知这位万妖国女皇。古神和巫神即将出世，荒不知何时会重返九州，这些都是劲敌。阿兰陀深处的那位未必愿意为神书的头颅跟我们死磕，联合大凤和万妖国的所有超凡战力，拼死对方的一品不在话下。如果他不想在大劫来临时成为一个光杆的将军，他就一定会做出妥协。当然，我们也要做好保命的手段。如果超品不接受妥协，我们就撤退。他现在是棋手，而非棋子，能左右九州局势变化。在超品脱离封印前，他要尽可能的部署，增强己方底蕴。神书身为半部武神，是他首先要补完的棋子。听完，九尾天狐呼吸略显急促，抿了抿唇，一字一句道：可以一试。终于要来了，他苦等500年，500年的夙愿终于临近。详细商议了过程，初步制定计划后，许七安告辞离开。啊，对了，血姬长什么样？拉回来给我瞅瞅。走到门边，许七安一边在心里搓手，一边回首问道。九尾天狐笑了起来，语气促狭：你见过的？我见过。许七安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哦的点头，御风而起。他刚脱离10万大山疆域，熟悉的星际感传来，当即减慢飞行速度，取出地书碎片查看传书。救命救命！天宗的老东西们要打死李妙真。打死妙真？不至于吧？许七安挑了挑眉毛，改变方向，朝东偏北方向飞去。没记错的话，天宗离建州不远。这是李灵素透露的。道门3宗里，天宗隐世不出，与红尘凡俗几乎没有联系，只每隔几十年或10几年派圣子圣女下山游历，红尘炼心。因此许七安以前没有刻意打探天宗的位置，把他往后放了放，原本是打算将来实力够了，亲自上天宗问一问历代天尊离奇消失的真相。但后来他自己就解开了天尊融于天道的秘密。看到李灵素的求救传书，天地会成员心里一惊，随后楚元稹传书质疑道：是打死你，还是打死李妙真？你俩半斤八两，难道天宗重男轻女，只打死妙真不打死你？李灵素心说：你这算什么话？问题的关键难道不是老贼们要打死妙真吗？我不被打死碍着你了，心里吐槽着，传输速度不减，快速解释道：天尊认为我和妙真沾染太多因果，注定沉沦，无法太上忘情，因此打算斩去我们的记忆。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答应下来了。但妙真的性格你们知道，他死活不愿意，还和天尊抬杠，说可以杀我废我，却不可辱我。确实是李妙真会做出的蠢事，天地会成员心里叹息。那家伙完全没有天宗圣女该有的样，性格刚烈，宁折不弯。金莲道长传书道：天尊看得很准，你和妙真的情况，这辈子想太上忘情难了。那天尊既已太上忘情，为何还要执着于弟子是否忘情？阿苏罗不懂就问。他虽然活了几百年，但佛门和天宗相隔遥远，数千年来没有交集，即使是他对天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传承香火，延续门派，在天尊眼里是规则，而非情感。这就像日月交替，四季更迭，有其运行的规则，与情感有何关系？李妙真是圣女，将来天尊之位的继承者之一，在圣女偏离了教义宗旨的时候，天尊就会出手干预。正如超凡之间的战斗会让天地元素紊乱，这个时候天地规则就会出手干预，让元素恢复正常。阿苏罗懂了，难怪历代天尊会融于天道，他对天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历代天尊融于天道的消息是渡劫战时许七安从白帝那里套出的情报，他当时也在场，后来分享给了天地会成员们。师门给了妙真1天时间反省，他仍不肯屈服，天尊决定在晌午时施以鞭刑，要让他魂飞魄散。
李灵素心说：“你们别聊了，快救救孩子吧。”3. 我在往建州赶，晌午之前能到，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与天尊聊聊道尊的隐秘、天人之争的隐秘，以及历代天尊的隐秘。许七安相信天尊绝对知道一些别的内幕。9. 贫道也去吧，妙真是我天地会的成员，可不仅仅是他天宗的圣女。8. 我恰好无事。这李灵素又惊喜又担忧，惊喜是没想到大家这么讲义气，这次危机算是稳了；担忧则是认为来的超凡太多了，他只想救自己和李妙真，不想天地会的这群家伙拆了天宗。我通知骆玉衡。怀庆插了一嘴，虽然他不太喜欢那个动不动就要刺死大凤皇帝的飞燕女侠，但念在是同一组织的成员，还是愿意出手相助的。而且姓许的就要大婚了，肯定要请李妙真喝杯喜酒啊。李灵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天宗不能待了。天宗，李灵素松了口气，把地书碎片收回怀里，悄然退出师尊的境室。返回天宗后，他们的地书就被各自的师傅收走。圣子亲眼看见玄成道长把地书碎片放进木匣子，趁着玄成道长外出，他偷偷溜进来向天地会成员传书求教。至于现在许七安很快就来，他肯定也要随师妹一起离开天宗，地书碎片就不用放回去了。李灵素悄然离开院子，朝自己的住所走去，行到一半，恰好撞见玄成道长返回。师尊，李灵素恭敬行礼，恰到好处地露出几分沉郁。不管是李妙真即将迎来的遭遇，还是他将被斩去记忆的处罚，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玄成道长微微颔首，面无表情地说道：“众长老已经召集门内弟子，齐聚天尊殿外观看雷鞭之行。你与我同去，待处理了圣女之后，天尊便为你斩去记忆。”李灵素保持着沉郁之色，低声道：“是。”天尊殿外广场，李妙真盘坐在高台上，闭目打坐。高台之下，则是300余位天宗内门弟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望着高台上的李妙真，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少数人窃窃私语。天宗能太上忘情的寥寥无几，圣子圣女尚不曾忘情，何况这些内门弟子？师父，圣女这是怎么了？犯了何错？一位脸颊有着婴儿肥的小姑娘拉了拉身边师父的袖子。圣女下山游历，失了道心，要被师门处死了。师父叹息一声。婴儿肥的小姑娘11、12岁，闻言大惊失色，小脸黄急。圣女怎么能处死？在他看来，圣女是未来天尊的继承者之一，高高在上的人物，在天宗的地位仅在天尊和众长老之下。她死了，你不就有希望了吗？边上一个中年道士嗤笑道：“不只是你，所有女弟子都有成为圣女的希望。咱们这位圣女，好好的天宗圣女不当，倒是当起飞燕女侠来了。”等待中，午时将近。这时，站在天尊殿檐下，头发花白的老道士，声音洪亮，语调冷淡的朗声道：“圣女，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若肯斩去记忆，往事不救。”高台上，李妙真睁开眼，望了一眼天空，有些失望地收回目光，道：“大长老，妙真心意已决，无需多言。”大长老果然不再废话，挪开目光，看向密密麻麻的人群，高声道：“圣女李妙真下山游历期间，罔顾门规，不顾师门交代，沾染因果太深，已无望太上忘情。天尊愿给他机会，他却冥顽不灵，屡次顶撞。今日以雷鞭抽散其魂魄，以儆效尤，尔等要引以为戒，不可重蹈覆辙。”人群里不少门人纷纷附和，气愤地指责：“看来圣女真的入魔了，所以才这般执拗。瞧她在凡俗里做的都是些什么事？云州剿匪，雍州平叛，享受被人敬仰的感觉，都快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师门抚养她长大，培养她成才，她便是这般回报师门的。天尊给她机会，她不好好珍惜，真当门规是摆设，死不足惜，谁来都救不了她。亏我几年前还肯请师傅去求天尊，让我和圣女结成道侣，现在看来，幸好事儿没成。历代圣子圣女都是天宗精心挑选，倾尽资源培养，由超凡高手亲自教导，享受门人的尊敬，高高在上。在天宗门人看来，李妙真这种宁死不屈的行径，是对天宗的背叛，是令人憎恶的自私。大长老侧头看向一旁的冰夷元君，道：“行行，这是冰夷元君昨日向天尊求情时便已说好的，圣女若不悔改，便由他亲自出手。”冰夷元君御风而起，道衣翻飞，两袖飘飘，他居高临下的看着爱徒，右手往虚空里一探，抓住一条赤色软鞭。即冰夷元君单手捏诀，扬起手里软鞭，轰！天空中劈下一道指头粗的闪电，直直打中软鞭，雷电凝而不散，整条鞭子化作明晃晃的跳动电弧的雷鞭。冰夷元君深深看了一眼高台上的弟子，手腕一抖，明晃晃的雷鞭在围观者眼里一闪而逝，紧接着他的声音回荡在众人耳边：“
李妙真像是被人狠狠一个鞭腿扫中，整个人像是破沙包一样狠狠摔在台上。她背部衣袍裂开，露出的不是嫩白肌肤或血肉模糊的伤口，是一道焦黑如炭的痕迹。而相比肉体上的疼痛，真正让圣女险些当场身亡的是，这一鞭撕裂了元神，抽打在灵魂深处。冷汗瞬间从毛孔里涌出，李妙真蜷缩在高台，脸色煞白，嘴唇咬出鲜血，倔强的不肯发出声音。冰夷元君冷艳的脸庞没有表情，手腕一抖，第二鞭紧随而至。啪！又是一鞭抽在李妙真身上，抽出一道焦痕，电弧滋滋跳跃。李妙真身躯陡然一僵，继而瘫软，她的瞳孔开始涣散，眼里的光芒快速暗淡，这是元神在消亡。继续抽下去，她会成为一具肉身活着，元神却已经消亡的活死人，在一段时间后，肉身也慢慢死去。围观的天宗门人里，与李妙真关系好的弟子不忍再看，别过头去。师妹，见到这一幕，李灵素大叫一声，一边咒骂许七安那个死鬼怎么还没来，一边望向冰夷元君，拖延时间，叫道：冰夷师叔，他可是你一手养大的，你的烦心在他身上，怎么能如此狠下心肠，置他于死地？冰夷元君手握雷鞭，这一次没有挥下，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李妙真，淡淡道：为师做主，再给你一次机会，若愿斩去记忆，与凡俗中的人划清界限，你依旧是天宗圣女，愿意的话就点点头。天尊殿檐下，一众长老默然看着，没有不满冰夷元君的擅作主张，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但回应他的是沉默。圣女，点头吧，修行不易，莫要自误。李妙真尚未开口，围观人群里与他关系好的或不忍天宗损失一位圣女的门人纷纷出声。一位坤道摸着眼泪哭道：师姐，你点头呀，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只是斩去记忆而已，记忆和命孰轻孰重，你分不清吗？师姐，快点头吧，别让师尊为难了。你下山游历3年，行侠仗义3年，你救了那么多人，可谁又会来救你？李妙真意识渐渐回归，听着耳边的哭叫声，虚弱道：师尊，弟子下山3年，并非一无所获，弟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圣人说朝闻道夕死足矣。妙真死而无憾，回归天宗的这段时间里，他早就已经想清楚了。准确地说，当日死在雍州时，他忽然想通了很多事。今日誓死不愿斩去记忆，除了有不能忘记的人和事，再就是他已经找到自己的道。她是天宗圣女，可天宗的道不一定是她的道。与其违背本心的活着，不如明悟自身的死去。李妙真睫毛颤抖，看了一眼蓝天，天光有些刺眼，她没看见想要见到的人，于是失望地闭上眼睛。这时大长老才缓缓说道：圣女一心求死，冰夷，动手吧。冰夷元君绝美的脸庞再也没有任何波动，抖手甩出雷鞭。就在此时，众人头顶的天空忽然剧烈震颤起来，空间像是泛起波澜的水面，涟漪一圈圈的荡开。有人在攻击守山大阵，众弟子震惊之余又难以置信，竟然有人敢打到天宗山门，这是嫌命长吗？嗡嗡嗡，守山大阵没坚持多久，便溃散成席卷四方的狂风和灵力。蔚蓝天空中，几道人影浮空而立，为首的穿着绣云纹青袍，身材昂藏，面容俊朗。他的身后分别是身穿雨衣、清冷绝色的陆地神仙，头发花白的老道士，身高9尺，眉骨突出，丑帅的阿苏罗。值得一提，阿苏罗已经换下袈裟，光头也被乌黑亮丽的秀发铺满，他还俗了。骆玉衡，是他来了。地宗的金莲，他们2个怎么来了？那个年轻人是谁？2位道手站在他身后。天宗门人不认识阿苏罗，甚至认不出许七安，但一眼就认出同为道门的骆玉衡和金莲。玄成道长淡淡道：许七安，你来天宗做什么？许七安，大凤银罗许七安。天宗门人脸色变了，尽管与外界联系甚少，但并非彻底隔绝。九州的局势变化、风云人物等，天宗还是有关注的，不然天宗也不会知道卧龙和雏凤在江湖中干的事。近来九州最大的事是中原叛乱平定，骆玉衡和许七安晋升一品，从此九州多了2位真正的巅峰强者。他怎么来天宗了？人群里，李灵素如释重负，恨不得扑到许七安怀里，用拳头捶他胸口，说：死鬼，你怎么才来？李妙真半睁眸子，不再明亮的眼波里映出青袍年轻人的身影。他缓缓闭上眼睛。你来了？天宗要动我的人问过我同意了吗？许七安负手而立。冰夷元君淡淡道：我的弟子何时成了你的人？李妙真评判有功，陛下论功行赏，封他做朝廷的游骑将军，5品官职。天宗想对我大凤的朝廷命官下手，可又把本银罗放在眼里，许七安反客为主，上来就是扣一顶大帽子。当然他说的都是真话，李妙真确实有一个游骑将军的武职，怀庆御笔亲封。
金莲道长笑呵呵地附和道：“李妙真是我天地会成员，贫道不能看着她身孕做事不管，希望天宗给个薄面。”这4名超凡为了圣女联手上门逼迫，天宗的长老们没什么表情的对视一眼，转身朝向天尊殿，齐声道：“请天尊定夺。”没有嘴硬，没有指责，出于纯粹的冷静和理智，审时度势后，他们觉得此事应该交由天尊来处理。一众门人集体沉默，噤若寒蝉。他们只觉得不可思议，这些超凡高手竟然为了圣女要和天宗结怨，这是师姐修的福报，是他的福报。那位年轻的坤道捂着嘴，又哭又笑。天尊威严宏大的声音从殿内传来，不掺杂情感，似乎早就料到一般：“你待如何？”许七安没有理会天尊的质问，从高空中降落，轻飘飘地立在李妙真身边。他先探查了一下飞燕女侠的情况，身体的伤势不算严重，即使对肉身孱弱的道门来说，也只是休养10天半个月就能恢复的轻伤。真正糟糕的是李妙真的元神状况，形象的比喻就是普通人被刺了一刀又没有止血，生命随着血液大量流失。李妙真的元神就是这种情况，虚弱的就像风中的残烛，似乎随时都会熄灭。这才2边，你要是中了闪电5连鞭，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许七安嘀咕一声，他之所以还能吐槽，是因为李妙真不会有危险。他体内的蕴含着一股强沛的药力，滋养着虚弱的元神，就像干涸开裂的地面涌出的一抹清泉。看什么看？李妙真连做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语气依旧凶巴巴，眼神涣散地看他一眼，撇开头嘀咕道：“丢脸丢大了。”太要强了。许七安笑了一下，打趣道：“你在我面前丢脸又不是1次2次了，你看阿苏罗都笑了。”他指的是2、4、7号集体射死的事。阿苏罗没有笑，但李妙真被气笑了，想握拳头打心许的一下，可他太虚弱了，虚弱的感觉随时都会死去。你打算怎么处理？李妙真美眸半开半合，语气虚弱地说道。他怕许七安脑子一热，在天宗大开杀戒或者大肆破坏，这些都不是他愿意看见的。许七安脱下外袍盖在他身上，而后起身朝着天尊殿行去。还记得我在建州与你说过的话吗？他的声音远远传来。什么话？李妙真躺在高台上，蓝天在上，天光有些刺眼，他似是想到了什么，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抖。李妙真竭力睁开眼，扭动脖子，看着那个背影进入天尊殿，耳边回荡着的是当日建州时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畏惧流言蜚语，畏惧同门和弟子的看法，那我可以带你走一句戏言。一语成谶。天宗众门人还有骆玉衡、金莲和阿苏罗3位超凡强者目送着许七安进入天尊殿，四下寂静，没有人说话。几位长老还有冰夷元君和玄城道长保持着万年不变的冷漠，但普通门人一颗心却提了起来。他们此刻想的不是最好让天尊教训这些无礼之徒，敢在我天尊撒野必要付出代价，而是打起来怎么办？快逃吧，那可是一批武夫啊！包括长老在内，天宗的人完全没料到许七安会为了李妙真如此大动干戈，金莲这个地宗道手居然敢上门威逼。圣女下山游历3年，以一个4品之身结交到了如此深厚的人脉。虽然天宗早知道圣子圣女和地宗的金莲有交集，和银罗许七安有交集，可他们愿意为李妙真插手天宗内务，得罪天宗，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踏入宛如恢宏雄伟的大殿，许七安随意打量了周遭一眼，便将目光投向高高玉座上那道盘坐在莲台的身影。他须发洁白，垂着头，像个昏昏欲睡的老头，脑后一轮4色光轮流转。在许七安眼里，莲台上的天尊像是一道投影，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投影。跳出轮回外，不在五行中，许七安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你似乎已经快融于天道了，天人之争可助我稳定人性。天尊宏大的声音在殿内回荡，仿佛来自4面8方，找不到声源。他没有追问许七安为何知晓天宗的秘密，不知是早有预料，还是完美驾驭了情感。好奇心也是生灵的情感之一。为何天人之争可助你恢复人性，可助人宗道首度过天劫？许七安问出了埋藏在心里许久的疑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天尊问道。他的反问不掺杂个人情绪，不是抬杠，而是纯粹的再问。作为交易，你也可以问我一个问题。许七安回答。公平。天尊低垂着头，声音回荡。人宗与天宗的心法截然不同，可谓互补，天人之争是彼此的救赎。天尊的回答就像是程序化的答案，没有详细的解释，平铺直叙。人宗心法业火缠身，7情6欲消磨道基，而天宗心法恰恰是太上忘情，天人合一。原来如此，许七安恍然大悟。这就很好理解了，人宗的业火对于天宗来说或许是一剂良方，能让天尊恢复部分人性，以毒攻毒。同理，天宗的太上忘情也能平复人宗的业火，以死战的形式互补。
许七安问道。互相掠夺本源灵力。天尊回答。许七安本来想问，为何历代的人宗天宗到手不以双修的方式互补，转念一想，上一代的人宗到手是男人，历代的天宗未必是雌雄对立，也可能是雄雄或雌。另外，上古道门双修术早已失传，当初骆玉衡答应与他双修，除了他身负气运，还因为他掌控了这门秘法。最后他与骆玉衡双修的过程中，虽彼此都有增长法术和契机，但浇灭业火的是气运，是一种付出且没有回报的过程。天人之间的互补未必适合双修，所以常常两败俱伤或一死一伤。两败俱伤往往是势均力敌，各有收获，算是较好的结局。天尊回复。许七安点点头，问道：为何地宗不用参与？地宗的功德对天人两宗无用，功德会让我直接羽化，融入天道，功德会让人宗因果缠身，有入魔的风险，死路一条。天尊默的感情的回复。地宗还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转而说道：换你问了。我没有问题。天尊声音宏大而冷漠。所以你刚才说公正，真的只是觉得公正，而不是有问题想问我？许七安缓缓吐出一口气，正要说话，便听天尊补充道：可以先记着。要立字据吗？许七安点头。好。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对道尊有什么看法？道尊沉默一会儿，宏大的声音才响起：可悲之人，他晚年尝试的3个方法都失败了。他在尝试什么？许七安顺势问道。不知道。天尊回答。一时无话。过了片刻，许七安突然想起一事，道：道尊的天宗分身融入天道，地宗分身把自己练成了地书，这些隐秘天宗到手和地宗到手都知道，那为何人宗到手不知道天尊的那具人宗分身结局如何？他曾经问过骆玉衡，人宗的古籍上可有关于道尊的记载？骆玉衡的回答是没有。当时许七安修为尚浅，只当道尊过于神秘，后世之人不甚了解。时至今日，随着他修为提升，知道的隐秘越来越多，才知道其实天地两宗都知道道尊分身的结果，唯独人宗不知道。道尊的人宗分身还活着。天尊言简意赅的，不含感情的说出天大的秘闻。果然，许七安没有意外和震惊，反而松了口气，有种抬起的靴子终于落下的满足感。他接着说道：圣女我要带走，请天尊成全。天尊直截了当地问：若不成全？许七安也直言不讳。那今日天人之争提前开始，我们4个打你1个。天尊权衡利弊后，无比理智冷静地给出回复。李妙真此后与天宗再无干系。顿了顿，天尊说道：天人之争后，天宗封山，不可再来打扰。许七安点头答应下来，顺势又提出一个条件：天人之争时，战场要选在中原境内，我不会插手你和骆玉衡之战，但我会保他性命。在这个基础上，你能掠夺多少本源灵力，或被他掠夺多少本源灵力，我不管。他可以以势压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天宗并不弱，除了天尊之外，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是3品阳神。天尊不语，默认了他的提议。殿外，一群人密切地关注着天尊殿内的情况，殿门敞开着，他们能看到许七安和天尊的身影，但听不到任何声音。不过，双方相对冷静的态度，让天宗门人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下，至少不用担心大战开启遭受波及。骆玉衡和金莲道长脸色轻松，同为道门，他们知道天宗是最冷静最理智的，他们处理事情会首先权衡利弊得失，不会脑子一热跟你拼命。玄成道长身边，李灵素也很轻松，知道自己即将躲过一劫。说实话，雍州之时，面对师尊和冰夷元君的搜捕，他内心是慌的一批。那次之后，李灵素就一直在为师门的态度发愁，回去肯定要受责罚，却没有想出解决之道，只盼着晚一天是一天。当时的天宗过于强大，确实没有人能帮上他们。直到在师门面壁的日子里，听说了许七安晋升1品，李灵素一边酸溜溜的，一边又在心里高呼：死人扎干的漂亮。他知道自己和师妹有救了。这时，众人看见殿内的许七安转身朝殿外走了出来，一道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出结果了，天宗还要处置圣女吗？天宗门人念头分成间，耳畔响起天尊恢宏的声音：今日起，李妙真与天宗再无干系。人群哗然，众门人又愤怒又憋屈，又松口气，心情复杂。显而易见，天尊妥协了。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是天宗不够硬气，是他们太强了。妙真脱离宗门，那我呢？李灵素呆立当场，他旋即深吸一口气，心说算了，不管这些，先离开天宗再说。脱离宗门，李妙真心里已有预感，没有惊讶，只是难掩悲伤。他挣扎着起身，朝冰夷元君拜倒，哽咽道：弟子不孝，辜负了师尊。
玄成道长看了一眼冰夷元君，他面无表情，看不出情绪，从袖中取出地书碎片，丢在高台边，淡淡道：“走吧，此生不必再见。”李妙真泣不成声。许七安走上高台，捡起李妙真的地书碎片，把他横抱而起，朝金莲等人微微点头，道：“走吧。”几位超凡当即化作流光遁去，消失在天宗众人眼里。终于结束了，李灵素松了口气，旋即感觉哪里不对。我呢？你们还没带我走啊？喂，快回来啊！圣子缓缓长大嘴巴，表情逐步僵硬。他忽然觉得世界如此冷酷，没有一丝丝的温暖。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耳边传来玄成道长冷漠的声音：“还不滚！”李灵素眼眶一红，鼻头发酸，嗫嚅道：“我没想要脱离宗门，我还会回来的。”他本想磕个头，但又害怕天宗突然反悔，心一横，御剑而起，朝着许七安等人消失的方向追去。没有人阻拦他。冰夷入殿，天尊的声音传来。冰夷元君收回目光，转身进入天尊殿。天尊盘坐在莲台，保持着垂首的姿态，声音于殿内回荡：“你与圣女师徒缘尽，了却凡心，准备晋升2品。”冰夷元君躬身行礼：“是。”谢天尊成全。金莲道长脚踏祥云，带着许七安等人朝京城飘去。许七安怀里抱着沉沉睡去的李妙真，侧头看向自己的双修道侣。天人之争对国师来说是一场险战，也是极好的磨砺，请务必让我观战。他很清楚骆玉衡的性格，强势、傲娇，有点女王瘾，很喜欢被他哄着，所以到现在许七安也没有改变称呼，一直喊他国师。所以对他的照拂不能表现得太明显，这会让骆玉衡觉得受到了轻视，会不开心。骆玉衡嗯了一声：“天尊修为如何？”许七安想了想，道：“1品中期的样子，反正没到后期。”他之所以敢夸海口说只保骆玉衡性命，其他不管，并非不顾骆玉衡死活，而是到了1品境，且都是陆地神仙，基本上就是半斤8两，旁人只管看着就行了。而且天人之争对骆玉衡也有好处，本源互补是一方面，魔力修为是另一方面。当然在此期间，我还得为国师鞠躬尽瘁。许七安看着近在咫尺的高冷美人，心里补充一句：接下来最大的事就是与林安的婚事。想到这里，许七安忍不住捏了捏眉心。皇宫，怀庆刚刚与魏渊手谈结束，连战连败，好在已经习惯，他跟着魏渊学棋多年，从未赢他半子。魏公对许银罗的婚事怎么看？对弈后的品茶里，怀庆试探道：“好事。”魏渊笑容温和：“好在何处？”怀庆漫不经心地问。魏渊依旧面带笑容，捧着茶杯道：“临安殿下心性单纯，虽喜欢挑事，却不擅长争斗。这样一个女子当许宁燕的发妻，总好过木南枝和骆玉衡，或者是其他女子。”怀庆心虚了一下，表面不动声色，反问道：“其他女子？”魏渊看他一眼，笑容愈发浓重。于其他女子而言，一个威胁不大的女子上位，总好过其他人。行了，他的风流债我懒得说。魏渊自己是长情之人，信仰一生一世一双人，不过像许宁燕这样少年风流的，他倒也不至于厌恶。世间有权势之人，3妻4妾比比皆是，管好自己便是。闲聊几句后，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政务。南疆官士学堂的政策要办下去，再过几年基础打下来了，禹州的同事可以对古族学子开放。此事功在千秋，陛下要盯紧一些。魏渊提醒道：“此事交给魏公处理便是。”怀庆又把活儿推了回去，他现在已经是一国之君，很懂得用人。魏渊笑了笑，继续道：“北方妖蛮那边欠我们的矿、钱粮、牛羊等牲畜，在今年入冬时可以收回来了。之前中原局势不妙，不敢要债，现在可以连本带利的要回来了。”怀庆静静听着，直到魏渊长篇大论说完，他喟叹道：“即使是现在，朕依旧挑不出魏公的错处。论处理政务的能力，魏公要胜过朕不少。魏公方才说的这些，朕就都交给你了。”魏渊笑着颔首：“好。”他想要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远景没给他，怀庆给了。魏渊接着说道：“近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朝中似乎有人希望陛下早立太子。”怀庆脸色一沉，语气冷冽：“叛军刚一剿灭，有些人就想着重振朝纲了。怀庆还未出阁，哦不，还未纳妃立后，哪来的子嗣？所谓的立太子，立的当然是永兴的子嗣，或四皇子的子嗣。有许七安镇着大凤江山，朝局没人敢公然反对怀庆。但怀庆之后呢？是不是该把皇位还给正统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亦不可无储君，立储关乎国本，倒也挑不出错。只是陛下可愿把皇位归还永兴，或者立延亲王子嗣为太子？”魏渊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怀庆淡淡道：“朕春秋鼎盛，立储之事不急。”魏渊叹息般地吐出一口气，像是明白了什么，说道：“
懂了，既然如此，陛下就要尽快诞下子嗣，堵住悠悠众口。说完，试探道：“可有心仪之人？”怀庆下意识地挺直腰背，金贵优雅，淡淡道：“尚未寻得心仪之人。”心虚了，魏渊缓缓点头，一本正经道：“姻缘之事，臣就不智慧了，陛下心里有数便好。”边说着，边放下茶杯，茶也喝得差不多了，臣告退。送走魏渊，怀庆取出的书碎片，传书道：“2号和7号如何了？”7，多谢陛下关心，臣已经返回司天监，此刻正与杨兄在观星楼喝茶。李灵素极为热情的传书回复，毕竟天宗短时间是回不去了，圣子打算在朝廷里谋取一官半职，过一段妻妾成群的枯燥生活。李妙真呢？3，伤了元神，尚在昏迷，不过问题不大，这次刑罚看似要置他于死地，实则是成全他。许七安的话让众人一愣，楚元稹没有参与此事，更听不懂许七安话中之意，传书问道：“4，此话何解？”3，李妙真似乎不久前服用过某种增强元神的丹药，药力沉淀于体内，难以炼化。冰夷元君的2记雷鞭恰好化开了他的药力，虽说冒险了些，但效果不错。天尊如何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岂会让冰夷元君用雷鞭抽他？所以我才是在成全他。怀庆觉得他说的有理，但又觉得不合理，传书道：“所以天尊其实无意杀李妙真，那他劳师动众做的这些，为了什么？”3，不清楚。不过之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妙真的地书碎片在冰夷元君手里，圣子为何你能用地书向我们求助？凭我机智勇敢偷出来的。李灵素心里一动。7，我看见师尊把地书碎片藏在了房间的木匣子里，以天地会成员的智慧，不用多解释了，这是刻意让圣子求助啊。8，天尊不想杀李妙真，直接放人便是，没必要多此一举，除非他另有目的。4，或许是被李妙真顶撞，下不来台，所以表面处死，维持天宗颜面，暗地里让冰夷元君以雷鞭之形成全他，并让圣子向我们求助。楚元稹分析道。李灵素插了一嘴：“雷鞭之行非天尊之意，是冰夷师叔提出的。我明白了，天尊成全的不是妙真，是冰夷师叔。”这话包括许七安在内，谁都没听明白。这又和冰夷元君有什么关系？李灵素解释道：“妙真是冰夷师叔的繁星，现在师徒俩恩断义绝了，冰夷师叔再无牵挂，可以晋升2品。他早已3品巅峰，此前救妙真的灵丹，正是他为冲击2品准备的。”金莲道长传书说道：“冰夷元君想晋升2品，又不忍割舍对妙真的情感，因此迟迟不肯突破。妙真江湖3年，照见自我，他的心性并不适合天宗的太上忘情。天尊趁这个机会成全了他们师徒。”听完金莲道长的解释，天地会成员终于恍然大悟。3，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李妙真确实沾染太多因果，大劫来临时他就是个定时炸弹，所以天尊干脆把他赶出天宗去。那天尊怎么不成全我呀？另外，定时炸弹是什么意思？李灵素心里嘀咕。这时恒远大师传书道：“如此一来，李妙真倒有3品无望了。他既然不能太上忘情，自然修不了天宗后续的心法。”恒远大师武僧出身，体会到过晋升无望的无助，对于这方面比较敏感。对啊，李妙真是天宗圣女，有超凡之姿，她脱离天宗后岂不是3品无望？天地会众人心里一沉，这可不是件好事。金莲道长传书说道：“无妨无妨，改投我地宗门下便是，以妙真的积累的功德之力，晋升3品毫无难度。”3，李妙真是天宗出身，可以转修地宗心法。许七安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9，自然可以，天地人3宗同出道门，修行的体系是一样的，踏入超凡之前，其实不存在天地人的区分。人宗修行之法，到了3品境才会有业火灼身，天宗也是领悟了太上忘情才能晋升超凡，而地宗同样得3品才会有因果反噬的危险。李妙真只要未踏入超凡境，就可以改投人地2宗。贫道觉得以妙真的心性，显然是入我地宗更好。等他醒来，贫道就和他谈一谈，此事就不要告诉骆玉衡了。金莲道长是不是等这一天很久了？天地会成员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并认为可能性极大，8成就是事实。以金莲的目光，肯定能看出李妙真是修功德之力的好苗子。要说金莲道长不缠李妙真这颗好苗子，他们是不信的。许七安认为金莲道长太阴险了，带着批判和谴责的态度，在御史小径的镜面写道：“地宗心法太危险了，我觉得李妙真应该进人宗。”刚写到一半，圣子的传书来了，妙真当然改投地宗最好，去人宗干嘛？业火缠身，然后等着被许宁验税吗？我这个当师哥的坚决不同意。朕也觉得2号更适合的宗心法。4，
国师的悲剧不能在妙真身上重演。6. 李妙真道友确实适合的宗心法。8. 不久的将来，天地会将诞生一位新的超凡。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许七安只能默默抹去写好的内容。李灵素，你洗干净屁股等着。金莲道长看着大家的传书，露出了满足的笑容。5. 那难道就能重演金莲道长的悲剧吗？金莲道长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大家假装没有看见丽娜的传书，继续闲聊着。1. 再过1旬就是许宁燕与林安成亲的日子，诸位不妨来京城喝杯喜酒。8. 3号不是骆玉衡的双修道侣吗？他会让你娶别的女子？阿苏罗表示惊讶。6. 贫僧只希望大婚当天能平平安安的喝几杯喜酒。4. 哎，教坊司的花魁和京城里未出阁的女子，怕是要伤透了心。哎，希望我能顺利完婚吧。许七安心里叹息一声，他仿佛能想到婚礼现场了。骆玉衡提着剑指着他的喉咙，当时那把剑离他的只有001公分。骆玉衡说：你想娶谁？说时迟那时快，木南之众目睽睽之下摘下手串，想清楚了再说。李妙真冷笑道：我就是看个热闹，你们继续。怀庆说：如果许银罗不愿意，朕可以做主退婚，保证没有莫欺少女穷的事发生。楚采薇扑倒在钟离奄奄一息的身体上，哭叫道：国师误伤中师姐了，快救人呀！群魔乱舞之后，许灵月细声细气道：哥哥，他们好可怕，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想到这里，许七安捏了捏眉心，作孽啊！徐府，丽娜坐在院子里石桌边，握着地书碎片，哐哐哐地敲击桌面。她怀疑自己的地书碎片出问题了，总是收不到其他人的传书，尤其是她传书后，地书碎片就会失灵。不传书的时候，她还是能正常接收其他成员信息的。她和许灵英随着许宁燕一起回京城了，师徒俩都很兴奋，在浮屠宝塔里琢磨着要不要从现在开始饿肚子，等大婚当天吃个痛快。没想到的是，喜宴还没开始，倒是差点先吃上桑叶。许灵英回家后，一见到娘，二话不说，在地面轻微震动中夹着一包泪就冲上去。还好丽娜眼疾手快，把不孝徒制服在地，救了婶婶一命。婶婶大难不死，那点久别重逢的喜悦全变成了劫后余生的后怕。现在正在内厅里奏幼女。司天监八卦台，李灵素收回地书碎片，看向不远处的白衣背影，低声道：杨兄，我们报仇的机会来了。许宁燕那个狗贼马上要和林安成亲了。杨千焕缓缓道：这算什么机会？我不去，去了还要给姓许的随礼，我1分钱都不给他。对女人不感兴趣的杨千焕短暂的没能反应过来，银子是小事。李灵素指头敲了敲桌案，嘿嘿一声：许宁燕的大婚才是重头戏。你想啊，他的双修道侣是谁？国师。杨千焕想都没想回答道：许宁燕和骆玉衡成为双修道侣这件事，在大凤高层不是秘密，若非是道侣关系，云州叛乱时国师早就带着仁宗弟子离开京城了。毕竟仁宗和司天监不同，司天监是朝廷的一部分，仁宗和朝廷则是合作关系，谁会为合作伙伴抛头颅洒热血？国师当然也不愿意，他不是为了大凤，而是为了姓许的。关于这件事，外头的传言杨千焕不清楚，但知道司天监的术士们经常感慨姓许的艳福不浅，还有身边这位结义兄弟提及此事就痛心疾首。杨千焕不太明白，一个女人长得便是再漂亮，也是一具红粉骷髅，有何可爱慕的？这方面，痴迷于生命炼金术的宋清和杨千焕看法一致。骆玉衡乃仁宗到手，一品的陆地神仙，他能忍受和其他女子共侍一夫。李灵素笑道：另外，除了骆玉衡，前镇北王妃、大凤第一美人木南枝和姓许的也有一腿。还有啊，虽然我这个当师哥的不愿意承认，妙真和许宁燕之间多半也互存好感。杨兄觉得许宁燕大婚之日会是怎样一副光景？杨千焕闻言振奋不已，旋即摇头。许宁燕今非昔比，他娶林安算什么？便是3妻4妾，国师恐怕也会睁只眼闭只眼。李灵素摇头：不，你不了解骆玉衡，就我阅女无数的经验来看，国师也好，王妃也罢，都是心高气傲之人，绝不会委曲求全。再者，寻常大户人家的家宅里尚有刀光剑影、明争暗斗，何况是他们？他端着茶杯呲溜一声，挤眉弄眼道：这不还有我们吗？煽风点火的事，本圣子最熟练了，一定让许宁燕在大婚当日如坐针毡，糗态百出。婚礼多半是破坏不了，以许七安现在的身份地位，铁了心要娶林安，便是国师也阻拦不了。圣子也没打算破坏婚礼，他想要的是许宁燕出丑。杨千焕惊喜起来，用力击掌：好主意！哼，天天就知道出风头，报应来了吧？杨千焕突然开始期盼成亲之日早些到来。南疆万妖女皇殿
叶姬穿着黑色繁复的纱裙，裙裾飞扬间跨过高高门涧，来到青烟浮动、红烛高燃的奢华殿内。宛如软榻的玉座上，绝代尤物玉腿交叠的侧卧着，高挑丰满的玉体处处透着诱惑，雪白皓腕支撑着琴手，正欣赏着狐女们的舞姿。8名披着轻纱的狐女扭动着臀腰，跳着腰族火热大胆的舞蹈，边上还有几名狐女拍着腰鼓，弹奏琵琶等乐器。娘娘，叶姬躬身道。九尾天狐挥了挥手，淡淡道：“退下。”殿内的狐女行了一礼，退出大殿。九尾天狐凝视着叶姬，手里把玩着狐尾，语气柔媚低沉，不疾不徐：“本座让你查的事，可有进展？”叶姬回答：“已经见到蝎王的后人，奴婢从他们口中打探到，当年佛妖之战中，大日如来法相是从神书大师的体内冒出的。据蝎王后来回忆，当时的国主以及各大妖王猝不及防，死伤无数。之后神书虽力战佛门强者，杀敌无数，可再也难挽回颓势。那位蝎王因距离稍远，只是受了重伤，后来带着部分族人逃入中原，从此隐姓埋名。不过大日如来法相造成的伤势，日复一日的消磨他的生机，一甲子后，那位超凡境的妖王便陨落了。”九尾天狐喃喃自语：“大日如来法相来自神书体内，来自神书体内。”过了许久，他深吸一口气，道：“再过几日，便是许七安与大凤公主的大婚之日，你带上贺礼，代表万妖国前去祝贺，之后就留在他身边吧。”说完，银发妖姬笑盈盈道：“他现在是一品武夫了，气血旺盛，乃世间独一无二的极品鼎炉。你好生与他双修，早日晋升超凡，我也好九尾合一，晋升一品。我只给你3个月的时间，3个月外，我要看到你修为有所精进，不然我就把青姬和雪姬还有其他尾巴送过去，总有一个能晋升超凡。”叶姬苦笑道：“是。”他其实不太想去凑热闹，男人后宅斗争越激烈，他就越喜欢在外面养精丝雀，所以一门心思的挤进徐府未必是好事。九尾天狐叹了口气道：“可惜上次出海没有寻到同族，不然包取他的灵韵，一样能晋升一品。娘亲说过，海外应该还有九尾天狐存在，为何就是找不到？九尾天狐的灵韵是可以传承的，可以传承就意味着同族之间可以夺取。他和许七安说寻找同族是为了繁衍后代，那只是随口忽悠他。那会儿大家不熟，没必要告诉他九尾天狐一族的秘密。”徐府与祝院相隔甚远的偏院，许元怀赤着上身，右手平举一口大枪，他保持这个姿势长达半个时辰，汗水沿着矫健匀称的肌肉流淌。院子的另一边，姬白琴很有闲情逸致的在花圃里种上了花。开春了，现在把花种下，再过几个月，院子便能开满姹紫嫣红的鲜花。许元双端着一碗参汤过来，放在石桌边，道：“不要勉强自己，4品竟是武夫的一道剑，卡在这一道难关里的天才数不胜数。”许元怀不理，许元双摇摇头：“你别总是把自己和他比，他能走到今时今日的地位，不是全靠那半数国运，这2年里他经历的事，是你一辈子都比不了的。人家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比你这个没吃过多大苦的人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许元怀放下枪，脸色冷峻，淡淡道：“我早就不和他较劲了，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只是不想显得自己太差。”许元双蹙眉道：“这是什么话？”许元怀的天赋极好，这是连父亲当初都称赞过的。许元怀微微摇头：“我前几日见到许灵月在御屋，便问了一句他的修行，你猜他如何回答？”许元双顺势问道：“如何？”许元怀闷声说：“他修道半年，便从一个没有根基的普通人，成为7品时期的修士。”许元双微微长大小嘴，满脸惊讶。许元怀继续说道：“我仔细打探过2房几人的天赋，许新年是6品儒生，不过儒家体系讲究厚积薄发，想要修行，先要读书，读出一定火候，才能在儒家体系中勇猛精进。许新年早早就是9品开窍境，很多年里寸步未进，但自通过乡试后，2年里他从9品晋升为5品，可见天赋极强。我比不上许七安，但不能落后这2人，我要在他们之前晋升4品，这是同辈之间的竞争比较。”许元双感慨道：“2房的这对兄妹，天资确实令人啧舌。许二叔明明天赋一般，当然，许二叔天赋差不代表许家天赋差，他们的父亲许屏风就是世所罕见的天才人物。”姬白琴起身拍了拍手心的泥，柔声道：“2房还有一个妖，听府上的下人说是个没心眼的孩子，远不及哥哥姐姐聪慧。”许元双想起了什么，附和道：“我也听说了，7岁了还没启蒙，三字经只会背2句，据说云麓书院的先生还有当朝太傅都束手无策，练武同样没天赋，成天就是瞎玩，愚钝成这样，实在罕见。后来听说因为筋骨强健，就随南疆的一个姑娘修行蛊术了。”许元双说。姬白琴洗干净手道：“各个天赋异禀才奇怪，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有聪慧的，就肯定有愚钝的。这孩子命好，便是愚钝些，有哥哥姐姐们照拂，将来注定大富大贵的。听你们婶婶说，明艳大婚前要把他接回来，你多在这方面费功夫，教他读书识字，袁怀也可以教他习武。兄妹俩听懂了母亲话里的意思，这是让他们抓住这个契机，迅速融入徐府。以徐府今时今日的地位，兄妹俩毫无用武之处，唯一的契机就是二房这个愚钝的妖，文不成武不就，不管是教他读书识字，还是习武，都能博取二房的好感。如果有所成就，效果就更好了。许元双笑了笑，教一个孩子启蒙并不难，有机会的话，我倒想见见这位妹妹，竟然能让云路书院的先生、当朝太傅都束手无策。他还真不信。许元怀则摇头，习武需要毅力和天赋，既然没有天赋，便不用教了。我7岁时已经开始打熬筋骨，锤炼气血，此中艰辛，非一个只知玩闹的稚童能承受。许元双接过母亲擦手的汗巾，小声道：娘，大哥成亲在即，婶婶却不让你插手筹备，这是在告诉您，她才是许家的当家主母。姬白晴笑道：她哪有这份玲珑心思，你把她想得太复杂了，要么是不愿我劳累，要么是没反应过来，或者呀，是林月这丫头不愿我插手。这丫头近来管事管得特别勤，替她娘守着管家的大权，是个滴水不漏的对手。正说着，一位婢女从院外过来，站在不远处，轻声道：大夫人，林英小姐回来了，夫人让奴婢过来，请您过去喝茶。母子三人对视一眼，这才刚说到这位妖呢。巧了，宽敞的厅内坐了不少的人，除了在衙门当值的二叔和二郎，一家人都在。许七安坐在桌边，把玩着厚厚的请柬。木南枝端着一杯茶，气呼呼地喝着。花神写的字很漂亮，但不爱帮许七安写请帖。林月同样写的一手好字，但很惭愧地说，昨天喝茶不小心烫了手，不能提笔，反正就是不愿意帮忙写。许灵英坐在大椅上，双脚悬空，抱着糕点心无旁骛地吃着，边上坐着半白不白的丽娜，也抱着糕点啃，但分出一部分心思，端向着踏入内厅的母子三人。元双来了。许大郎眼睛一亮，朝清丽可人的亲妹妹招手：来，过来帮大哥写请柬。许元双正要答应，忽觉2道杀意凛然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许元双不动声色，嫣然一笑：好的，大哥。他扫了一眼许灵月和木南枝，故作惊讶道：灵月和木姨不会写字吗？虽然有些疑惑，但能看出这2位似乎不爱帮大哥写请柬。许元双可不忌惮许灵月，虽然娘一直告诫他不要去招惹这位二房长女，但许元双觉得即使招惹了又如何，大哥难道会为这点小事刻意责怪他？女子之间的勾心斗角，只要维持住一个底线，男人就懒得搭理。何况他和这位堂妹又不是那些争风吃醋的妇人，能斗到什么程度？娘就是太小心了，生怕闹了矛盾，引起大哥不快。许灵月语气轻柔道：大哥成亲，邀请的宾客不是达官显贵，就是一方豪杰，请柬上字迹过于娟秀，如何拿得出手？大哥地位超然，不在乎这些，可做妹妹的难道也不懂事吗？许元双刚拿起笔，顿时僵在那里，脸色尴尬。这突然就将军了。许七安立刻看向生母，发现她一脸微笑，似乎根本不在乎女儿的窘境。他这是想让我来化解尴尬。许七安倒也不至于在这点小事上抬杠，一边感慨家里女人多了，戏果然越来越好看，一边笑道：林月昨儿烫伤了手，不好握笔。至于木姨，木姨昨夜似乎颇为劳累，便不劳烦她了。他朝木南枝隐晦的眨眨眼，知道他暗指什么的木南枝不动声色，保持着长辈的温婉笑容。桌底下穿绣鞋的脚丫子死踹许七安。2人间的眉来眼去非常隐蔽，在家人面前，许七安一直以晚辈自居，见到花神张口闭口一声姨，除了不想看到木南枝社死，他还有一些小心思，把花神摆在长辈的位置。大婚当日，他想闹都师出无名。而以花神傲娇爱面子的性格，很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种丢脸的事，多半会把恼火情绪压在心里，私底下找他算账。只要明面上和谐安定，许七安就不怕他私底下作妖，到时候挺枪就刺，花神就会双腿发软玉体酥，什么战力都没了。元双，你先替我写一遍，等二郎回来让他抄一遍便是。许元双顺坡下驴，嫣然一笑。另一边，婶婶拉着小豆丁的手推到姬白晴面前，笑容满面：大嫂，这是我的幼女灵英。姬白晴审视着圆脸憨憨的小豆丁，赞许道：瞧着就玲珑聪慧，与灵月一样，小儒生的女儿都好，很好。噗！许七安险些笑出声，心说这是一箭双雕啊，既暗戳戳的埋汰了灵月，替元双报仇，又把婶婶哄开心了。许灵月面无表情，她很少露出这样的脸色。婶婶大喜，摸着小豆丁的脑瓜，笑容满面：我家灵英打小就聪明，快叫伯母。还是大嫂会说话，大嫂是第一个夸赞灵英聪慧的。伯母！小豆丁大声叫道，然后侧头看向母亲，
疑惑道：“伯母是什么啊？”他从来没有过伯母，不知道伯母的定位。婶婶本来想说伯母就是大伯的妻子，但想到许屏风他就憎恶，改口道：“伯母是大哥的娘。”许灵英大吃一惊，张大嘴巴：“原来我有2个娘啊！”婶婶差点想捂脸，强行挽尊道：“灵英还小，她一直以为大郎是亲哥哥。在许灵英眼里，她一直有2个哥哥，1个姐姐，从小到大都这样。有时候也会疑惑为什么大哥喊爹娘，叫婶婶和二叔。不过她不会想那么多，大家各论各的。果然是个愚钝的孩子。”许元双和许元怀心想。姬白琴面带微笑，不见异色，顺势说道：“该给他启蒙了。二郎公务繁忙，家里又没先生，不如就让元双教他读书识字吧。”说完，他发现许家众人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这里面包括长子许契安，有何不妥？他蹙眉道。婶婶干笑一声，面露难色：“灵英吧，有些愚钝，还是算了吧。”婶婶是厚道人，不坑自家人。尽管嘴上说灵英打小就聪明，但心里知道自家灵英也许大概比同龄孩子稍稍愚钝些。许元双一边写请柬，一边说道：“婶婶不碍事的，我虽然没有二郎的才华，但自幼读书，教灵英不在话下。”话都说到这里份上了，婶婶不好拒绝，只能答应。整个过程，许灵月一句话都没说，他可不会在大哥面前表现得那么恶毒。而且，但凡听说灵英难启蒙的人，都觉得自己能行，不管是太傅还是书院的先生，亦或者李妙珍和楚元稹，都这么想。许灵月觉得，就算自己不煽风点火，这个堂姐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果不其然，许元双满意点头，接着问道：“听说灵英一直跟着这位姑娘在南疆学习古术，这位嘴巴一直没听过的姑娘？”婶婶就说：“都是大郎做的主，说灵英不爱读书，又没有习武天分，便只能送去学习古术。”姬白琴笑道：“天赋差些不要紧，勤能捕捉嘛。大郎许是没时间教导他习武了，有空可以让元怀教教他。元怀好歹是五品高手，有这么一个天赋出众的兄长，莫要白白浪费。”他认为大郎肯定没时间也没兴趣教一个孩子，二弟许平志同样如此。这时候五品化境的元怀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而且五品境不管在哪里都算得上高手，肯教一个孩子习武，能体现出他们对灵英的善意。丽娜耿直地说道：“他没资格教灵英。”这个直球打得生母一愣，脸色有些尴尬。许元双蹙眉道：“元怀是五品，且离四品也不远了，如何没有资格了？”丽娜鼓着腮哼哼唧唧道：“那我还是四品呢，我爹还是三品呢，由我们教灵英就行了。他一个小小的五品凑什么热闹？教许灵英读书他不管，但要教许灵英修行，丽娜是不同意的。这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三品。许元双愣住了，试探道：“你爹是三品，也在教导灵英古术？”他重新审视起丽娜，意识到这位一直吃东西的南疆姑娘身份似乎不简单。许七安接茬道：“龙图首领也是灵英的师傅。”许元双看了母亲和弟弟一眼，发现他们神色又惊又奇，与自己如出一辙。这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啊！这位妖妹不是天资愚钝吗？三品强者怎么会教导一个愚钝的弟子？姬白琴审视着憨憨的小豆丁，问道：“灵英古术学得怎样？”丽娜骄傲地昂起下巴：“灵英现在履历堪比八品武夫，最多年底就能打七品，天赋可好了。”婶婶大吃一惊，惊喜地看着小豆丁：“你都快赶上你爹了。”许七安笑道：“灵英是立古部的天才吗？古神都对他有所图谋，现在是八品，年底七品。”而大哥没有反驳，许元双脸色呆呆地看着还没桌子高的孩子，忽然有种自己白活了19年的感觉。7岁的八品，世上竟有7岁的八品，这就是许府上下口中的愚钝小孩。二房的这3个孩子天赋都如此可怕吗？姬白琴心里暗惊，他以为许灵月和许新年已经是人中龙凤，谁曾想哥哥姐姐似乎连给腰儿提鞋都不配。我7岁还在打熬气血，还没入品。许元怀像是受到了刺激，双拳紧握，恨不得立刻回院修行。母子3人意识到这个孩子也许是大郎之外许家天赋最好的人。娘，我要出去玩了。许灵英不喜欢待在这里听大人们说话。去吧，婶婶告诫道，不许踩坏花圃，踩坏了会怎么样？许灵英试探道，就把你烤了吃掉。许七安下唬道。许灵英害怕的跑开了，丽娜也跟着跑了出去，顺带把桌上的糕点顺走。婚期临近，婶婶有一堆的事儿忙，这是身为当家主母的义务。唯一的帮手许灵月消极怠工，婶婶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嫂留下来帮忙。姬白琴肯定愿意啊，毕竟成亲的是他长子。许七安拿着一堆写好的请柬回了房间，他要查漏补缺，该请的朋友都要请，不能遗漏。首先是朝廷方面，只请魏党的几名骨干，比如御史张行英、刘宏等人。王党的话，前首辅王真文肯定要请，
但多半会派王思慕来参加婚宴，自身不会出席。打更人衙门要请的人就多了，9位金罗以及相熟的同僚，如宋霆锋、朱广孝、李玉春等。其中春哥有强迫症，他方圆10几米内不能出现钟离，这些都需要他这个主人公安排好。长乐县当快手时认识的同僚也要请，苟富贵勿相忘，这是做人本分。云麓书院的几位大儒，院长赵守肯定也得请。要注意的是，婚宴上无论如何都不能作诗，不会几位大儒会不顾场合的打起来，那就麻烦了。司天监的几位自然也要请，杨千唤得给他单独准备小桌，面朝墙壁，背对宾客。钟离我得时刻带在身边，不然婚礼上闹出血光之灾就不好了。请孙师兄的话，袁护法多半也要跟来，不行，他来的话，婚礼就进行不下去了。宋清如果要来的话，我得提前说明不要送礼物，我怕他抬着一具克隆版骆玉衡过来。天地会的成员都在京城，不会缺席。然后是江湖上的朋友，能真正入他眼且有那个交情的，只有武林盟的人。南疆的人就不叫了，刚把栾玉给睡了，他如果也来的话，那就完犊子。而且我担心龙图会把整个部族的人都带过来吃酒席。哎，这都是些什么人呀？许七安捏了捏眉心。房门被推开，木南之冷着脸，手里握着一把蜜枣，边吃边冷笑。哟，许银罗的请柬还没写完呢，要不要木姨帮忙代笔？好啊好啊，许七安笑道，正好还欠一份。我还要请镇北王妃木南之来府上喝喜酒。木南之恶狠狠道，我要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揭露你这个好色之徒的恶行，说你玷污我，霸占我，臭不要脸。许七安一脸无辜的表情。木姨，你怎么耍流氓啊？你有点长辈的样儿行不行？木南之大怒，张牙舞爪的扑过来要抓花他的脸，但被许七安双手反拧在背，按在桌上。闹着闹着，书桌就开始哐当哐当的摇晃起来。院子里，许灵英和丽娜坐在石桌边分享糕点。师傅，我想吃肉。许灵英嘴里塞满糕点，撒娇说，你帮我去找好不好？丽娜也嘴里塞满糕点，看他一眼，你是想趁我去找肉，一个人独吞这些糕点吧？许灵英忌惮地看了一下丽娜，没想到自己的想法被师傅知道了，师傅真厉害。丽娜嘟囔道，我也想吃肉，可现在还没到午膳时间呢，如果在南疆就好了，为师就带你出去打猎。师徒俩同时叹口气，这时花圃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额顷钻出来一只可爱的狐狸幼崽。六目相对，你踩坏花了。许灵英指着狐狸幼崽大声说道。白姬歪了歪脑袋，看着他，稚嫩的女童声回复说，没有踩坏，我一直都这么玩的。你就是踩坏了。许灵英竖起浅浅的眉毛，表情和语气都很严肃正经，仿佛这很重要。我没踩坏。白姬脆生生的反驳。人类小孩和狐狸幼崽争辩了片刻，许灵英迈着短腿冲过来，他速度很快，快到正常人肉眼看不清，这全依赖于肌肉的爆发力。但白姬更快，化作一道白影，便从他的扑击中闪过，出现在右侧，警惕地看着他。你要干嘛？白姬大声质问。小豆丁不搭理，又扑了上去。一人一狐在院子里追逃，许灵英噔噔噔的狂奔，把铺设在院子里的青石板踩裂。白姬则化作迅捷的白光，时而在左，时而窜右。片刻后，小豆丁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抓住白姬，心里大急。他在南疆随着利古部族人打猎时，不是没遇到过敏捷的动物，但都有利古部族人用弓箭射杀，根本不用追。现在身边没有弓箭，他也不会用。不玩了。许灵英停下来，一脸讨好地说，你过来，我带你去吃肉。白姬果然停下来，粉嫩的小舌头舔一舔嘴唇，娇声道，吃什么肉？许灵英张开双臂，胡乱比划，很好吃，很好吃的肉，你来就知道了。说话间，他又露出讨好的笑。白姬也是个贪吃的，一听有肉吃，就相信小豆丁了，欢快地跑过来，娇声道，吃肉吃肉。机智勇敢的许灵英扑过去，把他按倒。抓住你了。房间里趴在书桌的木南之昂起头，望向门外，蹙眉道，我好像听见白姬的哭声了。哐当的声音停下来，许七安双手掐着木南之的小腰，同样看向窗外，道，我也听见了。起开起开。木南之伸手往后推了许七安一下，他对白姬还是很上心的，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许七安退了出去，木南之连忙放下裙子，俯身拉上绸裤，仔细地理了理衣裳，匆匆离开房间。许七安跟在后边，两人出了房间，循声走去，没几步就看见了许灵英和丽娜师徒。许灵英小肩膀挑着一根木棍，木棍的那头捆着白姬，白姬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放开我，放开我，嘤嘤嘤。师徒俩正朝厨房方向走。干什么呢？木南之大惊失色，披着裙摆跑过去，把白姬救下来。我们要吃肉。
许灵英有些遗憾地看着木仪给白姬松绑，许七安反手给他一个暴力，训斥道：“我在南疆时怎么和你说的？”挨了揍的许灵英双手抱头，但不心虚，义正言辞地说：“大哥说的，采坏花就要烤着吃肉，他弄坏了娘种的花。”边上的丽娜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傻徒弟终于开窍了，刚才一个劲地往白姬身上扣帽子，知道吃狐狸之前先把罪名定下来，这样就挑不出错。许七安扭头问白姬刚才的经过，白姬哭唧唧地把事儿描述了一遍，然后控诉道：“我玩得好好的，他们一见面就逮我，还骗我，我该说林英一涉及到吃的就智商飙升，还是该感慨家里终于出现一个智商垫底的了。”许七安心里嘀咕，指头戳了戳许灵英的额头，怒道：“待会再教训你。”扭头瞪向丽娜，林英不懂事，你也不懂。丽娜吐了吐舌头，玩玩嘛，吓唬一下小狐狸，回头进了厨房我就把他救下来。许灵英大吃一惊，才明白师傅的险恶用心，于是用背叛阶级的目光看向丽娜。林英显然没有把白姬当玩伴或朋友，一心一意想吃她，这个观念要改回来。虽然家里孩子多了，总会产生摩擦，但动不动就烤着吃可不行。许七安吐出一口气，拉着许灵英就往外走。跟我来。他把许灵英拉到院子里，招了招手，远处东厢房的窗户敞开，婶婶最爱的一盆花飞了出来。许七安把花盆顶到许灵英头上，说：“站一个时辰，头上的花要是摔碎了，3天不准吃肉。”哦。许灵英挨打立正，告诫小豆丁以后不准动吃狐狸的念头后，许七安就看见一名莽夫太监拎着一列禁军入府。莽夫太监是来送赏赐的，公主的丈夫按惯例要封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原本是官职，后渐渐成为地序的标配官职，因此公主的丈夫也就有了驸马的简称。除了头衔之外，皇帝还要赐驸马玉带、华服、银质马鞍、七彩罗布白匹以及金银和房宅等等。这些东西原本早该赐予，但女帝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就拖到了现在。赏赐东西下来后，太监笑道：“老奴先祝许银罗新婚大喜，百年好合。”许七安按照惯例给太监和禁军每人赏了10两银子。婚期临近，许府陷入忙碌之中，主管内务的婶婶忙得焦头烂额，私底下没少埋怨说：“当娘的倒是清闲，我这个当婶婶的反而受累。”为了分担婶婶的压力，许七安把苗有芳召唤回来当牛做马，自己则抽空啃完了婚礼流程。自古婚姻乃人生大事，故流程繁琐，甚是麻烦。从议婚到完婚期间要经过6道礼节：1纳采，2问名，3纳吉，4纳征，5请期，6迎亲。前5道流程早已走完，就只剩迎亲。这天夜里，餐桌上许二叔与侄儿碰杯后试探道：“拜堂时要不让你婶婶把位置让给大嫂？”婶婶眼眶立刻就红了，怒气冲冲地瞪着丈夫：“你什么意思啊？”许二叔道：“自古以来，婚姻大事，父母若在，必做高堂大嫂，毕竟是宁燕的生母，她在一旁杵着，你在那坐着，那么多宾客看着，传出去对宁燕名声不好。今儿个礼部的官员与我说起了此事。”婶婶拔高声音，尖声道：“宁燕是我养大的。”许二郎细嚼慢咽地吃着菜，随口说道：“确实与理不合。”婶婶委屈得差点哭出来。她这几天忙里忙外的操持婚礼，头发都掉了好些，但想着家里兄妹4个，总算有一个要成家立业了，心里还是很满足的，就等着接受一对新人拜高堂。结果新人还没见着，就被丈夫和儿子背刺了。婶婶看了一眼许宁燕，见她没说话，鼻子一酸，别过头去，赌气道：“不做就不做。”许二郎咽下食物，不紧不慢道：“但于情，娘是应该做的。古语云，生恩不如养恩。大哥自幼父母双亡，被爹和娘抚养长大，人尽皆知，所以即使外人知晓伯母还在，也不会有人知会大哥。”许灵月顺势道：“大哥觉得呢？”婶婶立刻看向倒霉侄儿。许七安笑道：“二郎说的没错，我要是不同意，婶婶怕是又要把我赶出隔壁的小院独居了。”婶婶这才放下心来，抬起下巴哼一声。许灵英和丽娜低头吃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白姬蹲在桌边，小口小口地啃着鸡肉。木南枝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认真吃饭，但桌底下的脚丫子时不时泄愤般地踢许七安一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许七安以德报怨，把他碗边的几粒饭捡起来放回碗里。晚餐在这股安平喜乐的气氛中结束。同样的夜晚，姬白琴却坐在烛光中发呆，脸庞温润，端庄美丽。许元怀作息时间犹如日升月落般规律，用过晚膳，吐纳半个时辰便早早入睡。许元双推开母亲的房门，见他果然没睡，便笑道：“娘是在想明日大哥迎亲的事。”姬白琴微微点头，柔声道：“到今日依旧未曾通知我，想来拜高堂时没我份了。”许元双轻声问道：“娘心里遗憾？”姬白琴叹息着说：“
我当年生下他，他就那么一点大，转眼间21年过去，竟到了他成家立业的时候，能见证他大婚，娘已经没有遗憾了。许元双抿了抿嘴，没有说话。虽然娘嘴上说没有遗憾，但作为母亲，怎么可能真的一点都不渴望在长子大婚之日，以母亲的名义身份参与，而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看客。司天监，李妙珍从混沌中醒来，睁开眼，看见苏苏坐在桌边，专心致志地看着附有插画的画本。艳鬼穿着白衣白裙，五官精美绝伦，气质艳丽勾人。单评论姿色，苏苏是拔尖拔尖的。呀，主人你醒了。苏苏惊喜地合上画本，顺手倒一杯温茶。你昏睡5天，滴水未进，喝口茶解解渴。李妙珍确实口干舌燥，肺部火烧火燎。道门即使肉身再孱弱，到了4品境也早就辟谷了，数月不饮不食都没事。但他的身体受了伤，正处在虚弱状态。喝完一杯温水，李妙珍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问道：这是呢，徐府吗？这里是司天监，采薇师妹天天来给你把脉，圣子日日为你疏散过剩的元神之力，防止你识海胀裂。苏苏坐回桌边，继续看他的画本。李妙珍闭眼内视，他的元神坚韧强大，像是锤炼无数次的钢铁。肉身虽然虚弱，但无大碍。按理说我可以冲击超凡境了，可惜我无法领悟太上忘情。李妙珍叹息道：阴神晋升阳神，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足够坚韧。师尊当初喂给他的那枚丹药，如今药力已经尽数吸收，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圣子说金莲道长有意收你入地宗门下修行功德。苏苏翻过一页，继续说道：以主人你的功德，晋升乃3品，手到擒来之事，就看你愿不愿意。李妙珍沉吟片刻，笑道：自然愿意。苏苏松了口气，嫣然道：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对地宗不感兴趣，我只想去人宗。李妙珍诧异道：为何？苏苏挤眉弄眼，这样的话，你将来业火缠身，就有足够的理由找许宁燕双修了。虽然我是许宁燕的小妾，但既然主人也喜欢她，那我当个陪嫁丫鬟也不介意的。去。李妙珍啐了他一通，目光落在画本上，随口问道：看什么书？闻言，苏苏柳眉倒竖，道：书上说的是一个叫许宁燕的读书人，金榜题名后抛弃糟糠之妻，贪图荣华富贵，另娶公主的故事。李妙珍当然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皱眉道：发生什么事了？苏苏哼哼道：许宁燕明日就要与临安公主成亲了。李妙珍愣住了。怀庆1年2月27，一入宅求嗣，婚嫁。天蒙蒙亮，距离迎亲队伍出府上有些时辰，从徐府到皇城的主干道两侧早早地站满了关里的百姓。整个京城都知道许璎珞要和临安公主成亲。作为大奉的定海神针，百姓心目中的镇国之柱，许璎珞的大婚自然是备受瞩目，普天同庆。这一天，从外城到内城，8座城门开设周棚，施周3日。皇宫、韶阴宫，太后命人仔细清点了一遍陪嫁物品，有装饰着珍珠9只五彩锦鸡，4只凤凰的凤冠一顶，绣雉鸡的华服一件，珍珠玉佩一副，金革带一条，有玉龙冠、寿玉环、北珠冠花梳子环、七宝冠花梳子环。嫁妆丰厚，俱是按照最高规格准备。除了临安身份尊贵外，驸马许七安的身份同样让皇家不敢怠慢，不敢寒碜。这些事本该是皇后里操持，奈何怀庆登基后，永兴帝的皇后便废了，如今后宫之主依旧是太后。太后倒也不嫌累，自打魏渊复生后，她笑容日益增多，不再像以前那般世事冷淡。再加上陈太妃软禁在后宫，永兴软禁在司天监，都是出不来的人，太后怎么也得接手此事。她就算不可怜临安，也得考虑许七安的态度。各处清点完毕后，太后带着一众宫女进了临安的卧房，她要看看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公主请居，帷幔低垂，檀香袅袅。卧房的门敞开，韶阴宫里的宫女们奔走忙碌，梳妆镜前，临安挺着腰杆坐着，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脸颊圆润，恰如一只线条流畅的鹅蛋，敷粉描眉之后，容貌变得愈发精致有神。此外，宫女的巧手在她额头画了梅花妆，于是本就妩媚多情的公主殿下便多了一股艳而不俗、媚而不妖的气质。女子一生中会有一次见到自己凤冠霞帔的机会，她等来了。更幸运的是，新郎便是良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殿下近来文静了许多，是否忍得辛苦？大宫女替她梳着头，笑着问道。殿下平时叽叽喳喳，活泼娇蛮，越是临近婚期，越是学着做文静温婉的金枝玉叶。太后说过，嫁作人妇便不能再率性而为。临安叹了口气，我且装模作样着吧，来日慢慢原形毕露便是。正说着，雍容华贵的太后带着宫女入内，扫了一眼桌上的凤冠，淡淡道：准备的如何了？临安身边的大宫女施礼后，躬声道：
待奴婢为殿下梳好头，便大功告成。太后走到梳妆台边，看一眼那媚动人的林安，忽地蹙眉，为何不开面？所谓开面，是用5色棉纱线为新娘夹角，去脸上汗毛，让新娘显得愈发白净美貌。大宫女为难地看了看林安，后者描得精致的眉毛皱起，母后太疼了。太后微微颔首，扫过屋内的一众宫女，语气平淡：殿下不开面，你们每人20个板子，耽误了吉时，统统打发到浣衣局。宫女们花容失色，于是又洗掉了公主的妆容。几个宫女齐心协力，一番折腾后，终于搞定。太后审视着脸皮微红、眼角含泪的林安，满意点头：不错，这才是肤如凝脂、吹弹可破。等吉时将近，宫女为林安戴上凤冠，太后眯着眼审视片刻，叹息道：真漂亮，你天生便是要当公主的，穿金戴银，方能凸显你的娇贵与美貌。太后见过不少美人，自己便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但所谓美人万千，颜态各异，不同的美人需要不同的装扮，才能把美貌与气质凸显得淋漓尽致。在太后见到的美人中，包括她在内，多多少少会被华美的首饰、服饰分去光彩。越是打扮华丽，越能凸显美貌的，便只有林安了。太后继续道：你兄长和母妃都不能参加婚礼，本宫作为你的母后，理当教你如何在夫家生活，与姑舅相处。林安一本正经地坐着，耐心聆听。你虽是金枝玉叶、公主之尊，但许银罗非一般夫婿，所以嫁到许府后，首先要学会收敛性子。过去的很多年里，太后诸事不管，对后宫、对皇子皇女不闻不问，但也知道林安时常找怀庆的麻烦。他若有陈太妃一半的心机和手腕，倒也罢了，太后才懒得说这些。偏是个喜欢挑事却没相应战斗力的姑娘，去了许府若是不收敛，不知道要被欺负成什么样，而且还是不占理那种。太后继续说道：许家女眷里，二房主母倒不必在意，我虽与她交集不多，但有过几次试探，是个没什么弯弯绕绕的直肠子。云州过来的那个女人虽是许七安生母，但母子之间情谊必然不深，她若是知道分寸，便不会拿捏你，而是客气对待，你也这般对她就是。二房的大丫头倒是个伶俐的，不过与你干系不大，再过几年也就嫁出去了。你真正要在意的是夫君的心意，以及他在外面招惹的女子。宁燕的婶婶是个直肠子，可思慕说这位婶婶分明是个极厉害极可怕的人物，是太后看错了，还是她为安我的心，故意这般说？林安心里嘀咕，听到外面招惹的女子，顿时眉毛一扬。母后放心，林安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定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太后看他一眼，把涌到喉咙的那一声喝咽了回去，颔首道：母后给你的建议是多听听王思慕的意见，他和二郎已经订婚，想来今年或明年便嫁到许家去了。有道理。林安点点头，遇到事不要只顾着发脾气，你和许银罗有情分在的，他微末之初，你帮他不少，受了委屈便多提一提这方面的事，他自会愧疚。直通皇城的主干道，许七安坐在小母马背上，由他驮着，马蹄哒哒地朝皇城而去。身后是李玉春、朱广孝、宋霆锋等相熟的同僚，以及苗有芳这样的亲信，组建成一支规模不小的迎亲队伍。城防军分列街道两侧，把围观的百姓挡在街边。百姓高呼着许银罗大喜、百年好合等字眼，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许银罗迎娶皇室公主，这是强强联合，永固大凤江山。而且除了身份高贵的公主，还有谁能配得上许银罗？但也有些人对此深感失望。许银罗要娶公主了，哎，我家闺女看来是做不成正妻了。就你闺女那姿色，当个丫鬟许银罗都嫌弃，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我家妹妹年方28，貌美如花，尚未婚嫁。哎，可惜许银罗看不见这颗沉埋沙底的明珠。那还不简单，你把自家妹妹送到教坊司去，既然这么漂亮，夺个花魁过来不难吧？许银罗不就看到了吗？谁不知道许银罗最爱和花魁厮混？边上众人哄笑，然后那两人打了起来，很快被城防军制服，秩序恢复。朱广孝望着前头穿着便服的挺拔身影，小声和身边的宋霆锋道：我以前以为宁燕会娶怀庆殿下的，许七安还是铜锣银罗的时候，逢着去皇宫都是以见怀庆为由，虽说私底下没少和林安鬼混，但在朱广孝看来，许宁燕分明是个怀庆公主走得更近。以前查案的时候也是3天2头往怀庆府跑，结果冷不丁的他选择了妹妹而不是姐姐。宋霆锋挤眉弄眼，嘿嘿笑道：不娶陛下不意味着和陛下是清白的。朱广孝吃了一惊，小声道：不要妄议圣上，怕什么？宁燕都没在意。宋霆锋用嘴努了努前头的新郎官，他们说的话肯定躲不过许宁燕的嘴，他既然没在意，那就不用担心什么陛下治罪了。不过接下来的话宋霆锋就不好明目张胆地说了，传音道：我听说
近来朝中有人提议立太子的事儿，此为国本，那群读书人最在意这个。朱广孝淡淡道：以陛下的能力，轻而易举就能压下这些生意。蠢货！宋廷峰摇头，满朝文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陛下登基不久，没有子嗣再寻常不过，但现在叛乱已平，四海升平，接下来是不是该考虑陛下的婚事了？立太子只是个由头，主公是想催促陛下尽早完婚，诞下子嗣。朱广孝恍然大悟，旋即传音到你无缘无故说这些作甚？宋廷峰传音说道：您宴娶临安殿下，不知道多少人笑掉大牙，拍掌称快。他一日不成亲，后宫之主的位置就没人敢惦记，明白了吧？不过呢，陛下迟早是要考虑子嗣的，以后有热闹看了。陛下虽是女儿身，但亦是根正苗红的皇族血统，他的子嗣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后台撑着，继承皇位毫无难度。进了皇城后，开始一丝不苟地走流程，首先随着礼官骑马到南门，在那里换上驸马官服，接着献上大雁、碧帛等物作为聘礼，这叫做行宴礼。大雁象征着忠贞，象征着一生一世一双人。行宴礼结束，许七安与迎亲队伍入席，喝酒休息，等待吉时。从清晨一直等到太阳高照，礼官终于入席，低声说：驸马爷，时辰到了。许七安心说，终于可以迎新娘了，膀胱局啊。他当即随着礼官前往韶阴宫，在那里见到了公主的仪仗队，以及凤冠霞帔、娇媚动人的临安。她身穿嫁衣，头戴凤冠，美丽耀眼夺目。在宫女的搀扶下，施施然地迈出韶阴宫，两人隔着很远，目光交汇，千言万语都在眼神之中。没有说话，临安柔柔看他一眼，低头进了燕宅车。燕宅车以红色为主，车厢除了宅宇的装饰外，还有红、紫各种丝帛交织构成华美装饰。横垣设有香柜，设有螭纹的香炉、香宝等，整体风格华丽鲜艳，异常漂亮。蛮顺利的嘛，没有要红包找鞋子、破门而入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迎亲不是重头戏，且没有上辈子的风俗。出了皇宫，许七安带着仪仗队与迎亲队会合，一起离开皇城，原路返回。此去的目的本该是驸马府，但许七安和二叔商议之后，认为还是住在许府不便，把周边的几座宅子买下来，扩建成庭院森森的豪门府邸。一家人还是住一起。返回许府又花了半个时辰，途中鼓乐齐鸣，头戴花冠的宫女端着香炉连步款款，还有禁军在前头付洒扫，所以走不快。在喜庆盛大的鼓乐声里，许七安把临安领进了门，直奔内堂。此时堂内站满了观礼的人，都是许氏族人，没有外宾。二叔和婶婶挺着腰杆坐在堂内，婶婶见凤冠霞帔的临安，眼睛一亮。她很喜欢花枝招展的姑娘，临安的装扮让婶婶无比惊艳。天地会的成员不在，司天监的货也还没来，真好。许七安扫了一眼厅内众人，除了花神面沉似水，其他人都满脸笑容。尤其许灵月笑靥如花，由衷的为大哥感到高兴。新人在礼部官员的主持下进行拜堂仪式，拜堂流程甚是繁琐，3跪、9叩首、6声拜。期间，许七安察觉到临安心跳加快，传音道：别紧张。临安果然安定下来。有条不紊地完成仪式后，2名小宫女捧龙凤花烛导行。许七安和临安在后望着一对新人转入后堂，生母姬白琴轻轻拭去脸上的泪痕。许元双望向母亲，轻轻握住她的手，正要说些宽慰的话。这时他看见绿娥走了过来，低声道：大夫人，随我来一趟。姬白琴皱了皱眉，捏着锦帕跟着绿娥往外走。穿廊过院，来到新婚夫妻的婚房外，绿娥推开门笑道：大夫人请进。姬白琴心里一动，已然有了猜测。她迈过门槛进入婚房，看见临安和许七安并肩而立，等候已久。明艳这是？许七安低声道：婶婶和二叔养育我长大，在我心里便如亲生父母，我在宾客面前拜二叔和婶婶是敬重他们，但你是我生母，骨肉至亲，我大婚之日理当拜您。他和临安相视一眼，跪倒在地，磕了3个头。姬白琴微笑道：娘很高兴，很高兴。他俯身把长子和长媳扶起来。许七安低声道：娘。姬白琴身躯骤然僵硬，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没有久留，离开了婚房。走了一阵后，他扶着廊柱，低着头，肩膀剧烈颤抖。许元双看见母亲红着眼眶回来，妆容稍稍有些花，看着狼狈，但仔细再瞧，发现他过去20年眼角眉梢凝着的郁结荡然无存。婚房里，临安依偎在许七安怀里，手里捏着一块黄油糕，小口小口啃着，吃了一会儿，愁容满面。国师会不会冲进来一剑砍死我呀？我在太后面前装的自信满满，但其实心里很怕的。你这就先怂了。许七安安慰道：国师刚拿剑砍你，我就拿枪捅他。
林安顿时放心了，接着说：“帮我把头冠摘下来，戴了小半日，脖子酸疼。”许七安便帮他把凤冠摘下来，掐住水蛇腰，笑道：“嫁衣反锁也先脱了，省得到时候解起来麻烦。洞房也先做了，我好专心出去招待客人。”不要不要！林安红着脸，双手用力推搡他胸口。虽然两人已经成亲，但他未经人事，还是会害羞的。闹了一阵后，许七安看一眼屋角的水漏，捏了捏眉心：“我给出去迎客了，今天肯定有数不尽的幺蛾子，但没事，他已经想好万全之策。”太阳渐渐往西移，许七安穿着驸马官服，带着几名家仆与二叔等待于府门处迎接参加酒宴的宾客。很快，他看见一群熟人：长乐县衙的朱县令、李典史、王捕头等人。许七安脑海里瞬间闪过出来大凤的时光。王捕头和李典史是他的勾栏厅曲请蒙人，那段时间老王和老李天天掉一钱银子。下官朱明拜见许银罗。朱县令急步上前，躬身作揖。王捕头等人拘谨的行礼。许七安笑容满面的迎上去：“怎么还在长乐县衙待着？老朱，朝廷养士100年，为的就是让你们为社稷鞠躬尽瘁，不可懈怠啊！”朱县令心花怒放，压住内心的喜悦，作揖道。许银罗教训的是闲聊了几句，朱县令领着王捕头等人跟在许家仆身后进了府。老朱步伐都快飘起来了，他在长乐县兢兢业业熬了多年，始终看不到升迁的希望。许银罗方才的一席话是有意成全他。迎接完长乐县众人，没多久，许七安迎来第二批客人。一辆宽大奢华的马车停在街边，车夫搬来小凳，车厢里先后下来3人王思慕和王府2位公子。爹身体有恙，不便出行，让我们兄妹3人前往祝贺许银罗大婚。王思慕朝叔侄俩施了一礼：“弟妹生分了，叫大哥就好，里边请。”许七安热情地引着王思慕往里走，笑容满面，回头给弟妹安排一个特殊的席位，莫要拒绝。王思慕面带微笑，心里却莫名的一沉，觉得许银罗的笑容透着几分让人不安的诡谲。他刚让家仆带着王思慕和他的2位兄长入府，扭头看见二叔迎上了第3批客人，那是武林盟的门主和帮主们，其中青纱蒙面、群居飞扬的萧月奴最亮眼，即使不看容貌、气质和身段，便已是拔尖。他们收到请柬后，提前几日就赶来京城，一直住在京城的驿站里。这些门主帮主现在都有官职在身，虽说是无权的虚职，但有了明面上的官位，到任何地方都能便宜行事，能入住驿站。寇前辈没有来。许七安虽然早有预料，但依旧摆出不悦之色。寇前辈闭关了，托我等前来祝贺许银罗。萧月奴柔声道。许七安看他一眼，颔首道：“诸位里边请。”他没再多说，让家仆领着武林盟众人入府，因为他看见司天监的宋清和楚采薇，以及背对着徐府这边以小距离传送代替步行的杨千唤。毕竟背对众生是逼格，但如果倒退着走路，那就成了滑稽，毫无形象可言。宋师兄、杨师兄、采薇，你们来了。许七安脸色堆着笑容，热情四溢地迎上去。楚采薇目光频频往里看，娇声道：“开席了吗？”宋清笑道：“采薇师妹从昨晚一直饿到现在，绝了，和丽娜林一模一样。你们仨是合计好的。”许七安笑道：“等日落，等日落。”宋清沉声道：“许公子大婚，为何不让我送礼？你送的东西我敢收吗？要么是稀奇古怪的炼金产物，要么是真人版娃娃。”许七安满脑子都是槽，笑道：“以咱们的交情，宋师兄就不用见外了。”终于轮到杨千唤了，他清了清嗓子，吟诵道：“手邀明月摘星辰，世间。”话音未落，许七安就给他打断：“宋师兄、采薇师妹，进去吧，进去吧。钟师姐在里头等你们了。”“咦，这不是杨师兄吗？怎么还杵那儿呢？”“狗贼，新仇旧恨，今日跟你算个清楚。你给我等着！”杨千唤暗暗发誓，青光一闪一闪，跟着宋清和楚采薇进府。送走了监正的弟子们，许七安望向长街尽头，脸色僵了一下，缓缓吐息，迎了上去。“妙真，圣子，欢迎欢迎！”李妙真背着剑，穿着道衣，面无表情。圣子笑容满面的迎上，先一叠声的道喜，然后扭头训斥李妙真：“师妹，你这副臭脸摆给谁看呢？许银罗大婚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许银罗和临安殿下难道天造地设的一对？许银罗刚救了你的命，你还摆臭脸，真是一点都不懂事。”李妙真看了许七安一眼，笑道：“恭喜许银罗抱得公主归。”他很少有皮笑肉不笑的模样。李灵素一本正经道：“回头闹洞房的时候，师妹可要手下留情啊。”我料的没错，李灵素和杨千唤果然憋着坏主意。许七安心里冷笑一声，送师兄妹进府。客人一批批的到来，夜幕缓缓笼罩。华灯初上之际，他终于看见了魏渊的马车缓缓驶来，驾车的是气质阴柔的南宫，江绿中张开泰等金罗骑马跟在两侧，再往后则是银罗铜罗。
许七安吸了一口气，主动迎上去。南宫倩柔把马车停在街边，见他过来，直觉地让开位置。现在惹不起这个人了。许七安放好凳子，打开车门，引着魏渊下车，笑道：“魏公，卑职等你许久了。”魏渊基本不参加红白喜事，但许七安的婚事他是一定要来的。魏渊下车之后，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车厢，车厢里探出一张清冷如画的脸。她一身男装，不施粉黛，但这无损她的美丽，反而增添了几分中性的魅力。自古美貌女子着男装，皆有一股动人风情。许七安脸色缓缓僵住，陛下，他心说：你贵为九五之尊，不在皇宫待着，来参加什么婚礼？这不合礼数啊。怀庆淡淡道：临安是朕宠爱的妹妹，她大婚当日朕过来讨杯喜酒，许银罗似乎不愿，终究是来了，躲不过啊。许七安强颜欢笑：欢迎之至。魏渊拍了拍他肩膀，语调缓慢：席间本座要坐在陛下附近。许七安先是点头，旋即问道：这是为何？魏渊笑容温和，无声地说了2个字，大袖飘飘地往府内走去。看戏。许七安忽然不想送他入府了，便让二叔代劳。又过片刻，金莲道长带着天帝会成员姗姗来迟。楚元稹见到许七安的第一句话：我要和1号2号坐在一起。你特么也是来看戏的吗？许七安心里破口大骂，脸上保持优雅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送天帝会成员入内。接着是赵守带着云麓书院4位大儒抵达。许七安审视着杨公，会心一笑：恭喜老师晋升超凡。杨公，徐府有4座院3座厅，根据地位官职等不同，安排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许氏族人安排在内院和外院之间的大厅里，而长乐县以及官职不高的官员则安排在外院。6品以上安排在内院的东院，打更人的铜锣银锣则安排在西院，与武林盟众人毗邻。至于许七安的亲友坐在核心的内厅，内厅有5桌，一桌是魏渊、南宫倩柔、江律中等金罗。宋廷峰、朱广孝因为和许七安交情深厚，破例与金罗们同坐至于李玉春。为了他身心健康，许七安给打发到西院和众银罗同坐。一桌是许家人，二叔、婶婶、姬白琴、许元双姐弟、许灵月姐妹。一桌坐着云麓书院4位大儒，赵守、许二郎，还有宋清和杨千焕。一桌坐着金莲道长、阿苏罗、恒远大师、楚元稹、苗有芳、李灵素、丽娜的哥哥莫桑。值得一提，打完仗后，莫桑被朝廷授予官职，不愿意回南疆了，目前在禁军中当差。最后一桌厉害了，怀庆、钟离、李妙珍、穆南之、丽娜、楚采薇、王思慕。王思慕左顾右盼，觉得自己和这些女子格格不入。李灵素心里笑疯了，心说许宁燕这个狗贼居然把我和这些女子安排在一起，他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他原以为许宁燕会把他和杨兄打发到僻静角落里，他都准备好厚着脸皮往主场钻了，圣子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人生最快意的事就是在仇敌的婚礼上与他的红颜知己们坐在一起，然后煽风点火。厅内气氛有些古怪，许二郎传音质问：大哥，你把思慕安排在大嫂们身边做甚？总需要一个机灵的在边上和稀泥吗？许七安如此回复：义父，我怎么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南宫倩柔扫一眼那桌的女人们，又扫一眼其他桌，他发现李灵素、楚元稹、许二郎、苗有芳等人时不时会偷瞄一下那桌，眼里藏着暗戳戳的期待。魏渊笑了笑：二弟，这些姑娘是怎么回事？姬白琴眼光毒辣，只看那桌女子面无表情的模样，就知道情况不对劲。也不是都面无表情，南疆的小姑娘和黄裙子姑娘，她们就吃的大刀阔斧，满嘴流油。另外，他疑惑于木南之怎么也坐过去了，这位小茹的结义姐姐不应该坐在他们这一桌吗？许二叔想了想，传音回复：这个，他们中有几个和宁燕走得挺近，包括陛下。姬白琴恍然大悟，云麓书院的大儒们最正常，该喝喝，该吃吃。咦，还有2个位置空着。李灵素看了眼李妙珍身边的2个空位，笑道：宁燕，这俩位置是谁的？许七安作为新郎，此时正陪坐在魏渊身边，闻言回答道：哦，那是国师的，他估摸着快来了。正说着，一道金光从天而降，飘入内厅，化作骆玉衡的模样，清丽绝美，宛如天仙。怀庆、李妙珍、许灵月、钟离等人轻轻扫一眼陆地神仙，没有说话。李灵素脸上笑容不可避免的扩大，比新郎还要热情，忙起身，嘴角裂到耳根，道：国师，来坐。骆玉衡入座后瞅了一眼许七安，没说话。李灵素见人到齐了，清了清嗓子。另一桌的杨千焕收到了进宫的号角，大声感慨：宁燕少年风流，一表人才，如今娶了临安，不知道多少怨妇要暗中垂泪，伤心欲绝。可怜呐，
可怜开团手杨千焕说完，补刀手李灵素放下酒杯，反驳道：“杨兄，这是哪里的话？宁燕对临安殿下一往情深，用情专一，其他女子哭就哭呗，与宁燕有什么关系？都是些想攀高枝的庸脂俗粉。”李灵素和杨千焕的双簧，就如滚油里的倒开水，又如同大火中浇冰块，场面一下子寂静下来，气氛陷入僵凝，但心里的情绪却炸锅了。天地会这边来了，圣子和杨千焕蓄谋已久，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不过这般煽风点火真的好吗？许宁燕可是一品武夫，不怕他秋后算账？楚元稹精神一振，腰背肌肉紧绷，竟有种当年春闱考试时的激动感。不是楚状元八卦，委实是那桌的女人个个都是天之骄子，身份不同凡响。看他们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精彩程度不次于围观一品高手战斗。另外，许宁燕自己就是蔫坏的，天地会成员本来人人都是正直严肃的侠义之士，结果被他或明或暗的引导，人均都有不堪回首的糗事。现在看他身陷囫囵，楚元稹喜闻乐见。恒远大师眉头紧锁，为许大人此时的境遇感到担忧。许大人能有什么错呢？许大人只是年少风流了呢，错的是杨千焕和李灵素。阿苏罗显然没见过如此有趣的剧情，一边兴致勃勃的围观，一边觉得有时候遁入空门也有好处，至少没那么多的麻烦。为了一个色字让自己如此窘迫，实在难以理解。色只会影响他的出拳速度。金莲道长呲溜呲溜地喝着小酒，面带微笑，怡然自得。身为心腹的苗有芳低头吃菜，假装自己和莫桑同出一族。这种时候就怕被许银罗拉出来挡刀，谁挡谁死。这两个人存心要与宁燕为难，姬白琴皱皱眉头，看出李灵素和杨千焕在欺负自己儿子，顿时有些不高兴。大哥这是自作孽不可活。许二郎和老师们摇摇碰杯，小小的幸灾乐祸了一下。在场的人里，除了婶婶、丽娜兄妹、林英、白姬、楚采薇这几个由于特殊原因反应迟钝，其他人都在暗戳戳地等待许宁燕的应对，等待那桌女子的反应。值得一提，许灵英坐在婶婶的腿上，半张脸埋在餐盘里。他这一桌酒菜无限供应，吃完就上，吃完就上，这让楚采薇和丽娜极为羡慕，并且打算把桌上的菜吃得差不多了，就去那一桌蹭。啪！响亮的拍桌声里，白袍小将木南之策马而出，怒视李灵素，训斥道：“你敢诋毁国师是庸脂俗粉！李灵素，我看你是不想活了。”除了许七安外，谁都没想到率先发起攻势的居然是一个姿色平平无奇的妇人。厉害了！几桌的宾客纷纷看向木南之，啧啧惊叹。在座的谁不知道国师是许宁燕的双修道侣？这位妇人的一番话是把国师架在火堆上烤唐唐仁宗到手，一品陆地神仙，双修道侣竟娶了其他女子，他若是不表态，颜面何存？他若是借机大闹一场，破坏婚礼，这桌子的女子里大半都要开心死。果然姐妹内卷才是最可怕的，这桌子的人里只有南之敢得罪国师了。许七安心里嘀咕。骆玉衡冷冰冰地瞅他一眼，道：“这位是？这是我穆姨婶婶的结义姐姐。”说时迟那时快，许七安迅速抢答，为花神的身份盖棺论定。骆玉衡哦了一声，素手端起酒杯，淡淡道：“穆姨瞧着特别亲切朴实，本座敬你一杯。”亲切朴实咬得特别重。木南之深吸一口气，看一眼许家众人，突然笑了起来：“不用客气，乖侄女。堂堂花神，前任王妃，她是要体面的，在社死和摘手串之间权衡之后，选择忍下这一回合，没能激国师发作。李妙真等人一阵失望，他们都想把彼此当枪使，但他们都不愿意当那杆枪。喝了几个回合后，李妙真用力咳嗽一声，吸引来众人注意，语气平静地说道：“许银罗今日大婚，可喜可贺。妙真为你备了一份薄礼，大可不必。”许七安本能的警惕。李妙真低头摘下腰间的香囊，轻轻打开，一股青烟从里面袅娜浮出，在众人的注视下，于厅内化作一名黑发白裙、倾国倾城的妩媚女子。她艳而不俗，媚而不妖，浑身上下都透着让人沉醉的气息，惊艳了在场的男人。这是我的姐姐苏苏，自幼陪我一起长大，奈何姐姐红颜薄命，化作孤魂野鬼。李妙真说到这里的时候，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许灵英抬起头，舔了舔流油的嘴，看向苏苏的目光一阵期待。简单解释了一下苏苏的身份后，李妙真说道：“他与许银罗相识于微末，共同患难，许下过海誓山盟，许银罗答应纳他为妾。可惜相识于微末，能共患难，却未必能共富贵。许银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后，便再没找过他。苏苏成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妙真作为妹妹，岂能容忍？今日借着大婚，特意问许银罗一日，可还记得当初的承诺？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当枪，那就制造枪。”苏苏配合着做出拭泪动作，嘤嘤哭泣：“你这个负心汉，当初在云州时，口口声声说不嫌弃人家，不愧是飞燕女侠，直来直往，
韦渊、云路书院大儒等人默契地端起杯喝了一口，很下酒。李灵素悲愤地看着许七安，苏苏也是我姐姐，你竟对我姐姐下手，还始乱终弃。杨千焕缓缓起身，背对众人大喝一声：许宁燕，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差点都把小妾给忘了。许七安心里嘀咕，他就知道这些家伙肯定要作妖的，心里的怨气肯定要发泄，绝不是板着脸坐着喝酒而已。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许七安一点都不慌，正要应对，便听那一桌的许灵月开口说道：李道长言重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大哥要娶苏苏姑娘为妻呢。世人皆知大哥一诺千金重，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回头等大婚结束，娘，你做主，找个花轿抬苏苏姑娘过门便是。娶妻纳妾，总要分清主次。李妙真一愣，忽然有种我太小题大做，我无理取闹的错觉。不是错觉，是这个许灵月阴阳怪气的话术引导产生的效果。大婚当日，你一个做妾的多什么事？蹬鼻子上脸，你是要做妾还是要当娘？这似乎说的有些道理。许宁燕这个妹妹竟如此牙尖嘴利。杨千焕绞尽脑汁的苦思，对策无果，有些焦急。李灵素略作沉吟，无奈叹口气，妙真的这个计策顶多就是让狗贼许宁燕的风流之名再添一笔，可问题是人家就是这种货色呀。关键是一个鬼魂能有什么威胁？连肉身没有。看看国师、王妃还有陛下几个，完全没反应好吗？许七安赞赏地看一眼许灵月，心说不愧是自称最心疼哥哥的妹子。他旋即看了一眼王思慕，不行啊，这位弟妹全程看戏，完全没有站出来挡刀的想法，我得推他一把。许七安清了清嗓子，笑道：新娘子不方便出来见客，所以我让思慕代替林安入席。思慕既是林安弟妹，又是闺中密友，代表林安完全没有问题。二郎，你说对吧？王思慕懵了，没有一点点防备。二郎，你大哥要害我。他求助的看一眼许新年，大哥就是这样蔫儿坏，我也没办法。许新年回了他一个眼神。生母姬白琴心里一动，笑道：既是代表新娘子，那便与二郎一起逐个敬诸位一杯吧。小茹，我说的对吧？许宁燕作为新郎官，还没到与客人敬酒的时候，通常来说得等到大家吃个半饱，醉意微醺时敬。婶婶一点都没有儿子儿媳被暗算的认识，立刻点头：大嫂说的有理。许二郎叹了口气，她是只娘莫弱子，但在王思慕看来，这是未来婆婆在暗示她替大哥许七安分担压力，甚至里面还有考教她的想法，看她能不能驾驭住这些莺莺燕燕以及作妖起哄的客人。前者代表国师、钟离等与大哥有暧昧关系，或已是生米煮成熟饭的女子；后者代表杨千焕和李灵素，稳住局面向来是大妇应有的能力。王思慕看了一眼同桌的女子们，心里凛然，未来婆婆对她寄予厚望啊。有了许二郎和王思慕的牺牲，一轮酒敬下来，一炷香时间过去了，彻底摆脱刚才刀光剑影的气氛。对新郎官来说，每熬过1分钟，距离胜利就近1分钟。这时怀庆笑容矜持含蓄道：朕也为许银罗备了一份礼。热闹的气氛微微一静，众人不自觉地停下高谈阔论，保持肃静。一来是怀庆的身份，九五之尊，他开口说话，臣子们自当保持安静；二来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位女帝心机深沉，手段高超，她的礼物可比李妙真的有趣多了。李灵素和杨千焕暗暗搓手：陛下不用这么客气。许七安微微摇头，希望上解人意的怀庆能懂他的意思，高抬贵手。怀庆一点都不懂，笑容矜持：许银罗才不要客气。说着招来听外候着的宫女，吩咐了一句，宫女应声退去。额请。他领着一群人进来，一群身穿纱裙妖艳魅惑的狐女，总共18位狐女，颜态各异，或妩媚，或清纯，或冷艳，或孤傲，姿容都是上上之选。尤其领头的黑裙女子，瓜子脸，狐媚眼，妖娆动人，即使厅内已是美女如云，她仍能不掩光芒。怀庆笑道：南疆万妖国知许银罗大婚，特献上18位狐女，以示诚意。万妖国与大凤氏代为盟，守望相助。叶姬嫣然道：许郎，奴家想死你了。这是早有奸情的。几桌客人神色古怪，木南之脸色一黑，骆玉衡俏脸如照寒霜。钟离抬起头，没什么表情地审视着狐女。李妙真咬牙切齿，苏苏秀眉紧蹙，楚采薇握着猪蹄，瞠目结舌。向来心疼哥哥的许灵月，气质也变得危险起来。就连婶婶和姬白琴也觉得儿子风流的有些过分了。许元怀看了一眼姐姐，迟钝如她，也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南宫倩柔看了看瞠目结舌的许七安，心情爽了。勾栏听曲不好吗？教坊丝花魁不漂亮吗？偏要招惹这些乱七八糟的女人，还是说你爱喜欢勾栏，要把自己变成勾栏？
宋廷峰和朱广孝是很为兄弟捉急的，奈何位卑言轻，只能看热闹了。这么多狐女，我还没尝试过创造妖族。宋清眼睛一亮，还是娶一个媳妇好。许二叔看了眼婶婶，心里又补充一句，还得娶笨一些的。临安殿下今晚的气炸了，王思慕想到了自己的闺蜜。大哥，我也帮不了你了。许二郎低头喝酒，不能让自己笑出来。君子当色而不淫，回头用宁燕的例子警示书院学子，写入教材，当作反面。云麓书院的大儒们暗暗下决定。魏渊、赵守、金莲道长、阿苏罗、楚元稹这几个人同时举杯，喝了一口。下酒。